宝宝，你今晚有空吗？能不能陪我打游戏？宝宝，我跟你说哦，我在学校给我妹妹找了个家教，你知道谁来应聘了吗？竟然是我的同班同学，关键他还跟我有过节。宝宝，你在干嘛呀？怎么不回信息？孔刘正在给学校里有名的高冷校花的可爱妹妹辅导功课，听到消息提示音后，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看到手机上网恋女友西西发来的消息，孔刘微微有些错愕，自己和这个白捡的网恋女友是在大一刚开学那会认识的。因为迎新晚会太无聊了，孔刘拿手机打起了游戏，附近的人里有个女生一直邀请他打游戏，孔刘嫌烦就陪他打了2把排位，哪知道因为自己技术好，对方直接赖上他了。而且这妮子是个粘人精，可烦了，一天天缠着自己，没事就给他送游戏皮肤。孔刘抓着手机发呆的样子，正好被从门口进来的校花顾晨曦给看到了，他有些不满地说道：现在是家教时间，谁允许你玩手机的？孔刘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将手机放回了桌上。顾晨曦的妹妹甩着2条小马尾辫，转头帮孔刘和姐姐说起了情。姐姐，你不许怪孔哥哥，是我让孔哥哥玩手机的，因为我想自己做一会题目。顾晨曦伸出纤纤玉指，在妹妹的额前轻轻一点，你就向着外人和你姐姐做对视吧。孔刘以为顾晨曦就进来看一看就走，哪知他竟坐在了自己身旁的椅子上，似乎不打算走了。孔刘小心地看了一眼身旁的顾晨曦，不知怎么的，竟有些紧张了起来。顾晨曦是中海交大出了名的高冷校花，肤白貌美大长腿，形象好气质佳，家境优渥，吃穿不愁，平时上学都代步工具都是保时捷这种豪车，可自己却在开学的时候不小心得罪了这样一位白富美。同样是大一迎新晚会那晚，同宿舍的室友一脸痴汉地看着坐在前排的顾晨曦，对他说道：老刘，你看那个女生长得好漂亮，和咱们一样也是新生，名字也好听，叫晨曦呢。当时孔刘忙着打游戏，没时间理这家伙，就随口说了一句，别管她是晨曦也好，晚霞也罢，这种漂亮的学妹过2天就被有钱的帅学长拐跑了，轮不到你。哪知道孔刘的说话声音太大了，被前排的顾晨曦给听到了，他回头冷冷地瞪了孔刘一眼。两人好巧不巧学的还都是工商管理，更邪门的是两人还正好分到了同一个班上，因为迎新晚会的事，他就一直不怎么喜欢孔刘。当然他不只是不待见孔刘一个人，他是不待见所有人。在学校里，他永远摆着那张冷冰冰的臭脸，永远都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也有不少不怕死的男生硬着头皮和顾晨曦表白的，但都被他拒绝了。有时候他甚至都懒得张嘴拒绝，那冷得能冻死人的眸子往别人身上一瞥，就让人自荐行贿，不敢亵渎。开学没多久，他高冷校花的名号就传遍了整个交大，不少人为了一睹校花真容，还特意去查孔刘他们班的课表，提前去上课的教室占位置旁听。孔哥哥，你看看我做的这个题目是不是对的？孔刘正想着呢，顾晨曦的妹妹兴冲冲地拿起练习册，放到了孔刘的面前。孔刘回过神来，仔细地帮他检查了起来，题目解答得很漂亮。顾晨曦的妹妹叫做顾晨轩，姐妹俩的名字就只有1字之差。她是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扎个双马尾，小脸还有些婴儿肥，活泼好动，还是个话痨。无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和她那冷冰冰的姐姐相差了10万8千里，简直就不像是亲姐妹。她很聪明，孔刘一教她就会，但她总是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是因为管不住她，所以她就不好好听讲。为此，顾晨曦才给她在学校的校园墙上找家教的。孔刘夸赞道：全对，晨轩做得不错。耶耶耶！顾晨轩开心地在椅子上摇摆着他娇小的身子，笑嘻嘻地对我说：主要是孔哥哥教得好呀。孔刘问道：你那同类型的题目还有什么不会的吗？有，这一题。顾晨轩指着练习册上的另一道题。这时候，孔刘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又嘟嘟嘟地响了起来。孔刘看了一眼身旁低着头玩手机的顾晨曦，小心翼翼地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不出所料，果然还是网恋女友发来的消息。宝宝，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我信息啊？消息下面还有一堆的表情包，委屈小猫，流泪小猫，打滚小猫。看着这粘人精发来的消息，孔刘有些头疼。自己这个网恋女友真的太粘人了，还爱和他撒娇，平日里但凡回信息慢了点，就会收到他的消息轰炸。孔刘思索着该怎么回他消息呢，只见他又发来好几条消息。我们网恋都快1年了，你什么时候答应和我奔现啊？都是同一个学校的，想见一面这么难吗？宝宝，你快理我啊！宝宝，你再不理人家，我就哭给你看哦。孔刘看着网恋女友西西发来的一连串消息，头更疼了。还好一旁的顾校花一直在低头玩手机，没看他，不然又该说自己了。看着卖力敲着手机屏幕的顾晨曦，孔刘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顾晨曦发完最后一个表情包，抬起头的时候，孔刘正抓着手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顾晨曦看着孔刘那古怪的目光，又想到自己刚刚在手机上和男朋友撒娇发的消息，
脸上浮现了一抹尴尬的红色。他冷艳的眸子瞪着孔刘，没好气的说道：“看我干嘛？教我妹做题啊？”哦，孔刘立马回过神来，转过了头去。与此同时，手指迅速的点击屏幕，发送了一个忙着赚钱的表情包给网恋女友。叮咚，正如孔刘猜测的那般，延迟2秒之后，顾晨曦的手机突然传来了消息提示音。孔刘心中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疯了吧？高冷校花竟然真的是我的网恋对象？她就是那个天天缠着我打游戏的粘人精小富婆。说好的高冷呢？她在网上可是一点也不高冷啊。第二章，我养你啊！孔刘发完表情包之后，便将手机调成静音状态，然后耐心地教着顾晨轩习题。也许是因为手机另一头的网恋对象发了个表情包就迟迟不回消息的原因，顾晨曦索性不再继续骚扰。孔刘教完顾晨轩新的题型，他也很快就学会了。再看一眼手机，手机上又是10多条消息，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身边这位顾大校花发来的。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自己的家教时间已经到了。孔刘正想着呢，顾晨曦的母亲推门而入，她的脸上带着优雅的笑容。正所谓岁月从不败美人，哪怕人到中年，这位贵妇依然风韵犹存。顾晨曦的长相和母亲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声音温和地询问孔刘：“孔老师，陈轩有好好学习吗？他要是不听话，你就替我好好教育一下这丫头。”孔刘站起身，笑着对顾晨曦的母亲说道：“陈轩很听话，也有很认真学习。”顾晨轩从凳子上跳了下来，蹦跶着跑到母亲面前，抱着她的腿说道：“妈，我今天可听话了，能不能奖励我打会游戏？”“不可以。”还没等母亲说话，顾晨曦就抢先说道：“马上就要考试了，你还想打游戏？这次不考个好成绩，以后手机都别想碰。”顾晨轩皱了皱眉，和姐姐顶嘴道：“哼，妈都跟我说了，你读初中的时候成绩还没我的好呢，现在还好意思说我。”见妹妹在同学面前揭自己的老底，顾晨曦有些尴尬，她瞪着妹妹，小声说道：“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妈，你看姐姐，她又欺负我。”顾晨轩直接跑去寻求母亲的庇护。顾母拍着小女儿的肩膀说道：“你姐也是为你好，她还给你找了个同班同学当家教，游戏还是别打了，你好好学习，等这次考试成绩好，我就带你去迪士尼玩。”“真的吗？”闻言，顾晨轩眼中充满了期待。顾母笑着说道：“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孔刘拿起书包说道：“阿姨，既然今天的教学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我就先告辞了。”顾母看了一眼手机，又对孔刘说道：“小孔啊，现在也快到饭点了，你要不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吧？”孔刘歪头看了一眼顾校花那不悦的眼神，便拒绝了顾母的好意，摆手说道：“不用了，阿姨，谢谢您的好意，我今晚要回家一趟，收拾点东西带回学校宿舍。”“没法留下来吃饭吗？”顾母的脸上略显遗憾之色，说道：“那行吧，你家在哪？我让西西送送你。”西西。孔刘听到顾母对顾晨曦的称呼，心中忍不住重复了一遍这个昵称，也更加肯定了顾晨曦是自己网恋女友这件事。“妈，我等下有事情，我没空。”顾晨曦听到母亲要他送和自己有过节的孔刘回家，他立马就不乐意了。“你有事？有什么事？”顾母瞪了顾晨曦一眼，在他光洁的额前轻轻敲了一下，说道：“学校没课，就天天宅在家打游戏，哪也不去，你能有什么事？”陈轩看热闹不嫌事大，在一旁煽风点火的附和道：“就是就是。”“闭嘴！”顾晨曦瞪了妹妹一眼，他转头看了看脸上写满尴尬的孔刘，又看了看母亲，母亲那充满威信力的眼神让他不敢造次。他撅着嘴不满的哦了一声，回房间拿车钥匙去了。那漂亮的盾牌标志以及小跑车模样的车钥匙非常的显眼，光着钥匙往桌子上一摆就已经够亮眼了，更别说停在车库里的那辆浅粉色跑车了。顾晨曦每天上学放学都会惹得众人羡慕嫉妒的目光，毕竟那可是保时捷911，什么家庭才能让女儿拿几百万的车当代步工具呢？孔刘看着这粉粉嫩嫩的配色，感觉有些好笑。这可爱的配色和顾校花平时那高冷的人设可真是一点也不搭。孔刘情不自禁地把网恋女友西西的性格和说话方式带入了一下顾晨曦，突然就觉得这粉嫩的车他来开倒是也算合理了。“你笑得这么开心做什么？”顾晨曦看着嘴角挂着笑的孔刘，总感觉他是在嘲笑自己车子的配色。“没事。”孔刘摇了摇头，坐上了顾晨曦的车，再看一眼正在看手机的顾晨曦，他怎么也没办法把自己那爱撒娇的小女朋友和眼前这个冷若冰霜的大小姐想到一块去了。顾晨曦发动了车子，在热车的空闲时间，他掏出了手机。孔刘掏出手机准备给他回消息，最后一条消息是西西发的：“宝宝别上班了，我养你，我有的是钱。”后面还附带了一个恭喜发财的红包。孔刘看着这消息苦笑了一下，刚想回消息呢，就见顾晨曦发来一条消息：“宝宝，我妈让我送那个讨厌的家伙回家，烦死了。”小猫哭哭。孔刘心想，
你口中那个讨厌鬼正坐在你车上回你消息呢。孔刘回道：刚忙完工作呢，一直没看手机，就没回信息，对不起了。顾晨曦看到孔刘的消息，秒回：什么工作？为什么不能玩手机？就是一个兼职，赚点零花钱。孔刘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刚刚有个母老虎在我旁边，它太吓人了，我不敢掏手机。哪个臭女人敢凶我家宝宝？你告诉我，我非让她吃不了兜着走。看到这回复，孔刘差点没笑出声，还好他忍住了。自己骂自己，还真是第一次见。没等孔刘回消息，顾晨曦直接又给孔刘转账3000元，还附上了一句：宝宝别打工了，我有钱，我养你，你空闲时间多陪陪我就行了。孔刘看着这好无人性的操作，苦笑了一下，心想富婆就是富婆呀，几句话不到已经赚了2次钱了。孔刘没收他的红包，也没收他的转账，只是发了一个捡垃圾养你的表情包。噗嗤，一旁的顾晨曦看着这表情包，竟没忍住在孔刘面前笑了起来。孔刘歪了歪头，那是他第一次在顾晨曦那张冷若冰霜的脸蛋上看到如此温柔的笑容，那笑容像是春日的暖阳，融化了冬日里凝结的寒冰。顾晨曦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立马收起了笑容，迅速的回了一条：宝宝，先不和你说了，我把这讨厌的家伙送到地铁站口就回家，回家了再和你聊天，么么哒。发完这条消息，顾晨曦直接挂档，一脚油门出了车库。他在大路上开得很快，还老打方向盘，原本是想用这操作吓唬孔刘，让他再也不敢坐自己的车，但孔刘好像并没有被吓到，反而是一脸淡定的在玩手机，他索性也就放弃了折腾。孔刘看着顾晨曦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心想这小娘们真就这么讨厌自己啊，宁愿送他到地铁站也不愿意多送一点，直接送到家。孔刘在车快开到地铁站的时候，抢在顾晨曦之前开口道：我就在地铁站下吧，不用你送了，你早点回家吃饭。哦，顾晨曦淡淡的答应了一声，心里可高兴坏了。孔刘自己提出来要在这下的，到时候母亲问起来，他也省得费口舌了。把孔刘扔到地铁站口，顾晨曦连头也懒得抬，一脚油门扬长而去，留下孔刘独自吃着汽车尾气。孔刘苦笑了一下，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1小时后，孔刘出现在了一套江景别墅的门口。少爷，晚上好。第3章，记仇的校花。孔刘点了点头，很自然地走进了别墅里。他脱掉了身上的外套，扔给了站在门口的下人手里，鞋子还没脱呢，一双拖鞋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穿着黑丝高跟的漂亮女仆半蹲着，想要帮他解鞋带，但是被他给拒绝了。孔刘踩着鞋后跟，3两下就把鞋子脱掉了，穿上拖鞋走进了客厅。少爷，您是想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呢？都不用，你们忙吧。孔刘摆了摆手，说道：我就回来拿点东西，晚上宿舍有聚餐，我去学校吃。好的，少爷，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见孔刘要独处，几个女仆都很识趣的去干自己的活了。在沙发上歇了一会，孔刘起身乘着家中的电梯上了3楼。3楼的主卧是他的房间，从里面收拾了几件秋冬季的衣服，找了2个袋子装了起来。最近开始降温，学校里只有夏季的衣服，所以趁着今天下午有时间，孔刘回家拿一下。这是其实喊一下家里的管家送也可以，但孔刘怕管家开着家里的豪车来学校给自己送衣服，被同学看到了，到时候又是一通解释，太麻烦了。孔刘一直都很避讳自己富家少爷的身份，因为从小到大，所有人都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喜欢的女孩、自己的好哥们，还有周围的陌生人，好像不管是谁，只要知道他是有钱人之后，对他的态度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特别是童年时期遭遇过被同学的父亲给绑架勒索这种事情之后，孔刘在学校里就变得格外低调，身上从来不会出现名牌，上下学只坐公共交通，甚至就连生活都过得朴素了起来。孔刘正收拾着东西呢，卧室里亮着的液晶屏突然变成了视频通话的画面，一对看着十分年轻的夫妻正穿着滑雪服，朝着视频这头的孔刘招了招手。爸妈。孔刘也朝着父母招了招手，说道：你们在钟表国玩的怎么样？非常不错。视频里的女人戴着滑雪镜，但依然能看出是个温婉知性的大美女。她挺翘的鼻子被冻得微微泛红，嘴角却洋溢着笑容，指着身后连绵不绝的雪山对孔刘说道：儿子，我们现在正在洛桑的雪场，看到我们身后那个山了吗？那就是阿尔卑斯山。孔刘笑着对母亲说道：行啊，那你们好好玩。羡慕吧，谁让你不来？母亲有些小嘚瑟地说着：早让你和导员请长假，跟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你死活不愿意。孔刘闻言苦笑了一下，说道：我这不是以学业为重吗？再说了，旅行什么时候不都能出发吗？母亲却说：你都快学成书呆子了，还学？好了，儿子说的也对，他毕业了也能旅行。身后一直没说话的父亲打断了2人的话：儿子从小成绩就好，不用我们操心，你还不乐意了？就是啊。孔刘附和着父亲的话，继续说道：再说了，你们老夫老妻度蜜月，
带上我多不合适啊！去，什么老夫老妻，你妈我可年轻着嘞。母亲指着孔刘说道：“别告诉我，你今天回家就为了收拾你那2件破衣服带回学校去？哪里破了？这不都挺好的吗？”孔刘说着，将手里刚叠好的衣服展开给母亲看。母亲一脸嫌弃的撇了撇嘴，拍着父亲的手臂说道：“老孔，你看看你儿子，天天穿这种地摊货，穿得跟屌丝一样，你也不说说他。”噗！被自己亲妈说屌丝，孔刘在心里喷了一口老血。老父亲无奈的苦笑道：“我给他卡里打的钱都够他开个服装厂了，他自己非要这么穿，我能怎么办？你都管不了，你还指望我管他？”孔刘不想和父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了，便说道：“爸妈，你们好好玩吧，我收拾完就回学校去了。”行。母亲点了点头，说道：“那破衣服赶快扔了，去买2件好点的，穿这么破，活该找不到女朋友。”嗨。孔刘红着脸点头答应着母亲。哦，对了，母亲准备挂电话的时候，突然想起个事，说道：“我们给你寄了点这边的土特产，寄到你学校去了，你记得去拿。”啊，土特产？什么土特产？没等孔刘问完，母亲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孔刘苦笑了一下，继续收拾起了自己的衣服。刚把衣服收拾好，手机上就传来了消息提示音，是顾晨曦发来的。这妮子估计刚吃完饭，所以有时间来烦他了。宝宝，你在干嘛呀？吃饭没？宝宝，我在家呢，刚收拾完衣服，还没吃饭，现在回学校，等会和室友聚餐。自打知道顾晨曦就是自己网恋女友之后，孔刘每次给西西发宝宝2个字的时候，都感觉怪怪的。回交大吗？孔刘回道：“那等会你聚会完，我们抽空见一面呗。”害羞小猫。孔刘看着顾晨曦发来的消息，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这妮子是铁了心的要和自己面基啊。见孔刘不回信息，顾晨曦继续发：“你不愿意见我，是不是担心我是个丑八怪？你放100个心，我长得可漂亮了，有我这么个大美女当你女朋友，绝对给你长脸。”孔刘看着这消息，忍不住笑了一声，心想：顾大校花这么高冷的人，私底下还挺闷骚啊。他回道：“那还是算了，我长得可丑了，配不上你的。干嘛说这种话？我又不是因为你的长相才喜欢你的。粉色小猪，宝宝，就算你长成这样，我也不会嫌弃你的了。”孔刘看着那表情包，思考了2秒，回复道：“那万一我长得和你讨厌的那个男生很像怎么办？”对面几乎是秒回：“那不行。”孔刘看到这秒回的消息，心想：顾晨曦这是得多讨厌我，才能做到毫不犹豫的秒回啊。孔刘回道：“你不是说我长成什么样子，你都不会嫌弃我吗？”虽然我讨厌的那个家伙长得也还算说得过去，但是你就是不能和他长得一样，因为他说过我坏话，我讨厌他。说了句坏话记到现在，这小妮子还挺记仇的。而且什么叫长得也还算说得过去啊？孔刘在心里嘀咕着，扭头看了眼房间里的落地镜，自己虽然穿得朴素了点，但颜值还是在线的好吧。商院帅哥美女如云，顾晨曦虽然是校花，但他孔刘在男生里也算是排得上号的人物。平日里孔刘的小迷妹还不少嘞，刚开学那会，孔刘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学校的表白墙上。孔刘思索了一会，回了一句：“宝宝，见面这事再缓缓呗。”生气小猫，不理你了，哼。孔刘看着顾晨曦的消息苦笑着，坐在了床上，哄了他半天。顾晨曦要他陪自己打游戏，孔刘眼看时间也不早了，便跟他说自己要坐车回学校了，等晚一点再陪他打游戏。他就乖乖的回了一个等老公回家的猫猫表情包。他真的很喜欢发小猫的表情包，可谁又能想到发这么可爱的表情包的人会是一个冷艳高贵的大美女呢？第4章，好巧不巧。管家要开车送孔刘去学校，但被孔刘拒绝了。孔刘打了一辆顺风车，管家立马帮着孔刘把他装着冬季衣物的包拎到了车上，并且十分恭敬地给孔刘打开了后车门。直到目送孔刘离去，管家才转身进了屋里。在车里，孔刘被室友一番催促，今晚是宿舍4人的聚餐时间，但孔刘却到现在还没回来，室友们都在学校等着呢。1小时后，学校后街的小吃摊上，孔刘宿舍4人终于集合了。老刘，你小子自罚一杯。宿舍长王琦给孔刘倒了一杯酒，说着王琦是北方人，为人豪爽义气，是宿舍里的老大哥。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孔刘笑了笑，端起酒杯一口干了。一旁梳着骚气的3、7分的男生用胳膊撞了撞孔刘，说道：“我看你小子是在顾校花家待的，不舍得回来了吧？”他叫杜宏远，中海土著，从小就在弄堂里混大的男小维，最大的优点就是打架特别厉害，缺点就更明显了，好色。按他自己的话来讲，他的祖上是杜 X 生，所以他天生就是要当中海老大的人，酒色财气那是当老大必须具备的属性。拉倒，他可没给我好脸色看。孔刘冲杜宏远翻了个白眼，说道：“我和他的恩怨可有你一半责任。”
当初新生晚会那天，就是这小子坐孔刘身边议论顾晨曦的长相，才有了后来的这些事情。嗨嗨，杜宏远端起酒杯喝了一个，以表歉意。喝了一口酒，杜宏远的目光落到了坐在一旁默默喝可乐的小胖子身上。他说：“小陈，别喝饮料了，来尝尝这玩意，这可比可乐劲大。”小胖子叫陈志瑞，是宿舍里年纪最小的，不抽烟也不喝酒，为人老实，沉默寡言，但是心地善良，总被别人给欺负。每次都是杜宏远他们带着把场子找回来的。陈志瑞苦笑了一下，说道：“远哥，你别笑我了，我真喝不来这个，就知道欺负小陈，我跟你喝。”王琦举着杯子和杜宏远碰了个杯，然后一口闷了。杜宏远也不甘示弱，举起杯子倒满，也灌了一杯酒下肚。这俩酒蒙子一沾酒就要分个输赢。孔刘虽然会喝酒，但也不怎么爱喝，大多时候是和陈志瑞一起吃着菜聊着天。陈志瑞问孔刘：“孔哥，你最近很缺钱吗？”“啊，没啊。”孔刘抬眼看了陈志瑞一眼，问道：“你听谁说的我很缺钱？”“就是感觉啊。”陈志瑞喝着可乐说道：“你不缺钱，为什么要去给顾晨曦的妹妹做家教啊？”“闲的。”要说缺钱，孔刘是真不缺，他一个费尽心思隐藏富二代身份的大少爷，怎么会缺钱呢？当家教纯粹就是打发时间的。说来也好笑，和他同龄的富家少爷，不是成群结伴去喝酒蹦迪、飙车蹦极，就是游山玩水、游戏人间，可他偏偏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平时除了看书学习，唯一的乐趣就是打打游戏了。孔刘夹着碗里的花生米，一边说道：“这学期没什么课，该考的证书我也都考完了，天天在宿舍打游戏，也没什么事干。正巧看到校园墙上有找家教的帖子，就抱着玩的心态去试了试。哪里能想到发帖子的人是顾晨曦啊！让孔刘更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然把网恋女友的身份给摸清楚了。没课还不好吗？我巴不得每个学期都这样呢。”陈志瑞盯着孔刘说道：“闲下来还给自己找事做，孔哥，有时候我还真的很佩服你呢。”“拉倒吧，你就信他的鬼话。”杜宏远脸色通红的凑到了两人面前，这句话一喝酒就上脸，他贼兮兮的说道：“孔刘这小子肯定是提前知道找家教的帖子是顾校花发的，所以才去应聘，就是为了趁机接近顾校花。就你会脑补？”孔刘抓起一颗花生米塞进他嘴里，翻了个白眼，说道：“你脑子里戏这么多，不去写小说可惜了。”“嘿，没那文笔。”杜宏远吃了嘴里的花生米，又在盘子里夹起一个塞进嘴，边嚼边说：“话说回来，明天好像是顾校花的生日。”王琦瞪大了眼睛看着杜宏远说道：“我靠，你小子这都能记住，对校花研究的够深啊！别误会，虽然顾晨曦确实很漂亮，但还不至于能让本大爷刻意去记她的生日。”杜宏远摆着手说道：“我只是今天恰巧听说了，有人明天要趁着顾晨曦生日，在学校里向她表白。大一刚开学那会，确实有不少自我感觉良好的学长或者同届副歌追过顾晨曦，后来所有人都知道顾晨曦那冷艳高傲的性格之后，就鲜有人敢尝试。”陈志瑞好奇地问道：“谁这么自我感觉良好，还敢在人家生日当天表白？”杜宏远耸了耸肩说道：“不知道，就今天下楼洗衣服的时候听到了一点点，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孔刘也不管几人聊得火热，直接插嘴打断说道：“不是，你们仨没完了是吧？出来聚餐咱就不能聊点别的话题吗？非得围着顾晨曦聊个没完？我也没觉得他有多特别啊。”“还可。”孔刘话音刚落，街边不远处就传来几声轻咳。四人默契地转头看去，两个打扮得十分靓丽的少女正直勾勾地盯着孔刘看。四人微微一怔，杜宏远微微张了张嘴，从喉咙里哼出了三个字：“顾晨曦。”街边赫然是顾晨曦和她的小姐妹，两人刚逛完街，看这架势，估计是准备从后门进学校呢。好巧不巧，孔刘这一晚上就说了他一句坏话，却正好让他给听到了。顾晨曦像迎新晚会那次一样，冷冷地瞪了孔刘一眼，然后昂着脑袋头也不回地朝着校门走去。“老刘，告诉你个十分不幸的消息。”杜宏远拍着孔刘的肩膀，幸灾乐祸地说道：“现在顾校花更恨你了。”哈哈。孔刘苦笑了一下，端起酒杯默默地喝了一口。没一会，他就收到了西西发来的消息：“宝宝，白天来我家给我妹辅导功课的那个讨厌的男生，今晚又在他朋友面前骂我，委屈小猫。宝宝，你快去帮我揍他。”小猫哭泣。孔刘看着这卑微的话，心中苦笑着，刚刚你当我面可不是这态度。孔刘尽量的用平时哄西西的方式安慰着他，还说以后一定找机会暴打这小子一顿，还答应晚上聚会结束就陪他打游戏，反正就是哄了好一会，这才把他给哄开心。只不过有些承诺注定是没办法实现了，毕竟孔刘总不能把自己给暴打一顿吧。第5章大场面。第二天上午没课，孔刘原本想睡个懒觉的，
可电话却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的美梦。喂，孔刘闭着眼睛摸到了放在枕边的电话，凭借着肌肉记忆摁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态度谦逊的声音：“请问是孔刘先生吗？我们是国际速递，您这边有个贵重物品需要当面验收，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啊，国际快递。孔刘听到对方的话，原本闭着的眼睛猛地睁了开来。他有些纳闷了，自己最近也没网购过，这快递是哪来的？对的。正疑惑之际，对方说道：“快递是从钟表国寄来的，寄件人叫孔成。”孔成是他父亲的名字。孔刘一听，这才猛地反应了过来。他们昨天下午才和孔刘打过视频电话，说从钟表国寄了土特产给自己，没想到今天就到了。电话里再次响起声音：“您现在方便来取快递吗？你现在已经到交大了吗？”“是的，在快递站门口。”“行，等我10分钟。”孔刘说着，揉了揉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男人回答道：“好的，孔先生，取件记得带上身份证。”“行。”挂断电话之后，孔刘伸了个懒腰，从床上爬了下来，简单的洗漱了一下，穿上衣服，戴着帽子压住了乱糟糟的头发，踩着拖鞋就下楼了。没一会，孔刘就拿到了包裹，是个方形的快递盒，还挺大的，就是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原本孔刘想拿了就走的，但快递员却提议让孔刘当面拆开包裹验货，毕竟这跨国物流出点什么意外，后续办理售后业务也挺麻烦的，更何况这个包裹可是保价过万的单子。孔刘却摆了摆手说，无所谓的说了一句：“没事，我回去再拆。”客户不想当面验货，快递员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抱着快递的孔刘转身往寝室走去，正巧遇见了刚从图书馆回来的小胖子陈志瑞。这小子昨天晚上被孔刘给激励了之后，决定也要成为一个自律的人，这学期把4级给考了，这不今天一早就跑去图书馆学习去了。孔哥。虽然孔刘戴着鸭舌帽，但陈志瑞还是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他，并且打了个招呼。孔刘也朝他挥了挥手，抱着快递盒站在原地，等着他过来一起回宿舍。孔刘问他：“不是去图书馆学习了吗？你这么早就回来了？”陈志瑞对孔刘说：“我是被杜哥喊回来的。”杜宏远。孔刘歪头看了陈志瑞一眼，问道：“他喊你回来干什么？”“不知道啊。”陈志瑞耸了耸肩，说道：“他就跟我说让我回来，说什么有女生宿舍楼下好戏看。”“嗯哼，好戏。”陈志瑞的话让孔刘突然来了兴趣。正巧的是，王琦和杜宏远这俩人也刚从男生宿舍出来。杜宏远走了过来，对孔刘说道：“你小子刚还看见在床上躺着，下一秒就不见了。”孔刘指了指怀里的盒子，说道：“这不下楼拿个快递吗？你跟小陈说有好戏看，是什么意思？”杜宏远挥了挥手说道：“别问那么多，跟我走。”孔刘看了另外两人一眼，他们也只是冲着孔刘笑了一下，都不知道杜宏远这小子想干嘛。交大的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三人跟着杜宏远往女生宿舍的方向走去，隔着老远就看到女生宿舍楼下站着一堆看热闹的人。等走近了，才发现人群中有个身材高挑、长相帅气的男人，手里握着一把吉他，身前立着一个话筒，正在深情地弹唱着一首情歌。他的身后还有2个小弟，一个抱着音响，一个拎着无比豪华的蛋糕和一束鲜花。这男人孔刘认识，叫秦子卓，和他们是同一个班的，家里有点小钱，平时在学校里出奇的高调。他喜欢顾晨曦很久了，班里的人几乎都知道。陈志瑞有些无语地说道：“杜哥，你把我拉过来，就为了看秦子卓这小子表白顾校花？”“对啊。”杜宏远一脸看热闹的表情，说道：“我刚刚才知道，原来今天要趁着顾晨曦过生日，在学校里向他表白的男生就是秦子卓这傻 X 啊！”孔刘看了杜宏远一眼，有些懵逼地说道：“人家表个白，你骂人家傻 X， 这多少有点不礼貌了吧？”“你不懂。”杜宏远一副你还是太年轻了的表情看了孔刘一眼，然后说道：“和顾晨曦表白的人多了去了，你看他哪次给过好脸色？今天顾晨曦生日这种重要的日子，这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跑过来和顾晨曦表白，不是纯纯找骂吗？他不是傻 X 是什么？他骂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王琦很难得的赞同了一回杜宏远，秦子卓在学校里的名声那么差劲，顾校花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小子名声很差吗？孔刘平时有空都去图书馆里泡着了，很少关注班上的其他人。王琦回答道：“他之前把咱们学院的女生搞怀孕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全校都知道了，你不会不知道吧？”王琦说完，一脸惊讶地看着孔刘。这孔刘挠了挠头：“我还真不知道。”杜宏远继续说道：“我们就是来看他笑话的。”几人正交谈呢，孔刘的手机就收到了消息提示音，他以为又是顾晨曦发来的，一看竟是顾晨曦的母亲发来的。“顾母，小孔，晨曦今天有来找你聊天吗？”孔刘想了想，回了一句：“没呢。”
顾母没一会就又问道：“你现在在哪呢？”孔刘看了一眼身后的女生宿舍，说道：“女生宿舍楼下看热闹呢。”孔刘说完，拍了张照片给顾晨曦的母亲。他很想在这个时候补上一句：“看顾晨曦被人表白。”但这种事情在心里想想就好了。又过了一会，顾晨曦突然从女生宿舍里走了出来。看见顾晨曦走出来的，秦子卓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他在这弹唱了半个小时，还以为顾晨曦不会来了呢。秦子卓立马扔下吉他，拎着蛋糕和花就朝着顾晨曦走去，嘴里还说着：“晨曦，我喜欢你很久了，从你第一次。”顾晨曦手里握着手机，和他迎面来，却看都没看他一眼，直直的从他身边穿过。孔刘也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因为顾晨曦竟然朝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孔刘，顾晨曦面无表情的穿过人群，走到孔刘面前，语气冰冷的像是在念事先备好的台词：“我诚挚的邀请你来参加我今晚的生日宴。”第6章冲突啊！孔刘甚至来不及惊讶，3个室友已经异口同声的惊呼了一声。孔刘被3人夹在中间，那声惊呼直接把他耳朵都震麻了。不只是他们3个，周围看热闹的学生们也纷纷投来惊愕的目光。我的天啊，我没在做梦吧？顾校花竟然会主动邀请人？那个被邀请参加生日晚宴的男人是谁啊？不认识，看他穿着打扮，估计就一穷屌丝。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虽然戴个帽子也没打扮，但是光看脸就能看出来长得比你好看。顾校花和这男的谁没关系啊？他俩不会谈上了吧？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我还准备看乐子呢，怎么看着看着，女神好像要跟别人跑了呀？顾晨曦的举动引得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喧闹的声音甚至盖过了秦子卓的音响声。秦子卓此刻一手拎着蛋糕，一手拎着鲜花，站在原地，扭头一脸错愕地看着顾晨曦和孔刘2人，脸色一阵红一阵黑，简直比吃了 S 还难看。哪怕顾晨曦只是开口拒绝他，甚至连拒绝他都懒得说，直接从他边上走过去，也不至于让他的心情如此糟糕。毕竟当街表白顾晨曦的人很多，被顾晨曦当街拒绝的人更多，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不会有人把这当回事。可偏偏顾晨曦却在自己精心准备了一番，准备和他表白的时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走到一个戴个鸭舌帽，穿个拖鞋，看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孔刘面前，邀请他去家里过生日。此刻他感觉自己精心打扮，手捧上千块的蛋糕和玫瑰，弄这么隆重的告白仪式，就像是一个笑话。更大的笑话是自己的告白仪式吸引来了这么多的人，可主角却从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男人，自己现在就像个小丑一样。尽管周围人的议论声非常之大，可顾晨曦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目光冷冷地看着孔刘，催促道：“快点回答我！”面对校花在女生宿舍楼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自邀请自己去参加她的生日宴，孔刘非但没有一丝开心的表情，反倒是有些为难了，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答应道：“好的，我会去的。”终于在得到孔刘的答复之后，顾晨曦没有丝毫的留恋，扭头就走，好似要逃离这个地方一样。当顾晨曦再次从秦子卓身边经过时，秦子卓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顾晨曦冷眸一扫，质问道：“让开，你干什么？”秦子卓极力的想压制自己心中的怒火，强颜欢笑的问顾晨曦：“晨曦，我今天为你准备了这么多，你难道？”顾晨曦皱了皱眉，他寒冷的眸子盯着秦子卓，冷着声音说道：“你准备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秦子卓举着手里的东西说道：“我知道你今天过生日，特意给你买的花还有蛋糕。”够了！顾晨曦一脸厌恶的打断他的话，用看垃圾的眼神看着秦子卓说道：“少再自作多情了，谁要你给我过生日了？你那点小把戏骗骗学校里的小女生就算了，真以为我会被你这加起来不到1万块钱的行头给打动吗？”呵！被顾晨曦辱骂的秦子卓脸彻底黑了下来，指着孔刘嘶吼般质问顾晨曦：“我配不上你，那他这个穿着拖鞋的臭屌丝就配得上你吗？你他妈说什么呢？找打是不是？”孔刘有些无语，直接怼了回去。自己就一个来看戏的，招谁惹谁了？就因为下楼拿快递之前头没洗，还穿个拖鞋，就要被骂屌丝吗？他本来就单纯的想着下楼拿个快递回去继续睡觉的呀，刷牙洗脸已经是最高敬意了，好吧？谁好人下楼拿个快递还盛装出席的，又不是约会。孔刘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对普通人的恶意居然如此之大。面对秦子卓的嘶吼，顾晨曦却显得相当的平静，他面无表情，语气冰冷的说道：“我就算真的和孔刘在一起，也不愿意和你这样一个玩弄小女生感情，还不懂得尊重别人，自以为家里有几个臭钱就可以在学校里无法无天，还自以为是的人渣有半点交集。”哈哈哈！顾晨曦的话引得现场众人发出了阵阵笑声，就连女生宿舍楼上都有不明所以的人听到这笑声，好奇的从窗户上探出头来往外看。顾晨曦，别以为你 TM 有点姿色就了不起了。秦子卓也是被顾晨曦的话给惹急了，连孔刘也懒得对了，直接撕破了虚伪的面具，露出了本性，
嘴里骂着难听的话，抬起胳膊就要当街打人。顾晨曦也被发狂的秦子卓吓了一跳，看着那朝自己扇来的手掌，他甚至来不及反应。就在手掌即将落下时，却又突然停在了他的眼前。顾晨曦回过神来，却发现孔刘不知何时已经冲了过来，刚刚就是他制止住了秦子卓对自己的攻击。顾晨曦有些错愕地眨了眨眼，看向孔刘的目光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孔刘掐着秦子卓的手向后一扭，直接把他的手扭到了他的背后。秦子卓疼得龇牙咧嘴，却无力反抗，只能被孔刘擒着，身子控制不住地往下弯。孔刘，我 CNM！ 秦子卓大骂着孔刘，还喊叫着身后两个小弟，愣着干嘛？来帮我呀！两个小弟闻言立马冲了上来。孔刘的室友也不是吃素的，三人直接冲了上来。王琦站在最前面，最能打的杜宏远站在他的左边，陈志睿站在靠右的位置，三人以三角形站位挡在了孔刘面前。SB！ 孔刘踹了秦子卓一脚，冷笑着说道：“当街打人，你还有理了？”第7章10年。秦子卓先后被顾晨曦和孔刘羞辱，又是骂又是打的，此刻的情绪已经彻底崩溃了。孔刘，我要杀了你！他顾不得被孔刘掐得发紫的手，直接伸腿一脚踢向了孔刘。孔刘向后一侧，躲过了他的攻击，但是因为穿拖鞋的缘故，没站稳，拖鞋直接掉在了地上，他的身子也向后一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秦子卓也顺势从孔刘手里挣脱了出来，直接扑向了坐在地上的孔刘。秦子卓骑在他身上就要揍他，可一拳还没挥出去呢，这个倒霉蛋就被杜宏远冲上来一脚踹翻在了地上。从小混迹于弄堂的他，打起架来那叫一个厉害。杜宏远指着秦子卓吼道：“小侧老，阿拉老早就看农乏一色了，小赤老早看你不爽了。”我 CNM！ 秦子卓对着两个小弟嘶吼道：“你们 TM 倒是上啊！”两个小弟看到这4个人，内心里其实是抗拒的，但他们也不敢违抗秦子卓的命令，就硬着头皮就冲了上去。王琦虽然不怎么会打架，但打小就帮家里干农活，皮糙肉厚，抡起农具的双手十分的有力，打秦子卓的两个细狗手下那是完全不在话下。还有个陈志睿在一旁打助攻，揍起这两人跟玩似的。杜宏远和孔刘两个人也把秦子卓打压得死死的，愣是把这小子的脾气给打没了。看似7个人扭打在一起，实际上是孔刘这边4个人单方面碾压对面3个家伙。事发突然，顾晨曦还站在原地，他长这么大哪里见过这种混战的场面，看着因为自己而打在一起的两方，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刚想伸手去拉孔刘让他不要打了，孔刘却又冲到了王琦那边帮忙去了。在场的人纷纷掏出手机开始拍照，还有聪明人从一开始就录着视频，1分钟都没落下。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求着加他微信要表白全程的视频了。周围的人看热闹也不嫌事大，开始起哄，甚至有之前被秦子卓得罪过的人，现在趁着机会偷偷混在人群里，朝着秦子卓扔东西。有一个人这么干，周围的人也纷纷开始效仿扔东西，更有甚者直接入场一起踹他们仨，场面也彻底陷入了混乱。你们在干什么？一声怒吼之后，只见几个保安暴跳如雷的冲进了人群。周围看热闹的人见学校里的保安来了，也瞬间如鸟兽般四散而逃。孔刘见势不对，立马对3个兄弟喊道：“别打了，跑！”孔刘一声令下，另外3人也立马反应了过来，3人也是毫不恋战，混进了人流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孔刘原本也能跑掉的，但是刚走没2步，就看到还愣在原地的顾晨曦，于是又折返回来，拽着顾晨曦一起跑。顾晨曦被孔刘拽着往前跑时，看着孔刘的背影，他的思绪突然变得恍惚了起来。眼前的背影在这恍惚之间，突然和10年前的一段记忆融合到了一起。他似乎又看到了记忆中那个身材瘦小的男孩，牵着他的手，在那漆黑的夜晚一路奔跑的画面。那瘦弱矮小的背影，好似在这一瞬间突然放大了数倍，和孔刘的背影重合到了一起。站住！密集人流已经跑散，奔跑的2人格外的显眼，所以没跑几步，他们就被保安给拦了下来。就这样，孔刘和顾晨曦以及秦子卓3人被抓进了学校的行政处。孔刘为了不出卖自己的3个好兄弟，直接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个人把秦子卓3人给揍成这样的。但行政老师哪里会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况且他细胳膊细腿的，看着也不像是有一个人干翻3个人的实力。秦子卓3人七嘴八舌地说着孔刘一宿舍的恶行，王琦3人也因此被叫到了办公室。同时来的还有他们班的辅导员。当秦子卓叫嚣着要报警把几人抓起来的时候，顾晨曦指责是对方先要动手，孔刘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这场架虽然他们受伤更严重，但他们的责任也更大。王琦也在顾晨曦作证的时候，将刚刚弄到的现场视频摆在了桌子上。因为当时拍的人很多，所以视频有好几个不同的角度，并且清楚地拍到了他们所有人的脸。视频里，秦子卓拽着顾晨曦不让他走，还骚扰他，被骂的秦子卓恼羞成怒，第一个动手打人。被孔刘拦下来之后，他再次动手，
之后就是孔刘摔倒，杜宏远上来救场，以及他命令小弟过来帮忙的画面。从视频就能看出，今天打架事件最大的责任是在秦子卓这边，证据确凿，秦子卓也没了办法，只能认了是自己有错在先。这回轮到孔刘几人不愿意了，嚷嚷着要报警，把秦子卓3人抓起来。众人在办公室内又是一番唇枪舌战，最后在行政老师和辅导员的调解下，几人最终决定不把事情闹大，私了此事。被揍了一顿还要鞠躬道歉的秦子卓心里那叫一个憋屈，他感觉内伤都要憋出来了，长这么大他何时受过这种侮辱。看着孔刘一行人离去的背影，秦子卓捏紧了拳头，复仇的火焰在他的眼中熊熊燃烧。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站在男女生宿舍楼中间的马路上，顾晨曦问孔刘。3个好兄弟为了给他们制造独处的机会，老早就躲得远远的，现在3人正站在男生宿舍楼下的花坛边上，观察着他俩的一举一动。孔刘挠了挠头，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总不能说你是我的网恋女友，也算是我的女朋友了，我总不可能看着女朋友被别的男人欺负吧。孔刘暂时还没有挑明两人网恋关系的打算，因为他不知道挑明了这事之后，两人该以何种身份相见。两人以前聊起天来贼腻歪，真挑明了肯定会很怪很尴尬。再加上顾晨曦还有些讨厌自己呢，他可不指望自己帮顾晨曦这一次，顾晨曦就能对自己彻底改观，并且以身相许。毕竟那种恶俗的桥段只会出现在小说里。思考了几秒钟，孔刘说道，就单纯的看秦子卓不爽，没别的意思。就因为这个？很显然顾晨曦并不相信孔刘的话。第8章改观。孔刘犹豫了一下，又说道，你也可以当作是我为了感谢邀请我去参加你的生日宴，所以帮你暴揍了一顿讨厌的追求者。下一秒顾晨曦就泼了一盆冷水，如果不是我妈妈逼着我这么做，我才懒得邀请你。孔刘一听这话，尴尬的满头黑线，心想这小妮子还真是耿直的令人讨厌啊。孔刘最后只能说道，那就当感谢你家愿意留我当家教，给我发工资，解决了我经济困难的现状，行了吧？你经济困难吗？顾晨曦问完这话，上下打量了一下孔刘。孔刘的鸭舌帽在打架的时候弄丢了，此刻的他顶着个刚睡醒的乱糟糟的鸡窝头，穿着一身网购的廉价 T 恤和短裤，脚上的拖鞋因为刚刚的打斗有一只已经破了，从外观看确实像很缺钱的样子。还好吧，勉强够活下来。孔刘说谎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摸鼻子，事实上他宿舍衣柜的钱包里那张银白色的钻石卡里的余额足够他给学校捐栋楼了。哦，顾晨曦淡淡的应了一声，却悄悄地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他对孔刘说了一声，今天的事情谢谢你，晚上在校门口等我。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朝着女生宿舍走去。3个室友立马冲了出来，将孔刘围住了，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杜宏远，你小子 TEM 深藏不露啊，居然一声不吭的就拿下了商院最难搞的高冷校花。王琦，快说说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陈之睿，孔哥你昨天晚上还骗我。孔刘苦笑着，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索性装傻，直接朝着宿舍走去。孔刘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顾母之后又发来了几条信息，问顾晨曦有没有邀请他今晚来家里过生日，消息是1个小时前发的，当时在打架就没看手机。他立马回复道，来了，他让我晚上在校门口等他。过了一会，顾母才回道，那就行，后面还配了个微笑的表情包。陈之睿抱着孔刘的快递盒子走了过来，说道，孔哥，你的快递我给你捡回来了。当时事出紧急，孔刘来不及多想，扔下手里的快递就冲上去制止秦子卓的暴行，还好心细的陈之睿帮孔刘把快递捡了起来，不然早都丢了。孔刘欣然接过快递，笑着说道，谢了小陈。都是兄弟，孔哥说谢谢可就太生分了。陈之睿摆了摆手，转身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话说回来，要不是这跨国快递，孔刘一早上也不会遇到这么多破事。孔刘从抽屉里掏出一把小刀，刚想拆开包裹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结果手机上就收到了西西发来的消息。他一发一大堆，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全部讲给了孔刘听。孔刘忙着回消息，没时间拆快递，就只好把快递随手塞进了脚边的书包里。孔刘早就猜到了顾晨曦会来找自己倾诉，所以他一早就想好了该怎么回答。聊起天来也是得心应手的，唯一的不适应就是要一直发宝宝。想着顾晨曦那张冷峻的脸蛋，这宝宝2个字给他用好像一点也不合适啊。让孔刘没有想到的时候，顾晨曦今天破天荒的在他这个男朋友面前夸那个讨厌的男同学了。他说，宝宝，你知道吗？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今天那个老是说我坏话的讨厌的男同学，居然在关键时刻带着他们一宿舍的人过来帮我出头，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孔刘见状，嘴角忍不住有些上扬，立马回道，或许之前你们是有什么误会，好好聊聊，说不定能成为好朋友。顾晨曦回道，屁嘞，
那家伙昨天晚上才骂过我，就算他帮了我，我也不想和他当朋友。看着顾晨曦的消息，孔刘上扬的嘴角又瞬间下去了。如他所料，现实永远不会出现英雄救美的恶俗剧情。顾晨曦虽然对自己有所改观，但也仅仅是不那么讨厌而已。见顾晨曦不乐意，孔刘也不准备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了。他打字说道：“今天是你生日。”因为刚刚他已经和自己这个男朋友说过，秦子卓在他生日当天拿着鲜花和蛋糕表白的事情，所以他这么问也不会唐突。顾晨曦很快就回道：“对啊，宝宝，你要送我生日礼物吗？要不你也来参加我的生日宴吧？今天我是寿星，你就答应见我一面好不好吗？”看着顾晨曦这一连串的消息轰炸，孔刘有些头大，想了想，回道：“我们肯定有机会见面的，生日礼物我也一定会送给你的。”孔刘的消息看起来就像是在画饼一样。但几个小时之后，顾晨曦收到了外卖的电话，送来的是一只琳娜贝尔的玩偶以及一朵玫瑰。那玩偶之前刚出的时候原价才200块钱，后来跟风炒作炒到了几千上万，现在价格才跌回300-500。玩偶是孔刘下午花了500块钱找跑腿亲自去中海的迪士尼里给买的，花也是让跑腿一并买的。他知道顾晨曦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所以花就只买了一朵，但是包装的很漂亮，是那种精致的手捧小花束。礼物和跑腿费加起来1000把块钱，是普通学生党半个月的生活费。收到礼物后的顾晨曦也是十分的开心，两人在手机上又聊了好久。顾晨曦还担心这会让男朋友太破费，于是赚了个红包给孔刘，但是孔刘没收，也不可能会收。看着时间也不早了，孔刘主动结束了和顾晨曦的聊天，拿着衣服去卫生间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背着地上的书包离开了宿舍。走的时候，宿舍里那3个家伙还一个劲的在那起哄啧嘴。王琦拍着胸脯说：“老刘，今晚放心去吧，阿姨查房我帮你糊弄过去。”陈志瑞则是十分贴心的询问：“孔哥，你钱够花吗？要不要我借你点？”当然，要说贴心，还得是杜宏远这币。他直接从抽屉里掏出一盒超薄，对孔刘说：“必须拿下。”什么乱七八糟的？孔刘黑着脸把那玩意塞回杜宏远手里，没好气的和3人说道：“我就是去他家吃个饭，他爸妈都在家，而且他们家里还有其他客人，你们想什么呢？”切！3人一听，立马没兴趣了，转头继续干着自己的事情。孔刘对自己这3个好哥们的反应，那是又好气又好笑。第9章，全场焦点。孔刘在校门口等了大概10分钟的样子，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回头看去，顾晨曦正开着他的粉色保时捷来到了校门口。引擎的轰鸣声和保时捷拉风的外观，引来了不少同学的目光。顾晨曦就像是一个自带主角光环的女人，走到哪都能引来无数人的瞩目。而低调的孔刘此刻却要顶着这群人的目光，坐上顾晨曦的豪车，和这交大校花一同离开学校。上车！顾晨曦放下车窗，看着还愣在原地的孔刘，说道：“发什么呆呢？”孔刘闻言没有废话，立马拉开车门，弯着腰坐了进去。周围的同学们看到这一幕，不少人已经拿出手机开始拍照了，议论声音四起，还有不少人又聊起了今天早上在女生宿舍发生的事情。现在全校都在传顾晨曦和孔刘在谈恋爱的事情，各种谣言也是满天飞。当然，孔刘却听不到他们的议论声了，因为保时捷已经扬长而去了，只留下一串尾气。豪车的底盘都很低，座椅的舒适度也一般，孔刘并不是很喜欢这种乘坐体验。比起这车，他还是更喜欢自家车库里的库里南，那车座椅的舒适度可比这个高多了。孔刘上车之后就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顾晨曦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专心地开着自己的车。孔刘今天下午叫跑腿送的琳娜贝尔的娃娃和鲜花被他整齐地摆放在了后排那个不能坐人的位置上，他哼着小曲，车速开得飞快，看得出来他今晚的心情很不错。原本还在发呆的孔刘被他这有些狂野的车速给强行拉回了现实，回过神时，耳边传来了顾晨曦的歌声。他的声音很好听，只是平时那冷冰冰的语气让人很容易忽视这甜美动听的声音。听着这声音，孔刘不由得将这声音带入到西西身上，想着他用这声音喊自己宝宝时的画面，孔刘突然有些不淡定了。顾晨曦看着孔刘古怪的表情，还以为他是被自己的车速给吓傻了。他停下了正在哼的歌曲，带着调侃的语气说道：“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该不会晕车了吧？可别吐我车里。”没有。孔刘没去看他，只是摇了摇头。见孔刘不敢看自己，顾晨曦更加肯定他是被吓到了。他心想，脸都被吓白了，还装淡定，就是怕我笑你呗。也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因为早上的事情，顾晨曦倒是没有借着这个机会继续挖苦孔刘，或者继续加速吓唬孔刘，反倒是将车速降了下来。对此，孔刘也有些意外。车子很快就开到了顾家的独栋别墅内。别墅的地下车库似乎停满了车，不少车子停在了别墅前的院子里。顾晨曦也把车子停在了院子里，带着孔刘走进了家里。孔刘跟在顾晨曦身边，
看着这一路走来停在路两边的豪车，不由得开口说道：“来参加你生日宴的嘉宾还不少呢，多又怎么样？根本就没几个我认识的人。”顾晨曦那清冷的脸上突然显现出了一抹落寞之色，说道：“在长辈们的眼里，所有的宴会都是他们的商业酒会罢了。至于我，无非就是在酒会开始之前，像个司仪一样上台说几句话罢了。谁又还会在乎我是不是真的过生日呢？”顾晨曦说到这，停顿了一下，举起手里的那个琳娜贝尔的娃娃，摆弄了一下，嘴角露出一抹看不出喜悲的笑容，继续说道：“算了，跟你讲这些，你也不会懂的。”孔刘看了顾晨曦一眼，没有说话。事实上，他完全能感同身受，因为每年的家族宴会何尝不是如此呢？将孔刘领进别墅后，顾晨曦要回房间换礼服，让他先去自己妹妹顾晨勋的房间里待一会，毕竟这晚宴上他也不认识什么人，待在大厅会很无聊。孔刘答应了一声，却没有去顾晨勋的房间，而是在大厅里闲逛了起来。能来参加顾晨曦生日宴的，全是中海市有头有脸的商界人物，他们互相之间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平时很少打交道，甚至根本没有交集，但是借着宴会的机会，能齐聚在一起，自然是不会放过这熟络关系、结交人脉的机会。商业圈就是这样一个靠着人脉关系的圈子，你要先能触碰得到这个圈子，才有机会结交人脉，结交了人脉，才做起生意来才会方便。那些行业大佬们吃饭时随口聊的天，你用心记下重要内容，指不定也能跟在大佬的脚步后面分到一口肉汤喝喝。这也是为什么老是有人想方设法，甚至贿赂保安也要进入一些有钱人设的酒会的原因。这其中女性的占比甚至比男性甚至还要多一点，目的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孔刘原以为自己这朴素的穿着打扮应该不会引起在座的各位商业精英们的注意，可现实却恰恰相反，大家都穿着雍容华贵的礼服西装，他这么一个穷酸学生打扮的家伙，背着个书包，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的扎眼，不少人注意到了他。不过孔刘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也不在乎周围人的目光，只见他从容地从餐桌上端了一杯果汁，就朝着角落里的沙发上走去。保安呢？保安在哪去了？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这种地方的吗？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孔刘也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一个盛气凌人的中年男人，一边朝着自己这走过来，一边用手指着自己，大声的喧哗喊着保安。孔刘看着这中年男人，不由得皱了皱眉，目光落在了他身后的秦子卓身上，他正用一种戏谑的目光看着自己，摆明了就是想看他出丑。这中年男人是秦子卓的父亲，叫秦大海。今天秦子卓向顾晨曦表白这事，就是他父亲秦大海的主意。他原本还在想，这事要是成了，秦家也算是攀上了顾家这个高枝，秦家未来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可儿子却告诉他是成了一半，顾晨曦都下楼了，却被一个叫孔刘的小子跑出来打断了。秦子卓颠倒黑白的能力倒是挺强。两人正聊着天，就看到孔刘从他们身边走过，于是乎便有了这一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会场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好，1-2米之内就有一个保安，见这边发生了状况，立马有3-4个身材高大健硕的保安走了过来。见孔刘那面无表情的模样，秦子卓还以为孔刘已经被吓到了，立马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保安说道：“这土鳖浑身上下穿的这些地摊货，加起来都不超过100块钱，是谁把这种人放进来的？万一他手脚不干净，偷了谁的东西，你们担待得起吗？你们这群臭保安打10辈子工都不够赔的。”这群保安听到秦子卓的话，心中都升起了一丝怒火，但碍于工作，没人敢露出不悦之色，只能点头陪笑。一个保安走到孔刘面前，说道：“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邀请函。”孔刘摇了摇头，说道：“我是被口头邀请来的，没有邀请函。”编，继续编。秦子卓见孔刘拿不出邀请函，立马冲了过来，指着孔刘大喊道：“我看你就是个混进来骗吃骗喝的臭乞丐，平时在学校里坑蒙拐骗也就算了，还敢跑到这种地方来骗，我看你是想吃牢饭了。”孔刘看着秦子卓那癫狂的样子，只是淡淡的骂了一句 SB。 杂种，你说什么呢？此话一出，秦子卓直接暴怒，举起手就要给孔刘一巴掌。孔刘像白天那样一把握住了秦子卓的手腕，用力一掐，他直接就丧失了战斗力。白天没把你打服是吧？孔刘冷笑地看着秦子卓，在他耳边继续说道：“今天早上你应该在现场吧？我是顾晨曦邀请来的这事，我想你不会不记得吧？或许你应该记得比我更清楚才对。那又怎样呢？估计啊，顾晨曦现在正忙着呢，他可没时间管你小子。”秦子卓黑着脸说着，还试图想把手抽回来，但却一点劲都用不上。哦，是吗？无所谓，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你和你爹2个废物。孔刘说完，松开秦子卓的手，然后反手给了他一巴掌。啪！这一巴掌响彻了整个大厅。秦大海见状，立马对身边的保安大吼着说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小瘪三在这里打架闹事，你们就这么看着？”看着秦大海那穿金戴银、非富即贵的样子，保安也不敢怠慢，
立马就要去拦住孔刘。住手！就在这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第10章送客。在场众人的目光都顺着那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身穿一袭白色长裙的顾晨曦身姿曼妙，在几个下人的拥护下，朝着孔刘的方向走来。他走的每一步都摇曳生姿，那白色长裙在绚丽的灯光下反射出炫彩夺目的光芒。顾晨曦那张绝美的脸蛋，在这华丽的长裙的衬托下更显精致，就连那股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傲高贵的气质也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来参加生日宴的众人看到今晚的主角竟如此的漂亮，不由夸赞议论了起来。这就是顾家的千金，竟然如此美丽。早就听闻顾家的丫头生得好看，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本来今夜还想找顾总聊聊联姻的事情，现在看来我那不争气的败家子是入不了顾家这位千金的法眼了。秦大海父子俩人看到顾晨曦的那一刻也是微微一愣，眼中闪着异彩。秦大海立马上前一步对顾晨曦说道：顾小姐你好，我是秦氏餐饮公司的秦大海，或许你不认识我，但犬子秦子卓和你是同学，你应该知道的。秦子卓？顾晨曦瞥了一眼秦大海身后的秦子卓，眼中闪过一抹厌恶之色。秦子卓被那寒冷的目光打量了一眼，浑身上下都有些不自在。他冷哼了一声，问道：你们刚刚在做什么？秦子卓看到顾晨曦来了，心里也是有些慌了。他当然知道孔刘是顾晨曦当面邀请来过生日的，之所以敢怂恿父亲一起搞他，就是吃定了顾家的人都在忙，肯定没空理会这小子。结果顾晨曦却在这关键的时刻跑了出来。秦子卓原本想拉住父亲的，但秦大海却快步上前回了一句：我们发现这小子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而且他这穿着打扮和这尊贵的晚宴根本不搭，他明显就是混进来想偷东西。于是我们立马喊来了安保人员，准备把这小子赶出去。顾晨曦冷声问道：所以你们就因为我朋友穿的普通，觉得他是个小偷？秦大海一听这话，立马反应了过来，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秦子卓眼看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咬着牙继续说道：他连邀请函都没有，肯定是混进来的。秦子卓，你是听不懂人话吗？顾晨曦脸色有些阴沉地瞪着秦子卓说道：孔刘是我的朋友，他是被我带进来的，难道我的朋友来参加我本人的生日宴还需要邀请函这种东西吗？秦大海也立马拽了一下儿子的衣袖，示意他不要乱说话了。秦子卓尴尬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恨不得现在就找个地缝钻进去。此刻的他对眼前的孔刘怨念更深了一些，然后他立马陪笑着说道：实在不好意思，顾小姐，是秦某目光短浅，心思狭隘，冒犯了您的朋友，实在是抱歉。秦大海和秦子卓父子俩的行为举止引得一直围观的众人忍不住发出了嗤笑。今晚秦家来参加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巴结顾家，这种时候得罪了顾晨曦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和生意相比，丢点脸也算不得什么。与此同时，得到下人们通知的顾晨曦的父母也来到了现场。顾晨曦的父亲是气质非凡的中年男人，他的身上有一股子与生俱来的上位者的霸气，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男人的名字叫做顾天汉，跟在他身后的女人便是顾晨曦的母亲刘云了，他还牵着小女儿顾晨轩。顾天汉面色平静，语气却不怒自威。他问女儿：小曦，怎么了？今天是大女儿的生日宴，在场的众人都是中海市有头有脸的人物，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闹事，他顾天汉一定不会给好脸色的。顾晨曦对父亲说道：爸，你还记得我刚跟你说过的在学校里被人欺负的事情吗？顾天汉点了点头。顾晨曦指着秦子卓说道：就是他，他上午在女生宿舍楼下骚扰我，要不是我的朋友孔刘帮我阻止了这人的暴力行为，你女儿我现在估计就是那副模样了。顾天汉闻言，目光先后看向了孔刘和秦子卓。秦子卓虽然涂了点遮瑕挡住了脸上的伤，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伤痕的。秦大海听到顾晨曦的话，立马反应了过来，自己家这蠢儿子从一开始就骗了自己，计划不但没成功，还差点把顾家千金给打了。秦大海心里那个气的恨不得现在就把这蠢东西打一顿，但现在可不是出丑的时候，他立马对顾天汉说道：顾总，我想令千金和犬子可能是有些误会，我相信我女儿说的话，至于这其中是否有误会，今晚我不想深究。顾天汉听完女儿的话后，看秦氏父子两人的目光明显也是冷了下来，他懒得多说什么，大手一挥，霸道地说了一句：送客。这群保安刚刚被秦家父子一顿数落，心中早有怨言，听到自家主人要赶人走，那自然是十分积极的，都不等他俩多说一句话，就被保安抬着扔出别墅了。孔刘，你他妈给我等着！秦子卓紧紧地攥着拳头，指甲都快掐进了肉里，今天的面子他发誓一定要找回来。第11章订婚。孔刘要是知道秦子卓那家伙更加记恨自己了，不知道会是何种反应。明明他什么也没干，反倒是被记恨上了。不过就秦家那点能耐，也就敢记恨孔刘了，总不可能和顾家硬碰硬吧。只可惜秦家父子的算盘打错了，
孔刘可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小插曲过后，晚宴正式开始。正如顾晨曦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上台简单的说了个开场台词，在座的宾客纷纷送上生日祝福，之后就没他什么事了。在座的众人今天来此，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找顾天汉谈生意的。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顾天汉的酒也喝了好几轮，担心父亲应付不过来的顾晨曦，竟主动的坐到父亲身边，用茶水帮他挡起了酒。孔刘找了个不显眼的位置坐着，默默的吃着饭菜。如果不是顾晨曦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邀请他，他根本就不想来参加这种晚宴。此刻他只想赶紧吃饱，然后离开顾家。晚宴快结束的时候，一个长相俊美的男子跟在一个中年男人身后，一起走向了顾天汉的身边。中年男人举起酒杯，对顾天汉半开玩笑的说道：“老顾，还没醉吧？没醉跟我走一个。”老陈，你瞧不起谁呢？顾天汉举起酒杯，两人碰了个杯，随后都将酒一饮而尽。中年男人喝完之后，他身后的男子也立马上前敬酒：“顾叔叔，我也敬您一杯。”顾晨曦立马端着茶杯迎了上去，说道：“我爹有点喝多了，这杯我以茶代酒，替他喝了，见谅。”这孩子，顾天汉苦笑了一下，好似有些无奈，实际上心里却很欣慰。如果今晚没有女儿帮忙挡酒的话，他估计都没办法缓过劲来。男子和顾晨曦碰杯的时候，那眼睛却一直盯着顾晨曦的脸看，眼中的爱慕之色没有半点掩饰。顾晨曦却不愿多看他一眼，只是闷头喝着杯子里的水。中年男人名叫陈国良，是陈氏集团的掌舵人，身后的俊美男子是陈国良的儿子，名叫陈俊杰。顾家和陈家一直都是合作伙伴，关系也十分的不错。陈国良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两家的关系更上一层楼。这不，一杯酒下肚，陈国良也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我可真是羡慕你有个这么乖巧懂事的闺女啊，不像我这个儿子，都快20的人了，也不见带个儿媳回来，天天就知道让我操心。”陈国良说的如此直白，顾天汉怎么会听不明白？他笑着说道：“小陈20岁都还没到，正是享受青春的年纪，干嘛催着他早早结婚呢？”老顾，这你就不懂了吧？陈国良感叹道：“臭小子成家立业了，我不也能早些把公司交给他，然后去享受自己的美好人生啊？”陈国良的言外之意就是自家儿子如果和顾晨曦结婚了，他就立马退居2线，把权力交给年轻人。顾天汉听懂了，但却说道：“年轻人还是得多历练，磨磨性子才行。”陈国良转头在儿子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道：“你顾叔叔说的话记住没？”陈俊杰立马恭敬地说道：“俊杰一定把顾叔叔的教诲铭记于心。”陈国良满意的点了点头，又问儿子：“在场这么多叔叔伯伯家的千金，就没有一个让你看得对眼的啊？”陈俊杰立马露出了腼腆的笑容，目光再次落到了顾晨曦的实身上。他犹豫了几秒钟，才开口道：“其实我一直倾慕于晨曦。”顾天汉突然吸了一口凉气，倒不是因为被陈俊杰的话给吓到了，而是因为女儿从他背后掐了他一下，他疼得吸了一口凉气。“臭小子，你喜欢顾叔叔的女儿这事，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陈国良顺着儿子的话说道：“老顾，你看咱们两家这关系，不如让这2个小辈借着今日这个机会定下婚约如何？”老陈，这2个孩子年纪还小，这婚约之事，顾天汉停顿了几秒，接着说道：“还是从长计议的好。”陈国良见顾天汉今天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也很识趣的打了个哈哈，扯开了话题。晚会现场还是那么热闹，不过孔刘却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早就被顾晨轩拽进了房间里。这小妮子拉着他陪自己打游戏，孔刘也嫌外面太吵了，索性就留在房间里陪他打起了游戏。孔刘一个人的时候不怎么打游戏，就赛季初上分，其余大多数时间基本上都是陪着网恋女友西西一起。顾晨轩的段位和孔刘的差太多了，两人组队只能打娱乐模式，他打辅助，孔刘打射手。孔刘狂拽炫酷吊炸天的操作，直接把陈轩迷得不要不要的，他当场就要拜孔刘为师，孔刘当然是不答应的。自己可是来给这小丫头当家教的，现在却在这里教她打游戏，要是被顾晨曦和他的家人知道了，自己要被骂死。两人正在打游戏，门口突然传来了争吵的声音：“小希，这是我从欧罗巴给你买的海洋之类项链，祝你生日快乐。我不要你拿回去吧？”“为什么啊？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陈俊杰，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不可能会喜欢上你的，你离我远点。”第12章男朋友。两人听着外面的争吵声，八卦的心也是按耐不住了，游戏都不打了，直接关成静音，蹲在门边偷听了起来。这个世界上又多了2个挂机狗。“小希，我对你的心意那么的真挚，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吗？为什么要拒绝我？我上次是不是就告诉过你了？我一直都只把你当做哥哥，从来没对你有过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你放弃吧，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个娃娃和花就是我喜欢的人送给我的。你在骗我对不对？那2样东西加起来还没我送你的这条项链的包装盒一半贵。
你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普通的男人？听到自己送的礼物被这个叫陈俊杰的家伙贬得一无是处，孔刘突然有些不乐意了。他小声地问顾晨轩：“这个叫陈俊杰的家伙家里很有钱吗？”“啊。”顾晨轩点了点头，凑到孔刘的耳边说道：“俊杰哥家的实力和我们家不相上下，我爸爸和他爸爸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和我姐姐也打小就认识了，算是青梅竹马吧。”“青梅竹马？”孔刘听完顾晨轩的话，觉得有点意思。顾晨轩继续说道：“只可惜郎有情妾无意，虽然他喜欢我姐，但是我姐却只把他当成哥哥看待。”孔刘试探性地问道：“他长得不帅挺帅的吗？而且两人门当户对，你姐为什么看不上他？”顾晨轩耸了耸肩说道：“我哪知道啊，你去问我姐呗。”孔刘立马摆手说道：“你姐那人冷得跟个冰雕似的，我可不敢招惹她。也许是我姐有喜欢的人了吧？”顾晨轩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再次将脸凑到孔刘的耳边说道：“孔哥哥，我告诉你个秘密，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不和别人讲，特别是我姐。”“行，你说。”孔刘点了点头，把脑袋向他那边靠了靠。“我之前不小心看到了我姐的手机聊天界面，她好像在网恋。”顾晨轩说道，这居然没憋住笑出了声音。但作为他姐网恋对象本人的孔刘却觉得有些尴尬了，但为了不被顾晨轩看出破绽，只好捂着嘴假笑了一下。“我有一次还偷看到了他和他网恋对象的聊天内容，可肉麻了，满屏的可爱表情包和宝宝的称呼，根本没眼看。”“哈哈哈！”“啊哈哈哈！”孔刘听着顾晨轩的话，只感觉汗流浃背，尴尬的都快用脚趾头抠出3室1厅了。尴尬程度不亚于有人在大街上突然喊出你多年前非主流的 QQ 昵称，还是那种连特殊符号圈圈点点都一起念出来的那种。还有，我跟你讲。”顾晨轩还想说什么，可房间门突然被门外的顾晨曦给打开了，两人蹲在门口说悄悄话的样子被门外的两人尽收眼底。顾晨曦皱着眉头，先看了眼自己妹妹，又看了眼脸色不太好的孔刘，忍不住问道：“你们两个蹲在门口干什么呢？”“啊！”顾晨轩小脑袋瓜子一转，立马想到了一个借口，他举着手机说道：“我们突然发现门口的网速挺好。”“啊，对。”孔刘也苦笑着点了点头。顾晨曦黑着脸说道：“都给我站起来！”唰，两人迅速地站起身来，站得那叫一个直，比学校里军训的时候站得都直。“给你介绍一下。”顾晨曦向前迈了一步，站在了孔刘身边，下一秒就在3人震惊的目光中一把挽住了孔刘的手腕，说道：“这就是我喜欢的男人，他叫孔刘，娃娃和花就是他送我的。”孔刘瞪大了眼睛，一脸惊恐地看着顾晨曦，此刻他的心情有些复杂，原来顾晨曦早就知道我是他的网恋男友了。他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难道是今天下午的外卖订单？那也不对啊，我用的明明是陈志睿的账号点的啊。正在孔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顾晨曦用手捂着嘴，凑到孔刘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装一下，帮我把他打发了，办好了给你1000。”孔刘听完这话，总算是明白了过来，合着顾晨曦只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居然让自己这个真男友给他假扮男朋友打发追求者呢。想到这，孔刘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是落下了。陈俊杰当然是不相信眼前这个穿着一身地摊货，浑身上下充斥着屌丝气质的家伙会是顾晨曦的男朋友，可看到顾晨曦和孔刘那咬耳朵的亲密画面，陈俊杰心里突然有点堵得慌。“晨曦，有意思吗？为了拒绝我，你居然用出这么幼稚的手段。就算你想要找个假男朋友来搪塞我，也起码找个像样点的吧。”“他怎么了？”顾晨曦挽着孔刘的手，高调地说道：“他只不过是打扮的朴素了点罢了。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他的内在跟外表没关系。他可以接受顾晨曦喜欢的男人比自己家有钱，比自己帅，但他无法接受顾晨曦宁愿和这么个臭屌丝勾肩搭背，也不愿意答应当自己的女朋友。更重要的是，他居然还为了这么个男的和自己吵架。他根本无法接受，愤怒的情绪立马占据了他的大脑。他面带愠色地说道：“他就是个臭屌丝，顾叔叔是不会答应你和这种人交往的。”“什么臭屌丝？你对我男朋友放尊重点！”顾晨曦冷声说道：“你不要以貌取人，我男朋友家境不比你差。”“呵。”陈俊杰冷笑了一声，说道：“拿着几百块钱的破娃娃给你当生日礼物，就他也配和我比？”陈俊杰说着，举起了手里的项链，说道：“我送你的这条项链可是价值80万。”他……顾晨曦有些哑然。这时候，妹妹顾晨轩突然开口道：“谁说孔哥哥只送了我姐姐一个娃娃的？他还偷偷准备了一个惊喜给我姐姐呢。”说着，他向还在发呆的孔刘眨了眨眼：“就在我房间里，对吧，孔哥哥？”“对。”孔刘虽然没有准备什么东西，但看到顾晨轩的眨眼，也猜到了他肯定有办法，于是也只能硬着头皮先答应了下来。陈俊杰冷笑着，目光阴沉地看着孔刘，说道：“不知道是什么宝贝啊，让我见识见识。”第13章假表。等一下。
陈俊杰说着就要往房间里走，却被顾晨曦给叫住了。俊杰哥，我的房间现在不方便让你进，你在门口等着吧。陈俊杰愣了一下，随后对顾晨轩说：小轩，你以前从来不会限制哥哥进你的房间的。啊，顾晨轩牵强的解释道，孩子大了，总要有点私人空间的啦。顾晨轩说完，拉着孔刘和姐姐走进了屋里，然后反手关上了房门，留下陈俊杰一人站在走廊里，独自吹着冷风。看着紧闭的房门，陈俊杰此刻的心中无比郁闷，合着就他一个是外人呗。进屋后，孔刘最先开口道：先说好，我身上可没有比他那80万的项链更贵的礼物。虽然孔刘家里随便一个吊灯都不止80万，但此刻的他身上确实是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礼物出来，总不能把他那个用的有些旧了的背包里的基本练习册送给顾晨曦，然后告诉他知识是无价之宝吧。我当然知道你没有。顾晨轩说着走向自己的书桌前，拿出了一个礼盒。还好我给我姐姐准备了礼物，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的，现在看来是没机会了。哇，小轩，谢谢你。顾晨曦微微一愣，看着妹妹端来的盒子，惊讶地说道：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奇怪，怎么这么轻？顾晨轩叉着腰，骄傲地说道：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顾晨曦立马拆开了礼盒，里面却空空如也。顾晨曦抬头不解地看着妹妹，问道：你就送我个盒子？啊！顾晨轩看着空空如也的盒子，立马抱着头，苦恼地说道：我说怎么拿过来的时候空空的，我光记得准备礼盒了，预定好的包包还在店里没拿呢。顾晨曦抿着嘴，有些无语地说道：好了，知道你给我准备的惊喜是包了，只不过包还在店里没拿回来，你就别数落我了。顾晨轩苦着脸说道：我这不是忘记了吗？所以孔刘打断了两姐妹的对话，说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应付门口的家伙？孔刘进屋时候，那家伙就已经在气头上了，这回在外面吃了半天的闭门羹，情绪估计已经在暴走边缘徘徊了。顾晨轩捂着脸，指着自己书架上摆着的装饰品说道：实在不行，把那个水晶球充当宝贝拿出去应付一下吧，那个东西当时买的时候也花了我好几万呢。孔刘看了一眼那平平无奇的水晶球，心想这玻璃球一样的东西居然值好几万，有钱人的钱真好赚啊。顾晨曦却摆手说道：不行，这水晶球都摆在你房间里好几年了，他又不是没见过。那咋办？我刚刚都帮孔哥哥把牛皮吹出去了。顾晨轩说着朝孔刘投来一个尴尬的笑容。啪嗒！就在三人发愁之际，孔刘随手扔在顾晨轩房间桌子上的书包突然掉在了地上，里面一个方形的快递盒从包里掉了出来。孔刘看着那快递盒，突然瞪大了眼睛。这快递是父母从钟表国寄过来的，孔刘下午没来得及拆，扔进书包里，稀里糊涂的带到了这里。我好像有办法了。孔刘说着捡起了地上的快递盒，3两下的拆了开来。孔刘记得那快递小哥说过，这个快递保价过万，想来里面的东西也不简单。拆开纸盒，里面里3圈外3圈的裹了几层填充物，把填充物全撕开，里面是个暗金色的礼盒。孔刘继续打开盒子的外包装，里面是一个用褐色短绒皮布袋包裹着的盒子，那盒子是用桃花心木做的，在灯光强烈的照耀下，漆刷过的表面呈现出高贵的暗红色的光，上面的木纹如同正在流淌的金色水波，十分的流畅好看。盒子的中间是个烫金的卡勒多拉巴十字架，木盒下面还有一个头层小牛皮制作的印着同样图案的折叠卡包，包里夹着英德2种文字的使用说明手册，还有一张漂亮的明信片。Patek Philippe Sky Moon 6104P 百达翡丽。孔刘认得这图案和这串英文，因为他父亲的表柜里有2块百达翡丽的表，这表是和江诗丹顿以及艾比齐名的世界3大顶级名表，而百达翡丽更是有表中之王的称号。孔刘放下卡包和手册，打开了木盒子。哇哦！看到木盒子里的东西的那一刻，顾晨轩直接惊呼了一声。顾晨曦也忘记了表情管理，瞪大双眼，一脸惊讶地看着盒子里的东西。不出所料，里面肯定是块手表，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块手表有些太特别了。表壳外圈镶嵌着38颗长形钻石，表盘是透明的蓝宝石水晶圆盘，上面显示着苍穹图和银河图，它们正在以不同的速度旋转。那摄人心魄的景深及月亮的轨迹，精确显示出星体及月亮在夜空中运转的穹苍全景。内有一条椭圆线道，可旷视里是日内瓦可见的天空范围。孔刘看着这样一块手表，也是愣了一秒。顾晨轩看着孔刘问道：这个表应该很贵吧？应该不便宜。孔刘挠了挠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顾晨轩这个问题。顾晨曦直接捡起了被孔刘放在地上的那个卡包，眼尖的他刚刚就发现了夹在卡包里的那张发票。发票的最下面赫然的印着35439840美元，35万刀勒换算成华夏币得258万多。看到这张发票，顾晨曦抬头看孔刘的眼神都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这表250多万。对。孔刘思索片刻后，大大方方的说道：
百达翡丽吗？真表250万，很正常。我这是假的。这是假表。顾晨曦盯着那块漂亮的表，显然有些不相信那是块假表。他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发票。对于他这种经常海淘的人而言，这发票他也见得不少，肯定是钟表国那边的出具。第14章，真的。对，我爸是做高仿表生意的，就连发票都能做到以假乱真的那种程度。孔刘说着，一把将那发票从顾晨曦手中收了回来，继续解释道：这表和真表几乎没区别的，拿去官方店里都不一定能检测出来是水货，骗外面那家伙应该没问题。顾晨轩发问道：官方都不能验出真假，那岂不就是真的吗？对啊。顾晨曦也十分赞同的点了点头。孔刘解释不下去了，只能扯开话题说道：咱们能不能先不要再纠结真假了？哥。站在外面的陈俊杰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敲着门，一边大声说道：你们在里面都半天了，拿不出东西就别勉强，承认这小子是屌丝又不是什么难事。刷，顾晨轩的房门再次被打开，三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顾晨曦开口道：我再说一遍，你对我男朋友放尊重点。见顾晨曦如此维护自己，孔刘心中一暖，一时之间都变得有些恍惚了。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感觉顾晨曦就是自己的女朋友，两人好像认识了很久很久。死！他的幻想在顾晨曦用手掐他胳膊的那一刻立马就消失了。孔刘按照刚刚在房间里提前预习好的那样，他举起顾晨曦的手，指着他手腕上那块梦幻的手表说道：看清楚了，这就是我送给我女朋友的手表，这表250多万，够买3条你那个项链了。孔刘说完之后看了一眼顾晨曦，顾晨曦给他回了一个满意的眼神。哈哈，小子，你当我好糊弄吗？陈俊杰看着那表大笑了起来，他指着孔刘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可是百达翡丽的星空表，国内根本就买不到现货，你这穷屌丝就算真的能掏得出250万，在国内也不可能买得到现货，这表要是真的，我现在就跪下来给你磕一个。孔刘脸上没有露出丝毫慌张的神色，他淡定地摆了摆手说道：磕一个倒不用，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要再来骚扰西西了。听到西西二字，顾晨曦没来由的扭头看了孔刘一眼，眼中闪过一抹异彩，也不知心里在想什么。行，小子，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陈俊杰掏出手机说道：我正好认识中海百达翡丽的门店经理，你这表是真是假，查查就知道了。见陈俊杰要死磕真假，顾晨曦有些心虚的捏了一下孔刘的胳膊，顾晨轩也从后面拽了拽孔刘的衣角。看着这两姐妹因为心虚而紧张的模样，孔刘只是笑着说了一句：你最好能有钟表国门店经理的联系方式，因为我这表是海外代购的。呵，陈俊杰冷哼一声，天大的笑话，200万的表，你居然敢找代购买？孔刘耸了耸肩，无所谓的说道：财大气粗，没办法。你……陈俊杰额头的青筋微微隆起，他咬着牙说道：小子，如果这表不是真的，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孔刘继续用言语刺激着陈俊杰：你能查出它是假的，我任你处置。陈俊杰发了个消息之后，没过多久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到电话里的人说的之后，陈俊杰阴沉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抹笑容，他指着孔刘说道：小子，我刚刚已经问过了，这表国内近半年根本没有购买记录。他说着还打开了免提。电话里传来了字正腔圆的中年男性的声音：是的，如果有人敢打着我们百达翡丽名号用假表招摇撞骗的话，我们将会向法院提起诉讼。孔刘有恃无恐地对着电话说道：别光查国内的购买记录，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表是海外代购的，你现在去查查钟表国的购买记录。哼，你以为我们查不了吗？电话对面的人语气不悦地说着，紧接着键盘的敲击声便响起。没过多久，电话对面的人再次开口，不过这次开口锐气明显少了许多。就在1个星期前，确实有一个姓孔的华夏籍人在钟表国买了一块星空表。陈俊杰听到这话，瞳孔猛地放大，手机都差点没拿稳。陈俊杰追问道：那个人全名叫什么？电话对面说道：陈少，原谅我权限不够，没办法查到会员的具体资料。不用那么麻烦。孔刘摆了摆手说道：你问他星空表的订单尾号是不是4480？发票上有订单号。孔刘刚刚扫了一眼，记住了个尾号。电话对面的男人很快就查到了，对的，尾号是4480。陈俊杰不可置信地看着孔刘，问道：这表真是你买的？此时顾家两姐妹的表情和陈俊杰的表情也没什么两样，陈俊杰的问题也是他们俩想问的。陈俊杰的电话还没挂，电话里再次传来店经理的声音：那个姓孔的顾客好像还不止买了1块表，那个顾客足足买了6块表，还是同一天同一时间购买的。6块！陈俊杰再次被震惊了。百达翡丽多贵，他陈俊杰能不知道吗？最便宜都是10几万起步，买表需要验资，就算你是中海一夜暴富的拆迁户，口袋里揣着1000亿现金，
门店也不会让你一次性买走6块现货手表的，可想而知，能一次性买6块表的人得有多大的能耐和背景。不只是陈俊杰被震惊到了，站在孔刘身边的顾晨曦和顾晨轩也被店经理的话给吓到了。要不是陈俊杰还在这里，他们早就拉着孔刘开始逼问了。孔刘看着三人炙热的目光，突然有些头疼了。他在心中想着，这币装的有点太过了，等会都不知道该怎么圆回来了。孔刘担心那店经理再查下自己家的底细，就要被当面抖出来了。于是他直接帮陈俊杰摁下了挂电话的按钮，然后说道：“行了，愿赌服输，记得你的承诺。”陈俊杰虽然心里憋着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孔刘送给顾晨曦的表是真的，这就证明孔刘的身份就不简单。他现在没摸清楚孔刘的底细，所以不敢轻易得罪他。哼！陈俊杰憋了半天，最后冷哼一声，转身就朝楼下走去，也算是变相的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陈俊杰一走，孔刘就被顾家俩姐妹给拽进了房间里。顾晨曦解下手上的表，在孔刘面前晃了晃，说道：“解释一下吧。”顾晨轩也拽着孔刘的胳膊，像只好奇小猫一样问道：“孔哥哥，你真的是隐藏大富翁吗？”这个其实，钟表国那边爸的朋友在里面工作，他俩里应外合，他弄假发票，然后我爸做假表，然后孔刘含糊不清的解释了一大堆，自己都快圆不过来了。好在这时候电话响了，孔刘立马借着接电话的借口跑出了房间。喂，孔先生，您这边有个国际快递到了，需要本人持证件亲自确认签收，请问您明天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好安排派送。又是国际快递？孔刘听接完电话苦笑了一下。第15章不许赖账。大厅内的宴会依旧进行得火热，没人知道2楼刚刚发生了什么。孔刘不想在这无聊的宴会上继续浪费时间，决定先行离开。但离开之前，他还得和顾晨曦的母亲刘云打个招呼，毕竟是他邀请自己来的，自己就这么一声不吭的离开，显然有失礼仪。刘云知道孔刘在这全是陌生人的宴会上待着也没意思，所以就没有强留他，只是担心孔刘没吃饱的他在孔刘走之前吩咐后厨又给他做了好几份美食打包带走。孔刘看看这那一大袋用快餐和打包好的新鲜食物，终于理解了吃不完兜着走的字面意思。顾母的好意孔刘不好拒绝，再加上寝室里还有3个嗷嗷待哺的好蛋儿，孔刘只好勉为其难的将那袋子食物收下了。顾晨曦见孔刘要走，这次居然出乎意料的主动向母亲提出要送他去学校。孔刘有些纳闷，这大小姐怎么突然对自己这么好了？结果一走出家门，顾晨曦就开口说道：“别误会，我一点也不想送你去学校，只是这宴会太无聊了，我才找个借口走的。”好的。对于顾晨曦那冷漠的态度，孔刘并没有特别意外，果然他突然对自己很热情，孔刘反倒会觉得奇怪。还你。顾晨曦将已经被重新装进礼盒里的假表还给了孔刘，便说道：“这是你的东西，你居然能扔我妹房间里忘记拿。”孔刘语气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没事，送你也行，反正是假的，不值钱。”其实他是故意把表扔顾晨轩房间里不拿的，为的就是让他俩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东西，这样才能凸显他真的是块假表。你都知道是假的，还好意思当礼物送我？顾晨曦撇了撇嘴，将礼袋塞到了孔刘的手里。孔刘拎着袋子看了一眼，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实和真表也没区别，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会要的。”顾晨曦在车钥匙上摁下开锁键，粉色保时捷2个霸气的前大灯立马闪了几下。他继续说道：“我和你的交情还没好到互赠礼物的地步。”顾晨曦说着走进了车里，孔刘也坐上了车。上车后，孔刘说道：“不管你收不收我这礼物，刚刚假扮你男朋友那1000块钱你都得给我，不许赖账。”顾晨曦看着孔刘那财迷似的模样，啧了啧嘴，心想：1000块钱都能催得这么紧的人，我刚刚居然还天真的信了他这高仿表是真的。是啊，他要是真有钱，干嘛要跑过来给我妹做家教呢？顾晨曦打开手机说道：“现在就给你，收款码打开。”孔刘迅速的把自己的收款码亮了出来，几秒钟之后，手机上便传来1000块钱到账的提示音。孔刘笑嘻嘻的说道：“谢谢老板。”顾晨曦也懒得看他，将车头调转，一脚油门直接驶离了家。半个多小时后，保时捷停在了男生宿舍楼下。孔刘拎着大包小包，艰难地从顾晨曦的保时捷上爬了下来。快看，那不是顾校花的车吗？他车上怎么下来个男的？我靠，还真是！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知道什么？顾晨曦当众拒绝了秦子卓，并且当场和一个穿着拖鞋的屌丝表白这事，校园墙都置顶了。什么我的女神有对象了？那小子不会就是顾晨曦的男朋友吧？他可是我心中的白月光啊！高冷校花居然谈恋爱了，我不能接受！疯了吧？高冷校花喜欢屌丝？这会才8点多，男女生宿舍楼下的人流量挺大的。孔刘从顾晨曦的车上下来，这一幕被不少人给看到了，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
孔刘并没有在意这些，笑眯眯地对顾晨曦说了一声谢谢美女。顾晨曦甚至不想和孔刘多说一句话，一脚油门直接开向了女生宿舍那边的停车场。孔刘看着顾晨曦那潇洒的样子，孔刘都有些想考驾照了。如果自己拿了驾照，自己车库里的牛啊马呀之类的也能开出来溜溜。不过这个想法孔刘转头就给忘记了。义父，你最好天天出门和顾晨曦约会。父亲，我想吃那个鲍鱼可以吗？我还没吃过这么大的鲍鱼呢。好爸爸，那个大龙虾钳子能给我尝尝吗？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龙虾钳。孔刘拎着一大袋的美食走进寝室的那一刻，无疑是成为了寝室里的大爹，听取罢声一片，今夜无人能撼动他在寝室里的地位。叮咚，孔刘正享受着当爹的快乐呢，手机消息提示音突然响起，他打开一看，是顾晨曦发来的，他用西西的账号约自己打游戏。孔刘现在也没事，就答应陪他打一会。上线之后，孔刘发现今天居然有新皮肤上线，还是顾晨曦最喜欢的辅助角色的，于是二话不说就送了他一个。话说回来，自己用他今晚发给自己的钱，在游戏里买皮肤送给他，这算借花献佛吗？顾晨曦今晚赶走了一个讨厌的追求者，心情本来就不错，看到男朋友送来的礼物，心情更美妙了，一高兴反手给男朋友也送了好几个100多的皮肤。好家伙，孔刘看着邮箱里的那堆皮肤，自言自语道，看来小富婆今天心情很好啊。打了几把游戏，两人就下线聊起了天。顾晨曦给孔刘发消息说，宝宝，我现在躺在被窝里哦，怀里抱的你今天送我的娃娃。孔刘回道，你喜欢就好。顾晨曦，当然喜欢啦，这可是我宝宝送我的小猫贴贴。顾晨曦，宝宝，我不是跟你说我今天生日吗？我这一天过得可曲折了，我跟你讲。顾晨曦和孔刘讲起了他今天一天发生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琐事，早上的表白和打架的事情他讲过了，今晚他又概括性的重复一遍，然后就是收到娃娃的喜悦，还有晚上的生日宴，以及讨厌的男同学的救场。孔刘看着他发来的消息，想象着顾晨曦躺在自己身旁，抱着娃娃，用碎碎念的口吻温柔地跟自己讲着这些日常琐事，那种感觉似乎也挺美好的。第16章，早八。老刘别睡了，今天早八，马老头的课，这家伙出了名的严，快起来。王琦一边穿着裤子一边喊着还躺在床上的孔刘，另外2个家伙，一个在厕所洗头，一个在水池前刷牙。昨天晚上因为跟顾晨曦聊天聊得有些晚，所以孔刘睡得有些死，被王琦上手摇晃了好几下，才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看了一眼手机，孔刘立马就不困了，因为现在已经7点50，还剩下10分钟就上课了。他以最快的速度从床上爬了起来，3两下穿好衣服，冲到水池前简单的漱了下口，然后又洗了把脸，用沾了水的手在乱糟糟的头发上抓了2下，想让发型显得不那么乱。但他好像失败了，睡得乱糟糟的头发像是故意和他作对一样，怎么样都压不下去。孔刘也懒得弄管了，抄起挂在床下的帽子就往脑袋上一戴，最后换下了拖鞋，跟着另外3人的后尘一起往教学楼赶。好在今天早八在学校综合楼上，综合楼离他们宿舍不算太远，抄近道的话还是能卡着点赶到教室的。上课铃响起的同时，孔刘宿舍4人齐刷刷地出现在了教室门口。讲台上正要点名的老教授看着卡点进来的4人，说了一句下不为例。这老教授就是王琦口中的马老头，是管理学教授，上课贼严，无故缺勤未请假者超过3次直接让你重修，所以他的课几乎没有人敢旷，而且因为讲课讲得很好，经常有学生来旁听，座无虚席。这不，教室里已经没有空位置了，甚至有人坐在台阶上听课。孔刘他们4个人来的最晚，自然逃不过坐在台阶上听完2节课的命运了。孔刘，4人正朝着空台阶走去，突然有人喊了孔刘一声。孔刘一回头，一个大波浪美女正在向他招手，那个女生叫沈霞，是顾晨曦的闺蜜兼室友。此时沈霞正指着顾晨曦身边的空位，朝着孔刘示意了一下。孔刘微微瞪大了眼睛，看向了他旁边的顾晨曦。顾晨曦低着头在玩手机，头都不带抬一下的。因为顾晨曦那冷冰冰的性格和强大的气场，班上除了沈霞和其他2个室友之外，也没什么朋友，平时也没人敢坐到他旁边，他周围的位置时常是空的。即使这么多人都抢不到位置的课，有些人宁愿坐在台阶上，也不去顾晨曦旁边坐。别人不敢，孔刘可不在乎，况且人家都亲自邀请了，不坐过去的话，那也太不礼貌了。孔刘转身朝着顾晨曦边上的空位走去，然后很自然地坐了进去。另外3个室友看到孔刘居然抛下了他们3个人，坐到了校花旁边，十分默契的同时朝着他竖起了中指，暗骂了一声叛徒。孔刘歪着头冲着3人露出了一个笑容，仿佛在说，你们3个共患难，我一个人先撤了。随后他便再次转头看向了身旁的顾晨曦，顾晨曦正在拿手机发消息，都不带看他一眼的。孔刘知道他发的消息是什么，
因为那消息正是发给自己的。西西，宝宝，人家今天早八，好困呀，好想睡觉，呜呜。孔刘坐到顾晨曦身边的举动也引起了教室里其他人的注意。哎，快看，有人居然坐在了顾晨曦的旁边，那不是孔刘吗？早就听说孔刘和顾晨曦在谈恋爱，没想到是真的呀。不，我的顾校花，姐妹，你的孔帅哥谈上了，还是和校花，看来你没机会了。教室里的学生们纷纷议论起了坐在一起的孔刘和顾晨曦。沈霞也侧着身子，隔着一个顾晨曦和孔刘聊了起来。喂，你和我们家小希在谈恋爱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沈霞的性格和顾晨曦截然相反，沈霞热情大方，和所有人都聊得来，在班里人缘不错，而且长得也漂亮，一头大波浪发型给她增添了不少御姐气质。她也是商院排的上号的美女。小霞，没等孔刘开口说话，顾晨曦便先一步扭头瞪了闺蜜一眼，说道：别胡说，那都是谣言。沈霞显然有些不相信，她啧嘴说道：还谣言？那你刚刚干嘛要让我喊孔刘坐到这边来？你不就是不忍心看他坐地上吗？顾晨曦掐着沈霞的腰说道：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两人的说话声音不大，但孔刘也听了个七七八八，知道了原来是顾晨曦让沈霞喊自己坐过来的。顾晨曦和闺蜜打闹了几下，随后一转头，脸色再次变得冷冰冰的，对孔刘说道：你不要误会了，我只是看你昨天帮了我，才让你坐过来的，我对你没兴趣，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好的。孔刘点了点头，微笑着说道：其实我对你也没兴趣，因为我也有女朋友了。那最好。顾晨曦直接转过了头去。见孔刘风轻云淡地讲出自己有女朋友这事，沈霞当然是不相信的，她还以为孔刘是为了不被顾晨曦比下去才这么说的。作为顾晨曦好闺蜜的沈霞，深知自己这个女明星长相的好闺蜜想要一场甜甜的恋爱，但学校里那些追求者没一个入得了顾晨曦的法眼。沈霞就天天看着她在宿舍里沉迷网恋，生怕她被骗财骗色，心里也是干着急。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个能和自家闺蜜说得上话的男生，她还主动让那男生坐到旁边，两人明显是有戏的。再加上那男生长得还不错，也算是院里的帅哥，最重要的是他昨天还帮过顾晨曦人品过关，沈霞当然不会让两人的姻缘就此了断。于是乎，沈霞掠过了坐在中间的顾晨曦，继续对孔刘说道：别灰心，你还是有机会的，他根本就没男朋友，他就是在网上认识了个游戏搭子，顶了天也就算是个网恋。小霞，你要死啊！听到闺蜜又当着外人的面揭自己的老底，顾晨曦直接坐不住了，又和她打闹了起来。孔刘看着沈霞，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其实有些不理解沈霞为什么要帮自己，自己和她好像没有什么交集。安静，现在开始上课。点完名的马教授一声严肃的呵斥，原本喧闹的教室立马变得鸦雀无声。大家翻开。马教授上课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从不开多媒体对着电脑上的 PPT 念枯燥无味的内容，所有要讲的东西他都记在了脑子里，生动有趣的课程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周围的学生都按照教授说的翻到了指定章节，只有孔刘桌上空空如也的，什么也没有。因为走得太急，孔刘根本就没来得及拿课本。刷，似乎看出了孔刘的窘迫，顾晨曦居然主动的把自己的课本放在了孔刘的面前。他什么话都没说，把自己的书给了孔刘之后，他和沈霞共用着一本书。谢谢了。孔刘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的对顾晨曦说了一声谢谢。顾晨曦听到了孔刘的感谢，但他什么都没说，脸上依旧面无表情。可孔刘却抿嘴笑了一下，心说倒是也没那么高冷。坐在最后一排的秦子卓看着如此亲密的两人，脸色难看极了。他指着孔刘的背影，暗暗说道：我看你小子还能蹦跶几天。第17章疤痕。或许是因为早上卡点到的原因，马教授对孔刘宿舍4个人记忆深刻，2节课的时间把孔刘之外的另外3人全部点起来，回答了一遍问题。眼看快要下课了，孔刘还以为马教授不会点自己了呢，没想到他居然在黑板上画了个空白的思维导图，然后点名让孔刘上台，在黑板上写出今天上课讲的重点内容。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会被教授喊起来回答问题，但是没想到他给自己那3个室友出的题目特别简单，到自己这里却要上台写东西。不过身为学霸的孔刘，上课的时候把教授讲的重点都记住了，写个思维导图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从容地走上讲台，将思维导图里空白的部分全部填写完后，转头看了马教授一眼。不错，有认真听课。马教授看着黑板上的思维导图，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问道：叫什么名字？孔刘。马教授推了推眼睛，仔细的在点名册上寻找起了孔刘的名字，然后在他后面写了个+2。在马教授的课上拿到学分，那是实打实的学分，直接加到课程总评里的。刚刚他另外3个室友也被叫起来回答问题了，可回答的结结巴巴的，唯独他拿到了这金贵的2个学分。王琦、杜宏远以及陈志瑞3人见此情形，
也是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并且再次竖起中指，又骂了一声叛徒。马教授摆了摆手，说道：“行了，下去吧，下次早点来。”好的。孔刘挽起袖子，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听到马教授夸赞孔刘，顾晨曦难得的抬头看了他一眼。孔刘已经坐到了位置上，顾晨曦的目光落到了孔刘左手的手腕上，他的手腕上有一块拇指大小的凹陷疤痕，疤痕修复得很好，基本上看不出来，但是因为凹陷的地方缺了块肉的原因，靠近点细心看的话，依然能发现。看到这个疤痕的一瞬间，顾晨曦竟打了个寒战。顾晨曦冷声问道：“这个疤是怎么回事？”孔刘大方的把疤痕展露给顾晨曦看，一边说道：“小时候贪玩弄的。”说完，他又把挽起的衣袖给放了下去，疤痕再次被遮住。哦，顾晨曦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若有所思的想着什么。没过多久，下课铃响了。孔刘他们班今天一整天就马教授这2节课，上完课后，身为商院学生会文娱部部长的顾晨曦要陪着沈霞这个商院学生会副主席进行周5晚上的迎新晚会的彩排。其实顾晨曦原本是不想参加学生会的，但是耐不住闺蜜沈霞在她耳边叨叨，她被吵烦了才答应的。孔刘下午没什么事，决定去图书馆看会书，然后晚上去给顾晨轩辅导功课。下楼的时候，顾晨曦还在人群中喊了孔刘一声，让他不要忘记晚上家教的事情。顾晨曦这一喊，楼道里同学们的目光全部都落在了他和孔刘的身上。两人谈恋爱这谣言本来就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顾晨曦还老是和自己当众互动，这下子不想被误会都难。孔刘无奈地笑着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室友3人拉住孔刘，追问了起来：“杜宏远，不是，你俩真谈上了呀？王琦，你小子最好老实交代一下。陈志瑞，就是，今天上课都坐一起了。”孔刘看着3个室友，个个都是一副能生吞了自己的表情，哭笑不得的耸了耸肩，说了一句：“我俩真没什么。”3人难得默契了一会，异口同声道：“不信，爱信不信。”孔刘也懒得和他们仨解释，朝着食堂走去。早上挨了2节课的饿，他得好好去食堂吃个早饭。孔刘刚买好2个包子，准备在食堂直接消灭的时候，就接到了快递的电话。没办法，他只能拎着包子回宿舍再吃。虽然也可以边走边吃，但是那样不太优雅，还是算了。快递站门口还是昨天那个快递小哥，他弄完签收手续之后，恭敬地把一个方方正正的快递盒交给了孔刘。看到那快递盒，孔刘似乎已经猜到了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次快递小哥没有提醒孔刘当面拆包裹，很显然孔刘不喜欢当面拆快递的事情，他已经记住了。孔刘一手拎着快递盒，一手拿着早饭，回到了宿舍。宿舍3人都还没回来，孔刘趁着现在没人，拆开了快递。不出所料，里面又是一块百达翡丽的星空手表，只不过这块星空表比昨天那块要低调一点，表壳外圈没有镶满钻石，表盘整体也比昨天那个要小一圈，素面表壳泛着银白色的光芒，逼格也是十分的高。如果昨天那个逼格拉满的镶钻星空表适合男生戴的话，这块表倒是很适合女孩子戴。他让父母寄点土特产回来，结果父母寄了2块上百万的手表回来，孔刘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不过仔细想想，钟表国的土特产可不就是表吗？孔刘把2块表放在了一起，这一大一小2块表，其中的含义已经很明显了。父母这是在点他呢，让他赶紧找个女朋友。孔刘把那2块表装进了盒子里，然后藏进了衣柜里，打算找个时间把表送回家去。这东西放在宿舍里，被偷了都是小事，也就损失一点钱而已。但要是被室友发现了，可就不好解释了。到时候自己的身份被发现了，这普通人之间的友谊就很难维持了。孔刘心中这般想着，不由得用衣服将那2个盒子裹得更严实了。孔哥，你在干啥呢？陈志瑞端拎着从食堂打包回来的小馄饨和大鸡腿，还有一盒蟹黄汤包，走进了宿舍。没啥，整理衣服呢。孔刘见有室友回来了，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笑着关上了柜子门。哦，陈志瑞点了点头，又问孔刘：“你吃早餐了吗？”孔刘指着自己桌子上的食物，说道：“买了几个包子和豆浆，还没吃呢。”陈志瑞看着孔刘那寒酸的早饭，问道：“你就吃几个包子？”孔刘点了点头，问道：“怎么了？”他原本是准备买点别的东西一起吃的，但快递电话打来了，他着急去拿快递，就拿着包子走了。就吃这点怎么吃得饱？我买了好几个鸡腿，分你一个。陈志瑞说着，塞了一个鸡腿到孔刘的包子袋里。这多不好意思啊！陈志瑞摆了摆手说道：“杜哥们，客气啥？”陈志瑞此刻在想的是，看来孔哥最近真的很缺钱啊，早餐都吃得这么差劲，他以前可不这样的。难道是因为他和校花谈恋爱的原因？对，一定是这样的。孔刘心里想的却是，小陈人真好，这就是普通人之间的友谊吗？真不错，就是鸡腿有点柴，没我家鲁菜厨师做的好吃。第18章，没带钱。孔哥哥，你喜不喜欢我姐姐啊？
啊！正在给顾晨轩辅导功课的孔刘听到他的话，微微一愣，有些不解地反问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没事，我就问问。”顾晨轩摇了摇头，又继续写起了习题。过了一会，他又抬起头对孔刘说道：“其实我姐姐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不好相处的了。”孔刘双手叉腰，反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顾晨轩小声地说道：“我感觉你和我姐有戏。”哈！孔刘有些懵了。白天上课的时候，沈霞撮合他和顾晨曦也就算了，怎么这会连顾晨曦的妹妹都开始撮合他俩了？见孔刘不相信，顾晨轩立马解释说：“我感觉我姐对你和对其他男人不太一样。”孔刘苦笑了一下，说道：“确实不一样，她格外的讨厌我。”这回轮到顾晨轩露出疑惑的表情了：“我姐讨厌你？为什么啊？这还得从大一开学说起。”孔刘简单的和顾晨轩讲了一下两人结下梁子的前因后果。顾晨轩听完捧腹大笑了起来：“我说呢，总感觉我姐对你的态度不一样，原来是因为这种事啊！”哈哈哈。顾晨轩拍着孔刘的大腿，笑着说道：“孔哥别怕，有我在，我姐不敢欺负你的。”孔刘尴尬的用食指敲了敲桌子，说道：“先不谈这事，咱们现在是在上课，你别笑了，严肃点，好吗？”顾晨轩收起笑容，继续写着习题。现在可是家教时间，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是顾家花了钱的，自己在这里和顾晨轩一起嬉笑打闹，要是被他父母知道了，还以为他没认真教呢。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顾晨轩的嘲笑真的让他很尴尬，很尴尬。早要是知道自己现在和顾晨曦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让他回到新生晚会那晚，打死他也不会跟着杜宏远这小子胡乱议论顾晨曦了。2个小时的家教时间过得很快，陈轩学的也很快，孔刘基本上没费什么功夫。顾母和往常一样敲门进来，向孔刘询问了一下顾晨轩的学习情况，还挽留他在家吃饭。孔刘也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好意，收拾书包准备坐地铁回学校。今晚顾晨曦没回家，所以孔刘也没办法蹭顾晨曦的顺风车去学校了。顾晨轩拉着孔刘，想让他再陪自己打2把游戏。顾母见小女儿这么喜欢和他玩，就请求他再陪晨轩玩一会。孔刘今晚也没什么事，就答应陪他打一会游戏。孔刘带顾晨轩玩，那简直就是闭着眼睛乱杀，无以败绩，行云流水的操作把小姑娘迷得神魂颠倒的。顾晨轩越是喜欢孔刘，就越想撮合他和自己姐姐在一起。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孔刘成了自己的姐夫，那不就天天能带着他打游戏了。打游戏的时候，顾晨轩对孔刘说道：“孔哥哥，告诉你个秘密。”孔刘这把打野，一边疯狂收割人头，一边问道：“什么秘密？”顾晨轩说：“这个秘密是关于我姐的。”孔刘点了点头，目光专注在手机屏幕上。顾晨轩凑近了孔刘，小声地问道：“我姐平时在外面总是板着个脸，你肯定以为她是高冷吧？”孔刘专注着操作，头也不抬地问道：“难道不是吗？”“才不是！”顾晨轩立马反驳道：“他其实是个超级大社恐，才会在外人面前露出那种冷冰冰的表情的啦。”噗！孔刘听到顾晨轩的解释，手一抖，技能都放歪了。他扭头瞥了顾晨轩一眼，似笑非笑地问道：“你认真的？你不信我吗？”“信！”噗！孔刘嘴上说着信，可嘴角那难以掩饰的笑容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说的是真的啊，你别不信，我姐真的是社恐，高冷都是装的。”见孔刘不信，顾晨轩也是急了，急得游戏都不打了，一个劲的解释说：“我姐原本也和我一样是个大方开朗的小女孩，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才性格大变的。”“好好好，我信我信。”孔刘抿嘴笑着，指着他的手机屏幕说道：“但是你再不动起来的话，就要被对面射手打死了。”呀！被孔刘这么一说，顾晨轩这才反应过来，拿起手机继续操控着他的角色。和顾晨轩打了几把游戏，眼看时间也不早了，便收拾东西离开了顾家。宿舍12点门禁，孔刘还要赶末班的地铁回学校。顾母想安排家里的司机送孔刘回学校，孔刘这大晚上的感觉麻烦别人也不太好，于是让司机把他送到地铁站口。回学校的时候，时间还早，才10点半。宿舍群里杜宏远发消息求孔刘帮他在学校超市里带瓶可乐回去。孔刘原本是不想答应的，但是在杜宏远一声声的父亲中，孔刘终究还是迷失了本心。学校超市这会已经没什么人了，买起东西来也比白天方便得多。大一的军爷们消费能力太恐怖了，白天的食堂和超市基本上都被他们给霸占了，根本挤不进去，结个账都还要排老长的队。不过这种情况最多也就持续到这周5军训结束了。小姑娘，你要是没带钱的话，可以现在回去拿的，我们11点半才关门，来得及的。拿了几瓶饮料准备结账的孔刘，突然在收银台前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顾晨曦。他正涨红了脸，在衣服口袋里摸索着什么，听收银员的意思，他应该是买东西没带钱。第19章，别怕，有我在。孔刘走了过去，将饮料放在结账台上，对收银员说道：“
多少钱？我帮他付了。收银的阿姨看了孔刘一眼，明显愣了一下。顾晨曦也扭头看向了身后，发现来者竟是孔刘。孔刘冲他笑了笑，对收银员说：“我们是同学。”哦。收银员恍然大悟，立马回答道：“50。”孔刘把付款码凑了过去，让他扫了一下，接着又把自己的几瓶饮料给结了。等拎起手提袋时，他才发现顾晨曦居然已经离开了，自己帮他结了账，他甚至都没说一声谢谢，真是个没礼貌的家伙。我忘记带手机了，钱等我回宿舍再给你。孔刘刚走出超市，耳边就传来了顾晨曦的说话声。扭头一看是顾晨曦，他那原本因为尴尬而涨红的脸渐渐平复了下来，他的手里正抓着一个黑色的袋子，站在超市门口等着自己。原来他没走。孔刘笑着摆了摆手，说道：“不用还了。”孔刘说着，向他递去一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饮料，问道：“喝吗？”“不喝。”顾晨曦几乎没怎么想，就冷着张脸拒绝了孔刘的好意。好吧。见他如此高冷地拒绝了自己，孔刘也不在乎，反正他已经习惯了。孔刘拧开那瓶饮料，自己喝了起来。冰镇的饮料喝着就是爽。喝完饮料，孔刘看了一眼他的黑色塑料袋，问答：“你这是买了什么东西？”这只是他随口问的问题，但看到顾晨曦那再次变得红润的脸色，孔刘立马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的脸红生气，但也能猜个大概，肯定是自己刚刚那句话惹得他不高兴了。顾晨曦迅速将黑色塑料袋直接揣进了口袋里，低着头，小脸蛋红扑扑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今天谢谢你。”说完这句话之后，也不给孔刘反应的机会，他就迅速的离开了。大半夜一个人出来买东西还不带手机，真是个怪人。孔刘看着顾晨曦离去的背影，突然好似想明白了什么事情，那黑色塑料袋里装的大概是生理期用品。想明白这一点，孔刘立马就理解了为什么店员要说11点半关门，还来得及这种话了。他也终于明白刚刚帮忙结账的时候，店员为什么要用那种表情看着自己了。孔刘一拍脑袋，心说怪不得我送冰镇饮料给顾晨曦喝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原以为他是高冷呢。这么一想的话，他刚刚那个表情也不是在生气，而是害羞了。想通这一点后，孔刘突然觉得顾晨曦今晚的态度也不是很高冷，反倒是有些反差萌。孔刘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今晚顾晨轩跟自己说的那句话，他其实是个超级大社恐，才会在外人面前露出那种冷冰冰的表情的了。想到这，孔刘再次看向顾晨曦离开的方向，自言自语道：“高冷的校花，粘人的女网友，或者社恐的姐姐，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啊？”和顾晨曦短短几天的接触下来，孔刘发现这位传闻中的高冷校花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的在刷新自己对她的认知。他真的有些分不清了。拎着手提袋，孔刘回到了宿舍。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西西给自己发的消息。西西告诉他今天肚子疼，还和他撒娇求安慰。看到他发来的消息，孔刘也更加确信今晚顾晨曦买的就是生理期用品。孔刘耐心的哄着西西，让他拿热水泡个脚，晚上睡觉的时候盖厚一点的被子。已经缩进被窝里的顾晨曦抱着琳娜贝尔的娃娃，看着男朋友发来的消息，乖乖的回着好。他的贴心让顾晨曦的心中泛起了一股暖意。聊着聊着，不知怎么的，看着那一大串的聊天信息，顾晨曦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孔刘那张脸。今晚他出门走得太急，买东西的时候才想起自己忘带手机了。那么尴尬的情况下，孔刘恰巧出现，帮自己解围。回想起昨天秦子卓要打自己，孔刘也是那么及时的挡在了他的身前。为什么他总能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呢？顾晨曦在心里想着，目光再次落到了手机上。网恋男友的游戏名字叫做别怕有我在，是大一迎新晚会的时候，他在附近的人里随便拉来一起打游戏的。和他一起打游戏的时候，顾晨曦感到一种无比熟悉的安心感。他每次都能在自己被敌方针对的时候及时出现拯救自己，就像他的游戏名字一样。所以顾晨曦就赖上了这个游戏大佬。后来聊着聊着，顾晨曦发现这个网友总能给他一种记忆中才有的熟悉感。鬼使神差下，顾晨曦居然向他表白了。没错，是顾晨曦主动表白的，他也答应了。两人就这样开始了长达1年的网恋。事实上，大多数时间都是顾晨曦主动找这个网恋男友聊天。正如顾晨轩对孔刘所说的，顾晨曦小时候确实也是个活泼外向的小姑娘。后来她遭遇了一次绑架，好在最后安全逃了出来。但经过这件事之后，顾晨曦性格就发生了变化。回来的她整个人封闭了许多，出门在外时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了，永远板着那张冷冰冰的脸。在绑匪窝里的记忆，即使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依旧清晰地烙印在顾晨曦的脑海里。当时和他一起被绑架的还有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在夜里想办法挣脱了束缚，并且帮他也解开了绳子，想带着他一起逃跑。但是当时的他太紧张了，紧张的腿都软了，根本跑不了。
还险些拖了男孩的后腿。男孩没有丢下他不管，反倒是耐心地安慰他，让他不要怕。在男孩的鼓励下，他们真的逃出去了。两个苦命的孩子在漆黑的夜里拼命地跑，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天空泛起鱼白肚，他们终于跑到了有人烟的地方，跑进了警察局。今晚，顾晨曦又做了这个梦，梦里他努力地想去看清楚男孩的脸，可眼前却是一片模糊，只有男孩那句温暖的“别怕，有我在，我们一定能跑出去的”。这句话一直回荡在他的梦里，让这苦涩的梦有了一点点甜味。第20章迎新晚会。读高中的时候，老师总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可真的进入大学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怀念高中那段为了目标而奋斗的日子。大学生活枯燥无味，甚至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每天都会过得浑浑噩噩。如果还是课少的情况，那这种没有目标和方向的迷茫感会更加明显。这不，孔刘都在自习室待了一天，回到宿舍一看，好家伙，王琦和杜宏远在宿舍里躺尸躺了一天都不带下床的。孔刘依稀记得，他早上出门前，这两个家伙就保持着现在的睡姿没有变化。如果不是偶尔会有呼噜声响起的话，孔刘都怀疑这两个家伙是不是死床上了。陈志瑞虽然没在床上躺着，但也好不好哪去，他正在床底下打电脑游戏。明明前2天还说要向自己学习的人，结果在图书馆看了2天4级资料就熬不住了，又开始自暴自弃。看着宿舍这3个家伙，孔刘苦笑着摇了摇头。叮铃铃，杜宏远的手机闹铃突然响了起来。正在熟睡的王琦和杜宏远也刷一下的从床上坐了起来。嚯，垂死病中惊坐起。孔刘看着突然支棱起来的两人，问道：“你俩定个晚上的闹钟，是准备去做贼啊？”王琦伸着懒腰，低头看着站在过道的孔刘，说了一句：“老刘，你回来了呀！正好，一宿舍都齐活了。”杜宏远穿着裤衩子，直接从床上爬了下来，边说道：“准备准备，我们该出门了。”出门？去哪啊？孔刘看着杜宏远，有些不解地问道：“今晚又去聚餐啊？”聚个屁的餐！杜宏远明明就穿了一条裤衩子，却还能摆出一脸正气的表情，拍着孔刘的肩膀，说道：“我们是去干大事的。”啊！孔刘被他说得更猛了。什么大事？杜宏远责怪道：“你看看你，真的是读书读傻了，我真担心你哪天死图书馆里。”一旁的陈志瑞游戏结束了，立马转头对孔刘说：“孔哥，今晚是咱商院的迎新晚会啊，你不知道吗？”孔刘听完陈志瑞的解释，更不理解了。迎新晚会赢的不是大一吗？关我们鸡毛事？老刘，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王琦揽着孔刘的肩膀说道：“你和顾校花打得火热，我们3个可还是光棍呢，我们也想要一场甜甜的恋爱，好吧？”孔刘撇了撇嘴说道：“合着你们仨这是准备打学妹们的主意啊？”杜宏远一边穿着牛仔裤一边说道：“你小子就瞧好了吧，今晚就让你见识见识小爷我高超的泡妹技巧。”王琦也不废话了，从衣柜里挑出自己最拿得出手的小套装，直接往身上穿。孔刘发现，就连陈志瑞都特意弄了个小发型，看样子这3个骚包今晚是真打算去迎新晚会泡学妹啊。孔刘也懒得理他们，换了拖鞋就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王琦看着不为所动，甚至还穿上拖鞋的孔刘，有些不解地问道：“老刘，你怎么不动啊？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再不收拾就来不及了。大一的时候又不是没参加过迎新晚会，那么无聊的东西我根本不想再去体验第2遍。”孔刘说着就打开了自己的电脑。“我靠，你这个叛徒，居然不打算跟我们一起去！”杜宏远指着孔刘，半开玩笑地说道：“咱们宿舍4个人，就你一个不去看迎新晚会，怎么的？是不是不合群？信不信我们孤立你？”接下来的10分钟，孔刘被这3个家伙口诛笔伐了好一通，最后他只能无奈地答应陪这3个家伙一起去看迎新晚会。没办法，谁让他们仨是自己的好蛋呢？和精心打扮的3人不同，孔刘压根就没换衣服，还是白天泡自习室的那套衣服，不过这样反而随性许多，不像这3个家伙显得那么刻意。杜宏远这骚包甚至还喷了点香水在身上，孔刘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他那劣质香水的酒精味。迎新晚会是在商院教学楼前的空地上进行的，那块大草坪上此刻已经挤满了人，提前来的抢到了座位，来得晚的就自己想办法。有人把宿舍里的小板凳带了过来，有人直接坐在了草地上。草坪的正前方已经搭起了一个巨大的演讲台，台上的大屏幕正在播放着新生们军训时拍摄的视频画面。晚会还没有正式开始，这些大一新生们成群结队的来到现场，努力的在现场寻找熟人，然后聊起家长里短，等着晚会开始。孔刘看着这些稚嫩的面孔，恍惚间想起了1年前的自己。当然，现场也不只有大一新生，还有像自己宿舍3个家伙一样的诡计多端的学长学姐们正在等待着狩猎。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学院的人跑过来玩。今晚不止商院，交大不少的学院都在举行迎新晚会，因为今天是大一军训结束的日子。
不出意外的话，迎新晚会还是那么无聊，无聊的让孔刘想现在就回寝室学习。可三个好蛋儿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孜孜不倦地讨论着现场的哪个女孩子长得漂亮。这三个家伙一晚上的时间最少爱上了100个女孩，但愣是没一个人敢上去找人家要微信的。孔刘依稀记得，杜宏远在宿舍里可是信誓旦旦地和自己说，要让自己见识一下他高超的泡妞技巧的。结果他的泡妞技巧就是坐在那里讨论哪个女孩子颜值最高。孔刘看着自己这3个蠢室友，忍不住露出了一个来着老父亲一般慈祥的笑容，然后他干了一件很犯贱的事情。喂，前面的美女，我室友想要你微信。孔刘这一声大吼，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女孩们纷纷回头朝着孔刘4人的方向看去。3个家伙正讨论得起劲呢，突然被一群女生注视，立马红着脸尴尬的说不出话了。孔刘这个方法虽然简单粗暴，但也真的有效。一嗓子过后，有几个长得还不错的胆子大的学妹真的跑过来给了联系方式，只不过他们全是来找孔刘的。孔刘婉拒了他们，并且介绍起自己的3个好蛋儿给上来加联系方式的妹子们认识。3个室友被孔刘这操作给看傻了，但他们也如愿以偿的加到了大一学妹的微信。今晚宿舍里估计又是听曲罢声一片的和谐场景了。接下来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商院学生会副主席沈霞以及学生会文娱部部长顾晨曦2位学姐带来的压轴节目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哗啦啦！当沈霞和顾晨曦2人的名字响起时，现场爆发出了最热烈的掌声。一个是商院的院花，一个是号称交大最美的高冷校花，2人的组合确实也配得上现场这热烈的掌声。原本还百无聊赖的孔刘，此刻也聚精会神地看向了舞台之上。第21章显眼包。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出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舞台上2位大美女面对面对唱着合唱部分，台下的观众发出了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声，这其中女生的尖叫声甚至超过了男同胞的，还有更疯狂的，直接在那里大喊：姐姐，我要嫁给你，给个机会。舞台上的2人正如歌词那般，一个像热情似火的夏天，一个像成熟稳重的秋天。沈霞一头自然垂落大波浪，身穿一件十分亮眼的暗红色一字肩包臀裙，身材火辣性感。顾晨曦盘起了长发，穿着一袭灰蓝色的长裙，在灯光的照耀下，裙摆一闪一闪的亮着星星点点的璀璨光芒，冷艳高贵，好似一位不染凡尘仙子。2人性格习惯甚至穿着打扮都截然相反的美女，同台献唱的视频流传出去后，足够在交大的校园墙上火很长一段时间了。甚至还没上校园墙，已经有其他学院的人被2人这婉转动听的歌声给吸引到了现场，还有一些是看到各个学校群里发出的消息慕名前来的。商院前这片本就不大的草坪，此刻已经被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好在孔刘宿舍4人聪明，老早就抢占了一个不错的据点，没有被这突然增加的人群给遮挡住视线。孔刘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正在唱歌的顾晨曦，心想这家伙平时说话冷冰冰的，没想到唱起歌来声音还挺甜。想到这里，孔刘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抹笑容。杜宏远见孔刘如此忘我地看着舞台上的顾晨曦，嘴角上扬的比那 AK 还难压，立马拍了拍另外2人一起看孔刘那番花痴的表情。王琦和杜宏远对视一眼，开口道：这家伙还说自己和顾校花没关系呢。陈志睿却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过后，顾校花在交大的名气估计更大了，孔哥有点悬啊，你小子会不会说话？杜宏远在陈志睿的脑袋上敲了一下。陈志睿抱着头无辜地说道：我这是事实吗？杜宏远摸着下巴啧了啧嘴，觉得这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沉思了几秒钟后，他说道：不行，我们得帮帮老刘。另外2人看着他，异口同声道：啊，怎么帮？3人正在交谈之际，舞台上的歌曲也接近了尾声。沈霞和顾晨曦2人同时对着舞台前方的观众们鞠了一躬，然后沈霞拿着话题大声说道：现场的欢呼声好大，谢谢各位学弟学妹们这么给面子。此话一出，现场的欢呼声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有明星来学校开演唱会了呢。嘘！音乐停下的那一刻，沈霞突然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现场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此刻又如潮水般退去。等现场安静了，沈霞继续说道：首先，我代表商院学生会欢迎各位学弟学妹们来到中海交大，成为我们商院的。这公式化的结尾稿每年内容都差不太多，往年这个时候现场的人已经走了七七八八，但今年却大不相同。刚刚看表演的人现在一个都没在，全部安安静静地听着沈霞讲完结束语。那么本次新生晚会，沈美女看这边，沈霞同学，沈会长
看看我们。就在沈霞准备讲出圆满结束4个字的时候，安静的现场突然站出来3个显眼包，一边蹦跶一边大声的喊着。这3人正是孔刘的3个室友。沈霞当然也注意到了这3人，并且还隔着老远认出了穿得非常骚包的杜宏远。杜宏远这小子平时在班上没少干显眼的事情，这回突然跳出来，也不知道是想干什么。面对这种突发情况，沈霞心中也是一紧。如果他敢闹什么事情的话，自己肯定要在事后找他麻烦。沈霞这般想着，但表面上依旧是从容淡定的拿起话筒问道：“3位同学，还有什么事情吗？”我的室友孔刘，他想和旁边的顾女神合唱一首歌。孔刘唱歌很好听，但平时就在宿舍里哼哼，和他们去 KTV 的时候，孔刘次次都是麦霸。3个室友当然也是知道孔刘有这个本事的，不然他们也不会傻到把孔刘丢上台显眼。坐在地上的孔刘一脸懵逼的看着3人，他还没回过神来呢，3人就直接架起了他的手脚，硬生生把他以蹲坐的姿势给抬了起来，送到了舞台最前排。顾晨曦都关掉了话筒，就等着沈霞说完最后一句就拉着他一起下台呢。这突然的状况也把他给整得有些猝不及防，他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一旁的沈霞用手肘轻轻地撞了他一下，示意他不要担心，等下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看着孔刘被3个室友以如此滑稽的姿势抬到舞台前，那懵逼中还带着一丝傻气的蠢样，顾晨曦那原本还冷着的脸上居然露出了一抹好看的笑容。沈霞刚想以没有提前录入伴奏这个理由搪塞他们几人的时候，顾晨曦却突然伸手挡住了他的话筒。他有些错愕地看向了顾晨曦，顾晨曦却对他投来一个微笑，然后打开了原本关着的话筒，问道：“你想和我合唱？”“不。”他想。“对，日思夜想。”孔刘刚想开口拒绝，但嘴巴却被3人用手捂得死死的，他拼命摇头，想让顾晨曦看到自己是不愿意的。看着被捂住了嘴只能摇头晃脑的孔刘，顾晨曦又笑了，这次的笑容更好看了。如此近距离的看到高冷校花露出笑容的几人也是微微愣了一下。孔刘看着他的笑容，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妙的感觉。只见顾晨曦淡淡的开口道：“好啊。”第22章，欠我一首歌。孔刘惊了，现场的观众也惊了，就连顾晨曦的好闺蜜沈霞也惊了。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顾晨曦居然真答应了合唱的请求。只有3个显眼包，他们3人互相对视一眼，露出了胜利的表情，然后把孔刘直接扔到了舞台上。这奇葩的上场方式让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孔刘的身上。孔刘抿着嘴，一脸苦相的站了起来，朝着顾晨曦和沈霞微微点头，表示歉意。沈霞看着有些不情不愿的孔刘问道：“你能行吗？”刚问完，他又补充了一句：“算了，都这种时候了，不能行也得行。”顾晨曦平静地看着孔刘，问道：“会唱什么？”孔刘挠了挠头：“都行。”顾晨曦见孔刘在这种时候还要在自己面前嘴硬吹牛，也是啧了下嘴，说道：“认真问你呢，别等下当众出丑了。”顾晨曦还真误会了，孔刘可不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孔刘确实有音乐基础，小时候老妈想把他培养成童星，就找来各种辅导老师教孔刘唱歌跳舞，钢琴吉他琴棋书画，也不管他想不想学，愿不愿意学，一股脑全给他报了。老妈爱胡闹，他闲着也是闲着，虽然不太感兴趣，但还是很听话的学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也是从那时候起，孔刘就展露出了极高的学习天赋，还真就全部学会了。原本真的都快被母亲拉着当明星的他，后来遭遇了一次绑架，家里人不同意他抛头露面，这事也就黄了。后来孔刘他老妈就不带他学才艺了，改成学武术。一旁的沈霞问道：“小酒窝会不会？”孔刘点了点头：“会。”沈霞的目光落到了顾晨曦的身上：“那就这个吧。”顾晨曦也点了点，表示没有问题。沈霞拿起话筒说道：“各位同学，眼前这位小酒窝，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沈霞简单的说了几句之后，场面话之后，将话筒递给了孔刘，自己则是走下了舞台。一阵掌声过后，舞台上响起了小酒窝的伴奏。第一段就是男生部分，顾晨曦一开始还担心第一次上台的孔刘会紧张的卡不准点，毕竟上台表演和在宿舍里哼歌可不是一回事。我还在寻找。但孔刘一开口，顾晨曦的担心就瞬间消失了，那磁性的嗓音浑厚低缓，极具性感魅力，令人舒服。听着这歌声，顾晨曦心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这一刻，顾晨曦又想起了小时候那个救了自己的男孩，想起了那天夜里他鼓励自己时给自己唱的那首歌《虫儿飞》。也是这一刻，顾晨曦看孔刘的眼神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孔刘并没有注意到顾晨曦那古怪的目光。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唱歌，还是他来开头，孔刘此刻有些紧张，正因如此，他唱得格外认真且走心，所以也就没心情去看顾晨曦。孔刘的部分结束之后，顾晨曦举起了话筒：“幸福开始有预兆。”孔刘的目光落在了顾晨曦的脸上，今晚他化了一个很漂亮的妆，
让这张本就天生丽质的脸蛋更加的精致。唱歌时的她声音不再那么清冷，婉转动听的声音萦绕在孔刘的耳畔，也萦绕在现场每一个人的心中。接着是两人的合唱，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两人一唱一和，动听的歌声如同加了蜜汁的清泉一般，流淌在每一个听众的心中。仅仅是一首歌的时间，却让在场的大多数单身狗们都有了一种在谈恋爱的甜蜜感和幸福感。两人偶尔的眼神互动，更是让在场的众人狠狠的羡慕了。台下的人纷纷掏出手机，开始录像拍照。不出意外的话，今晚过后，孔刘在交大就要火了，估计还会有几十个不同版本的唱情歌学长的外号。所有人都听得入神，甚至音乐都停了，现场沉寂了好几秒钟，才突然爆发出了一股热烈的掌声和有些疯狂的欢呼声。热闹的场景甚至不输刚刚那首精心准备的压轴曲。不过要说欢呼声，孔刘的三个室友此刻正以一种癫狂的姿态脱下衣服，挥舞着手臂，站在人群中为他欢呼。顾晨曦转头看着孔刘说道：你这三个室友对你还真好。哈，孔刘尴尬的笑了笑，看着这三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家伙，孔刘心里那叫一个苦啊，让他们去要学妹微信是一个都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自己绑上舞台的事，他们干起来是一个比一个开心。顾晨曦对孔刘说道：我如愿以偿陪你合唱了，你现在得答应我一个事。啊？孔刘微微一愣，刚想开口解释，我也没想和你合唱啊。可顾晨曦似乎不想给他说话的机会，反倒是用一种命令的语气继续说道：等会晚会结束了，你给我唱首歌。什么歌？等会告诉你。顾晨曦说着拉着孔刘走下了台，剩下的收尾工作交给沈霞就行了。看着舞台上的顾晨曦拉着孔刘的手霸气地走下舞台，台下的观众又一次爆发出了疯狂的尖叫声。沈霞看着手牵手走下台的两人，露出了坏坏的笑容，说道：还说你俩没事，骗鬼呢。好了，现在整个商院不对，整个学校都知道你俩在谈恋爱了，懒得和你扯。顾晨曦白了沈霞一眼，然后把两个话筒塞到了沈霞手里，拽着孔刘就往外走。哎，你要带我去哪里啊？被顾晨曦牵着走的孔刘也是有些懵逼了。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给我唱首歌。顾晨曦的话刚说完，一大群大一的新生小迷妹就围了上来，直接把他堵在了舞台后面。女粉太疯狂，男粉只能在外围看着。顾晨曦没拽住，孔刘直接被挤了出去。此刻孔刘同样也被一群人给围住了，都是被他刚刚到歌声给圈粉的大一新生。好在孔刘有三个好室友，三人直接从人群中撕开一个口子，把孔刘给抬离了现场，真的是抬出去的。离开前，孔刘还看了顾晨曦一眼，顾晨曦张着嘴对他说了几句话，但现场太嘈杂，孔刘也没听清楚他说了什么，只从他的口型上大概猜到，意思是你欠我一首歌。第23章虫儿飞。今天是周六，原本孔刘可以美美的睡个懒觉的，但一大早他就被电话声给吵醒了，拿起手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孔刘接起了电话，有些起床气的说道：谁啊？电话那头是一个清冷的女声：你现在在哪？听到这个声音，孔刘先是一愣，随即回过神来，这是顾晨曦的声音，他的声音辨识度可太高了，再加上两人昨天晚上还一起合唱了一首，孔刘怎么会听不出他的声音呢？孔刘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号码，揉了揉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说道：我在宿舍啊，你是从哪弄来我电话号码的？顾晨曦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的对他说道：你现在下楼给我唱首歌。如果是普通小男生，一大早接到校花打来的电话，说有事情让他下楼，那人肯定就是屁颠屁颠的跑下去，毕竟对方可是白富美校花啊，能主动跑到男生宿舍来等自己何其有幸啊。但偏偏孔刘他就不是个普通人，他听到顾晨曦的话直接懵了，懵了几秒钟，他反问道：合着你一大早打电话骚扰我，就为了让我现在下楼给你唱歌？顾晨曦有些不耐烦的说道：快点，10分钟之后我在男生宿舍楼下等你。神经病，你等去吧，我要睡觉了。顾晨曦在孔刘心里好不容易才刷上去的那点好感度，这早上一个电话直接给干没了。孔刘有些无语的挂断了电话，顺便把手机关了机，然后继续睡起了觉。但孔刘似乎低估了顾晨曦，原以为他打不通电话之后就不会继续骚扰自己了，现实却并没有如他所愿。10分钟之后，顾晨曦真的拉着闺蜜来到了男生宿舍的楼下。沈霞也是有些不解，这大小姐一大早上抽什么风，一觉醒来就催着她帮忙找人要孔刘的联系方式，然后打完电话就拽着她往男生宿舍楼下跑。孔刘的电话关机了，顾晨曦打不通，她差点还想硬闯男生宿舍，好在沈霞把她拦了下来，然后沈霞借着副会长的身份找了2个学生会的男生去孔刘的宿舍叫他出来。孔刘都快睡着了，结果一阵敲门声又把他给吵醒了，他又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宿舍里另外3个家伙，他们睡得跟死猪一样，根本不带醒的，只能自己下床去开门了。
看着两个人陌生的男生站在宿舍门口，孔刘问道：“你们找谁？”一个男生礼貌地问道：“请问孔刘学长是这个宿舍的吗？”孔刘皱了皱眉，有些疑惑：“我就是，怎么了？”另一个男生立马接话道：“孔刘学长，楼下有人找你。”没完了是吧？想都不要想，楼下的人肯定是顾晨曦。孔刘有些不悦地摆了摆手，说道：“跟他说我没空。”孔刘说着就要将门关上，但门把却被那两个男生给握住了。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孔刘说道：“学长，你不下去的话，我俩就要挨骂了，你就当帮帮我吧。”孔刘刚想爆粗口，但看着两个无辜的小学弟，终究还是心太软了呀。等我一会。虽然很不想下楼，但孔刘还是答应了。换了一身衣服，孔刘跟着两个学弟一起下了楼，隔着老远他就看到了站在男生宿舍门口的顾晨曦和沈霞，以及死死的盯防他俩硬闯难寝的宿管阿姨和零零星星的围观群众。在男生宿舍楼下闹幺蛾子的小情侣宿管阿姨这么多年也是见过不少，但像顾晨曦这种长得这么漂亮的小女生来男生宿舍楼下闹，还真是很少见的。所以他的心里也很好奇，这么漂亮一个小姑娘，到底是被哪个坏男人给糟蹋了，这一大早就跑到男生宿舍来堵人。没等孔刘走到门口，顾晨曦就迎了上来，说道：“给我唱歌。”孔刘在宿管阿姨奇怪的目光下，苦笑着对顾晨曦说道：“大小姐，我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又跑不掉，你就非得急着一大早喊我下来唱歌吗？”顾晨曦原本确实是不着急的，毕竟他和孔刘一个班，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每天晚上他还去自己家里给妹妹当家教，自己想听她唱歌，什么时候都行。但昨夜他又做了那个梦，梦里小男孩一直在给他唱《虫儿飞》，所以他一觉醒来，趁着梦中的记忆还很清楚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孔刘确认他到底是不是小时候救了自己的那个小男孩。而此刻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孔刘，顾晨曦愣了一下，他似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想了想，说道：“你给我唱《虫儿飞》，我请你吃早餐。”虫儿飞？孔刘微微蹙眉，反问道：“为什么是这首歌？”顾晨曦霸气地摆了摆手，说道：“别管，唱就是了。”孔刘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反问道：“在这？”顾晨曦却点头催促道：“你昨天在台上都行，这才几个人，快点唱。”好吧好吧。孔刘也懒得多问，清了清嗓子，唱起了顾晨曦要的《虫儿飞》。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顾晨曦闭上了眼睛，细细地聆听起了歌声。沈霞虽然不明白这小两口一大早在这演什么偶像剧，但也没敢插嘴，就在一旁安静地当吃瓜群众，顺带在心里夸赞了一下孔刘唱歌好听。而此刻有不少的吃瓜群众已经掏出了手机，开始录视频了。孔刘一大早在男生宿舍给顾校花唱《虫儿飞》的视频立马就被人发到了校园墙上，相信过不了多久，这条视频也会和昨天晚上那条爆火的合唱视频一样，成为交大的头条新闻。这短短几天时间，孔刘和顾晨曦两个人都快成明星了，校园10个头条新闻8个都是关于他俩的。孔刘唱歌时，顾晨曦听得很认真，他努力地把孔刘的声音和梦中小男孩的声音做对比。一开始他感觉这声音很像，后来越听越不像了，最后他自己都快糊涂了，以至于孔刘歌都唱完了，他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回过神来。第24章，水中月是天上月。昨天晚上的孔刘唱小酒窝的时候，真的让顾晨曦有一股熟悉的安心感，可今天孔刘唱出虫儿飞的时候，顾晨曦却又觉得声音十分的陌生。他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当他再次睁眼看着站自己面前的孔刘时，冷静下来的他突然觉得自己今天的行为有些荒唐。其实自己的父母当年找过办案民警要过那个小男孩的联系方式，但小男孩的资料却跟消失了一样，就连警察都查不到。后来家里动用关系调查，依然没有查到这个人，再后来事情才不了了之的。警察都查不到的人，他居然妄图用一首简单的儿歌就凭感觉找到。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如此的愚蠢和莽撞。啪啪啪啪，也不知道是谁鼓了鼓掌，周围的吃瓜群众也跟着鼓起了掌。到最后就连宿管阿姨都开始鼓掌了。他说：“小伙唱歌确实不错呀，干嘛惹女朋友生气呢？”听到宿管阿姨的话，孔刘有些哭笑不得，但此刻这场景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顾晨曦目光有些失落地对孔刘说道：“收款码打开。”啊！孔刘有些不解，但还是照着他的话把手机开了机，然后打开了收款码。顾晨曦直接给他转了500块钱。谢谢你的哥，请你吃早餐，打扰了。顾晨曦说完这话之后，拉起了沈霞的手，离开了现场，留下孔刘拿着手机，一脸懵逼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莫名其妙，孔刘将手机揣进了兜里。被吵醒2次的他，睡觉肯定是睡不着了。他决定去食堂吃个早餐。沈霞看着情绪突然变得有些失落的顾晨曦，疑惑地问道：“小溪，你怎么了？”没事。顾晨曦抿着嘴，摇了摇头，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其实此刻的他有些迷茫，网恋男友也好，让孔刘唱歌也罢，究其根本都是因为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让他感觉到了安心。而现在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我一直在寻找的，到底一个救过我的人，还是在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安心？如果孔刘真的是小时候救过我的男孩，那我会喜欢他吗？肯定会吧。那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还是单纯的因为他小时候救过我，我有了一层救命恩人的滤镜，所以喜欢他呢？况且我如果真的喜欢上孔刘了，那我的网恋男朋友又算什么呢？顾晨曦就这样陷入了一个难以自解的漩涡之中。顾晨曦回宿舍收拾了一下东西，拎着妹妹送给自己的新挎包，拿上了车钥匙。心情不好的他决定回家待2天散散心。刚到家，顾晨曦就看到坐在沙发上打着游戏的妹妹。心情不好的他决定拿老妹当出气筒，于是他教训道：“又在这里打游戏，作业写完了吗？”“早写完了，昨天晚上孔哥哥辅导我做完的。”顾晨轩挺直腰板，一副我有理，我不怕你的自信模样，看着姐姐。“写完了也不许玩。”顾晨曦敲了一下妹妹的脑袋，说道：“打游戏伤眼睛。”然后把她的手机抢了过来，自己接着打起了那把游戏。让顾晨曦惊讶的是，自己一个高段位的玩家，打妹妹的号居然有些吃力，最后居然输了。他问道：“你不是连排位都没开吗？为什么匹配的对手这么厉害？”顾晨轩骄傲的点了点头：“那当然，最近可都是孔哥哥在带我玩。”“孔刘带你打游戏？”顾晨曦一听，立马皱起了眉头。“啊，没有。”顾晨轩立马捂住了嘴。孔刘明明提醒过，让他不要在他姐姐面前说他带自己打游戏的事情，刚刚自己却说漏嘴了。顾晨曦一脸狐疑的看了看妹妹，然后退出了游戏结算界面，直接打开了他的主页，查看起他的历史战绩。顾晨轩想把手机抢回来，但已经来不及了。顾晨曦一看妹妹最近的历史战绩全是双排，刚想发火的他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带自己妹妹打游戏的那个账号 ID 居然也叫别怕有我在。顾晨曦看着那熟悉的 ID 名字，突然瞪大了眼睛，点开了那个 ID 的主页。下一秒，顾晨曦浑身一颤，这是孔刘的账号。顾晨轩看到姐姐的反应，还以为姐姐是真的生气了呢，立马低下头，老老实实的说道：“姐姐，你别赶走孔哥，他带我打游戏都是在课后。”都这种时候了，顾晨轩还想帮孔刘说情，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哥哥。但此刻的顾晨曦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脑海中网恋男友、讨厌的男同学以及童年时的那个小男孩，三者在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在这一刻好像3个梦幻般的泡影全部聚到了一起。梦幻的泡影在聚拢的一瞬间又破碎了，而他心中的迷茫也在这一刻彻连同那泡影一起从脑海中消散了。那破碎的泡影里已然站了一个人，这一次他终于看清楚了那个人的脸。顾晨曦激动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着，他明白了，他彻底明白了，也许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直到现在他才发现，他早上思考的问题其实根本就是矛盾的不存在的东西，因为他从始至终喜欢的都是同一个人啊。他把手机还给了顾晨轩，说了一句：“放心吧，我不赶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我怎么会赶他走呢？”“不。”顾晨曦在妹妹的额头上用力的亲了一口，说道：“谢谢你，我的好妹妹，姐姐爱死你了。”说完，顾晨曦就拿着手机跑出了门，开着他的保时捷，一脚油门直奔学校。被姐姐亲了一口的顾晨轩还处在震惊之中，没反应过来。他摸着被亲的位置，看着汽车的尾气，自言自语道：“他不是刚回来吗？我姐疯了，还是我疯了？”第25章，眼前人是心上人。他担心姐姐会去学校找孔刘的麻烦，于是立马给孔刘发去消息：“孔哥哥，我姐疯了，你今天最好躲着她。”正在图书馆看书的孔刘看到顾晨轩发来的消息，有些懵逼，缓缓地打了一个，但顾晨轩却没再给他回消息了。顾晨轩有些心虚，他不敢把2人打游戏被姐姐发现了这事告诉孔刘，因为他担心孔刘知道了以后就不带他打游戏了，所以就没继续发消息。孔刘刚给顾晨轩发完消息，紧接着他又收到一条消息，是顾晨曦用西西的账号发来的：“宝宝，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见面啊？”孔刘犹豫了几秒钟，回道：“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现实了就是个臭屌丝，是你讨厌的那种男生。你有男生追肯定长得也不差，你不会喜欢我这种男生的。”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了。事实上，孔刘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不想和顾晨曦坦白2人网恋这事，可能只是单纯的害怕尴尬吧，毕竟2人还要在一个班级度过剩下的3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多尴尬。孔刘的消息发出去之后，很快便有了回信：“我们见面吧，你就是丑八怪，我也喜欢你。”看着顾晨曦这条消息，孔刘有些慌了，这是铁了心要和他见面啊。孔刘仔细的思考了好一会，才回道：“宝宝，
咱要不再缓缓，等我做好准备了再见面吧。对面立马问道：为什么？孔刘继续回道：我想多赚点钱，等有钱了再和你见面。你也不会喜欢上一个约会的时候连车费和饭钱都付不起的男生吧？孔刘觉得自己这个借口非常的好，只要自己一直说没钱，他就不会催自己面积了。顾晨曦但凡说我有钱，我来付之类的话，孔刘就会立马用我有尊严，不吃软饭来回答对方。孔刘觉得大不了两个人吵一架，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互删，这也比见光死好的结果要好。反正孔刘是不相信顾晨曦会喜欢自己，特别是想到今天早上他对自己那冷漠的态度，孔刘更加坚定地相信顾晨曦还是很讨厌自己。把车停在路边和孔刘发消息的顾晨曦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第一个想法也确实是我有钱，我来付。字都打好了，刚想发出去，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此刻顾晨曦的内心情绪非常活跃且复杂。孔刘小时候救过我，那他肯定也还记得我。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从大一迎新晚会的时候就已经认出我了？他原本是想和我相认的，但他突然发现我原来不是普通女孩，所以他又不敢相认，还故意在同伴面前诋毁我，让我记恨上他，这样就能防止我会爱上他了。但其实他内心里还是喜欢着我的，所以他就用打游戏的方式接近我，还故意和我网恋，然后以这种方式偷偷关心我，保护我。不愿意和我相见的原因，一定是因为顾虑我们俩人的身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才那么努力的想要赚钱。天啊，原来他这么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能体面一点的和我约会，而我之前还以为他是个眼里只有钱的人。仔细想想，他给我妹妹当家教，其实也是在故意接近我，对吧？对，一定是这样的。他不愿意坦白身份，肯定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这样，那我也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好了。在顾晨曦胡乱的一通脑补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似自洽的逻辑来说服自己，为什么孔刘不愿意和他面基了。但他似乎忘记了几个很重要的点，是他主动拉孔刘打的游戏，也是他吵着要当孔刘女朋友的，就连家教的信息都是他匿名发在校园墙上的。从始至终，孔刘都是被动的一方。但顾晨曦已经顾不得思考这么多了，感性已经占据了大脑。他现在就是觉得孔刘是故意隐藏身份，默默守在自己身边的。既然孔刘对见面的事情有顾虑，那顾晨曦也决定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反正他现在已经知道孔刘就是他的命定之人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思考良久，顾晨曦给他回了一条：好，我等你。孔刘看着顾晨曦发来的消息，着实也没想到顾晨曦居然会这么回答，于是他发了个挣钱养家的表情包过去。爱你，老公。顾晨曦发完这条消息之后就关掉了手机，再次启动了车子。老公。孔刘有些愕然地念出了这两个字，这是顾晨曦第一次用老公来称呼自己，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喊自己宝宝的。不过他愿意等就等着吧，和他面基这种事情能拖就拖吧，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但至少现在是不能见的，起码要让关系回暖一点，再考虑要不要和他坦白。孔刘心里这般想着，他放下手机继续看起了桌上的书。此时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顾晨曦已经发现了他的身份。孔学长，你边上的空位有人坐吗？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看书的孔刘又被打扰了。一个穿着 JK 制服、扎着马尾、打扮得十分精致的少女，手里抱着一本书，站在他的面前，一脸娇羞地看着他。面对眼前这个可爱的少女，孔刘的面色平静的仿佛对方是个男的，根本让他提不起一点兴趣。因为他已经记不清楚这是今天第几个找借口接近他的女生了。自从昨天晚会上那首小甜歌被挂到校园墙上之后，孔刘的班级姓名、社交软件账号以及个人照片就被他们一并扒了出来。今天白天就有不少女生加他的账号，女生也就算了，甚至还有男的也加他。无奈之下，孔刘只好把自己的社交账号设置成了不能被加的状态。孔刘看了他一眼，目光落到了他手里拿着的书，说道：这里没人坐，但是如果你拿着一本人体解剖学坐在我边上看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害怕。少女有些尴尬的把随手拿来装样子的书给藏到了身后，不好意思的说道：其实少女慌慌张张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精心准备的情书，想要塞给孔刘。我其实有女，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的人吗？孔刘刚想用自己已经有女朋友这个借口来搪塞少女，女子还没喊出来呢，就听到了冷清的声音。两人同时看向了声音响起的方向，一道窈窕的倩影正朝着他们走来。顾晨曦。第26章，奇怪的他。顾晨曦走到了少女的面前，高挑的他低着头，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着少女。在顾晨曦那强大的气场下，少女紧张的根本不敢抬头，更是不敢开口说话。此刻的顾晨曦宛若一只高贵的白天鹅，昂着雪白的脖颈，以一种极其高傲的姿态在打量着一只丑小鸭。穿着制服精心打扮的少女自然很漂亮，但是和顾晨曦那素颜就足以张艳压群芳的盛世绝颜相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
光是他身上那股子高贵的气质，就足以甩少女108000里。嗯哼，顾晨曦轻哼一声，昂起了脑袋，冷声的质问道：“你想追我男朋友？”少女连连鞠躬，诚惶诚恐的说道：“对不起，顾学姐，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行了。”顾晨曦打断了她的话，轻轻摆了摆手，懒得听你解释，你走吧。谢谢学姐。少女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现场。你……坐在位置上看完全程的孔刘张着嘴巴，有些错愕。顾晨曦原本冰冷的目光落到孔刘那张脸上的时候，瞬间就温柔了起来。他抿着嘴，露出一个好看的笑容，说道：“可别误会，上次你假扮我男朋友，帮我赶走讨厌的追求者，这次换我帮你，咱俩算扯平。”顾晨曦说着，坐到了孔刘身边。孔刘听到他的解释，苦笑了一下，说道：“那我可谢谢你了。”不用谢。顾晨曦摆了摆手，说道：“如果你真想谢我的话，就陪我去吃晚饭吧。”啊！孔刘听了顾晨曦的话，愣了一下。顾晨曦还以为孔刘是出不去饭钱，于是特意强调了一下：“饭钱我出，你陪我吃就行了。”孔刘有些不解地问道：“你干嘛突然要我陪你吃晚饭？”顾晨曦咬着嘴唇，想了想说：“我帮你赶走了烦人的追求者，这个理由够了吗？”孔刘又问道：“那为什么是你出钱请我吃饭？”因为顾晨曦又想了想，说道：“因为我今天早上说要请你吃早餐，但是我没跟你一起去。”孔刘指着手机说道：“但你不是发了早餐钱给我吗？”哎呀！顾晨曦黛眉微微一蹙，气鼓鼓的焦责道：“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陪我吃饭，你答应就好了呀。”行吧。看着第一次用如此奇怪的语气和自己说话的顾晨曦，孔刘有些不适。孔刘第一次觉得顾晨曦是如此的陌生，上一秒还像一座冰山一样，光气场就能冷死人的顾晨曦，现在却突然撒起了娇，不管换谁来都会很难适应吧。孔刘看着手机上的时间，问道：“现在才2点钟，你要不先出去逛逛，吃晚饭的时候再来找我，或者我去找你？”孔刘说出让顾晨曦来找自己话后，怕他会生气，立马又补充了一句自己去找他。顾晨曦却摇了摇头说道：“我下午没什么事，正好就和你一起在图书馆看书吧。”顾晨曦像是宣示主权一般的将自己金贵的奢侈品手提包放在了孔刘的边上，然后站起身说道：“你等我一下。”说完，他就跑到书架前找起了书，找了好一会。顾晨曦抱着2本小说走了回来，又坐到了孔刘的身边。“你看你的，我看我的。”顾晨曦说着，把书放在了桌上。孔刘瞥了一眼，最上头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我才不会喜欢上你》，看书名就知道是那种言情玛丽苏文，放在书架上他肯定是碰都不会碰一下的那种。孔刘没想到顾晨曦这种大小姐也会看言情玛丽苏小说呢。顾晨曦竖起3根手指头，一副要发誓的模样，十分认真的说道：“放心，我很安静，绝对不打扰你。”行。孔刘看着对自己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的顾晨曦，他一时之间还是没办法适应，索性什么都懒得想了，拿起书继续看了起来。坐在他旁边的顾晨曦可没看书的心思，他撑着脑袋，目光全部落在了孔刘的身上，眼睛、鼻子、嘴巴，真的和小时候好像。我怎么会这么笨啊？他明明和我当了1年的同学，我居然现在才发现。顾晨曦，你蠢死了！怪不得之前他牵着我跑的时候，我会有那种错觉，原来不是错觉啊！嘿嘿。孔刘本想继续投入知识的海洋，但就是看不进去，总感觉周围的环境好像有些不安全。他抬起头，目光对上了正紧紧盯着自己看的顾晨曦。此刻的他嘴角正挂着痴痴的笑容，那眼神仿佛要把自己吃了似的。看着他那泛花痴似的表情，孔刘突然有些心慌起来，也难怪他没办法专心看书。嗨！孔刘的轻咳声让顾晨曦终于回过神来，他歪了歪脑袋，问道：“怎么了？”孔刘说道：“你如果不想看书的话，也别勉强自己，可以出去逛逛的。”顾晨曦立马反应了过来，问道：“是不是我影响到你看书了？”“可能有点。”孔刘倒也不拐弯抹角，顶着被骂的风险说出了事实。奇怪的是，顾晨曦没有生气，反倒是一脸歉意的双手合十，说道：“那我不看你了，我好好看书。”说完，顾晨曦就把头埋进了书里。孔刘却发现了，他透过书角依然在用余光注视着自己。他有些无奈，但顾晨曦不愿意走，他也不好再赶了，毕竟图书馆也不是自己家开的。孔刘继续看起了书，时间长了他也就习惯了。顾晨曦坐在孔刘身边倒是也有个好处，这一下午时间居然没有一个人来骚扰他了。也对，哪个女生会这么自不量力呢？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好闻的如兰花般淡雅的清香萦绕在他的鼻尖，直到这时，孔刘终于回过神来。孔刘顺着香味的方向看去，顾晨曦居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那2本言情小说直接成了他的枕头，
那股淡雅的清香就是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的。他的手里抱着小说，脸朝着孔刘的方向，就这么趴着，眼睛微微闭着，弯弯的睫毛在面颊上投下2道扇形的阴影，随着粉嫩水润的嘴唇的呼吸，似乎如蝶语一样在同频率的轻轻颤动。这张被天使吻过的脸蛋，好似上帝的艺术品一般，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如此的完美。孔刘看着熟睡的顾晨曦，怔怔的有些出了神。叮咚，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消息声并没有吵醒正在睡觉的顾晨曦。孔刘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是宿舍群发的消息，杜宏远问他在哪。孔刘挡住了顾晨曦的脸，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群里，然后群里就炸开了锅。想都不用想，他们又在批斗自己呢。孔刘直接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关掉了聊天软件。看着顾晨曦好看的睡颜，孔刘一个没忍住，又用手机偷拍了一张没遮脸的照片。哪知道手机自带的相机没关闪光灯。你在偷拍我？第27章，今晚吃啥？其实顾晨曦在孔刘第一次偷拍他的时候就醒了，他在装睡，他想看看孔刘会对睡着的自己做什么。结果这个笨蛋就偷拍了他2张照片，拍照还忘记关闪光灯了。我没有。孔刘说着，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将手机藏在了身后。不信。顾晨曦坐直了身子，看着孔刘慌乱的模样，眼中带着些许玩味。他伸手扯住了孔刘的衣领，手臂一用力，孔刘就被他从椅子上扯了起来。为了保持平衡的孔刘立马伸出双手，按在了顾晨曦椅子两边的扶手上，身子微微前倾，脸直接凑到了顾晨曦的面前。顾晨曦那张漂亮的脸蛋在孔刘的眼前突然放大，眼看就快要贴在一起了。孔刘立马压低重心，勉强让自己保持了平衡，站定了身子，这才让自己没有整个人都倒进顾晨曦的怀里，还是脸贴脸的那种。顾晨曦看着极力保持平衡，甚至还想往后退的孔刘，心里在想，你再靠近我点会死啊。他昂着脑袋，一双漂亮眼睛轻轻上挑，看着他柔声说道，来，手机给我看看。不知道是不是孔刘的错觉，他感觉顾晨曦的说话声中带着一丝丝妩媚和几分轻佻，像是故意在挑逗自己。孔刘盯着他的眼睛，他有些失了神，感觉身子都有些僵住了。这一刻的他似乎能理解被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用眼神石化是一种什么感觉了。顾晨曦的眼睛是那种微微内双的丹凤眼，眼型细长，眼尾上翘，这种眼型天生就带着一股子高冷的气质，再加上顾晨曦看人的时候目光总是那么冷漠，就更加给人一种清冷孤傲的感觉。孔刘突然发现，此刻的顾晨曦眼里竟没了冷漠，他的眼里眸光潋滟，眼波流转。错觉，一定是错觉。孔刘心里这样想着，更加紧张了。他把手机死死藏在身后，说道，真没拍，你放心。他觉得只要顾晨曦没看到手机里的照片，自己打死不承认就行了。要是顾晨曦看到自己偷拍了他睡觉的照片，那估计他又要在他的记仇本上给自己的名字上多画上一笔了。顾晨曦看着脸色涨得通红的孔刘，心想，这小结巴逗他一下就脸红成这样，那我要是现在亲他一口，不得直接成哑巴了。不过害羞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嘿嘿。噗嗤，顾晨曦粉唇轻轻一抿，淡淡的笑了一下，松开了孔刘的衣领，白皙纤细的手掌轻轻的抚着他的胸口，顺势把他推回了椅子上。逗你玩呢，瞧你紧张的。孔刘有些错愕的看着顾晨曦，一时之间还没从他的笑容里缓过神来。他的手掌按着刚刚顾晨曦手掌摸过的位置，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扑通扑通的跳着。是什么呢？是他的心脏。他的心跳的好像有点快，而且还在难以控制的继续加速。顾晨曦轻轻的用手掌揉了揉自己睡得有些泛红的小脸蛋，问道，书看完了吗？可以陪我去吃晚饭了吗？行。孔刘点了点头，起身说道，我去还书。说完，他拿着书和手机就跑得没了影子。孔刘躲在顾晨曦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的把刚刚偷拍的那2张照片放进了私密相册里，本来是想躲着删掉的，但犹豫了好一会，孔刘还是没删。毕竟校花睡着的照片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拍到的了，还是留着吧，说不定哪天我又惹他生气了，还能用这张照片威胁一下他呢。孔刘有些腹黑的想着，将借来的书放回原位。与此同时，手机又响了一声，是西西给自己发来的消息。他问孔刘，宝宝，我遇到了一个世纪难题。这里要提一下，孔刘 QQ 和微信都有2个号，大号里全是家人亲戚，还有一些非常要好的好友同学，小号则是用来加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和学校的群，还有就是打游戏的时候登录用。西西就是用小号加的，毕竟一开始也是打游戏认识的。现在想想，孔刘还有些庆幸自己当初没拿大号加顾晨曦，不然就见光死了。事实上，西西也是顾晨曦的小号，一开始西西只有 QQ 号，是他创出来专门打游戏用的，后来和孔刘网恋了之后，他又创了个微信小号，谁都不知道里面就孔刘这一个人。这也是2人网恋1年了都没发现对方是自己同班同学的原因。
孔刘打字回道：什么世纪难题？顾晨曦回道：我不知道今晚该吃啥。下面还配了个表情包，小猫酷酷。孔刘看着他发来的消息，心想：你自己都不知道想吃什么，居然还催着让我陪你一起吃饭。其实顾晨曦是想用网恋女友的身份套孔刘的话，问出他今晚想吃什么，然后带他去吃。这不，顾晨曦又发来一条消息：宝宝，你平时晚饭都吃什么呀？期待应。孔刘直接回道：学校一食堂对付2口就回宿舍了。一食堂靠近男生宿舍，主打的就是一个量大管饱还便宜，但是难吃。一食堂的食客基本上都是男生，先有女生去，所以一食堂又被交大的学生戏称为少林寺。与之对应的是靠近女生宿舍的3食堂，3食堂的东西好吃，但是价格也偏贵，而且3食堂里全是美女，吃饭的时候看美女食欲都好了，堪称男人的天堂。还有一个2食堂靠近教师公寓，价格和味道都还行，是3个食堂里性价比最高的，但是也是最远的一个食堂，一般都是学校的老师在里面吃，要不就是在附近教学楼里上课的学生去吃。顾晨曦看着他发来的消息，黛眉微微一蹙，有些心疼孔刘。他为了存钱，平时都在学校吃啊，还是一食堂，虽然没吃过，但听说里面的菜很难吃。顾晨曦心里想着，立马回道：宝宝，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也不用为了攒钱见我这么拼命了，我慢慢等，没关系的，不着急。爱你呀。攒钱？可我去一食堂吃饭只是因为懒得绕远路啊。他不会真的信了我攒钱和他约会这个借口吧？孔刘心里想着，他突然觉得顾晨曦好像也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精明，自己如此错劣的借口他都信以为真了，好单纯，良心突然痛了一下，就一下。孔刘回道：好。顾晨曦又问道：你平时就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食物吗？火锅、烤肉、西餐、中餐或者自助餐？孔刘回道：好像没有。看着孔刘发来的消息，顾晨曦直接语塞了。孔刘看着聊天记录发，想了想又回了一句：如果非要从这几个里面选的话，中餐吧，平时和同学出去聚餐都是在学校小吃街的大排档或者土菜馆里吃些小炒菜。顾晨曦立马就回信息：宝宝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好今晚要吃什么了，谢谢宝宝，么么哒。孔刘，不用谢，我要陪别人去吃饭了，宝宝你也快去吃饭吧。顾晨曦，什么人？男的女的？狐疑啊，一个特别的朋友。孔刘没有直接说男女，用了一个巧妙的借口搪塞了过去。总不能说是陪你吧？孔刘心里想着，收起手机朝顾晨曦走去。看到这条信息的顾晨曦也是抿嘴一笑，心中更加认定了孔刘知道自己是他网恋女友。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孔刘，顾晨曦也拿起了手提包，说道：走吧。第28章回家了。顾晨曦开着车带着孔刘来到了市区一栋非常有旧中海风格的3层欧式小洋楼门前。这个小洋楼叫做和平官邸，是旧时华夏4大家族陈家陈先生的旧宅，现在是一个私房菜馆，里面只有8个包间，而且需要提前1天预约。孔刘最喜欢吃里面的私房白切本地鸡和天山雪莲炖乳鸽。如果你要问孔刘为什么对这家私房菜馆了解得如此清晰透彻，那么他会告诉你，这尼玛是他家的产业。孔刘心想，好家伙，吃个饭直接吃回家了。自己要是跟顾晨曦进去了，那他在学校里好不容易隐藏了的身份不就曝光了吗？已经下车的顾晨曦看着还坐在副驾驶发呆的孔刘，走到副驾驶，一把打开了车门，对他说道：下车呀，我们到了。孔刘坐在车上，装傻充愣地问道：不是去吃饭吗？这附近也没有饭店啊。这就是呀，我们去吃私房菜。顾晨曦听了孔刘的话，笑着指了指身后的小洋楼，快点，走啦。顾晨曦说着，竟然还弯腰进副驾驶，伸手帮孔刘拔掉了安全带。他柔顺的发丝调皮地飘到了孔刘的鼻尖，那好闻的兰花香气瞬间萦绕在了他的鼻尖，发丝还在撩拨他的鼻子，弄得他鼻子痒痒的，浑身上下一阵酥麻。顾晨曦侧过头看着孔刘，两人的距离又一次如此的接近。他说：我都帮你解开安全带喽，难道还要我把你抱出来吗？孔刘只感觉脸有些发烫，目光不好意思的从顾晨曦的脸上移到了其他地方，不对劲。顾晨曦今天很不对劲，非常不对劲。顾晨曦看着被自己一句话撩拨的又脸红了的孔刘，笑着站直了身子。脸红归脸红，孔刘依然没有下车的意思。他说：这里面应该很贵吧，我们要不还是换个地方吃吧？你别管，反正我请客。顾晨曦说着，十分霸道的伸手一把将孔刘从车里拽了出来，拉着他就朝着小洋楼里走去。孔刘跟在后面，慌忙的用手挡着自己的脸。一进门，气质姣好的女门迎立马迎了上来：您好先生、女士，欢迎光临和平官邸，请问有今天的预约吗？女门迎可能是新来的，并没有认出孔刘，只是微笑着询问两人有没有预约。
没有。面对外人，顾晨曦还是那冷冰冰的模样。他问：没位置了吗？他之前和家里人在这家私房菜馆吃过一次，感觉味道不错。孔刘说想吃中餐，他才临时起意决定来这里的，也不存在提前预约的可能。没有预约吗？门银一听两人没预约，脸上立马露出了为难之色。那很抱歉呢，小姐。孔刘扯了扯顾晨曦的衣角，说道：那还真是遗憾呢，我们换一家吃吧。不用，就这家。顾晨曦摆了摆手，然后从包里掏出几张红色钞票，折成三角形，塞到了女门营制服胸口的手帕口袋里，问道：可以让你们经理来一下吗？来这里吃饭的都是有钱人，女门营长得漂亮，服务态度也好，平时当然是收过小费的，但大多是些找零的钱，像顾晨曦这种三句话没说完就塞好几张红钞票当小费的还真少。看着顾晨曦如此阔绰的手笔，女门营也不敢怠慢，收了钱的她态度变得更加谦卑谄媚，笑着安排两人在大厅的沙发坐下之后，她就跑去找经理了。1分钟不到的时间，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就从里屋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他跑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顾晨曦，而是因为孔刘。二人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好在监控室里面，看到自家少爷来吃饭，女门营却让他们坐在大厅的沙发，他吓得立马从监控室里跑了出来。少！经理一边跑一边想开口喊孔刘少爷，可话到嘴边就看到站在顾晨曦身后的孔刘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还瞪了他一眼，警告他不要乱说话。他能混到经理的位置，也不是没有眼力劲的人，立马就明白了孔刘的意思。于是他将目光转向顾晨曦，鄙人是这里的大堂经理王武，请问两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顾晨曦抿着嘴说道：我们没有提前预约，但是想在这吃个晚饭，可以吗？我们不介意多付一些服务费。王武一听这话，立马确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测，少爷这是在隐藏身份追女孩子呢，幸好我刚刚及时住口了，不然这工作就保不住了。想到这，王武立马感觉自己背后凉飕飕的，汗流浃背了把小老弟。见王武还在思考，顾晨曦又说道：如果实在没有空位置的话，有。王武没等他说完，就连忙开口道：我们还有一个 VIP 包间，预约的客人没时间来，刚刚打电话退掉了，我现在就带二位去。行。在大堂经理王武的带领下，两人一起来到了3楼的 VIP 包间。说是 VIP 包间，其实整个第3层就只有一个房间，平时不对外开放，只接待孔家自己人。顾晨曦看着这能坐下20-30个人的大圆桌，问道：这桌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我们就2个人。孔刘指了指不远处的窗台，没事，那边还有张小点的桌子。顾晨曦一看还真是，便问道：哎，你怎么发现的？孔刘挠了挠头，我眼神比较好。落座之后，顾晨曦把菜单递给了孔刘，对他说：想吃什么随便点，不用为我省钱。孔刘立马摆手说道：这种饭店我没来过，还是你来点吧。没事，说了随便点。两人互相谦让了几下，最后菜单还是落到了孔刘手上。他看了一眼还站在旁边的王武，直接把菜单给了他，要不经理替我们点几个招牌吧。哎，行。王武听到孔刘喊自己经理，心中那叫一个诚惶诚恐啊！我什么身份，还能被少爷如此称呼，简直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今晚我一定要好好表现，让少爷抱得美人归。王武心里想着，弯腰90度接过菜单，连连点头说道：那我给两位推荐一下咱们家的。孔刘摆了摆手：不用推荐了，你看着上吧，我相信你。好的。王武一听，心想：少爷这是在点我呢，他如此相信我，那必须和他安排一套豪华烛光晚餐。心里想着，他立马转身跑走了出去。顾晨曦看着王武离开的背影，说道：这大堂经理态度还不错。话音刚落，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美女店经理亲自端着果盘和餐前甜点走了进来。两位实在抱歉，门营小妹是新来的，不懂事，招待不周，还望见谅。这是送2位的餐前甜点，请2位慢用。店经理这话看似是和顾晨曦说的，实际上却是讲给孔刘听的，因为自己店经理的身份孔刘知道，所以他就没在顾晨曦面前介绍。顾晨曦点了点头，说了一句谢谢。店经理放下了手里的水果和甜点，然后笑着看了孔刘一眼，没有多做逗留，转身离开了包间。顾晨曦也注意到了刚刚那一幕，他顿时醋意大发，心想：敢看我男人，早知道就不在这里吃了。哼。第29章，我是学生，快送我。两人基本上没怎么等，菜品就一道接着一道的端了上来。孔刘心中不禁疑惑了起来，他知道的，店里的菜都是前一天预定的新鲜食材运送到店，而且所有的菜也都是后厨现做的，每一道菜的工序都不简单，不可能如此快就上菜。事实上，这些都是王武安排的，他怕孔刘等急了会不乐意，就把原本应该先给其他桌预约的菜全部送到了孔刘这里。反正孔刘没有点菜，后厨什么菜做好了就直接往他们那端。王武还特意挑选了店里最漂亮的几个女服务员给两人服务，他们上一道菜，王武就在一旁介绍，这是甜言蜜藕
和爱情一样甜甜蜜蜜，鸳鸯戏水烤乳鸽，比喻两人长长久久，这是情比金坚蟹肉羹。行了。孔刘听着王五在那里瞎报菜名，还把莫须有的东西和爱情挂钩，满头黑线的摆了摆手，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王五见孔刘面色有些不悦，立刻就不报菜名了。他弯腰小声的问道：“对不起先生，如果我有什么做的让你不满意的地方，请您一定要指出来。”孔刘反问道：“这菜名怎么和菜单上的名字都不一样？菜单上有这些菜吗？”王五想了想，说道：“这是本店为两位贵宾精心准备的特殊菜品，这样才能更凸显二位贵宾尊贵的身份。”孔刘算是听明白了，这家伙是想拍自己马屁才干出瞎改菜名这种滑稽的举动。菜上齐了的话，经理就出去吧。孔刘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离开了，还顺带说了一句：“下次别乱改菜名了。”好的好的，我这就走，两位请慢用。王五本来还想着在孔刘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呢，结果却弄巧成拙，惹得他不高兴了。他只好赶忙带着几个服务员离开了包间。走出包间，王五苦涩地笑了笑，早知道少爷不喜欢这套，我就不瞎搞了。王五让两个服务员在包间门口守着，自己则是去了后厨，准备再弄点花样送给自家少爷，好让他能消消气。王五离开之后，坐在孔刘对面的顾晨曦一脸狐疑地看着他，问道：“我怎么感觉这个大堂经理好像很怕你啊？”孔刘挠了挠头，装傻地问道：“有吗？他对你的态度未免过于谦卑了吧？”顾晨曦平时没事打发时间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小说，他在想，像孔刘这种穿着打扮去豪华一点的餐厅，不都是会被服务员瞧不起的吗？为什么这家餐厅的大堂经理对他态度那么好？果然小说都是骗人的，对吗？事实上，和平官邸平时接待普通顾客的态度也是十分好的，但也还没好到大堂经理亲力亲为的程度。今天完全是因为有孔刘在。孔刘不想和顾晨曦继续纠结这个话题，赶忙说：“我有点饿了，吃饭吧。”顾晨曦闻言也不再追问，说道：“你快尝尝这里的菜合不合口味。”和平官邸的饭菜品控还是非常稳定的，再加上有王五在上菜前的2次把关，因此每一道菜不管在色泽、口感甚至入口的时的温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顾晨曦简单尝了一下，感觉今天的菜比之前父母带他来的那次还要好吃一些。是菜变好吃了吗？肯定不是。顾晨曦心里想着，目光落到了坐在对面的孔刘身上，他正在斯文地吃着一片蜜藕。顾晨曦觉得他吃饭的样子好帅，心里继续想着，肯定是因为和我家宝宝一起出来吃饭，心情愉悦，所以饭菜都变香了。我脸上有东西吗？孔刘吃了几口蜜藕，一抬头就看到顾晨曦又和今天下午时那样，表情古怪地盯着自己看。啊，没。顾晨曦摆了摆手，催促他快吃饭吧，不然等会菜凉了就不好吃了。顾晨曦小脸红红的，低着头哼哧的吃起了碗里的脆皮鸭。他今天好奇怪，我就该听顾晨轩的话，离他远点。孔刘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但是看着顾晨曦两颊鼓鼓的嚼着鸭肉的模样，他又突然觉得对方好像还挺可爱。错觉，一定是错觉，我居然会觉得顾晨曦这么凶巴巴的女人可爱，我肯定是疯了。孔刘摇了摇头，将这可怕的想法抛之脑后，然后夹起一块饼皮和一块脆皮鸭，又弄了点小料，3两卷在了一起，正准备伸手拿饼皮沾点盘里的酱料呢，顾晨曦又抬起了头，看着孔刘伸手的动作，顾晨曦还以为这是孔刘特意为他卷的饼呢。他受宠若惊，心想：大笨蛋，明明对我这么好，还装得那么平静，还真是难为他了。谢谢。顾晨曦说着，立马伸出了手，抓住了孔刘刚卷好的那个饼。不用谢。老实说，手里的饼被顾晨曦抓住的时候，孔刘短暂的错愕了1秒。他意识到顾晨曦可能误会了，但是人家都伸手了，他也不好意思说出真相了，索性就顺着他的话送给了他。孔刘又夹了一块鸭子，重新卷了一个饼，准备再次蘸酱。宝宝给我做的饼真好吃，更爱他了。顾晨曦咬着孔刘亲手给自己做的香喷喷的烤鸭饼，吃的那叫一个心满意足，疯狂上扬的嘴角比 TM 加特林都难压。看到孔刘又做了一个，伸手递了过来，顾晨曦心里更是美滋滋的，伸出了手，说道：谢谢。孔刘看着伸手一副等着自己给他饼的顾晨曦，孔刘突然想到了网上的一个梗：我是学生，快送我，你不要不识好歹，谢谢。孔刘有些无语，心想：不是，你压白嫖上瘾了呀，只会伸手要吃的，别以为你长得漂亮我就会纵容你。孔刘一边想着，一边将自己手里的饼塞到了顾晨曦的手里，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算了，再原谅他一次。刚安慰完自己，孔刘就听到顾晨曦对他说：你别光给我弄啊，自己也吃。噗，在心里吐了口老血。孔刘熟练的又卷了个饼，这次他学聪明了，不蘸酱了，包好就一口塞进嘴里。咯，两人正吃着呢，包间门被人敲响。被打扰的顾晨曦立马收起了笑容，冷声说道：请进。
只见王五身后跟着2个端着菜的服务员走了进来，这是本店为2位帅气美丽的先生女士赠送的2道特色菜。王五说着，一招手，2道菜就端上了桌。一份是孔刘喜欢吃的天山雪莲炖乳鸽，一份是金汤牡丹银鳕鱼。顾晨曦看着这2道摆盘精致、食材昂贵，一看就价格不菲的菜品，眼中闪过一丝丝惊讶。他淡淡的说道：“你们店还挺会做生意，开餐前送甜点和果盘，最后还送2道菜。之前自己父母带着来的时候，好像都没这么好的待遇。”被顾晨曦夸了的王五开心的笑着说道：“觉得我们店服务好的话，那您可得常来光顾啊，哈哈。”顾晨曦点了点头，爽快的说道：“行，过会我下楼办张你们店里的年卡。”刚刚在大厅等着的时候，顾晨曦无意间看到了和平官邸的会员卡充值活动，充值1张年卡只需要8万8，年卡会员自办卡起12个月内，每月能在店里免费消费2万元额度，还挺划算的。他想着办1张卡送给孔刘，孔刘也能来这改善伙食，不用为了省钱和自己网恋奔现而天天去一食堂吃难吃的饭菜了。王五犹豫了。听到顾晨曦的话，王五的目光落在了孔刘的身上，这是少爷要追的女生，让他在店里花钱办卡，好像不太妥当。孔刘面色平静地吃着碗里的食物，似乎并不在意顾晨曦的决定。为了讨好孔刘，王五立马对顾晨曦说：“我送你1张吧，就当交个朋友。”不用。顾晨曦摇了摇头，从包里掏出1张银行卡，递给了王五，说道：“8万8而已，直接刷卡吧，顺便把这顿饭一起结了，卡送给我。倒是要看看什么人物这样牛逼，我等了快1个小时，一个菜都还没上，他这边不停上菜。”顾晨曦的话还没说完，门外就突然传来了骚动。第30章找茬。陈俊杰今天约了个学妹在和平官邸吃饭，虽然学妹长得还不错，但他的心情并不是很美妙。上次生日宴回去之后，陈俊杰立马就去调查了孔刘的身份，结果什么都没查到。他仔细思考过后，还是觉得孔刘的穿着打扮根本就不像有钱人，不可能送得起顾晨曦几百万的手表，而且那表一看就是男表。所以他认定了那天晚上顾晨曦是在故意找了个演员来气他，目的就是为了考验一下他，结果自己还真气急败坏走了。所以他特地准备了这顿饭，目的就是约顾晨曦出来，送点礼物，挽回一下自己在顾晨曦心目中的形象。他提前预定了和平官邸周6晚上的包间，钱都付过钱了，结果顾晨曦却以学业为由拒绝了他的邀约。陈俊杰心中很是郁闷，就找了个小学妹陪他出来吃饭。小学妹长得倒是也不赖，但是和顾晨曦相比，那可就是天壤之别了。陈俊杰带着小学妹到店等餐的时候，他身在交大的朋友给他发了个视频，视频正是昨天晚上孔刘和顾晨曦合唱小酒窝的画面。这下子可给他气得不轻，良好的家教让他没有气的当场掀桌子走人。但等了1个小时，1道菜都还没上，早已饥肠辘辘的他看着门外一直有菜往楼上端，而且那些菜总感觉和自己点的差不多。陈俊杰准备出门找人问一下，结果一出门就看到大堂经理身后跟着2个漂亮的服务生，正端着自己菜单里点过的鸽子和鱼肉朝着这边走来。他还以为是要往自己包厢里送呢，结果他们却朝着楼上走去。这下子陈俊杰彻底爆发了，冲上楼就要讨个说法。门口几个女服务员哪里拦得住他一个大男人，只能看着他冲了进去。陈俊杰冲进来，第一时间就是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菜，好家伙，8道菜里有5道菜都是他点的。此时的陈俊杰注意力全在那一桌子菜上，根本就没注意到坐在位置上的顾晨曦和孔刘。他立马看着大堂经理质问道：“你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的，凭什么你把我们的菜上到他们桌上？”孔刘听着陈俊杰的话，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今晚的菜上的这么快。原来王五这蠢货为了讨好自己，直接把别人点的菜端给了过来，还好巧不巧的正好是陈俊杰他们那桌的菜。王五被陈俊杰指着鼻子质问，还是当着孔刘的面，他心里也是有些虚了，况且这事本来就是他做的不对。王五赶忙道歉说：“这位先生实在抱歉，如果今晚的就餐体验让您感到不满意，请随我出去聊。”王五现在只想把陈俊杰先弄出去，影响到自家少爷就餐体验，他可是不敢承担后果。火冒三丈的陈俊杰哪里会听他的，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继续大叫道：“你 TM 最好现在就在这里给我把事情解决了。”陈俊杰，顾晨曦冷着脸想看看突然闯入打扰他和孔刘吃饭的人是个什么人，结果这一看立马皱起了眉头。小溪，孔刘。直到这时，陈俊杰才赫然发现坐在餐桌前的2人竟是顾晨曦和孔刘。正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看到孔刘的那一刻，陈俊杰额头上的青筋都变得更明显了。陈俊杰指着孔刘冷着脸问道：“你说你今天晚上没空，就是为了和这个家伙出来吃饭？”顾晨曦一脸傲慢地回道：“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我爱和谁吃饭是我的自由。”你……陈俊杰被顾晨曦的话对的一时语塞，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王五一看这场面，
心里更是凉了半截，自己好像惹了个大麻烦。他的余光偷偷看了孔刘一眼，孔刘的脸色有些难看。王武立马说道：“这位先生，如果您对今晚的上菜有疑问的话，可以和我后厨看一下菜品的排单表。我们……”你闭嘴！陈俊杰黑着脸瞪了王武一眼，然后指着孔刘说道：“既然是你约小西吃饭，那你肯定有餐厅的预约信息吧？让我看看你的预约时间是不是在我前面。”孔刘都还没来得及说话，顾晨曦就抢先开口道：“是我约的他，你要是有问题就和我讲，不要烦他。”哼，好啊，好。陈俊杰的脸上好似结了一层冰霜，他指着顾晨曦，咬牙切齿地说道：“顾晨曦，我还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能这么护着一个只会吃软饭的臭屌丝！”陈俊杰，你给我闭嘴！顾晨曦呵斥着陈俊杰，欲要起身，却被孔刘给按回了座位上。孔刘站起身，挡在顾晨曦的面，看着陈俊杰，语气平静地说道：“你要是对这家餐厅有什么不满意的，就去找餐厅的负责人，不要在这里对着我们鬼吼。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顾客，没有权利和义务帮你解决问题。”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孔刘，顾晨曦心中一暖，看着孔刘的目光里都闪着小星星。他心想：我果然没看错人，他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主动挡在我的面前。这事确实是王武做的不对，但孔刘和顾晨曦两人全程都是不知情的，如果知道的话，孔刘也不会去吃，所以陈俊杰还确实没有理由找他俩问罪。有你什么事？轮到你在这里说话？陈俊杰说着，抬手就要给孔刘一巴掌。孔刘他可没什么受虐倾向，喜欢被扇耳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让他抽自己，捏着拳头就准备还击。结果王武却先他一步冲了上来，把陈俊杰给拽到了一边。孔刘要是在自己面前被打了，那他也别想活了。就在这时候，保安也冲了进来。王武大喊道：“把这个闹事的给我轰出去！”保安立马冲了过来，3两下的就控制住了陈俊杰，把他架了出去。王武弯着腰对孔刘说道：“实在抱歉，打搅到二位吃饭了，我这就去处理一下。”孔刘瞪着他，语气有些不悦的说道：“希望你能处理好。”孔刘不是一个易怒的人，但王武今天干的这些破事真的很让他火大。他今天能为了讨好自己耍了这种小聪明，明天也会因此得罪更多人，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让饭店的口碑一落千丈。好的。王武卖力的点了点头，两条腿打着哆嗦的跑了出去。你没事吧？王武刚走，顾晨曦就站了起来，伸出2只手掌摁住了孔刘的脸颊，认真的看了起来。他生怕刚刚发了疯的陈俊杰伤到了孔刘。孔刘一脸懵逼的看着如此关心自己的顾晨曦，他的脸颊被顾晨曦的手挤压着，嘴巴撅得跟金鱼嘴似的，说道：“我没事啊，他根本没碰到我。”呼，那就好。顾晨曦长舒了口气，放下了心，却没有松手的意思，看着孔刘撅着嘴的样子，愈发觉得可爱，最后噗呲一下笑出了声。此刻顾晨曦的内心好可爱，真想狠狠亲一口。第31章，揍你哦！王武把陈俊杰拉出去之后，先是赔礼道歉了一番，免了陈俊杰今天的这顿饭的饭钱，然后又送出一张店内的免单券，这样他下次来还能再免一单。但陈俊杰却不满足于此，非要让孔刘下来给自己道歉。王武哪里会听他的话，更何况他也没那个本事。见陈俊杰还要闹，王武没了法子，只能把店经理给喊了过来。店经理王思婷虽然是女的，但是手段却一点也不软弱，直接搬出了和平官邸背后的家族，说是让陈俊杰不要不识好歹。生气归生气，他陈俊杰也不是傻子，孔刘这个小角色自己什么时候都能弄他，但和平官邸可不是好惹的，其背后的势力在中海的能量有多大，岂是他陈家能随便碰的？仔细思考利弊之后，陈俊杰也是冷静了下来，顺着店经理给的台阶同意了他们的调解。处理完陈俊杰的事情之后，王思婷立马又带着王武跑上3楼找孔刘赔罪。这么快就处理好了？顾晨曦有些惊讶地问着两人，他知道陈俊杰的脾性，他可不是个好哄的主。王思婷带着王武一起鞠躬道歉，态度诚恳地说道：“已经解决了，希望这个小插曲没有影响到二位的用餐体验。作为赔偿，这顿饭我们已经为您免单了。这张 VIP 卡里面有50万的消费额度，没有任何限制，您随时都可以来使用。”王思婷一边说着，一边从王武手里接过了和平官邸的 VIP 卡，双手奉上。顾晨曦被这无可挑剔的道歉态度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在想，50万的消费卡就这么顺顺便便的送了，这和平官邸未免也太大方了吧？事实上，他不知道的是，店经理和大堂经理能态度如此好，又是免单，又是送上50万的 VIP 卡，完全是因为跟他一起来的孔刘。他俩都一致认为自家少爷是在隐藏身份泡妞，所以才会百般讨好顾晨曦。只有把少爷喜欢的妞给哄好了，他俩才能保住工作。见顾晨曦还在犹豫，王思婷再次说道：“请您一定要收下这份薄礼。”见对方这么热情，顾晨曦也不好拒绝，就收下了卡。两人的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同时用余光看了孔刘一眼。
发现他的脸色好了许多。收了卡，顾晨曦转头问孔刘：“你吃饱了吗？”“吃饱了。”本来就吃的差不多的两人，又因为这档子事，现在都也没心情继续吃饭了。看着桌上还剩下好多菜，有一些甚至还没动筷子，孔刘也不想浪费，就对顾晨曦说道：“这些打包吧，别浪费了。”“打包啊？”顾晨曦似乎并不想把这些剩菜带走。孔刘想了想，觉得也对，这顾晨曦这种从小到大不愁吃穿的人，自然是看不上这些剩菜的。但他下一句话却让孔刘明白是自己误会了他。顾晨曦说：“我全部打包回去了，也吃不完，叫沈霞他们吃的话也不太好。你知道的，女孩子的心思比男生复杂，给他们吃剩菜，估计会觉得我看不起他们。”“哈！”孔刘闻言笑了笑说道：“好在我们男生宿舍没有这么多屁事，那我就打包点蜜藕，晚上当点心吃，其他你带回去和室友们分着吃了吧。”顾晨曦对孔刘抿嘴一笑，说道：“不能浪费粮食，对吧？”“行。”这一刻，孔刘突然觉得顾晨曦倒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娇生惯养，至少他不会和自己身边其他20组一样浪费粮食，也不会看不起打包的行为。顾晨曦刚想起身去要几个打包盒，王五就非常及时的拿着几个打包盒跑了过来，主动帮顾晨曦打包菜品。孔刘发现王五这家伙眼力劲还是不错的，只可惜小聪明太多了。“我去上个卫生间。”孔刘对顾晨曦说了一声，站起身来，对着还没离开的店经理王思婷问道：“卫生间在什么地方？”自己家的店，孔刘怎么会不知道厕所在哪呢？王思婷立马听出了孔刘这句话的更深层含义，立马说道：“先生，您跟我来。”走出包厢后，孔刘也不装了，直接问道：“王经理，这王五是你亲戚吧？”见孔刘找自己兴师问罪，王思婷不敢怠慢，立马回答道：“他是我表弟，这蠢货办事办得不漂亮，惹得孔少不高兴了，等过会我就去让他滚蛋。”比起两个人都被生气的孔刘赶走，王思婷果断地选择了汽车保帅，毕竟只要自己的工作还在，两人也不至于一起饿死。“倒也不用。”孔刘摆了摆手说道：“让他以后不要再干这种荒唐事情了，但如果再有下次，你陪他一起滚。”王思婷一听这话，脚一软，差点没站稳，他诚惶诚恐的点头答应道：“好的，孔少爷，别喊我少爷，在外面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孔刘撂下这句话，径直往厕所的方向走去。等出来的时候，顾晨曦已经拎着小包包站在门口等他了。打包好的菜已经被王五放在了楼下的车里，两人也一起下了楼。孔刘他们都要离开了，陈俊杰才吃上饭，看着窗外一起上车的两人，陈俊杰的脸色阴沉的可怕，这一桌子的珍馐佳肴也变得索然无味。“这个给你。”上车后，顾晨曦将刚刚店经理送的那张 VIP 卡直接送给了孔刘。“啊？”孔刘有些错愕的看着顾晨曦，不解的问道：“给我干什么？”顾晨曦不假思索的说道：“送你啊。”孔刘用手摸了摸鼻子，又问道：“为什么要送我？”“卡送你，你想吃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来吃啊。”顾晨曦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但是不允拿着本小姐的卡带女人来。”话语里似有若无的夹杂着一丝醋意。听着顾晨曦的话，孔刘更加摸不着头脑了。他在想，他该不会是想用一张饭卡就收买我的人身自由吧？“不用了，这卡本来就是经理给你的。”孔刘摆手说道：“你自己留着吧，你给我，我也用不上的。”孔刘说的是实话，他来这里吃饭真的用不上这东西，让你收着就收着，你这么矫情干什么？顾晨曦说着，直接拉住了孔刘的手，把卡塞在了他的手上。“可是我真的……”“闭嘴！”顾晨曦捏着小拳头，凶巴巴地瞪着孔刘，语气却一点杀伤力都没有的说道：“本小姐送出去的东西，还没人敢不收的，再敢多说一句话，小心我揍你哦！”噗！看着顾晨曦那小表情，孔刘着实是有些没忍住，抿嘴笑了一下。看着手里的卡，孔刘心说，长这么大第一次收礼，收到的是自己家的东西。顾晨曦看着孔刘躲着自己偷笑的表情，还以为他是因为收到了礼物而开心呢，心想美滋滋的想，这个笨蛋明明就很开心，刚刚还嘴硬说不要。第32章午夜来电，拜拜。粉色保时捷停在男生宿舍楼下，看着已经下了车的孔刘，今天的顾晨曦并没有像上次一样一脚油门直接开往女生宿舍。他下了车，依依不舍地和孔刘挥手告别。或许是顾晨曦今天奇怪的事情干得太多了，以至于孔刘对他主动下车和自己挥手告别这事都不太惊讶了。他礼貌地摆了摆手说道：“谢谢你今晚请我吃饭，再见。”孔刘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男生宿舍。顾晨曦就这么站在楼下，看着他的背影彻底消失，心里瞬间变得空落落的。孔刘回到宿舍，3个室友立马冲了上来，对着他就是一顿批斗，质问他为什么要抛下集体一个人出去泡妞。孔刘也懒得和他们解释，把打包的食物高高一举。下一秒，宿舍里就响起了阵阵动听的声音：“父王，
儿臣刚刚说话声音大了点，儿臣该死啊！义父，亲爱的义父，快让我尝尝那只乳鸽。大爹，你怎么知道我今晚没吃饭？看着宿舍里如此和谐温馨的画面，孔刘很是欣慰，露出了老父亲般慈祥的笑容。陈之睿问道：“孔哥，你今天下午是和顾校花去约会了对吧？”杜宏远立马笑了起来，说道：“这还用问吗？”王琦也露出了一个笑容，点头道：“就是，老刘今天早上还在男生宿舍楼下给顾校花唱歌了呢。”虽然孔刘发到宿舍群里的照片里，顾晨曦的脸被挡住了，但光从那穿着打扮，三人也能猜个大概。看着三人那八卦的样子，孔刘抿了抿嘴，有些无语。有吃的都堵不住你们三个家伙的嘴是吧？孔刘说着就要伸手去盖打包盒的盖子，三人立马拦住了他，齐声说道：“错了，好爸爸，你们有闲工夫操心我的事情，不如操心操心自己。”孔刘指着三人说道：“我昨天不是帮你们仨加了不少妹子吗？别告诉我你们一点进展都没有，你还好意思说这事？”杜宏远捂着胸口，一副伤了心的表情，指着孔刘说道：“那些妹子加上我们好友之后，全是来问我们要你的联系方式的。真的假的？你们这么逊？”“那倒也不是。”王琦突然昂起头，突然自信地说道：“我这边还是有点进展的。昨天王琦把孔刘扛到舞台上的时候，那孔武有力的身姿被一个大一的学妹给注意到了，学妹主动要了王琦的联系方式，两人今天聊了一天，晚上还约着一起去逛街，看样子是有点苗头。”孔刘拍了拍王琦的肩膀，像个老父亲一样说道：“不错，加油。”杜宏远看了一眼时间，催促王琦说道：“约会的时间快到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出门了。”“不是，他去约会跟你有啥关系？你收拾啥？”孔刘看着有些兴奋的杜宏远，不解地问道。“孔哥，这你就不懂了吧？”陈志睿笑嘻嘻地说道：“学妹们出门一般都是一个宿舍成群结队出来的，王哥虽然只约了一个人，但出来的肯定不止一个人。”孔刘笑着说道：“合着你们这是准备宿舍联谊呢？在宿舍里是肯定等不到爱情的。”杜宏远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说道：“只有扩大撒网面积，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你丫可拉倒吧！”孔刘白了他一眼，转头看向陈之睿问道：“你也要去吗？”“我也没啥事干，和他们一起去玩玩。”陈之睿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他问：“孔哥，你要一起去吗？”孔刘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去。”他对这种无聊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好不容易才从外面回学校，他真的不想再出门折腾了，只想早点上床躺着。陈之睿点了点头，说道：“也对，你已经有顾校花了，可不能出去瞎搞。”孔刘闻言，满头黑线地说道：“我和他只是比较特别的朋友而已。”杜宏远在一旁接话道：“对，特别到他主动送你 VIP 卡。”下车的时候，孔刘顺手把和平官邸的 VIP 卡塞到了打包袋里，结果这三个家伙拆包装袋的时候卡掉了出来，孔刘只好实话实说是顾晨曦送的，里面有50万消费额，这事他没有说。对于孔刘特别的朋友这个说辞，三人自然是不会相信的。越解释越糊，孔刘索性也懒得解释了，换了鞋子爬上了床，准备先躺一会再去洗个澡。结果这一躺，他居然直接睡着了。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宿舍里漆黑一片，一点声音都没有，三个室友也还没有回来。孔刘揉了揉太阳穴，迷迷糊糊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手机上零零散散有几条广告，还有一条是西西发来的消息，问他打不打游戏的。再看一眼时间，已经11点半了，12点门禁。孔刘给顾晨曦回了一条刚刚在睡觉的消息，然后又王琦发了个消息，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顾晨曦很快就回了他消息，两人又在网上聊起了天，但王琦却始终没有回信息。孔刘又给杜宏远和陈之睿发去消息，结果依然没收到回信。就在孔刘感觉到有些不对劲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来电，电话对面是个女孩子的声音：“请问是孔刘学长吗？”孔刘一听对方喊自己学长，还以为他又是哪个不知名的追求者呢，刚想挂掉电话，他的下一句话就让孔刘皱起了眉头：“孔刘学长，你快来救救王琦学长，他们……”孔刘眉头紧锁，着急地询问道：“他们怎么了？他们被人打了？你们在哪里？臭娘们，通风报信是吧？”啊！电话里突然传来一声惨叫，然后就中断了。没过多久，孔刘就收到了对方用王琦账号发来的照片，照片上王琦、杜宏远还有陈之睿三人交叠躺在一起，满脸是血。不远处还有一个壮汉扯着一个女孩的头发，在抢夺着什么东西。王琦的账号又发来一条消息：“百乐门888包间，孔刘，你有种就来，不许报警，不然我就先弄死他们。”孔刘看着手机上的消息，黑着脸捏紧了拳头，虽然知道对面有诈，但也容不得他过多思考了。穿上鞋，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出了宿舍。第33章单刀赴会。师傅，麻烦开快点了，我有急事。
坐在出租车副驾驶位置上的孔刘看着手机上1分1秒流逝的时间，心里很是着急。可师傅却看得十分的悠闲，不紧不慢的样子让孔刘忍不住催促了一声。师傅苦笑着说道：“小伙子，不是师傅不想快啊，这路限速啊，超速要罚款的。超速罚款多少？也不多，但是扣分。”师傅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孔刘从钱包里扯出一叠钞票，问道：“够交罚款吗？不够我用手机再转点给你。”孔刘说着，直接拿出手机扫了一下师傅贴在副驾台上的收款码。哎，小伙子，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师傅刚想阻止孔刘，手机上就传来一个收款提示音：微信到账1万元。孔刘看着出租车师傅，反问道：“够吗？不够的话。”够了。师傅大手一挥，打断了孔刘的话，他的脸色突然严肃了起来：“竞赛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花钱请我开快车的，小子，坐好了。”啊！孔刘闻言瞪大了眼睛。师傅话音刚落，猛踩一脚油门，丝滑的离合换挡，挂上5档，在马路上狂飙了起来。这一次，出租车师傅仿佛找回了年轻时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感觉，过弯都是漂移不带减速的那种。在师傅神乎其技的车技下，原本半小时的路程硬是10分钟就到了。下车的孔刘第一时间扶住了车门，狂吐了起来。今晚和顾晨曦一起吃的东西算是吐干净了。师傅贴心的给孔刘送了一张纸擦嘴：“谢谢，吐完舒服多了。”孔刘擦了擦嘴，但脸上依然惨白。早知道师傅开快车这么猛，他就不花钱找罪受了。应该是我谢谢你。师傅一脸神清气爽的模样说道：“小伙子，我好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开车了。”别谢。孔刘顺手关上了车门，晃了晃脑袋，调整了一下状态，顺手在地上捡起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头掂量了一下，然后揣进了口袋里，朝着百乐门 KTV 走去。身材火辣的美女门迎看着迎面走来的孔刘，立马笑容满面的迎了上去：“先生，请问有预约吗？”孔刘说道：“带我去888包间。”888包间。门迎一听，立马问道：“您是秦少的朋友吧？”孔刘微微皱眉，问道：“秦少？秦子卓？”“对的，看来您真是秦少的朋友啊。”门迎说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他伸手扶着孔刘，说道：“请随我来。”孔刘原以为是自己今天晚上和顾晨曦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招惹了陈俊杰，他才找人打了自己的室友。现在听门迎这么一讲，孔刘才反应过来，陈俊杰也不是他们学校的，更不会认识自己的室友，会主动找他们撒麻烦的，只能是秦子卓这个混蛋了。孔刘跟着门迎朝着秦子卓他们的包间走去。说来也是巧合，秦子卓今晚原本只是来百乐门唱歌的，在走廊上的时候正巧撞见了杜宏远在那泡妞，秦子卓就上去搅和了他的好事。两个仇人相见，也是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听到争吵声的王琦和陈志瑞两人也是立马从包间里跑了出来。秦子卓见三人都在，还以为孔刘也在，就想冲进他们包间里找孔刘一雪前耻。秦子卓的举动惹得三人气愤不已，杜宏远这个暴脾气，抄起酒瓶子就想往秦子卓脑袋砸。但这可不是在学校里，跟在秦子卓身边的两个保镖可不是吃素的，3两下就把杜宏远给制服了。王琦和自己今晚约的那个女孩嘱咐了一声，让他给孔刘打电话求助，然后跟着陈志瑞一起冲过去帮忙。结果没打几下，两人也先后倒地。被王琦约出来的那个女孩打电话的时候，她的另外3个室友准备跑去大厅里喊人来帮忙，结果也被保镖扯着头发再次拽进了包厢里。看着躺在地上没了战斗能力的3人，秦子卓一人脑袋上来了一个酒瓶子，然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如果不是保镖拦着他，这杀红眼的疯子估计能把3人活活打死。秦子卓教训完3人并不解气，所以就用王琦的手机把孔刘给喊了过来，想把他也弄一顿。此刻的888包间内，秦子卓掐着一个女生的脖子，表情狰狞地对她说道：“长得挺漂亮的，怎么会喜欢上这乡巴佬？”秦子卓说着踹了一脚已经晕过去的王琦。被掐脖子的女孩就是王琦今晚约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做杨雪儿，刚刚的电话就是她给孔刘打的。另外3个被吓得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女孩是杨雪儿的3个室友。本来几人还玩得好好的，秦子卓却突然冲进包厢里，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打了起来，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他们也挺无辜的。王琦被秦子卓一脚踹醒了，他看着被掐着脖子的杨雪儿，声音嘶哑地大吼道：“秦子卓，你这个人渣，快放了雪儿，给你条活路！”秦子卓指着刚刚苏醒的王琦，对杨雪儿说道：“你现在当着这乡巴佬的面亲老子一口，你亲我一下，我就放一个你的室友出去，怎么样？”杨雪儿直接吐了一口唾沫在秦子卓的脸上。我 CNM， 啪！秦子卓擦掉脸上的口水，反手给了杨雪儿一巴掌。看到心上人被打，王琦用尽身体最后一丝力气将秦子卓撞了出去，然后用身体护住了杨雪儿，任凭身后的秦子卓再如何打他，他也不起来。砰！包间大门被孔刘一脚踹开，
站在孔刘身旁的女门营看着里面一片狼藉的模样，也是愣了一下。帮我看门，10分钟之后再喊保安进来。孔刘说完，将一张红钞票塞进了他的胸口当做小费，然后他脱下外套走进了包间里。孔刘，你他妈终于来了！看到走进来的孔刘，秦子卓也不再管那再次被自己打晕的王琦，从酒箱子里抽出一瓶啤酒，朝着孔刘走来。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孔刘没有说话，掏出了刚刚从门口捡的石头，塞进了外套里。外套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类似流星锤一样功能的武器。秦子卓也懒得管孔刘想干什么，直接对2个保镖喊道：“给老子上！”2个保镖立马冲了上来，一左一右夹击孔刘。孔刘甩动着衣服，对着其中一个保镖的太阳穴狠狠砸去。啊！那保镖瞬间惨叫了一声，捂住了脑袋。与此同时，另一个保镖已经挥拳打向了他的面门。那能破风的一拳头，如果打到脸上，孔刘肯定会失去战斗力。孔刘向后撤了一步，重心向下一沉，躲过了那直直的一拳。躲开攻击后，他五指并拢成掌，化作一把利刃，一记标指戳在了那保镖的眼睛上。啊！又是一声惨叫，保镖的眼睛瞬间流出血泪，失明的他胡乱挥舞着拳头，急躁地对着空气一通乱打。刚刚被打了太阳穴的保镖也在这时候重新站了起来，充满怒气地朝着孔刘再次冲来。孔刘灵活地躲开了他暴躁的攻击，用衣服怒砸在他的身上，找准时机，孔刘猛地踹了一脚那个保镖的膝盖，他瞬间跪在了地上。孔刘又举起衣服往他的面门上一砸，咚！脑袋和石头相撞，发出一声闷响，保镖应声倒地，彻底不省人事。解决完一个，孔刘再次转身，捏着衣服走向那个被自己戳瞎了眼睛的保镖，对着他的脑袋也是狠狠地来了2下，动作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短短2分钟不到的时间，2个保镖全都躺在了地上。秦子卓看着地上2个已经不知死活的保镖，甚至还没回过神来。他一直以为孔刘宿舍4人里打架最厉害的是杜宏远，却怎么也没想到孔刘居然这么能打，仅仅是短暂交手就轻松解决掉了自己雇佣的专业保镖。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孔刘，秦子卓仿佛看到了一个瘟神，他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孔刘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子恐怖的气息，让他的身子不受控制的往后退，手里的啤酒也抓不住了，直接掉在了地上，啪的一声摔成了碎片。他踩到了地上的垃圾，一脚绊倒在了地上，地上的玻璃渣直接划破了他的双手，可他已经顾不得手掌传来的钻心的疼痛感，还在疯狂的往后退。退到墙角的他终于退无可退。孔刘，你他妈杀了人，你完了，你等着坐牢吧！你别碰我，你要是敢碰我一根汗毛，你就完了，老子是中海秦家的独子。死到临头的秦子卓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还试图用威胁的方式吓住孔刘。孔刘懒得和他废话，直接一脚踹在了他的身上。噗！秦子卓被踹得吐了一口鲜血，他像只困兽在发出最后的怒吼一般，尖叫道：“孔刘，你个疯子，你他妈知道我爹是谁吗？”哼，哈哈哈！孔刘听到秦子卓的话，竟然笑了起来，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般。他蹲在了地上，语气冰冷的在秦子卓耳边说道：“你爹就算是天王老子，在中海也得听我孔家的。”孔家？你是？第34章，你可以有福了，悲惨版。秦子卓的话还没说完，竟然直接吓晕了过去。孔刘可不给他晕的机会，端起桌上的酒，直接泼在了他的脸上。他再次苏醒。想装死啊？孔刘露出了一个有些瘆人的笑，语气平静的说道：“我还没揍你呢，放过我，求你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我有眼啊！”孔刘成功的证明了百乐门的包间隔音非常好，门营小姐姐在门口站了10分钟，愣是一点异样的声音都没听到。等他喊来安保人员打开包间门的时候，秦子卓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不知死活。孔刘正和另外3个女孩将杜宏远和陈志瑞2人从地上给搬到了沙发上，杨雪儿一脸心疼的抱着还在昏迷的王琦。没多久，孔刘叫的救护车到达了现场，3人被送往了就近的医院。好在3人大都是些皮外伤，还有点小骨折和轻微脑震荡，好好调养也没啥大碍。4个女孩就受到了一些轻微的擦伤，还有就是被吓到了，也没什么事。至于孔刘，那更是屁事没有，在警察局做完笔录，随便在口的夜宵摊上吃了个炒米粉，才不紧不慢的往医院赶。原本他打人是要被拘留的，但他打了一通电话就直接给放出来了，放人理由也很简单，正当防卫。今晚的事本就是秦子卓全责，要怪就怪他自作孽不可活吧。孔刘看了下时间，已经凌晨4点了，这回宿舍是回不去了，只能先去医院躺会了。不过他现在也不是很困，毕竟他今晚是睡醒了才出门的。手机上还有几条消息是顾晨曦发来的，见他一直没回，顾晨曦最后说了一声晚安就没发了。孔刘放下手机，将一只手放在车窗外，任由着带着些许寒凉的晚风从他的指缝间穿过。当孔刘来到医院的时候，
3个家伙已经醒了，他们躺在病床上，4个女孩子在照顾他们。孔刘给了杨雪儿一张房卡，让她带着室友去睡觉，后半夜这几个小时她守着就行了。几个女孩担惊受怕一晚上，现在也确实是累了，跟着杨雪儿离开了医院。孔刘订的酒店就在医院边上，是个高级套间，有3间房1个客厅，4个人睡完全没问题。几个女生走了之后，原本还一副风轻云淡模样的3人立马面露苦相，咦咦悠悠的叫了起来。这仨刚刚在女孩面前装坚强呢。王琦率先开口问道：“老刘，我听雪儿他们说，今晚是你一个人把秦子卓和他2个保镖干趴下的。”孔刘露出古怪的眼神，笑着问王琦：“叫这么亲密，你俩这是成了？”“算成了吧。”王琦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王琦能进展这么快，秦子卓今晚的功劳最大，没他整这么一出，王琦和杨雪儿的感情也不会进展如此神速。你别岔开话题。一旁的杜宏远艰难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说道：“秦子卓那2个保镖，我们加起来都打不过，你怎么一个人聊到他俩的？”“侥幸而已。”孔刘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当时运气好，耍阴招让我弄倒的。”陈之睿举起他那缠着绷带的手臂，问答：“真的假的？”“千真万确。你孔哥什么时候骗过你？”“我不信。”从小就打架闹事长大的杜宏远深知那2个保镖的实力有多强，他说道：“就算你耍阴招，也不可能一次阴了2个人吧？你小子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哈哈。”孔刘打了个哈哈，立马说道：“咱们天天待在一起，你还不够了解我吗？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们啊？而且，你看我这细胳膊细腿的，不耍阴招，怎么可能打得过那2个身强力壮的家伙？但是，别但是了。”杜宏远还想说什么，却被孔刘立马打断了。“你小子给我好好躺着，别 TM 胡思乱想了。”孔刘真的解释累了，编借口这种事情，他真的不是很擅长。被孔刘吼了一声之后，杜宏远也确实老实了。秦子卓校外指使社会人员殴打同学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学校里，为了保住名誉，校方第一时间发出通知，勒令开除秦子卓，并且还去医院给几位受害人送去的温暖。这场舆论风波才终于平息，但这事可远没有这么简单。顾晨曦得知这件事后，本想让父亲动用点人脉关系，搞一搞秦家的公司，可父亲告诉了他一件事：秦大海赔偿了孔刘他们8人每人一笔饲料费之后，没过几天，公司就因为投资人撤资、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公司破产。不仅如此，秦家还爆出了大量的丑闻，秦大海直接跳了楼，秦子卓也在医院里疯掉了。虽然觉得这是有点过于巧合，但顾晨曦也没多想。没过几天，秦氏餐饮破产，老板跳楼的事情就在网上传开了。杜宏远看着手机上的本地新闻，对孔刘说道：“老刘，秦子卓父亲跳了楼，你知道吗？”“不知道。”躺在杜宏远旁边病床上的孔刘刷着短视频，一脸淡然地说道：“秦家父子干了那么多缺德事情，落得这种下场，可能是老天有眼吧。”孔刘那天并没有受伤，但为了讨要赔偿款，虽然孔刘他并不缺那点鸡毛蒜皮的小钱，但为了让自己普通人的身份不暴露，他也只能假装很需要的样子了。所以他也办了一个住院手续，和哥几个一起在医院里天天躺着当废物。孔刘不去上课，别人倒是不觉得怎么样，但顾晨曦是真的想他，想得抓心挠肝的那种，想得都快睡不着觉了。沈霞看到自己好闺蜜都快想出相思病了，于是提议她熬个鸡汤去医院看她一眼。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她端着自己熬的鸡、黑暗汤料理来到了医院。“你确定这是鸡汤？”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孔刘端着保温饭盒，看着那盒子里黄中带绿的汤，配上那只鸡狰狞的死亡表情，总感觉这汤往外冒的热气都是飘着骷髅头形状的泡泡的。孔刘打心底的拒绝这诡异的食物。“对啊。”顾晨曦却没有注意到孔刘害怕的模样，骄傲的双手叉腰，一副等着夸奖的傲娇表情说道：“你可有福了，这可是本小姐亲手熬的，快尝尝好不好喝。”咕咚，咽口水声。孔刘有些结巴的问道：“你这是应该很少下厨吧？这都让你知道了。”顾晨曦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略显娇羞的捂着脸说道：“这可是我的第一次，你要认真对待哦。”此刻顾晨曦心中有点小害羞，嘿嘿。孔刘满头黑线，在心中吐槽道：“你丫倒是把话说完整啊，啥玩意就第一次了，我可不背这个锅。”顾晨曦继续催促道：“快尝尝好不好喝。”为了不喝这恐怖的汤，孔刘继续拖延时间，说道：“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要给我熬鸡汤？”两人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顾晨曦确实没理由突然跑来医院给孔刘送鸡汤，还是亲手熬的。当然是因为我妹妹，你这么多天没去我家当家教，她关心你，所以求着我给你熬鸡汤送来的。你可别多想哦。顾晨曦晃着小手，有些语无伦次地解释着，傲娇的台词配上那略显局促的肢体动作，老实说，孔刘被他给可爱到了，
竟没来由的喝了一口碗里的鸡汤。第35章，有你我是真福气。这一口鸡汤喝下肚，差点没给孔刘送走了。那诡异的味道在口腔中蔓延，然后迅速的顺着喉咙滑入胃里，在胃酸的作用下，鸡汤像是炸弹一样在胃里疯狂翻涌。一口鸡汤下肚，孔刘捂着肚子跪在了地上，不省人事。怎么回事？病人怎么食物中毒了？你给他喂了什么？他就喝了一点我炖的鸡汤。这鸡汤里怎么有蘑菇？小鸡炖蘑菇啊，网上不是说大补吗？但这是毒蘑菇啊！病床上的孔刘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着正在交谈的医生和顾晨曦，总感觉他们说的话好像具现成了字幕在眼前飘过。他好像还看到去世多年的太奶在朝他招手，说是要带他去玩，他不愿意去，太奶还生气了。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安排到了一个单独的病房里了。单人间病房的环境比4人间的好很多。顾晨曦趴在自己的小腿上睡着了。孔刘看着睡熟睡的顾晨曦，心想，怪不得刚刚做梦腿成了瘸子，原来是被他压得失去了知觉。熟睡中的顾晨曦的嘴角向下瘪着，呼吸有些急促，弯弯的睫毛也跟着一颤一颤的，白皙的脸颊压在手臂上，挤出了一个像蜡笔小新的脸颊一样肉嘟嘟的形状。孔刘看着那肉嘟嘟的脸颊，没来由的伸出手指轻轻戳了一下，软乎乎的，像是小时候贪玩偷偷用手指戳餐盘里的糯米团子的感觉。那糯叽叽的触感让他有一种想在这可爱的小脸上狠狠咬上一口的冲动。当然想归想，这可不姓咬，也不怕感冒，真是的。孔刘抓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外套披在了他的身上。可能是刚刚被戳脸颊的原因，顾晨曦皱了皱眉，从梦中苏醒，刚一睁眼就看到孔刘在给自己披衣服。你醒了呀？看着苏醒的顾晨曦，孔刘披衣服的动作也是顿了顿。顾晨曦看着孔刘，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直直地扑到了孔刘的怀里，抱着他大声说道，你终于醒了啊！孔刘被他这突然的拥抱弄得有些猝不及防，他还以为自己没睡醒呢，但是胸口上那2坨柔软的触感却证明了他现在不是在做梦。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顾晨曦用双手抱着孔刘的脸，用力地蹂躏了一下，急切地说道，你现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孔刘被顾晨曦揉着脸，嘴巴嘟嘟的，发音都变得有些奇怪，不击倒啊，没啥感知哟。那就好。顾晨曦听到了孔刘都回答，这才长舒一口气，悬着的心总算是踏实了。孔刘问道，我怎么晕过去了？你喝了有8种毒蘑菇混合的鸡汤，没死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值班护士推开病房的门走了进来，一边解释着，居然能这么快醒来，你身体素质挺好啊。啥玩意？8种毒蘑菇？孔刘听了护士的话，眼睛都直了，心说，怪不得那鸡汤冒出来的热气里飘着小骷髅头，我就说怎么好像见到我太奶了，这尼玛破案了啊！孔刘转头看向顾晨曦，那惊恐的神情仿佛在质问他，我与姑娘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加害于我？还是8种毒蘑菇？你是怕我死得不够彻底吗？顾晨曦被孔刘那眼神盯得尴尬的红着脸，低下了头，小声嘟囔了一句，对不起啊。这是孔刘第一次见到顾晨曦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并且如此真诚地说出对不起3个字，这还真是一件稀奇事情。护士抽了一管孔刘的血就离开了，病房里又只剩下顾晨曦和孔刘2人，气氛变得格外的尴尬。顾晨曦再次开口打破尴尬，说道，我真不知道我家院子里那些蘑菇有毒，你要信我？我信你个大头鬼啊！看着顾晨曦那信誓旦旦的模样，孔刘又想起中午的时候他骄傲地和自己说你可有福了的画面。孔刘气得伸出手，顾晨曦还以为孔刘要揍他，立马紧闭双眼，也不躲闪，就乖乖的等着他惩罚自己。也就面对孔刘的时候，顾晨曦才会这么乖巧听话了。孔刘却只是用手指在他的额前狠狠地戳了2下，说了一句，秦子卓2个保镖都没伤到我一点，你差点给我毒死了，有你我是真服气啊。哎呀，我知道错了吗？顾晨曦抱着孔刘的手，语气娇柔地说着话，根本没了半点的高冷。此刻的他像极了一只做错事被主人责怪撒娇求原谅的布偶猫。孔刘双手环抱，问道，错哪儿了？哪都错了。顾晨曦低着头委屈巴巴地说着，他不知所措地扣着自己前天才新做的指甲，食指的指甲短了半截，那是中午给孔刘熬鸡汤的时候弄断的，他也不知道掉哪去了，大概率是掉进鸡汤里了。算了，看着顾晨曦那委屈的样子，也确实惹人心疼，想想他也是好心办坏事，孔刘也懒得和他计较了，摆了摆手把这事翻了篇。孔刘要是知道鸡汤里还混着半截指甲，估计没这么快原谅他了。好爷！见孔刘原谅了自己，顾晨曦高举双手，笑逐颜开，说道，我明天给你炖鸡汤，绝对不放蘑菇了。噗！听到这话的孔刘差点吐出一口老血气死过去，这傻妞居然还想着给自己炖鸡汤，这是拿自己当他厨艺的小白鼠呢。不许再给我炖鸡汤，不喜欢鸡汤，那鸽子汤怎么样？
也不行。排骨汤呢？只要是汤，那就是不行。那你喜欢吃什么菜？我给你炒个。答应我，别再进厨房了好吗？第36章出院大吉。之后的日子里，顾晨曦依然会给孔刘送一些补品到医院里看他，但大多是家里的阿姨做的，要不就是店里买的。他很听孔刘的话，没有再下过厨了。孔刘安全的在医院里度过了半个月的养老生活，和3个室友一起回到了学校里。啊！杜宏远大口呼吸着学校的空气，感叹道：“这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气息，简直太棒了。”王琦也赞同的说道：“消毒水的味道，我算是闻够了。”王琦手里抱着一束康乃馨，那是杨雪儿送给他的出院祝福。原本他今天是想亲自去接王琦出院的，但奈何上午满课，他就只好订了一束花送到了医院。花虽不大，但心意满满。王琦抱着那束花，跟宝贝似的。说来，这还是王琦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女孩子送的鲜花呢。是啊，是啊。陈之瑞也赞同的点了点头。他转头看向表情平淡、不喜不悲的孔刘，有些不解的问道：“为什么孔哥一点也不激动？”啊，我为什么要激动？单人病房里也没啥消毒水的味道啊。孔刘因为食物中毒被顾晨曦安排到了单人病房。单人病房的环境和小宾馆似的，床垫都比普通病房要软。孔刘在里面跟度假似的，再加上顾晨曦天天送好吃的来，孔刘这半个月都长胖了。哪里像他们3个似的，他们仨是真的在医院治病的，每天要打针、涂药、换绷带，就连饮食都有要忌口的，更没人给他们送好吃的。也就杨雪儿没课的时候，抽空来看看王琦，带点吃的给他们，其他时间都是孔刘照顾他们的1日3餐。杜宏远闻言，立马竖起了中指：“滚吧，你这个投入富婆怀抱的混蛋！”孔刘白了他一眼，也懒得和他废话。可没过多久，他又凑了上来，问道：“那啥，顾晨曦是不是还有个妹妹？你想傍富婆想疯了？”孔刘瞪大了眼睛，看着杜宏远说道：“他妹妹才上初中。”杜宏远摸着下巴说道：“没事，也就6、7岁的差距，我等得起。”孔刘还没开口，王琦就对他竖起中指，说道：“出生啊，小女孩都不放过。”陈之瑞默默的也竖起了一个中指，孔刘当然不能落下。我靠，我就开个玩笑，你们还当真了？杜宏远看着竖起中指的3人，汗颜的说道：“在你们心里，难道我就是这种人吗？”3人齐刷刷的点头，说道：“嗯，滚蛋。”杜宏远有些无语。快到男生宿舍楼下的时候，王琦拍了拍孔刘的肩膀，说道：“哎，老刘，你快看，那好像是顾晨曦哎。”孔刘抬起头，顺着王琦手指的方向看去，一辆粉色保时捷停在男生宿舍楼下，顾晨曦手里捧着一束超大的花，正在男生宿舍楼下等人，想都不要想，肯定是在等孔刘了。他的周围聚满了看戏的学生。孔刘单手扶额，有些头疼的在心里吐槽道：“这家伙又想做什么？我先去避避风头，你们帮我应付一下。”孔刘抬起双手，在王琦和陈之瑞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然后转身就想跑。可是杜宏远却贱兮兮的朝着顾晨曦招了招手，说道：“顾校花，看这边。”孔刘，别跑！顾晨曦抱着花跑了过来，吃瓜群众们也紧随其后的跟了上来。新粉还在看乐子，老粉已经架起相机了。顾晨曦抱着鲜花，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问道：“你出院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在外人面前，顾晨曦还是那副高冷的样子，只有孔刘才知道他私下有多狠。这个……孔刘挠了挠头，说道：“你这段时间天天给我送好吃的，出院当然不能再麻烦你了，对吧？”胡说！顾晨曦美眸一瞥，瞪着孔刘说道：“我看你分明就是嫌我碍事才没告诉我的。”真没有。被说穿了心思的孔刘有些结巴了。顾晨曦也懒得继续这个问题，当着一众吃瓜群众的面，将手中的花塞到孔刘的怀里，说道：“恭喜出院，送你的。”顾晨曦那不由分说的态度，孔刘根本就没有拒绝的机会，只好点头接过了花束。这一举动羡煞了周围吃瓜的群众。可恶，手里的奶茶突然变成了狗粮。分开埋，一个埋南极，一个埋火星，只能祝他们幸福。等一下，那 TM 可是我暗恋了整整1年的高冷女神啊！你这算什么？我就是为了顾女神才考的这个学校。2位兄弟，你们的身份证复印件掉地上了，掏出扑克牌大小王。都杀了！陈之瑞有些羡慕地说，突然明白女生为什么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戏码了。富婆，我也想要富婆，我也想要大花花。杜宏远羡慕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只有王琦抱着自己手里的小花束，心满意足地说道：“我觉得雪儿送我的花已经是最独一无二的了，嘿嘿。”杜宏远闻言，没好气地指着他说道：“我命令你现在就和他一起从宿舍里滚出，你们俩自己单独一个宿舍。”孔刘看着那束花，花的中间还插着一张手写的贺卡，内容是：健健康康，晦气全部跑光光。噗！
孔刘看着贺卡上那个手绘的颜文字表情，没忍住笑了一下。顾晨曦的脸色也悄无声息地红润了一点。孔刘笑着问道：“送花也是你妹妹让你送的？”“对。”顾晨曦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她求着我送的，我才不会这么无聊，浪费时间给你送花泥，还写那么幼稚的贺卡，小孩子麻烦死了。”此时，正在学校里上课的顾晨轩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顾晨轩揉了揉小鼻子，心中泛起了嘀咕：奇怪，谁在骂我？孔刘点了点头，说道：“那你替我谢谢陈轩。”顾晨曦闻言咬了咬嘴唇，说道：“凭什么谢他？”他心想：我这么用心给你写的贺卡，你都不谢谢我，我真的要生气了。孔刘耸了耸肩，反问道：“不是他让你送我的吗？我肯定要谢他啊。”被孔刘这么一说，顾晨曦也突然反应了过来，他小脸一红，有些尴尬，急忙想了个借口说道：“但是这也是我送来的啊，你难道不应该先谢谢我吗？”哦。孔刘被顾晨曦这么一说，才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说道：“好像还真是，那就谢谢顾大美女帮忙送花，到时候给你个5星好评。”你滚蛋！顾晨曦听到前半段的时候，还在心里美滋滋的傻乐呵呢，结果听完整段话，才反应过来，孔刘这是把自己当成跑腿的了。他突然有些后悔了，心想：早知道就不嘴硬说是妹妹送的了，这傻子还真信了。那配送费。孔刘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根棒棒糖，送给了顾晨曦。顾晨曦看着那根棒棒糖，微微一愣。孔刘笑着问道：“咋了？看不上？那我自己吃了。送给本小姐的东西，你岂敢收回去？”顾晨曦一把夺过棒棒糖，塞进了包里，然后傲娇的哼了一声，转身走上了车。傲娇鬼此刻的内心想法：宝宝送的棒棒糖好耶，嘻嘻。第37章，南秦祖师爷，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遇到什么喜事了？看着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到宿舍的顾晨曦，沈霞立马就发觉他有些不对劲。没事。顾晨曦摇了摇头，从包里掏出孔刘刚刚给的棒棒糖，放在了桌子上。沈霞走了过来，看着那颗棒棒糖，有些不解地问道：“这该不会是孔刘送你的吧？”顾晨曦歪了歪头，看着站在自己身旁的沈霞，笑着问道：“你怎么这么聪明？我看是你傻了吧？”沈霞伸出手指，在顾晨曦光洁的脑门子上轻轻戳了一下子，说道：“我说大小姐，你到底是中了什么邪？看上这么个一穷二白的傻小子，人送你个棒棒糖都能开心成这样。”沈霞说完这句话之后，突然觉得有哪里不对劲，明明上次可是他主动撮合顾晨曦和孔刘的来着。顾晨曦抿了抿嘴，抓着棒棒糖说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棒棒糖。”“咋？这是王维诗里的棒棒糖？”沈霞翻了个白眼，有些无语的说道：“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被那个叫孔刘的傻小子中了什么超级恋爱脑蛊。”作为顾晨曦的好闺蜜，沈霞当然知道顾晨曦是个外冷内热的人，热情这方面只在熟人面前表现，比如顾晨曦经常请宿舍里的吃东西，还送他们护肤品之类的；冷漠则是面对所有的陌生人时，特别是男生。相处1年多的时间，但他可从没见过顾晨曦会对哪个男人露出半点好脸色。唯一一个能聊上2句的孔刘，自己好意撮合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还信誓旦旦地和自己说不喜欢那个男人的呀。当然，顾晨曦也跟他讲过，是因为小时候发生过一些事情，才导致他有些社恐，还特别恐男。可正是因为知道顾晨曦恐男，沈霞才会如此震惊。顾晨曦会主动为一个他不喜欢的男人熬鸡汤，还旷课去医院看他，甚至因为那男人送的一个棒棒糖就开心的像个二傻子。除了被下了蛊这个理由，沈霞想不出还能用什么理由解释顾晨曦对孔刘前后态度会发生如此之大的改变。总不能是因为他小时候救过顾晨曦的命吧？沈霞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这荒唐的想法有些可笑。顾晨曦握着棒棒糖，询问沈霞：“小霞，我现在的样子很像恋爱脑吗？”沈霞撇了撇嘴：“何止是像，你就是啊！”顾晨曦闻言，立马把棒棒糖塞回包包里，恢复了那副生人勿近的表情，冷着脸问道：“那现在呢？”沈霞点了点头，说道：“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顾晨曦得到沈霞的肯定之后，再次露出笑容，满意的说道：“那就好，可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嘻嘻。”顾晨曦的内心，万一让孔刘发现我喜欢他，他会有心理压力的，我可得隐藏的好点。顾晨曦，加油！攥紧小拳头。啊！沈霞听着顾晨曦的话，瞳孔地震，都看着他，惊恐的大叫了2声，然后抱着脑袋，一副世界观崩塌了的表情，说道：“疯了，疯了，全都疯了。”沈霞感觉这个世界都有些不真实了，她爬上了床，准备睡一会，希望醒来的时候世界能恢复正常。另一边，男生宿舍里，孔刘他们215宿舍的门槛已经快被人踏破了。今天顾晨曦送花的画面，南秦可是不少人看见了，能让传说中的高冷校花主动倒追的男人，简直就是祖师爷啊！那场面他们可太羡慕了，
羡慕的恨不得把孔刘夺舍了。所有人都指望着孔刘能教他们点泡妞技巧，然后一举拿下喜欢的妹子。于是乎，一大群人跑来拜师，还有的直接跑来拜义父。现场群众表示，为了学到真本事，当义子有又何妨？另一人闻言冷笑一声，当义子弱爆了，我 TM 直接当孙子。面对这群疯狂的崇拜者，215宿舍早已锁上了宿舍门。杜宏远打游戏被吵得听不到脚步声，有些烦了。他对孔刘说道：“老刘啊，这也不是办法呀，他们太吵了。你以为我不嫌烦吗？”躺在床上的孔刘坐起身，对他翻了个白眼：“要不你现在拿个沾了稀的拖把，化身吕布，冲出去和他们打一架？”我不行。杜宏远立马摇了摇头：“我觉得吕布应该让老王来当，这小子身高马大，就适合当吕布，对吧，老王？”回应杜宏远的，除了门外的喧嚣声之外，就剩下宿舍里陈志瑞的呼噜声。这小子睡着了之后，雷打不动。老王见王琦没有回应，杜宏远又喊了一声：“老王，你 TM 不理我，干嘛呢？该不会是在干坏事吧？”杜宏远摘下耳机，走到王琦的床铺前，看了一眼，他手指飞快地敲击着屏幕，嘴角疯狂上扬，都快翘到天上去了。杜宏远悠悠地问了一句：“你在干嘛？”“别吵，和雪儿聊天呢。”王琦说着翻了个身，继续敲着屏幕。啊，都杀了！杜宏远愤愤不平地吼了一嗓子，目光再次落到了孔刘的身上。孔刘原本是想去图书馆看书的，但是宿舍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都是来找他的，他根本出不去，索性躺平了。老刘！杜宏远扒着孔刘的床沿，一副可怜的模样说道：“你都被奉为南秦祖师爷了，你也教我几招呗，让我也能早日获得富婆的芳心。富婆找不到，能谈一场甜甜的恋爱也好啊。”滚蛋！孔刘闭着眼睛，看都懒得看他一眼，说道：“我和顾晨曦真没什么，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你骗鬼去吧！”杜宏远有些不乐意了：“不喜欢你还跑来医院看你，还给你煲鸡汤。”孔刘睁开眼，指着杜宏远说道：“别再提鸡汤这事。”如果不是顾晨曦那天认错态度诚恳，孔刘都怀疑那个鸡汤是顾晨曦故意下毒，就是为了报自己骂了他2次的仇。顾晨曦喜欢我？孔刘笑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道：“别开玩笑了，反正我不信。”杜宏远一听，立马说道：“他绝对喜欢你。为什么？因为你送他棒棒糖的时候，他的眼神，爱一个人的眼神是不会有假的。”孔刘一听，突然回想起自己送棒棒糖给顾晨曦时他的反应，那个目光柔情似水的，确实不对劲。但他还是不愿相信顾晨曦会喜欢自己。他问：“那你给我个理由，他为什么会喜欢我？”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第38章食堂偶遇。好在宿管阿姨及时赶到，把挡在215宿舍门口想要拜师的那群男生全部给赶走了。215这才好不容易得到了难得的安宁。没人打扰的，宿舍另外3人也先后进入了梦乡。大学就是如此，如果你有目标和方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如果你想当咸鱼，那么你每天都能在宿舍里睡懒觉、打游戏，然后等着4年一过，上了社会，遭受了社会的毒打，你就会发现大学4年那如黄金般灿烂的时光是多么的宝贵，而你却把它浪费在了床上，还是一个人的床上。一觉睡醒的孔刘看着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屋内也是漆黑一片，只有杜宏远的电脑屏幕亮着光。孔刘的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空虚感，在床上呆呆地坐了几分钟，缓了缓起床劲，他爬下来床，穿上衣服，准备去一食堂吃个饭，然后去图书馆坐一会。孔刘内心，没有人能阻挡我去图书馆的脚步，美色也不行，如果是顾晨曦的话，得考虑一下。醒啦！打了一下午游戏的杜宏远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孔刘一眼，问道：“准备出门？”孔刘点了点头，说道：“去食堂吃饭，你去不？”“去啊！”杜宏远答应着，一边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啪！孔刘打开了宿舍的灯，原本黑压压的屋里霎时间亮了起来。睡得半梦半醒的陈志瑞被这突然亮起的灯给闪醒了，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问道：“天亮了吗？”杜宏远笑骂了一句：“呆子，这 TM 都晚上7点了。”“啊呀，我睡了一下午啊。”陈志瑞睡眼朦胧地看了一眼窗外，然后也露出了孔刘刚睡醒时的表情，心里也是一阵空虚。杜宏远吆喝道：“走了，起床吃饭了。”孔刘看着王琦空荡荡的床铺，问道：“老王跑哪去了？”杜宏远解释道：“他比你先醒，起床就去洗了个头，应该是出门和杨雪儿约会去了。如果一个男生出门前洗头，那是对约会的女生最大的尊重。”3人收拾收拾，一起来到了一食堂。他们发现今晚的一食堂似乎不太对劲，男生都往2楼跑。杜宏远还以为2楼有什么活动呢，于是也拉着2人上了2楼。3人上了2楼一看，齐呼一声：“好家伙！”2楼最左边靠窗的区域以及那附近一圈的位置，全都坐满了人，除了那一块之外，
中间区域和右边靠窗的区域却是寥寥无几，所有人好像都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了一般。坐在窗边的沈霞看着碗里那炸得半生不熟的脆皮鸡，还有全是油的茄汁烧肉，实在是吃不下去。她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顾晨曦，问道：“你今天怎么突然想来一食堂吃饭了？”顾晨曦吐掉了伪装成土豆的大肥肉，浑身一颤，感觉有些犯忧，赶忙喝了一口柠檬茶。喝完柠檬茶的他长舒一口气，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他面无表情地说道：“一直听说一食堂的饭菜难吃，我很好奇有多难吃。”顾晨曦心中真的只是为了尝尝一食堂的饭菜有多难吃，绝对不是为了来偶遇孔刘的。确信，你可不是喜欢找最瘦的人。沈霞知道周围这么多男生在看顾晨曦，顾晨曦他肯定也会不自在。他能来一食堂吃饭，肯定是为了来偶遇孔刘的。沈霞简直就是顾晨曦肚子里的蛔虫，他在想什么，沈霞一猜就猜到了。沈霞环顾了一下周围，说道：“孔刘不在，看来你今天的计划要落空喽。”嗨嗨，顾晨曦轻咳了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然后低声说道：“小霞，不要胡说，我可没有偶遇他的计划。”说完这句话之后，顾晨曦又立马意识到有些不对。沈霞咧嘴一笑，指着他说道：“你看，你自己都承认了，闭嘴，吃你的饭。”顾晨曦说完，低着头默默地吃起了碗里的饭。一食堂的饭菜是真的难吃，米饭有锅巴，硬的能把牙磕掉；红烧肉炖土豆里只有肥肉和伪装成土豆的肥肉刺客，花菜里挤得出油，根本难以下口。很难想象这群男生是怎么吃得下去这种东西的。他一想到孔刘也每天都吃这种东西充饥，就更心疼他了。顾晨曦内心心疼我家宝宝1秒钟。顾晨曦吃了2口，便放下了筷子，吃不下了。小霞，我们走吧。等等，沈霞看着不远处正端着餐盘朝这边走来的3人，好像有点眼熟，于是说道：“那好像是孔刘。”顾晨曦抿着嘴说道：“你存心拿我取乐是吧？”沈霞有些无语了，她指着不远处的3人说道：“真的，没骗你。”哼，我是不会信你的。顾晨曦不看，双手叉腰，一副我可聪明着呢，休想骗我的小模样。下一秒，顾晨曦就听到耳边传来杜宏远的声音：“顾校花，沈美女，晚上好呀。”孔刘原本不想凑热闹，打算随便找个位置坐下就吃饭的，但杜宏远这小子就非要看看这边到底有什么吸引着这群男人，就拉着2人走了过来。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不2个老熟人吗？还没等孔刘转身逃跑，杜宏远就喊了一声。听到有人叫自己，顾晨曦转头一看，目光直接锁定在了准备开溜的孔刘身上。他冷声喊道：“孔刘！”啊！被喊住的孔刘瞪了一眼身旁的杜宏远，那眼神恨不得现在就弄死这小子。顾晨曦坐直了身子，昂了昂脑袋，雪白的天鹅颈格外的吸睛。他冷着脸质问道：“跑什么？”没跑。孔刘笑了笑，说道：“我看这边没位置了，准备重新找个位置坐呢。”顾晨曦闻言没有说话，身子朝窗边挪了挪，空出了一个位置，对孔刘说道：“坐。”这多不合适啊！这周围的男生可全都盯着呢。他真的不想今晚宿舍门的门槛再被踏破，于是拒绝道：“我们3个糙汉去其他地方吃，就不打扰2位了。”坐下。孔刘本想再次开溜，顾晨曦这一声冷喝，腿就不听使唤的一软，直接坐到了他旁边。陈志瑞扯了扯杜宏远的衣服，说道：“杜哥，我们还是别坐过去了吧。”陈志瑞属于比较内向腼腆的那种，长这么大也没怎么和女生接触过，如果身边坐着女生的话会觉得不自在，更别说还是2个大美女，所以他不想留下。要走你走，反正我不走。杜宏远可不准备走，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沈霞身上，没有人能拒绝大波浪御姐，还是前凸后翘的那种。只可惜沈霞好像并不想让他坐在这，他依然占据着整个长椅。杜宏远也不客气，直接问道：“沈美女，能不能？”嘿嘿。沈霞冲他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然后无情地拒绝道：“不可以，我屁股大，必须坐2个位置。”没事没事，我和朋友重新找个位置。被拒绝的杜宏远拉着陈志瑞灰溜溜地离开了，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不带走一片云彩，还把孔刘给留在了这里，就好像他的使命本该如此。孔刘看着离开的杜宏远，已经在心里把他骂了一顿。给你。顾晨曦从包里拿出一瓶柠檬茶，放在了孔刘的面前，冷冷地说道：“买太多了，喝不完才给你的，可别多想。”孔刘看着那瓶柠檬茶，心想：你直接都说出来了，我这也没来得及想啊。只有沈霞早已看穿一切。沈霞内心，我说他怎么一开始买了3瓶呢？第39章，全场公敌。谢谢。孔刘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打开柠檬茶喝了一口。刚放下瓶子，就看到顾晨曦一脸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味道怎么样？挺好喝的。孔刘看着他那求夸夸的眼神，一下子觉得有些不真实，明明上一秒还凶巴巴的。孔刘忍不住在心中感慨，
女孩子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难以琢磨。算你有品。听到孔刘的夸奖，顾晨曦满意的点了点头，也拿起自己手里那瓶柠檬茶喝了一口，然后继续吃起了餐盘里的饭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孔刘的出现让原本难以下咽的食物变得稍微好吃了一点，就只是好吃一点而已。沈霞都放下筷子了，看到顾晨曦又吃了起来，有些不解的问道：“你不是说不吃了吗？”我可没说。顾晨曦低着头，看不出表情。他对沈霞说：“小霞，你要是不想吃了，就先走吧，我把碗里剩下的吃完再走。”啊！沈霞听到顾晨曦的话，嘴巴张得老大，下巴都快掉到地上去了。她心想，这死恋爱脑真的没救了。不好吃的话就倒了吧。孔刘看着他碗里的菜，说道：“你们来一食堂肯定是来的少，不知道哪些菜好吃，像花菜和红烧肉炖土豆全是油，我们经常来的人从不点的。”孔刘说着，指了指自己刚刚打饭的窗口，说道：“那家小碗菜的窗口米饭比较软，锅巴少，他们家的青椒炒肉和韭菜鸡蛋味道不错。”孔刘说完，将自己的餐盘推到顾晨曦的面前，说道：“我还没吃，或许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尝尝。”老实说，睡了一下午的他，现在还不是特别饿。沈霞看着孔刘的举动，心想：小西可从来不会吃别人碗里的食物，臭小子，等着挨骂吧。这多不好意思啊，那我尝一口好了。顾晨曦笑眯眯地夹起一块肉，尝了尝，味道确实比自己随便找的窗口打的菜味道好。啊！沈霞再次惊呼了一声，她已经不在乎形象了，瞪大了眼睛，像是见了鬼一样看着自己的好闺蜜，内心尖叫道：她居然吃男人碗里的食物！小西她被夺舍了！嗨嗨！顾晨曦看了一眼坐在自己对面，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沈霞，有些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说道：小霞，你不是急着去开学生会招新的会吗？要不你先走吧，我过回来找你。沈霞歪了歪头，看着他，沉默不语，但是那质疑的眼神，仿佛在问他：你为了一个男人要赶我走，所以爱会消失，对吗？好啦，顾晨曦心虚的不敢看沈霞的眼睛，于是撇过头去，再次摆手：你快去吧，我吃完饭马上就来。行，那我先去开会，你也早点来。沈霞也懒得当电灯泡，端起餐盘就准备走，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是文娱部部长，文娱部需要你，早点过来。顾晨曦冷艳的俏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好啦，你快走吧。只有我们天真的孔刘还一脸懵逼，并不清楚刚刚两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孔刘对顾晨曦说：你要是喜欢的话，这份饭给你吃吧，我再去点一份。不用麻烦了。顾晨曦淡淡的摇了摇头，说道：我饭量不大，刚刚吃的也差不多了，你吃吧。孔刘看着他的餐盘，那满满的一份饭菜，明明就没怎么吃，而且那油唧唧的食物看着也很难让人有食欲。他知道顾晨曦肯定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自己买的饭，于是他试探地问道：我从碗里分点给你。好呀。顾晨曦几乎都没怎么思考就答应了。孔刘也是没想到顾晨曦能答应得如此干脆，心里有些疑惑，好家伙，这姐们是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啊。顾晨曦此刻内心的想法却是：宝宝真好，明明自己都没钱，只能吃最便宜的饭菜，还要把吃的分给我，更爱他了。嘻嘻。孔刘将自己碗里的食物均等的分成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拨到了顾晨曦的碗里。顾晨曦看着孔刘将所有的食物都均分，有些好奇地问道：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啊。孔刘闻言愣了一下，然后点头说道：你要这么觉得也行。孔刘内心，这算哪门子强迫症？我明明是怕你说我亏待了你。顾晨曦的性格时好时坏的，孔刘确实怕他突然又生气了。谢谢。顾晨曦端着孔刘跟自己分的半碗饭，笑着说了一声谢谢。孔刘看着笑容灿烂的顾晨曦，微微一愣。在场的吃瓜群众也是第一次见到高冷校花在人前露出如花般灿烂的笑容，他们被这高冷又不失可爱的笑容给看呆了，纷纷掏出手机，想记录下这昙花般珍贵的画面。可以说，这群男生对顾晨曦的爱有多深，对孔刘的恨就有多浅。哎呀，我的女神居然对男人露出了笑容，第一次见到女神笑，校花笑起来好可爱啊！杀孔刘，夺校花，杀了都杀了，秀恩爱的都给爷死。这句话是坐在远处的杜宏远说的。孔刘感受到了周围男性同胞们对自己投来的充满恶意的目光，心里也是叫苦不迭，看来今晚宿舍门得锁好，不然自己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顾晨曦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斯斯文文的小口吃着碗里的食物，努力的在孔刘面前维持着自己良好的形象。孔刘却是如坐针毡，迅速吃完了餐盘里的饭菜，起身就想走。顾晨曦看着起身的孔刘，立马给他拽了回来，不许走。啊！孔刘有些错愕的看着拽住自己的顾晨曦，不解的问道：我吃完了，还留在食堂干什么？顾晨曦说道：我还没吃完呢，
你等我。为了能和孔刘偶遇，他和沈霞在食堂吃了快半小时，现在又为了和孔刘多待一会，他又吃了10几分钟。事实上，那点饭菜他几分钟就能解决。你吃太慢了，我没空等你。孔刘毫不犹豫地拒绝道，我还要去图书馆抢位置呢，拜拜。孔刘刚刚的言行举止，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西格玛男人永远不会掉入女人的陷阱。好好学，学完就找不到对象了。唉，你……顾晨曦看着已经走远的孔刘，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放下筷子跟了上去。顾晨曦挡在了他的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说道：“你不许去图书馆。”啊？为什么？孔刘皱了皱眉，心想这大小姐管的也太宽了吧。因为顾晨曦想了一会，说道：“你等会还要去给我妹妹当家教呢。”孔刘看了下手机，说道：“当家教不是9点吗？这还有2个小时呢。顾晨轩上的初中有晚自习，要8点才放学。但是……顾晨曦实在想不出借口挽留孔刘了，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等会学生会招新，我要你来帮我。”孔刘听到这话更糊涂了，他挠了挠头，可我也不是学生会的人啊。哎呀，你别管。顾晨曦冷眸一瞥，撅着嘴说道：“让你来你就来，废什么话。”说完，顾晨曦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牵起了孔刘的手，拽着他走出了食堂。被拽着走的孔刘满头问号，眼神有些凌乱。孔刘，带胶布。虽然，但是顾晨曦的小手还挺软。第40章，可怜的沈霞。商院学生会招新早在昨天中午就结束了，今晚的会议是为了面试这些新生。顾晨曦牵着孔刘一路从食堂走到了商院的小礼堂。此刻小礼堂的观众席已经坐满了前来面试的学生。讲台上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长相帅气的会长白学周坐在主席台正中间。他的左右两边坐着的是2个副会长，一个是大波浪御姐沈霞，还有一个是戴着厚镜片眼镜的短发女生。那女生一看就是好学生模样，她叫钱欣，是商院学生会的另一个副会长。白学周已经大3了，再有半年学生会换届，他这会长的位置也该换人，到时候新的学生会会长就会从这2个女生中选出。其实沈霞对这些一点也不在乎，她之所以会在大1的时候加入学生会，完全是因为学生会招新那天，穿着干净整洁、阳光大方的白学周，笑容和蔼的将一张小小的传单递到她的手上。懵懂少女心里那只情窦初开的小鹿，在这一刻躁动了起来。为了能更加接近白学周，进入学生会的她努力地表现着自己，总算是在大1下学期竞选上了副会长的职务。但是越是接近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她就愈发觉得白学周不太对劲。直到白学周亲口承认自己喜欢男孩子，而且他还是个小受，沈霞彻底绝望了，甚至对学生会的事情都失去了干劲。沈霞心说，有一种被生活狠狠某某但无力反抗的感觉，太他妈草淡了。知道白学周的秘密之后，沈霞和他成了闺蜜。她曾经还不信邪的找机会穿着性感暴露的内衣，试图将白学周给掰直。可白学周那平静的目光再次证明了他是个童。这件事让一直对自己身材引以为傲的沈霞备受打击。沈霞看着台下这群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学弟学妹，心里很清楚，里面至少有一半小男生是冲着顾晨曦和自己来的，毕竟他俩在迎新晚会那天可是吸引了不少的小粉丝。还有一半小女生和当年的自己一样，是冲着会长白学周来的，目的单纯的根本就没几个。只可惜要让他们大失所望了，白学周是个童，顾晨曦还成了死恋爱脑，喜欢上了孔刘这个看着平平无奇的家伙。至于他沈霞嘛，目前来看，现场的小学弟们并没有能入得了他法眼的。哥，白学周敲了敲主席台，然后拿起话筒，声音温柔地说道：“我们的会议要开始了，大家都安静一下。”沈霞歪了歪头，看着白学周，听着他温柔的声音，内心依旧忍不住泛起阵阵涟漪。想当年自己就是听着这个声音立下志向要成为副主席的，当时只是觉得白学周说话很温柔，像个女孩子似的，却没想到她居然真的是个女孩子。内心沈霞想到这又有些想哭了。白学周一句话，小礼堂瞬间安静了下来。与此同时，顾晨曦也迈着冷酷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的身后。沈霞看着顾晨曦的身后，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怎么把孔刘也带来了。白学周看着像个小弟一样跟着顾晨曦一起走进来的孔刘，转头小声地问沈霞：“那个也是咱们的新成员吗？你可别打他的主意。”沈霞还以为白学周对孔刘有意思呢，立马说道：“这可是晨曦看上的男人。”白学周撇了撇嘴说道：“好吧。”沈霞看着白学周的表情，有些震惊地说道：“我靠，你还真对他有意思啊！如果不是现在还在主席台上，他恨不得揪起白学周的衣领，指着他狠狠骂2句：老娘前凸后翘你看不上，你 TM 喜欢这小子，老娘还不如一个小屌丝对你有吸引力。”沈霞的自尊心再次受到了打击。
白学周抿嘴一笑，笑容十分的温暖，看着挺帅的。操！沈霞暗暗骂了一句。观众席上的新生们看到和顾晨曦同进同出的孔刘，也是议论纷纷。他俩最近在学校的风头真的太盛了，交大的所有表白墙和论坛上首页置顶都是这二位，视频的、照片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简而言之，头条都是他俩。顾晨曦走到了观众席的第一排，找到了摆着文娱部部长座位牌的那个空位，坐了下去。被莫名其妙拽进来的孔刘想离他远点，所以就想往后走，可刚走上一个台阶，顾晨曦就冷声问道：“去哪？你边上也没位置了。”孔刘指着后排空着的位置说道：“我去找空位。”谁说没有的？顾晨曦着，目光落在了坐在自己身旁的部员身上。那冰冷的目光让部员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立马起身说道：“部长，我坐后面去。”然后灰溜溜的跑到了后面。而坐在他另一边的部员虽然没被他盯着，但也跟着刚刚离开的部员一起跑到了后排。这下子顾晨曦左右两边的位置都空了出来。顾晨曦双手抱在胸前，傲然的说道：“行了，挑一个位置坐吧。”孔刘在心中骂了一句：“万恶的官僚主义。”然后乖乖的坐到了顾晨曦右手边的椅子上。见人也到的差不多了，白学周也不墨迹，直接开始了今天晚上的招新面试介绍。台上的白学周在侃侃而谈，台下的孔刘小声的问顾晨曦：“我不是学生会的，坐在这里会不会有些不太好啊？”顾晨曦有些不解的问道：“有什么不好的？”孔刘继续说道：“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盯着我看。”顾晨曦摆了摆手，说道：“没事，别理他们就行了。”孔刘又问道：“那万一他们看我不爽怎么办？”“谁敢？”顾晨曦冷着脸，用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谁看你不爽，我让他滚蛋。”顾晨曦的话霸道又帅气，一瞬间孔刘就理解了为什么总有女孩子爱看霸道总裁文。但孔刘不知道的是，顾晨曦高冷的外表下，内心想法：谁敢欺负我家宝宝，都打死。捏紧小拳头。小礼堂靠后排的角落里，两人腻腻歪歪交头接耳的画面被一个少女尽收眼底，少女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哀伤之色。第41章，苏雅。今年商院学生会报名的人格外的多，主要也是因为今年迎新晚会办得好，甚至还有其他学院的学生跑过来报商院的学生会，这些人全被白学周给剔除掉了。原本往年1个小时的面试活动，今天却是快2个小时过去了，还没结束。还有多少个人？孔刘侧着头询问正在面试文娱部新成员的顾晨曦。顾晨曦冷眸中带着些许倦意，说道：“文娱部还早着呢，还有10几个人要面试。”孔刘听到顾晨曦的话，立马就不淡定了：“那不行啊，我还得去你家给你妹妹辅导功课呢。虽然当家教的时间不是固定死的，但是迟到的话也不太好。而且自己住院那段时间，顾晨曦的母亲也给他转了工资。”孔刘当时是拒绝的，但耐不住刘云阿姨太热情，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坐下。顾晨曦拽住了准备站起身的孔刘，霸道的把他摁回了座位上，说道：“我面试完这一个和你一起走，剩下的交给小霞。”“行吧。”孔刘答应着，老老实实的坐在位置上。顾晨曦看着乖巧懂事的孔刘，要不是周围人多，他不好意思，真的就很想对孔刘来一记摸头杀。孔刘无聊的坐着，竟在外套口袋里翻出了一小包瓜子，仔细想了想，这包瓜子好像是上次和杜宏远他们一起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他们顺手拿的，塞进了他的外套里。放了这么久，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吃。闲着是闲着，孔刘撕开包装，剥了2个瓜子，尝了尝，心中大喜。五香的，还挺好吃。下一个面试的人还在做准备，顾晨曦抽空看了一眼身旁的孔刘，看着他低着头，问道：“你在干什么？嗑瓜子呢？你要吗？”孔刘抬起头，嘴角还沾着一点瓜子碎，他手里举着一把瓜子，伸到顾晨曦眼前。噗！看着孔刘憨憨的模样，顾晨曦有些忍俊不禁，他摆了摆手，拒绝道：“你自己吃吧，我忙着呢。”他伸出那白皙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擦去孔刘嘴角的瓜子碎，怎么跟个小孩子似的？这一幕被顾晨曦的部员们看到了，一个个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冷冰冰的部长露出如此温柔的眼神，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一幕同样也被进来面试的少女给看到了。少女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扎着一个马尾辫，干净的脸蛋上没有瑕疵，明明是素面朝天，衣服也穿得保守，却依然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魅惑感，好似天生的尤物。眼前这个少女算得上是商院新生里面的知名人物了，因为长得太漂亮了，自打开学第一天就有人在表白墙上挂她，后来的军训各种新生活动都会有人在校园墙上找她的联系方式。最近除了孔刘和顾晨曦的头条之外，眼前这位少女也是经常久居2人之下的校园墙红人。网上已经传出了她将会是交大今年新的校花的消息，毕竟曾经的高冷校花顾晨曦已经传闻有男朋友了，这群单身狗们急需一个新的精神寄托。而这位少女顶着一张素颜，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不需要任何打扮，足以艳压群芳，
于是大家亲切地称之她为平民校花。此刻，被奉为平民校花的少女，那目光却毫不掩饰地落在了孔刘的身上，她眼中的情绪有些复杂。顾晨曦当然也注意到了少女那不怀好意的眼神。作为一个女人，天生的第六感告诉自己，眼前这个少女是个危险的家伙，她的目标就是孔刘。顾晨曦冷眼看着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少女含情的眸子和顾晨曦那双清冷的眸子对在了一起，好似迸发出了电光火石。面对顾晨曦强大的压迫感，她没有示弱，说道：“苏雅。”听到这个名字，孔刘怔住了，手上剥瓜子的动作也像是按下了暂停键。他蓦然抬头，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少女，怔怔的有些出了神。孔刘脑海中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这一刻好似突然被打开了一般。死！没等孔刘打开回忆的匣子，他就感觉到大腿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低头一看，是顾晨曦的手正在掐他的大腿。顾晨曦咬着嘴唇，眼中充满了醋意。他瞪着孔刘，好似在说：“不准看他。”顾晨曦不动声色地凶完孔刘，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少女，面色也是更加的冷峻。“你为什么要加入学生会，并且来到文娱部这个部门？”如复读般重复的台词，他今晚已经问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唯独这一次，他的情绪明显不太一样。因为他……少女的手指指顾晨曦身旁的孔刘。那天我看到孔刘学长在舞台上唱歌，所以很仰慕他，就加入了学生会。听到苏雅的话，顾晨曦的脸色直接黑了下来，仿佛醋坛子被打翻了一般，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在周围蔓延开来。坐在顾晨曦左手边的部员立马提醒道：“同学，这位学长不是我们学生会的，他只是我们部长的朋友。”哦。苏雅闻言淡淡的应了一声，干脆利落的说道：“那既然如此，我放弃加入学生会。”“我不同意。”苏雅傻眼了，有些错愕的看着顾晨曦。她原以为顾晨曦会毫不犹豫的让他滚蛋，可顾晨曦却没这么做。苏雅的目光再次对上了顾晨曦，顾晨曦的眼神中带着几分玩味。顾晨曦说道：“我们可不是在做游戏，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苏雅反问道：“你的眼神不是已经把这次面试结果告诉我了吗？”苏雅知道，以顾晨曦的性格，他绝对不会让自己待在学生会的。“不，我就喜欢你这种有个性的人。”顾晨曦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继续说道：“所以，恭喜你成为我们文娱部的一员。”啊！苏雅听到顾晨曦的话，明显一愣。苏雅不知道顾晨曦是怎么想的，但他身旁的孔刘可是十分的清楚。孔刘心说，把讨厌的人留在自己的团队，这小妮子日后肯定会想方设法整他的。孔刘还真没猜错，像苏雅这么一个充满危险性的敌人，顾晨曦可不敢给放走了，留在自己身边，还能随时看着，时不时的打压他一下，让他知难而退。顾晨曦心想，敢和我抢男人，杀了，都杀了。哼。第42章，往事随风，平淡如水。顾晨曦把苏雅的资料塞进了文件夹内，然后递给了一旁的部员，说道：“我有点事先走了，沈副会长等会过来接我的活。”“好的，部长拜拜。”把手里的活交出去之后，顾晨曦拎着手提包，拉着孔刘就要离开了小礼堂。“哎，别拽我，等一下。”孔刘说着，将自己刚刚剥的瓜子和瓜子壳分开收拾好，用餐巾纸裹着，塞进了口袋里，这才起身跟着他朝外面走。“孔刘学长！”两人刚走出小礼堂的门，就听到有人在喊孔刘的名字。顾晨曦和孔刘同时站定身子，默契地转头看去，只见刚刚面试文娱部的苏雅正站在门口等着孔刘。“苏雅。”孔刘皱了皱眉，看着他问道：“你怎么还没走？”“等你。”顾晨曦听到两人的对话，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他拽着孔刘的胳膊问道：“你们认识？”孔刘沉默了几秒，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认识吧？他该不会是你的？”“不是。”顾晨曦前女友3个字还没讲出口，孔刘就用手指抵住了他的嘴唇。他轻声说道：“能让我和他单独聊聊天吗？”“你……”见孔刘打断自己说，还提出要和他独处，顾晨曦心中的醋坛子再次被打翻。他咬着嘴唇，有些不悦地说道：“已经9点了，你现在的时间是属于我的。”孔刘看着顾晨曦，目光诚恳，还带着些许的不容置疑，说道：“就几分钟，你先去开车，我在校门口等你。”顾晨曦嘴唇动了2下，他不想答应让孔刘和这个女人独处，但看着孔刘的眼神，他最终还是没有多说什么。顾晨曦离开之后，孔刘看着站在自己对面的苏雅，说道：“边走边聊吧。”“好。”苏雅迈着小步子跑到孔刘身边，两人并肩往外走去。苏雅说道：“这么多年没见，我还以为你早已把我忘记了。”孔刘没有回答他的话，目光有些惆怅，沉默半晌，他开口问道：“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少女不假思索地说道：“很好。”孔刘又问道：“你父亲快出来了吧？”他思索着说道：“还有2年吧。”“为什么来交大？”
一开始本来想考京城的，后来没舍得走，第一志愿报的交大，录取了。我来之前其实不知道你也在这里，真的。最后的2个字，少女说得很坚定。哦，新生晚会那天，你的歌很棒。新生晚会那晚，苏雅原本不想去的，但是拗不过自己的3个室友，于是就跟着去了。如果她没去，今晚2人估计也不会在这里重逢。谢谢。孔刘的淡淡的说了一声谢谢，脸上看不出喜悲。你还在恨我对吧？苏雅清秀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惹人心疼的落寞之色。没有。孔刘摇了摇头说道，有错也是你父亲的错，我从未恨过你。对不起。苏雅眼中噙着泪，模样楚楚动人。不用和我道歉，我说了，我从未恨过你。孔刘的情绪并没有因为苏雅那可怜的模样而有所波动，他淡淡的说道，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过好各自的生活，以后在学校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苏雅听着孔刘的话，仿佛灵魂被抽出了躯壳，她停住了脚步，直直的站在了原地，目光也变得恍惚了起来。孔刘没有看他，默默的往前走去，思绪却回到了10年前。他作为孔氏财团的独子，第一顺位继承人，从出生起就含着金汤匙长大。小时候的孔刘确实也是不知钱为何物，坐着几百万的豪车上下学，背着10几万的书包，就连私人定制的衣服的纽扣都是用金丝线缝的。和他相比，同桌的小姑娘却是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平时也总是食不果腹，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却每天挨饿受冻，连头发都因为营养不良而发黄。孔刘眼看着同桌吃不起饭，于是就让他帮自己写作业，写一次给他100。其实孔刘的想法也很单纯，只是想让他能有钱吃饭。奈何小姑娘的父亲是个烂赌鬼，小姑娘的母亲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烂赌鬼的家暴，才偷偷跑掉的，留下这可怜的小女孩跟着这混蛋父亲。父亲得知女儿的同学是个出手阔绰的富二代之后，心中生出了一个歹毒的计划。他借口给女儿办生日宴，让女儿邀请同学来家里过生日。小女孩天真的以为父亲改过自新了，所以才想给自己过生日的。她在学校没什么朋友，和孔刘同桌以来，她没少受到孔刘的照顾，所以她唯一能邀请的就是孔刘。孔刘赴了小女孩的约，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根本就不是一场普通的生日宴。烂赌鬼父亲想绑架孔刘，小女孩拼命的阻拦，孔刘逃了出去，没跑多远就被那赌鬼的同伙给逮住了，一行人绑架了孔刘。而这一幕也被路过的另一个小女孩给目睹，小女孩转身想跑，可惜又怎么跑得过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呢？最后孔刘和另一个小女孩一起被绑到了离中海几10公里的一个偏远乡镇，绑匪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勒索计划。勒索的过程中，他们还得知了路边绑的小女孩也是个有钱人家的千金，于是乎他们准备一次性敲诈2笔。某天中午，绑匪的女儿来送饭时，给了孔刘一把没尖了的小铁勺。当天夜里，孔刘跑了，带着那个被绑的小女孩一起跑了。再次见到家人时，已是数日之后。经历了这件事后，孔刘转了学，性格也愈发的低调了。同样性格大变的还有那个被绑架的女孩，也就小时候的顾晨曦。孔刘还并不知道，小时候那个笨蛋拖油瓶就是现在天天在自己面前晃悠的顾晨曦，而那个赌徒的女儿就是苏雅。几个参与绑架的绑匪先后死于非命，只有苏雅的父亲因为主动自首的早，被判了12年，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因为此事，苏雅被接到了奶奶家，由奶奶抚养长大。往事随风，平淡如水。这段痛苦的记忆，孔刘并不想再提起。孔刘慢悠悠地走，顾晨曦的车子却早已在校门口等候多时。想着孔刘可能正在和另外一个女人卿卿我我，自己却像个冤大头一样在这里干等着，顾晨曦就一肚子气。但看到孔刘上了车情绪低迷的模样，顾晨曦原本憋了一肚子的火，却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他一句话都不用说，只是一个表情变化就能牵动着你的神经。顾晨曦已经不在乎苏雅和他是什么关系了，看着他伤心的模样，顾晨曦温柔地问道：怎么了？没事。孔刘说着，将一坨用餐巾纸包裹的东西递给了他，给你。这是什么？顾晨曦接过那坨餐巾纸，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包好的瓜子仁。孔刘耸了耸肩，说道：你当时说面试吃不了，我就准备给你包好，结果一直没来得及给。顾晨曦的眼眶有些湿润，脸上却洋溢着笑容。孔刘歪了歪头，问道：你不会感动得要哭了吧？原本感动的气氛被孔刘一句话给破坏了。顾晨曦捂着红扑扑的小脸，说道：滚啊，我才没哭。这一刻的顾晨曦已经不想再追问孔刘和苏雅以前有什么过往了，哪怕2人从前真的是男女朋友也好，他不在乎，因为他十分的确信，现在的孔刘是他顾晨曦的，谁都抢不走的那种。第43章，心疼哥哥的好妹妹。孔哥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你怎么不太高兴的样子？是不是我姐又欺负你了？你别急，我等会就去找我妈告状。孔刘一到顾家，
顾晨轩就围在他的身边，像只小蜜蜂一样，嗡嗡嗡的闹个不停。孔刘被活泼的顾晨轩闹的，一下子也忘记了那些难过的事情。他笑着摸了摸顾晨轩的脑袋，问道：“怎么感觉你今天心情很不错？”顾晨轩像只小猫一样，用脑袋蹭着孔刘的手掌，笑着说道：“对呀对呀，孔哥哥，我跟你讲哦，我今天期中成绩出来了。”顾晨曦刚停好车，走进屋里，就看到孔刘正在对自己的妹妹使用摸头杀，他居然有些吃醋了。这已经是他今晚第3次吃醋了，前2次吃苏雅的醋，这一次他连自己妹妹的醋都吃。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醋王开始吃醋。顾晨曦捏紧了自己的手提包，心里气鼓鼓的想着：我也要摸头，我也要。顾晨曦醋溜溜的对着2人冷声说道：“还在客厅站着干什么？快点去上课！”知道了知道了，你凶什么凶？哼！顾晨轩扮了个鬼脸，反驳了一声，然后牵着孔刘跑上了楼去。回到顾晨轩的房间里，他拿出期中考试的所有试卷，放在了孔刘的面前，双手叉腰，骄傲的说道：“我这次可是全班第3哦！”哇！孔刘也有些惊讶，他记得自己刚带顾晨轩的时候，他还只是中游水平，期中考试居然已经全班第3了，进步简直可以用神速来形容。当然，如果顾晨轩平时上课乖乖听讲不调皮的话，孔刘觉得以顾晨轩这聪明的小脑袋瓜子，就算不用自己的辅导也能取得好成绩。孔刘一边检查着顾晨轩的试卷，一边夸赞说道：“我讲过的题型全是满分，晨轩真的很棒呢。”嘿嘿。得到孔刘夸奖的顾晨轩挠了挠头，有些腼腆的笑了一下。孔刘把试卷整理了一下，很快就想好了今晚的教学任务。来，我给你讲解一下这些错题，下次争取拿个全班第1回来。顾晨轩认真的点了点头，专注的听着孔刘讲课。授课结束后，顾晨轩凑到孔刘耳边，小声的说道：“孔哥哥，我妈说我这次考得不错，要奖励我去迪士尼，你和我一起去吧。”面对这小萝莉的邀请，孔刘倒也没有拒绝，而是问道：“什么时候？”“这周末。”顾晨轩眨巴着灵动传神的大眼睛，期待的问：“你有空吗？”孔刘想了想说：“应该有空。”“别应该啊！”顾晨轩抓着孔刘的手臂摇晃了2下，撒娇道：“你肯定有空的对吧？”架不住顾晨轩的撒娇，孔刘苦笑了一下，点头说道：“有空有空。”“好耶！”顾晨轩高兴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道：“我这就去和我妈妈讲，让她把你的票也买了。”“哎，我……”孔刘刚想说让他不用买，给自己买票，可顾晨轩已经跑得没了踪影。过了一会，顾晨轩愁眉苦脸的回到了房间。孔刘看着他那失落的模样，问道：“怎么了？是不太方便带我一起吗？”“不。”顾晨轩立马摇了摇头，说道：“我妈妈答应了，但是我姐……你姐不想让我去啊？”孔刘抿嘴笑了一下，似乎也并没有太意外。他心想，这小妮子还真是记仇啊。他正想着呢，顾晨轩却再次摇头，说道：“不是，是我姐要也跟着一起去。”“呐。”孔刘歪了歪头，看着他问道：“你姐要去？”“顾晨轩气鼓鼓的撅着嘴说：“明明下午问他去不去的时候，他都说不去的，结果我刚和我妈说完要带你一起去，我姐就不知道从哪突然窜了出来，说要跟着咱一起去，而且她还叫我妈妈不要去了，她带着咱们俩去。就因为这事啊！”孔刘还以为是顾晨曦不想让自己去，顾晨轩才愁眉苦脸的回来呢。听明白缘由之后，他问：“你姐带你去，为什么要不开心？”“我才不要她带我去！”顾晨轩撅着嘴说道：“她个胆小鬼，每次带我去游乐园都不让我玩刺激的游乐设施，明明是自己不敢，还说是为了呀！”顾晨轩的话还没说完，耳朵就被人从身后揪住了。2人同时向后看去，顾晨曦不知何时居然来到了房间内。顾晨曦揪着妹妹的耳朵，冷峻的小脸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桃红色，他恶狠狠地在妹妹耳边说道：“你再敢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把你耳朵揪下来？”“哎呀，疼！”顾晨轩一边疼得呲哇乱叫，一边求饶说道：“错了，姐姐你放过我吧。”顾晨曦这才松开了手，然后用修长的手指在妹妹的额前用力戳了一下，说道：“妈已经同意了，这周末由我带你去迪士尼。”顾晨曦说完，目光望向孔刘，白皙的手指轻轻一指，说道：“还有你也跟着我一起去。”他那不由分说的语气和高傲的态度，就好像并不是来提醒2人这件事的，而是在命令他们像女帝王一样，向自己的子民宣布自己的新规律令。说完后，也不等2人回应，他就先一步离开了妹妹的房间。出门后的顾晨曦原本冷峻的小脸刷一下子变得通红，他心想：顾晨轩这个死家伙，干嘛在孔刘面前揭我老底，太丢人了！哎呀！顾晨轩捂着被捏得通红的耳朵，可怜兮兮地看向孔刘，说道：“孔哥哥，你看啊，他这么凶，以后谁会要他啊？不像我只是个心疼给姐爱的好妹妹。”噗，哈哈！
孔刘被顾晨轩茶里茶气的话给逗笑了，他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耳朵，问道：“很疼吗？”顾晨轩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委屈，说道：“疼死了，呜呜。”顾晨曦但凡有妹妹一半功力，孔刘早就怀上了，呸，他早就怀上孔刘的了。第44章女色狼。因为孔刘今天来得太晚，家教结束之后已经快12点了，顾晨曦也懒得走了，决定今晚在家住。孔刘却坚持要一个人回学校，但顾晨曦的父母不放心孔刘一个人回学校，就让孔刘在家里的客房住下，明天再和顾晨曦一起回去。这个点宿舍已经门禁了，回学校的话肯定会被宿管阿姨记名字，再加上顾天汉和刘云两人的盛情难却，孔刘便答应了在顾家借宿一宿。孔刘坐在客房的椅子上，拿出手机，在宿舍群里发了条消息，告诉3个室友自己今晚不回去了，让他们帮自己应付一下查房的人。看着孔刘发的消息，宿舍群里立马炸开了锅。王琦，你现在该不会和顾校花在一起吧？杜宏远，不是，你小子还真把人骗到手了呀！陈志睿，哥，做好安全措施。孔刘，想啥呢？我只是在人家家里借宿一宿。王琦，家里？你们见过家长了？陈志睿，孔哥牛逼。杜宏远直接发了一篇小作文，骗哥们儿可以，别把你自己也骗到了就行。哥们被骗了真无所谓，打个哈哈就过了，但希望你打完这段话后擦一下眼角，别让眼泪掉在手机屏幕上的就行。你说的这些话，哥们儿信一下也是没什么的，还能让你有个心理安慰，但这种话说出来骗骗兄弟就差不多得了，哥们儿信你一下也不会少块肉，但是你别搞得自己也当真了就行。哥们被你骗一下是真的无所谓的，兄弟笑笑也就过去了，真不是哥们想要破你防，你擦擦眼泪，好好想想，除了兄弟谁还会信你的这些话？孔刘看着杜宏远发的消息有些无语，不知道这小子哪找的文案。就在这时候，顾天汉敲了敲房间门走了进来，给了孔刘一套自己没怎么穿过的睡衣，让孔刘换洗用。谢谢叔叔。孔刘说着站起身，礼貌地接过了顾天汉递来的衣物。孔刘从小就在富人圈子里长大，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有钱人，但像顾天汉这样的确实是少见，所以也是打心底的尊敬这位长辈。同样的，他也很尊敬刘云阿姨，因为他的父母也是如此，待人真诚，平易近人。而且顾天汉还特别尊重自己女儿的决定，顾晨曦不喜欢陈俊杰，他也不会为了自己的生意让女儿委曲求全。不客气。顾天汉笑眯眯地对孔刘说道，走廊尽头就是浴室，你早点洗漱休息吧。孔刘微笑着点了点头，好，叔叔你也早点休息。顾天汉离开后，孔刘抱着衣服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浴室里，简单的冲了个澡。吹头发的时候，孔刘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莫名觉得有点小帅。男人对自己颜值最自信的时刻刚洗完澡时。吹干头发后，孔刘穿着睡衣打开了浴室的门。门开的一瞬间，一个人影就朝着自己扑来，还伴随着一声尖叫。孔刘也被吓了一跳，他瞪大了眼睛，低头看去，顾晨曦正抱着自己的腰，手指在自己的小腹上来回磨蹭着。刚刚那个厕所门口的人影正是顾晨曦。顾晨曦内心腰还蛮细的，好像还有腹肌，不确定，我再偷摸一下。孔刘看着顾晨曦，不解地问道，你在干嘛？晚上好。顾晨曦推开孔刘，站直身子，双手不知所措地背到了身后，嘴里胡言乱语地说了一句晚上好，试图缓解尴尬。可越解释好像就越尴尬了。孔刘错愕地问道，晚上好，还可。顾晨曦轻咳了3声，很快恢复了镇定。他说道，我是来用浴室的，你洗完了吗？洗完了。孔刘点了点头，指着浴室说道，你去吧。行。顾晨曦点了点头，就准备往浴室里走，可孔刘却又叫住了他，等一等。怎么了？你洗澡不拿衣服吗？对，我先回房间一趟。顾晨曦说着又灰溜溜地跑回了房间。从楼下刚上来的顾晨轩看着匆匆回房间的姐姐，有些不解的又看了一眼同样懵逼的孔刘，他问道，我姐怎么了？不知道啊。孔刘挠了挠头，他要洗澡来着。洗澡？顾晨轩闻言皱了皱眉，说道，我姐房间里有独立卫浴啊，为什么要出来洗澡？我哪知道。孔刘耸了耸肩，一脸无辜，他抱着衣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另一边，偷看孔刘洗澡差点被发现的顾晨曦像只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了被子里，趴在床上半天也没点动静。被子里的顾晨曦脑袋被闷得通红，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顾晨曦，你刚刚在做什么啊？你居然想偷看男人洗澡，你疯了吧？好尴尬好尴尬，幸好他没发现，丢死人了，丢人也就算了，还啥也没看到。不过摸到了腹肌好像也不亏，嘿嘿。等等，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呀？顾晨曦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女孩子也是好色的，只不过她们只会对喜欢的男生好色。
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的女神对你不好色，不偷看你洗澡？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女神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你呢？翌日清晨，孔刘早早的从床上爬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虽然客房的床很大很软，比学校的上下铺舒服多了，但是孔刘比较认床，陌生的环境让他无法安心入眠。现在才6点多，顾晨曦他们一家子都还在睡觉。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孔刘回到了房间，有些无聊的坐着，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孔刘突然有一种在未婚妻家借宿，但是睡不着觉，第二天起得太早，只敢坐在房间里等他父母喊你起床吃早餐的无助感。在床上坐着刷了半个小时短视频打发了时间，孔刘终于等到顾晨轩来敲自己的门，喊自己吃早餐了。顾天汉没时间吃早餐，穿戴整齐之后，在餐桌上拿了几片面包，就坐上车离开了家。顾晨轩要赶着去学校，也和父亲一样抓了2片面包就跑上了车。刘云则是在房间里做着清晨的脸部护理，顺带喝上一杯排毒养颜的代餐茶，早饭是肯定不吃的。偌大的餐桌前，只有孔刘和顾晨曦2人默默地在吃着早餐。早餐是厨房里的阿姨起早床做的蟹黄汤包和虾子馄饨，汤包的味道很不错，馄饨也好吃，孔刘吃了很多。孔刘吃得饱饱的，心情也跟着这顿早餐一起变得很好。可一抬头看到顾晨曦冷冰冰地盯着自己看，孔刘美好的心情突然凉了半截。看着顾晨曦冷得死人的脸，孔刘心想，可恶，这个女人一定在心里骂我吃的太多了。事实上，顾晨曦冷冰冰外表下想的却是宝宝吃饭的样子好可爱，多吃点，多吃点。第45章，害人中害己。在顾家吃完早餐后，顾晨曦开着车带着孔刘回到了学校。因为上午的3、4节有课，所以顾晨曦没有把车开回宿舍楼下，而是停在了教学楼下。2人一起从车上下来，一起走进教学楼的画面引来了无数同学的围观，还有不少人觉得孔刘这是傍上了富婆。沈霞早早的来到教室里，占了顾晨曦的位置，还把他的课本也一起拿来了。看到同时走进教室的2人，眼睛瞪得老大。沈霞今天站的是双人座，孔刘没办法像上次一样跟他们俩坐，顾晨曦心里还有些小失落，宝宝没坐在我身边，不开心，呜呜。沈霞歪了歪头，看着跑到后排找了个4人位坐下的孔刘，又看了看顾晨曦，问道：你昨天晚上没回宿舍，该不会是和他？小霞，你胡说什么呢？顾晨曦面色一红，用手在沈霞的肩膀上轻轻推了一下，说道：他给我妹妹辅导功课，太晚了，就在我家住了一晚。啊！沈霞一听更惊讶了，你们这么大胆，直接当着父母的面睡一起？我家不止1张床。顾晨曦有些无语的说道，他住客房，我住自己房间。切！沈霞有些鄙夷的说道，我还以为你们进展神速，已经开始造小，呜呜。别胡说！顾晨曦捂着沈霞的嘴巴，生怕孔刘听到些什么不该听的东西。他瞪了沈霞一眼，说道：你一个女孩子，脑子里怎么全是黄色废料？沈霞掰开顾晨曦的手，说道：谁说女孩子就不能好色了？沈霞说着，挺了挺自己胸前那骄傲的2个资本。顾晨曦恶狠狠地凶了他一句，再炫耀等会回宿舍给你捏爆。狠毒的女人，你就是羡慕。切，我不稀罕。顾晨曦一脸不屑地摆了摆手，却又不动声色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在心里小声说道：我的也不小好吧？不对，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呀？肯定是被沈霞这个女色狼给传染了。坐得比较靠后的孔刘并不知道2人正在聊着什么奇怪的话题，他正在给室友发了个消息，让他们帮忙拿一下自己的课本。虽然大学上课有书跟没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总得给老师点面子对吧？杜宏远最先在群里说道：好好好，你和漂亮妹妹在外面耍了一夜，早上还要我们给你带书去教室？呸，渣男，想都别想。杜宏远竖中指，然后另外2人也纷纷效仿，发了个竖中指的表情包。孔刘也不废话，直接拍了一张自己站的座位发到了群里，并附上一句话：本来还想着帮你们占个后排的位置，等会上课你们打游戏方便点呢，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3人一看，立马撤回了竖中指的表情包。杜宏远，父王，我承认我刚刚说话的声音大了点。孔刘，这还差不多，算你识相。有孔刘占座，3人也是有恃无恐，一直到快上课了，才慢慢悠悠地走进了教室。杜宏远刚坐下，就抓着孔刘的手臂，欲要开口，孔刘直接用食指抵住了他的嘴。他已经预判到这小子想说什么了。孔刘抢先回答道：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别问了。杜宏远当场给孔刘来了一个中指，说道：废物，朕没有你这样窝囊的逆子。孔刘直接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他。见孔刘不理自己，杜宏远又转头看向了王琦。王琦今天弄了个小发型，一看就是课后有约了。自从谈恋爱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样，再也不是那个不修边幅的肌肉猛男了，恋爱使人面目全非。杜宏远拍着王琦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可别学他，
尽早拿下杨雪儿。这可不行。王琦有些腼腆的挠了挠头，害羞的说道：“我和雪儿才刚谈呢。”杜宏远却说：“刚谈怎么了？我跟你讲。”孔刘见他又在给纯情小少年灌输一些糟糕的思想，也是看下不去了，直接把他给拽了过来，说道：“你丫别当狗头军师了，自己谈一个去。”靠！杜宏远看着不远处正和顾晨曦聊得火热的沈霞，说道：“你以为我不想啊？”孔刘也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他眯着眼睛，嘴角挂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说道：“你不会对沈霞有意思吧？”啊，嘿嘿。杜宏远难得一见的腼腆了起来，挠了挠头说道：“谁会不喜欢大波浪御姐呢？身材还那么哇塞。”孔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喜欢就冲，不要等他被别的男人骗到手了，躲在宿舍里偷偷听反方向的钟。”你以为我不想啊？杜宏远苦着脸说道：“昨天晚上在食堂，你又不是没看到，他一点机会都不给我留。”共处1年，孔刘还会不知道杜宏远这小子，他就是典型的嘴炮型选手，口嗨没人比得过他，真要上了战场，他就一塌糊涂了。孔刘觉得这小子的模样有些好笑，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个坏点子，他继续忽悠杜宏远说：“不给你机会，你就创造机会，拿出你的撩妹本领，7天不3天，3天拿下沈霞。”杜宏远把脑袋凑了过来，问道：“怎么创造机会？”孔刘一脸认真的说道：“等会一下课不就中午了吗？你下课了邀请他去食堂吃个饭啊，谁会拒绝免费的午饭呢？对吧？他要是答应了，那机会不就来了吗？”好主意啊！杜宏远听到孔刘的话，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立马竖起了大拇指，没想到你还挺聪明啊！孔刘看着杜宏远呆呆傻傻的模样，第一次觉得聪明这2个字是在侮辱人，他翻了个白眼，说道：“我谢谢你。书上说的没错，果然恋爱会使人变得面目全非。”刚结束一局游戏的陈志瑞用那清澈中带着些许愚蠢的目光看着2人，问道：“你们在聊什么呀？”杜宏远捏了捏陈志瑞的脸，说道：“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一边玩去。”杜宏远又问道：“那如果他不答应呢？”孔刘继续忽悠他：“不答应，你就死皮赖脸问他在哪个食堂吃饭，自己主动跟过去呗，去了再主动帮他付饭钱，他肯定会对你有好感的。”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杜宏远皱着眉头，察觉到一丝不对劲，这操作不是当舔狗吗？怎么会呢？孔刘摇了摇头，说道：“像沈霞这样的女生就喜欢霸总男，你强势一点，她肯定对你爱得死去活来。”大师啊，没想到你这么会把妹。杜宏远对孔刘露出了敬佩之情。被孔刘一顿忽悠之后，下课铃一响，杜宏远就冲到了沈霞面前，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他就感觉脚底一滑，然后腿一软，一个完美的滑跪，跪到了沈霞面前。周围的同学都看呆了，直呼：“真的有这么丝滑吗？”沈霞一脸懵逼的看着滑跪过来的杜宏远，半开玩笑的说道：“这也没过年啊，你现在拜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我可没给你准备红包。”沈霞身边的顾晨曦也疑惑的皱了皱眉，很好奇这小子想干嘛。噗哈哈哈哈！已经预感到杜宏远会出糗的孔刘，早就提前掏出了手机录像，看到杜宏远滑跪过去的画面，他没绷住，直接笑出了声。杜宏远尴尬的脸红成了猪肝色，他立马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说道：“那个，我想……”刚说了几个字，杜宏远感觉自己的声带像是被人摘了一样，半天也发不出声音了。沈霞皱着眉头问道：“你想干嘛？”刚刚那丢人的一幕让他的大脑有些宕机了。杜宏远用求救都目光看向孔刘，可孔刘却捂着肚子在那大笑，根本没看他。杜宏远突然灵机一动，指着孔刘说道：“他想请你们2位去食堂吃饭。”顾晨曦和沈霞闻言纷纷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孔刘。孔刘笑容戛然而止，嘴角僵住了，呆呆地看着杜宏远，心说：坑爹呢。第46章2个频道。去食堂的路上，杜宏远一脸歉意的小声对孔刘说道：“对不起，为了哥们的爱情，你就委屈一下吧，回宿舍我就把饭钱给你。”我真是谢谢你。孔刘瞪了杜宏远一眼，但是也没多说什么，他倒不是心疼钱，只是有些生气这小子把自己给卖了。3食堂的饭菜比1食堂的好吃，但是也真的有些小贵，3人的饭钱加起来80多，都是孔刘付的。他原本还想帮杜宏远付饭钱的，但是杜宏远却自己付掉了。中午吃个饭快用掉100，孔刘倒是无所谓，但顾晨曦却不这么觉得。他昨天看到孔刘的衣服外套都破了，也没舍得买新的，肯定是没钱买，今天还请自己吃饭。顾晨曦心里泛起一丝感动，他在想，宝宝对我真好。事实上，上次孔刘去百乐门救人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件衣服打的架，事后衣服出现了一点点破口子，孔刘自己都没发现，但顾晨曦却注意到了。他天真的以为孔刘是没钱买新的衣服，事实上秦子卓家里赔给孔刘的医药费他一点都还没花，全部都还在卡里。如果他想买衣服的话，用那些钱都够买很多了。
一旁的沈霞看到自己这个从小锦衣玉食的闺蜜被孔刘请了一顿20多块的饭就感动得快哭了的模样，恨不得当场捶死这个死恋爱脑。孔刘3两下的就解决掉了餐盘里的食物，抬起头正好对上了顾晨曦的目光，他的表情像今天早上在他家吃早餐时候的表情简直一模一样。孔刘又误会了，他在想，我这中午也没吃他家大米饭啊，他为什么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事实上，顾晨曦想的却是要不要给他买2件衣服呢？他穿多大码的衣服呀？万一我买的衣服他不喜欢怎么办？哎呀，好烦呀！他在偷偷看我爱，喜欢我又不敢说，大傻子。2个人各想各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一旁的杜宏远吃饭的时候，几次想开口向沈霞要微信，却欲言又止。孔刘看着他那怂蛋的样子，也是实在忍不了，直接帮他开了口：“沈霞同学，实不相瞒，其实我是有……孔刘的话还没说完，杜宏远就把他的嘴巴捂得死死的，不等他开口。杜宏远尴尬的笑了笑，说道：“他吃饱了，我送他回宿舍。”然后杜宏远扛起孔刘就跑出了30堂，留下顾晨曦和沈霞一脸懵逼，面面相觑。孔刘看着他，有些不解的问道：“不是，你自己怂就算了，我帮你，你怕啥？”“算了，我不敢。”杜宏远连连摆手说道：“哥们，我就是个小丑，面对喜欢的人话都说不出来，就我这种人不配拥有爱情。”神经病！见杜宏远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孔刘也是恨铁不成钢的骂他几句。其实很多没谈过恋爱的人就是这样的，帮别人出谋划策的时候比谁都厉害，真的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了。不管你多优秀，在喜欢的人面前总是会感到莫名的自卑，这反而是喜欢一个人时最真实的表现。杜宏远垂头丧气的说道：“中午饭钱多少？我转你。”“不用了。”孔刘摆了摆手，就当花钱买教训了。孔刘要是知道自己怂恿杜宏远去追沈霞，要搭上自己的话，他当时就不会说那些了，所以害人中害己呀。啊！杜宏远不解地问道：“花钱买教训是什么意思？”“嗨。”孔刘尴尬地轻咳了2声，说道：“没事。”下午有一下午的课，孔刘没有去图书馆看书，而是跟着杜宏远一起回到了宿舍，睡了个午觉。王琦这小子中午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一中午没回宿舍。杜宏远躺在床上，一中午没睡，不知道在想什么。宿舍里只有孔刘和陈志瑞2个人，美美的睡了一觉。下午是3节概论课，非常的难熬。杜宏远和陈志瑞直接打起了游戏。中午没睡的王琦趴在桌子上睡了2节课，在第3节课的时候也加入了打游戏的队伍里。只有孔刘认认真真的听完了3节课，听得他充满困意。下课后，孔刘本想回宿舍补觉的，可顾晨曦却在教室门口拦下了他：“跟我走。”顾晨曦拽着孔刘的手臂，不由分说的就拉着他往楼下走。2人在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下，一路来到了停车场。顾晨曦打开了车门，孔刘错愕的看着顾晨曦，问道：“去哪呀？这也没到家教时间啊。”老实说，上了3节课的他现在哪也不想去，只想好好睡上一觉。先上车。顾晨曦说着，也不等孔刘同意，直接就把他塞进了车里。第47章，弱小无助 in。 所以你急急忙忙的把我从学校带出来，就为了给我买衣服？孔刘看着顾晨曦把车子开进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里，不由得反问道。一开始顾晨曦急急忙忙的拽着他上车，孔刘还以为是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自己帮忙呢，结果都到市中心了，顾晨曦才跟他讲是带他来买衣服的。其实顾晨曦本来是想直接给孔刘买几件衣服送给他的，但是奈何他也不知道孔刘穿多大码的衣服，他也从没帮别人买过衣服，担心会挑得不好，所以思来想去，他决定直接带着孔刘来店里挑。他害怕孔刘知道这事，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所以在学校里的时候特意没讲出来，等快到了才说。顾晨曦点了点头，目光紧盯着车窗外，这偌大的地下停车场居然找不到停车位。我也不缺衣服啊，你带我来这……你先别说话。孔刘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顾晨曦一只手捂住了嘴巴。顾晨曦目光紧紧地盯着一辆正在预热发动机的车子，这车走后就能空出车位了，但对向的另外一辆车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那辆车来的比他们兜车还要早，也在停车场徘徊了很久没找到空车位。2辆车此刻都开着前车灯，一副剑拔弩张等待抢车位的架势。当停在车位上的车子后轮离开车位的一瞬间，顾晨曦游离配合，手脚并用，一个丝滑的神龙摆尾，车子直接漂移入库，帅气地停进了停车位。孔刘双手紧握安全带，甚至没来得及答应，他眨了眨眼睛，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道：“这就完事了？”顾晨曦立马露出了一个骄傲的小表情，心想：本小姐刚刚肯定帅爆了，小子心动了吧？心不心动很难说，但心跳的确实很快，被吓的。这操作不只是把孔刘看傻眼了，更把对面那想抢车位的司机给看傻眼了。
等他看清楚车里坐的还是个女司机的时候，他更是佩服地摇下车窗，竖起了大拇指，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走吧，顾晨曦说着，打开车门走了下去。孔刘却走在车里，不想下去，他继续把刚刚没讲完的话说了出来。我还有很多衣服，不用买新的。孔刘家里，他自己的房间连着独卫的中间有个很大的衣帽间，里面全是父母给他买的衣服，从手工定制的礼服到各大奢侈品牌当季的最新款单品，基本上都能在他的衣柜里找到。所以孔刘是真的不缺衣服，只取决于他想不想穿那些衣服。顾晨曦早就猜到孔刘会是这个反应，也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像上次带他去吃饭的时候一样。顾晨曦拉开副驾驶的门，俯身进去解开了孔刘的安全带，然后一把将其从车里拽了出来。顾晨曦一手扯着孔刘的胳膊，一手拽着他的衣服，说道：“都破成这样了，也不舍得换，还说自己有衣服。”顾晨曦说完，轻挑了一下眉毛，瞪着孔刘说道：“你周末要是穿成这样和我一起去游乐园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孔刘看着衣服上的破口子，挠了挠头，说道：“我也没注意到这衣服破了，但是我宿舍里还有衣服，去游乐园。”孔刘的话还没说完，顾晨曦便伸出食指抵在了他的唇上，说道：“别废话，我送你2件新的。”说完，他拉起孔刘的手，走进了停车场里的电梯。孔刘呆呆地看着顾晨曦，还是有些糊涂。他问：“你为什么这么突然的要送我衣服？就因为周末要去游乐园？”啊！被孔刘这么一问，顾晨曦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好像有些莫名其妙，心说光想着带他出来买衣服了，没想好借口，这下该怎么说？去游乐园这个借口好像不太合理，好烦，脑袋空空的。见顾晨曦板着脸，沉默了半天也没说一句话，孔刘小心地问道：“你是不是？”“不是。”顾晨曦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疼的一下就弹了起来，小兽尖叫似的说道：“没有，不可能的，我才不是喜，嗨嗨。”喜欢2个字还没说完，顾晨曦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立马收起紧张的表情，镇定自若，装的说道：“你想说什么？”孔刘看着顾晨曦的反应，有些懵，可能社恐的人都有2副面孔吧。孔刘在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开口对顾晨曦说道：“我想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穿很穷酸？”“啊？”“对。”顾晨曦根本没听清楚孔刘在说什么，只是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附和了一声。刚附和完，顾晨曦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在想，等一下，他刚刚说什么了？哎呀，我居然承认他穿得很穷酸，他肯定会觉得我看不起他，那样的话他不就会更自卑吗？那他不就更不敢和我面基了吗？顾晨曦，你这个笨蛋，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被顾晨曦承认穿得很穷酸的孔刘却在心中窃喜，居然被认可了，看来我普通人的伪装很成功吗？其实男人穷点没事，但是又穷又丑。顾晨曦本想开口安慰一下难过的孔刘，可一开口就感觉话不对味，立马又闭上了嘴巴。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顾晨曦，你要不要听听你刚刚在说什么蠢话？”孔刘憨憨地指着自己的脸，反问道：“啊，我很丑吗？”顾晨曦再次摆手说道：“不，我不是说你丑，我的意思是有才华的男生穷点也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你觉得我又穷又丑还没才华？”孔刘心想，原来我在别人眼里这么平凡吗？好喜欢这种被当成普通人的感觉。不是啊，我没有这么觉得。顾晨曦捂住了脸，他觉得自己此刻的任何辩解都是那么苍白无力。他心如死灰，想着完蛋了，越描越黑了，他会不会被我打击的患上抑郁症啊？他要是因为我的打击自杀怎么办？不行，我不能失去男朋友。顾晨曦想到这，心一横，一把拽住了孔刘的衣领，把他扯到了自己面前。孔刘看着顾晨曦的脸在自己眼前逐渐放大，眼中多了几分惊慌之色。他该不会想打我吧？顾晨曦严肃认真的说道：“给我听好了，你一点都不差劲，你很优秀。”孔刘听完他的话，露出了清澈又愚蠢的目光，心说他是在夸我吗？表情好冷，有点害怕。弱小无助 in 叮，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两人还来不及分开，外面等着坐电梯的人看到两人在电梯里拉拉扯扯的画面，特别是顾晨曦还冷着张脸，他们还以为2个小情侣在吵架呢，都不敢第一个进电梯。顾晨曦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的红色，拉着孔刘朝着电梯外走去。顾晨曦，好丢人！弱小无助 in 第48章是兄弟就来砍一刀。虽然孔刘一个劲的拒绝顾，但顾晨曦还是拽着他走进了一家卖品牌服装的店里。顾晨曦小包包一挎，十分霸气的说道：“喜欢什么衣服随便挑。”“真不用。”孔刘苦笑着说道：“我真的不缺衣服。”年轻的导购看着顾晨曦一身奢侈品，手里还拎着个爱马仕的包包，立马就带着笑脸迎了上来，说道：“先生，我们家最近上了新品，可以看一下哦，不买也没关系，可以试试看，万一遇到喜欢的呢？”“不用，
你先去忙吧。孔刘礼貌地对导购笑了一下。导购继续说道：没关系的，先生，试一试嘛。你的身材穿这件就很好看，是不是不喜欢这些衣服？顾晨曦见孔刘如此抗拒买衣服，便说道：你要不喜欢这里的衣服，楼下还有加巴宝莉，要不去看看风衣。孔刘正忙着拒绝导购热情的衣服推荐，听到顾晨曦的话，下意识地说道：不用，新品我家全有。啊，你家有巴宝莉的新品？顾晨曦闻言愣了一下，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不，孔刘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立马改口道：我是说我有风衣在家呢。孔刘心想，好险，差点就说漏嘴了。顾晨曦还以为孔刘说的风衣是那种便宜的通货呢，便解释说道：巴宝莉的风衣和你买的风衣不一样，我带你去看看吧。说着，顾晨曦带着孔刘离开了那家服装店。导购看着到手的大单子就这么飞了，也是十分的不甘心啊。他还想用打折的方式挽留两人，可两人却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电梯。见顾晨曦铁了心要给自己买衣服，孔刘也是有些架不住了。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的衣服还不错。嗯哼。顾晨曦抬眼看了他一下，问道：什么地方？你跟我走。孔刘取消了下2楼的电梯，按下了1楼的电梯按钮。他带着顾晨曦走出了商场，又过了几条马路，来到了一条热闹的菜市街。来这里做什么？顾晨曦看着孔刘，眼神有些古怪地问道：这里不是买菜的地方吗？也有衣服卖。孔刘故作神秘地笑了笑，然后在菜市街寻找起摆地摊卖衣服的小摊，但他们似乎来的不是时候。这条街上卖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卖衣服的。孔刘平时在学校里穿的那些普通衣服，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买的，但是自从大一某个夜晚和杜宏远在中海的某个小夜市里用150块钱买了2套衣服后，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再后来，他除了会在网上买便宜的衣服之外，也会找些菜市场、夜市摊之类的地方买衣服。孔刘家人们不是几万块的巴宝莉的风衣穿不起，只是100块钱的绿色军大衣更有性价比。顾晨曦跟着孔刘绕了半天，脚都走累了。他问道：你到底在找什么呀？顾晨曦的话音刚落，孔刘就指着一辆3轮车说道：哎，在那。在他的努力寻找下，还真就让他找到一个刚刚开着3轮车拖着一车衣服来卖的小摊贩。摊主看到两人朝着这边走来，立马吆喝道：哎，帅哥美女，来看一看瞧一瞧，咱们家的衣服都是工厂批发价，质量全是对标国际大品牌的，你看看这布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卖品牌服装的导购口才可能不用太好，但摆地摊的大叔口才肯定好，口才不好的早饿死了。你这衣服的质量。顾晨曦看着3轮车上那一摞摞堆叠在一起的衣服，简直不敢恭维。是啊，从小就锦衣玉帛的人，甚至都不需要用手摸，光是用眼睛看看那布料的质感，就知道那衣服有多差劲。但孔刘却开开心心的挑了好几件衣服，询问摊主的价格。摊主看了看顾晨曦的穿着打扮，就知道他是个有钱人，再看看孔刘，目光清澈且愚蠢，一看就是个大学生。于是他开口就往高的说：小伙子，我这也是实体店干不下去了，才来摆地摊的，今天刚开张，看你也投缘，你要喜欢的话，这3件衣服280你拿走。顾晨曦听着摊主的话，瞪大了眼睛，心想280买3件衣服，这衣服真能穿吗？如果是几年前的孔刘，估计会和顾晨曦一样，震惊这衣服为何如此便宜。但现在的孔刘却是皱了皱眉，摇头说道：太贵了。顾晨曦听到孔刘的话，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心中惊呼：我的天，280买3件衣服还贵。孔刘直接摊开一个巴掌，说道：50。顾晨曦像只呆呆兽一样，眼睛缩成了2个小豆丁，一脸懵逼地看着孔刘。他在想，孔刘居然敢这么砍价，老板真的不会拿刀砍他吗？这老板听完果然露出了为难之色，说道：不行，我这一件衣服加起来都不止50，你想50块钱买3件，那我不血亏啊。那算了，不要了。孔刘拉着还在掉线状态的顾晨曦，转身就要走，心里正在默数着3、2、1倒计时。3，卖。连2都没数到，老板就妥协了。孔刘转身看着老板那看似愁眉苦脸，实则眼含笑意的模样，立马就明白自己叫价还是太高了呀。孔刘心想 WC 买贵了。顾晨曦却彻底傻眼了，50块钱3件衣服，我的价值观崩塌了。孔刘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顾晨曦彻底折服。只见孔刘摆手说道：刚问老板，你不是还说亏本吗？不能让你亏太多，我想了想，还是算了，不买了。老板见孔刘要走，直接把那3件衣服装进了袋子里，说道：没事，小伙子，我亏点就亏点，主要是想交个朋友。算了，这个月生活费不够了，买了衣服就没钱给女朋友买暖乎乎的帽子了。孔刘继续摆手说着，目光却落在了他车里的那顶小熊耳朵毛绒帽上。
摊主也是人精，立马捕捉到了孔刘的眼神细节。他抓起那顶帽子，对孔刘说：“我这也有毛绒帽，暖和的嘞，而且还很有设计感。这样一顶帽子，实体店要卖你几百块钱呢，15块钱搭着你这3件衣服，一起65卖你了。老板，你都说了，交个朋友。”孔刘挑了挑眉，对摊主笑着说：“50块钱全给我呗。”做不了，做不了。见孔刘想白嫖他的帽子，摊主立马摆手说道：“你这一单我得亏几百块钱，真亏不起。”那算了。孔刘再次转身，3、2，卖！这次摊主犹豫了1秒，还是咬牙喊了一声卖。孔刘心想 WC 这都有的赚，3件衣服加个帽子，孔刘也不好再砍价了，直接扫码付了钱，拉着顾晨曦开开心心的走了。老板看着手机里的收款金额，也开心了起来，给老婆发了个消息：刚出摊就怒赚35，晚上给你买排骨吃。顾晨曦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从小到大的生活认知让他难以相信50块钱能买3件衣服，还有一个厚实的冬帽。顾晨曦还在神游，孔刘却已经把帽子塞到了他的手里，说道：“快试试，看看喜不喜欢。”顾晨曦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小熊帽，那2只圆圆的小熊耳朵捏着软乎乎的，他试着戴在了头上。顾晨曦冷酷的小脸搭配着这可爱的帽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反差萌，即使是孔刘这个大直男看了也得直呼一声 WC。 我老婆还不是真 TM 可爱。效果图如下。第49章，富婆饭。走在回商场的路上，顾晨曦总是会忍不住拿出手机，用手机黑屏时的倒影偷偷的看自己戴小熊帽子的样子。这小熊帽子似乎有什么魔力一般，顾晨曦那张冷冰冰的小脸上居然难得一见的绽放了笑颜，那温暖的笑容让四周围吹来的寒风都变得温暖了起来。老实说，这应该是顾晨曦长这么大以来收到过最廉价的一个礼物了。他的衣柜里有数不清的帽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国际大牌，再差也是小众的手工制作，唯独没有一个像这样的和他非常不搭的可爱的毛绒帽。或许这个帽子只是工厂流水线里的其中一个，批发价的成本可能连他保时捷的一脚油钱都够不到，挂在网上也就是9.9包邮的东西。但这是孔刘送给他的，他又怎么会不开心呢？他真的超开心，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上一次这么开心，还是因为生日收到了孔刘送的玲娜本。顾晨曦举起细屏的手机，从黑色镜面中看着自己戴小熊帽子的同时，也在偷偷看着跟在自己身后的孔刘。他在想，宝宝对我真好，更爱他了，嘿嘿。孔刘拎着刚买的衣服走在顾晨曦的身后，他也注意到了顾晨曦在偷看他。从顾晨曦的身后看去，如果不看脸的话，戴着小熊帽子，脑袋顶上长了2个毛茸茸的耳朵的顾晨曦还是蛮可爱的。孔刘甚至还有一种想伸手去捏他帽子上那2只小熊耳朵的奇怪冲动，不过他克制住了自己。孔刘心说，母老虎的屁股可摸不得。顾晨曦要是知道孔刘是这么想他的话，估计要气炸毛了。孔刘知道顾晨曦在偷看他，但他什么话也没说，还假装自己什么也没看到，目光看向了别处。呀！突然顾晨曦大叫了一声，孔刘立马将看向别处的目光收了回来，望着顾晨曦问道：“怎么了？”顾晨曦转头面色羞愧地说道：“好像是我带你来买衣服的，怎么现在变成你送我东西了？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孔刘闻言有些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说道：“无所谓了。”顾晨曦低头看了眼孔刘手上那廉价的手提袋，想了想说：“去商场里，我再给你买2件吧。”别！见顾晨曦还想给自己买贵的衣服，孔刘立马摆手说道：“我宿舍里真的还有很多衣服，已经够了，不要浪费钱了。”那顾晨曦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想了想说道：“那我给你转50，这几件衣服就当是我送你的了。”孔刘摆了摆手，无所谓的说道：“不用，50块钱而已。”看着孔刘那无所谓的态度，顾晨曦在心里想：大傻子，明明就没钱了，还装得风轻云淡的样子，今天一天都花了100多，回头月底肯定要找室友借钱过日子了。顾晨曦还以为孔刘是装的，于是说道：“那怎么行？你今天中午请我和小霞吃午饭都花了80，衣服钱我必须帮你出。”说完，顾晨曦要孔刘把收款码打开。孔刘是真的不想要顾晨曦的钱，但一想到自己如果不答应的话，他就真给自己拽到奢侈品店里去了。两边权衡之后，孔刘还是打开了收款码。顾晨曦直接发了200块钱给孔刘，他原本是想转2000的，但一想到自己莫名其妙转这么多给孔刘，他会起疑心，最后才抹了个0。孔刘看着手机上的转账金额，愣了一下：“不是50吗？你干嘛给我转这么多？”手抖了一下，剩下的当小费了。顾晨曦大手一挥说道：“剩下的你留着吃饭吧。”富婆小姐姐的转账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低调。听着顾晨曦的话，孔刘嘴角一抽，似乎有些明白了，这小妮子今天下午为什么像抽风了一样，非要带自己来买衣服，原来是想还中午请客吃饭的人情啊。孔刘用余光打量着身旁的顾晨曦，
心说其实他人还挺好的，有时候还蛮蠢的，噗哈哈，干嘛老摆出一副别人欠他钱的臭脸呢？笑起来多好看啊！比起孔刘那小心翼翼的偷看，顾晨曦可就直接多了。他时不时的歪歪脑袋去看孔刘，发现孔刘也在看自己的时候，他心中窃喜，宝宝在偷偷看我，本小姐果然还是超有魅力度。牛 X 坏了，插会腰。两个笨蛋散步似的在大街上悠闲走着，一起回到了停车的那个商场。现在离两人刚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很多都市打工人已经下了班，大学生们也全部下了课，商场里的人也多了起来。孔刘不买衣服，顾晨曦也没兴趣逛商场了，两人一致决定找个地方吃饭，吃完了就回学校。路过卖刮刮乐的自动贩卖机时，贩卖机周围聚集的那群野生大学生引起了顾晨曦的注意。他戳了戳孔刘，指着那群人问道：他们在做什么？孔刘看了一眼，淡淡的说道：刮彩票呢。刮彩票？顾晨曦眨了眨眼睛，好奇的问道：刮彩票好玩吗？孔刘看了他一眼，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写满了好奇。他反问道：你没玩过？顾晨曦晃了晃脑袋，吐出一个字：没。顾晨曦从小就没穷过，所以根本不缺钱的他也没有兴趣了解彩票这种东西。偶尔逛商场看到这种自动卖彩票的机器，他也会好奇，但也仅仅是好奇而已。其实孔刘也是上大学之后才玩过这种东西，还是王琦带着自己玩的。王琦每次来商场里玩，必买1张10块钱的刮刮乐，也不管中不中，反正就只买1张，多了不买。按他的话来讲就是你不买永远不可能中奖，偶尔买1张，亏了当投资了，万一哪天真的中了100万，投资不就回来了吗？只不过孔刘和他出来玩了这么多次，也没见他中过几次钱，刮的最多的一次也才30块钱。孔刘粗略估计，这小子在刮刮乐上少说也消费了200-300。见顾晨曦如此好奇的样子，孔刘直接问道：要试一试吗？好呀。第50张，我没中。彩票机前有不少人在排队兑奖，刮刮乐这种东西虽然很难大富大贵，但是小奖的几率还是蛮高的，10块20块直接就在机器前兑就行了。顾晨曦想完，孔刘也去彩票机前排起了队。彩票机这种东西还真就是大学生诱捕器，排队的队伍里10个有8个是兑奖的大学生，还有2个是等着拍彩票的大学生。等排到孔刘的时候，机器里已经没有10块钱1张的彩票了，剩下20、30还有50元面值的彩票。孔刘直接买了2张50块的彩票，他的想法也很简单，51张的彩票涂层比较多，够顾晨曦折腾一会了。但孔刘似乎忘记了，100块钱能够买5张20的，5张比2张更耐刮。拿着2张50的彩票，孔刘从人群中挤了出来。顾晨曦正亭亭玉立地站在不远处，双手背在身后，乖乖地等着他。因为头上还戴着小熊帽子，顾晨曦显得没那么高冷，甚至有些人畜无害。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周围已经有不少胆子大的男生跑过去要他的微信了。可结果嘛，自然是被顾晨曦一个冷眼给吓退了。给你。孔刘将2张彩票都塞到了顾晨曦的手里，然后又从口袋里摸出了宿舍的钥匙，递给他说道：用这个刮，不会弄脏手。好，嘻嘻。顾晨曦笑着接过了孔刘递来的彩票和钥匙。这一幕被那几个要微信的男生看到了，直接傻了眼。他们都在想，原来有男朋友啊，怪不得这女生笑起来也好好看啊。这男的凭什么啊？他凭什么有这么好看的女朋友？孔刘，奇怪，怎么背后有一股寒芒？有刁民想害朕？每次和顾晨曦出门，孔刘都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咚咚，顾晨曦坐在商场的小椅子上，专心致志地刮着彩票，2只穿着黑皮鞋的小脚十分有规律拍打着地面，发出了咚咚的声音。他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歌。我有勇气，我都不怕。看样子还真的蛮开心呢。因为是第一次玩，所以他每一个小图层都是一点点的刮。刮完一个，看2眼，没中奖，他再接着刮下一个。2张彩票他慢慢悠悠刮了很久。孔刘在想，换做王琦在这里的话，这小子一银行卡下去，保安区都直接刮开了。孔刘算过，他刮1张彩票只需要5秒，但是刮完后他要看上10分钟，他不肯相信自己没中奖的事实。顾晨曦在刮奖，孔刘就站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刮奖，看着他无意间的可爱小举动，孔刘也有一种在刮彩票的奇妙感觉。孔刘第一次知道顾晨曦是自己的网恋女友时，当时还非常的震惊，甚至是不可置信，因为他感觉顾晨曦的性格西西完全就是2个极端，他真的很难把一个粘人的小女孩带入到冷艳孤傲的顾晨曦的身上。在此之前，西西在孔刘心里的形象一直都是那种小小一个，说起话来吴侬软语，还超级粘人，干饭又猛，考研又强的超级小土豆。因此他甚至愿意相信顾晨轩是自己的网恋女友，起码性格上比较符合，也很难相信顾晨曦会是自己的网恋女友。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孔刘却惊讶地发现，
顾晨曦好像和自己想象中的并不一样，他也有可爱的一面，有时候会很呆，还会着急的面色通红，也会表示感谢，虽然表示感谢的方式很奇怪。孔刘觉得他也像一张刮刮乐彩票一样，总是在刮到下一个图层的时候带给他不一样的惊喜。比如刚刚明明上一秒还高冷的一个眼神就能吓退搭讪者的他，下一秒又像个没长大的小姑娘一样哼着小曲，晃着小脚。2张彩票全部刮完了，都没中奖。顾晨曦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咬着嘴唇说道：“为什么都没有？”孔刘耸了耸肩，安慰道：“或许今天运气不好，下次再来。”不行！见孔刘说自己运气不好，顾晨曦奇怪的胜负欲立马就上来了。他说：“这次换我买，我们一人2张，看看谁的运气好点。”啊！孔刘闻言摆手说道：“还是下次再。”他的话还没说完，顾晨曦就跑去买了。也许是美女的专属特权，排队的男生看到顾晨曦来买彩票，纷纷让出了位置。他很快就拿着4张50块钱的彩票走了回来。顾晨曦将4张彩票放在凳子上，说道：“你挑2张吧。”孔刘见他眼神如此执着，非要和他比运气，抿着嘴无奈的笑了笑，顺手拿了2张彩票。顾晨曦指着远处的另一张椅子，说道：“你去那边刮，不许偷看我的，我运气肯定比你好。”哼，行。孔刘依他的意，走到了对面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硬币，3两下的刮开了1张彩票，没中。接着是第2张，500。孔刘看着彩票上那500的黑色加粗字，先是一愣，随即仔细的又确认了2、3遍，还真是中了500块。虽然他不在乎多少钱，哪怕100万也好，都只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但第一次刮刮乐中到大奖的孔刘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在想，如果老王知道的话，估计要气死在宿舍里吧。他抬头看向顾晨曦，顾晨曦还和刚刚一样，一点点慢慢的刮着，第1张彩票都没刮完。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嘴里哼着的歌换成了好运来。第1张没中奖，孔刘从他失落的表情一眼就能看出来。第2张刮完了之后，顾晨曦眉开眼笑，他高兴地举着彩票对孔刘说：“我中了50，我运气好吧？”事实上50的彩票保本就是中50，但他也不在乎赚多赚少，反正买彩票就是图个乐子。他像是展示宝贝一样，举着中奖的彩票走到孔刘面前，问道：“你呢？你中了多少？”我。孔刘看着顾晨曦那开心的模样，实在不忍心打击他，于是将那张中奖的彩票和没中奖的彩票在口袋里揉成了一团，然后一副难为情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坨烂掉的彩票，苦笑着说道：“我没中，看来你运气确实比我的好。”孔刘说着摸了摸鼻子，这是他撒谎时下意识的动作，有时候紧张也会这样。嘿嘿，那当然。顾晨曦见孔刘没比赢自己，骄傲的小鼻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他叉着腰安慰孔刘说：“没事，姐中奖了，姐请你吃饭。”看到顾晨曦这么开心，孔刘也没来由的笑了笑。好。第51章，我老司机上车。2人在商场里找了一家口碑不错的餐厅吃晚饭。大商场里的餐厅全是预制菜，味道嘛，算不上好吃，也没有多难吃，但是又比学校食堂的大锅菜强上一点，大概就是这么个中规中矩的口感。孔刘无所谓，都能接受，但顾晨曦却不怎么喜欢，他吃的很少。顾晨曦喝了一口寡淡的鸡汤，淡淡的说道：“早知道就去吃私房菜了。”孔刘闻言笑了一下，说道：“私房菜可是要提前预约呢，上次就差点露馅，孔刘可不想再带顾晨曦去。”顾晨曦闻言小耳朵动了动，心想：我今天预约的话，明天不就又有理由和他一起去吃饭了？顾晨曦立马说道：“那我们今天预约，明天去，怎么样？”啊！孔刘上一秒还在想再也不和顾晨曦去自家的饭店呢，下一秒就听他说要预约，立马摆手说道：“不，我明天有事情，没时间。那我约后天呢？”顾晨曦还是有些不死心的问道：“后天也不行，大后天呢？大后天咱们满课。你就是不想和我出去吃饭拜？”顾晨曦气鼓鼓的瞪着孔刘，小眼神里充满了幽怨之色。哈哈，没有，怎么会呢？孔刘尴尬的打着哈哈说道：“在学校食堂不也一样吃吗？对吧？我请你在食堂吃。”顾晨曦听到孔刘的话，立马就反应了过来，错怪他了，还以为他是不想和我一起吃饭呢，原来是不舍得让我多花钱啊！宝宝果然是爱我的，嘻嘻。顾晨曦假装很为难的样子，说道：“去食堂吃也行吧。”见他没有执着于私房菜，孔刘也是暗暗松了口气，简单的吃了顿饭，2人一起回了学校。这次孔刘没打包，倒不是不想打，主要是那菜的分量太少了，他们2个人点了4个菜，吃的差不多了，就剩下一个鸡汤还没喝完，那汤寡淡的，还没老母鸡汤泡面的汤好喝，鸡肉也死难吃，也没有打包的必要了。顾晨曦开着他的粉色小车车，慢慢悠悠地行驶在中海的大街上，
粉嫩的保时捷吸引了不少行人的眼球，还有人拿出手机在拍照的。顾晨曦看着前车近在咫尺的尾灯，叹了口气，倒不是他不想开快，主要是晚高峰太堵了。孔刘坐在副驾驶，有些无聊地看着手机。平时车开得快，窗外全是风景，倒也不觉得无聊。现在车子走走停停的，车里的气氛略显尴尬，孔刘只好拿出手机，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以此来缓解尴尬。顾晨曦看了他一眼，说道：“别玩了，陪我聊天。”他也很无聊，不能开快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你想聊什么？孔刘其实也蛮想聊聊天的，但是顾晨曦在开车，他怕打扰到对方。现在他主动提出来，孔刘自然也是放下了手机。顾晨曦想了想，说道：“你会开车吗？”孔刘摇了摇头，还没考驾照。顾晨曦问道：“为什么不考？”家里有司，没钱。孔刘差点又说漏嘴了，还好及时反应了过来。他很奇怪，为什么和顾晨曦聊天的时候，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放下心理防备。顾晨曦直接说道：“我给你钱，你去考个驾照来。”啊！孔刘看了一眼顾晨曦，他目不斜视地看着车前方的道路，他只能看到他那好看的侧颜，那完美的轮廓线，就像是少女漫画里的女主角，在画家精心的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下，最后立体而精致。孔刘反问道：“为什么？”顾晨曦微微歪头，嘴角扬起一抹迷人的微笑，说道：“你考了驾照，给我当司机，我就可以解放双手了。”哈！孔刘闻言也笑了一下，他说：“你给我钱让我去考驾照，就为了让我给你当司机啊？”对啊。顾晨曦点了点头，开车多累啊，还是坐车舒服。顾晨曦说着，还挪了挪小屁股，让自己的坐姿更舒服一些。跑车为了性能牺牲了舒适度，所以驾乘这块肯定是没有一些商务车舒服的，但开着确实很爽。顾晨曦就喜欢一脚地板油，车子飙出去的感觉，而且这款车也比那些造型张扬的跑车更适合她一个女孩子开。孔刘想了想，问道：“看你平时开车不挺快乐的吗？”顾晨曦摇了摇头，说道：“那是开得快才觉得快乐，我最讨厌在市区开了。”一说到开快车，孔刘就想起了之前那个用出租车当赛车开的出租车大叔，恐怖如斯。孔刘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开快车？”因为飙车的时候风驰电掣的那种感觉很爽啊。顾晨曦说着，再次看向孔刘，思绪却回到了那个夜晚。他跟在孔刘身后不停地跑啊跑啊，一直往前，耳边是风声，是自己沉重的喘气声，还有少年的心跳声。他想快点，再快点，这样就能跟上他的步伐，而不是拖他的后腿。后来他时常一个人夜跑，他还学了防身格斗术。他发誓，如果再来一次，他再也不要当那个累赘了。学会开车之后，那种加速冲刺的感觉让他着迷，他便有了开快车的习惯。好吧，孔刘没开过车，也理解不了顾晨曦口中的风驰电掣是什么感觉，只能尊重地点了点头。说起考驾照，孔刘最近确实也有这个想法，他打算找个时间去报个名。对了，孔刘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沈霞有喜欢的人吗？”啊，小霞？顾晨曦从孔刘口中听到沈霞的名字，也是有些诧异。他想了想，说道：“以前有，现在估计是没有的了。怎么了？你该不会喜欢他吧？”顾晨曦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直接用了3个重音，眼神都变得锋利了。不是我。孔刘摆摆手，说道：“我室友杜宏远知道吧？”顾晨曦闻言，心中松了口气，但一想到自己闺蜜的名字被孔刘提起，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吃醋的。超级醋王，主打的就是一个谁的醋都吃。顾晨曦直截了当的说道：“他不行，小霞颜控，他估计看不上你那个朋友。”见顾晨曦说出如此无情的话，孔刘在心里为杜宏远默哀了一秒，可别怪哥没帮你。顾晨曦看着孔刘的表情，又醋意浓浓的提醒了一句：“你也别想，你虽然比你朋友帅那么一点点，但是小霞也绝对看不上你的。”孔刘听着顾晨曦的话，脸上写了个大大的问号。他心想，我也没说我喜欢他。顾晨曦心里想的是，奇怪，我刚刚在说什么？好丢人。第52章，数数我呀。孔刘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快8点了。宿舍里，陈志瑞在打游戏，杜宏远躺在床上当尸体，也没睡觉，不知道在想什么。王琦还没回来，估计又和小女朋友在学校里散步。这两人现在应该已经到热恋期了，整天你侬我侬的。虽然孔刘没谈过恋爱，但总感觉他们进展这么快，并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仔细想想，在现在这样一个滥情的时代，谈了快1个月，王琦住院半个月，才你侬我侬，已经算是很长时间了。孔哥，陈志瑞刚打完游戏，看到回来的孔刘，摘下耳机，露出了一个憨厚的笑容。孔刘走过去，拍了拍陈志瑞宽实的肩膀，说道：“你再这样天天打游戏，体重还得长。”嘿嘿。陈志瑞笑了笑，
无所谓的说道：“没事，反正也没有女孩子喜欢我，胖就胖点吧。”你呀。见他这么说，孔刘也懒得反驳了，无奈的笑了笑。陈志睿看着他手里拎着的袋子，问道：“你去买衣服了？”“逛街的时候在摊子上挑了2件。”孔刘说着，把衣服从袋子里拿了出来，穿在身上试了一下，转头问杜宏远：“怎么样？还行吧？”陈志睿竖起大拇指，夸赞道：“孔哥这颜值，穿什么不好看？”哈哈。孔刘被他的话弄笑了，他说道：“你就恭维我吧。”“哪有？”陈志睿认真的说道：“我说的真心话。女生夸你帅，那不一定是真的在夸你，可能只是礼貌的恭维，但男生夸你帅，那可能你真的很帅，因为男生一般不会承认别人比自己帅。”陈志睿话锋一转，又说道：“不过，孔哥，我还是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还当讲不当讲？有什么不能讲的？”孔刘笑骂道：“别卖关子，有屁快放。”陈志睿说道：“你现在天天和顾校花同进同出的，也该买2件像样点的衣服了，老穿这种地摊货。”陈志睿说到这里，也就没继续往下说了，他的意思也很明白了。孔刘听了他的话，不由得点了点头，觉得他说的确实也有道理。自己在顾晨曦心里的形象应该特别屌丝，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他估计不会对自己有改观，没有改观的话，他就会一直讨厌自己，那坦白这事估计也得黄。孔刘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一身廉价的衣服，松松垮垮的，好像是该改变一下了。孔刘心想，怪不得顾晨曦今天非要带我去买名牌的衣服呢，如果我真的穿这些和他去游乐园的话，以他的脾气肯定会生气。陈志睿见孔刘不说话，又继续说道：“孔哥，你要是钱不够的话，就和我说，我借你。”除去孔刘这个隐形富豪，宿舍里应该就陈志睿最有钱了。这小子家里给的钱一半炫进了嘴里，不然也不能这么胖，还有一半冲进了游戏里。不用，我有呢。孔刘笑着拒绝了陈志睿的好意，他打算过会在购物平台上买几件钩子、3叶草这种衣服，到时候和顾晨曦去玩的时候穿的像样点。至于家里的那些衣服，太张扬了，孔刘根本就没考虑，将新买的3件衣服放进了脏衣篮里。孔刘打算过会洗完澡，把衣服全部拿去洗衣房给洗了。躺尸的杜宏远也在这个时候从床上爬了下来，看着他双眼空洞无神的模样，孔刘忍不住吐槽道：“你这是灵魂被抽走了。”陈志睿在旁边说道：“他这是得了相思病。”“怎么？”孔刘用胳膊撞了一下杜宏远的肩，说道：“你还真爱上沈霞了。”杜宏远叹息着说道：“好羡慕你啊，你还能和女神聊天，而我就像那下水道里的老鼠，属我呀，只能窝在那没光的角落，偷偷窥探着他，甚至不敢和他说话。你特么魔怔了吧？”孔刘对杜宏远翻了个白眼，不过看他现在这个模样，孔刘也不想打击他，就没把顾晨曦今晚跟他讲的事情告诉杜宏远。杜宏远继续忧心忡忡地说道：“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来把游戏，我带你飞。上号。”杜宏远是还没念完，就立马换了副嘴脸，掏出手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见杜宏远1秒切换情绪，直接给孔刘看懵了，有点深情，但不多。游戏一开，杜宏远立马忘记了悲伤，打的那叫一个痛快。另一边，女生宿舍里，沈霞看着洗完澡的顾晨曦，穿着一件十分有高级感的墨绿色流苏边睡衣，头上却戴着一顶十分不搭的可爱的毛茸茸的小熊帽子，都惊讶了。“小溪，你在做什么？”沈霞捏着顾晨曦脑袋上的那个可爱的小熊耳朵，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怎么了？”顾晨曦紧张兮兮向宿舍里所有人问道：“我戴着不好看吗？”另外2个室友纷纷说道：“可爱啊！”得到了室友的夸奖，顾晨曦露出了一个得意洋洋的笑容，心想：嘿嘿，本小姐是最可爱嘟，正因为可爱，所以才不合理啊。沈霞双手按在顾晨曦的肩膀上，一脸认真地问道：“这个帽子应该不是你自己买的吧？”“顾晨曦点了点头，突然娇羞地说道：“孔刘送我的。”“你居然甘愿为了孔刘放弃自己酷姐的风格？”沈霞一手捂着嘴巴，一手继续搭在顾晨曦的肩膀上，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说道：“小溪，你变了，你居然为了一个男人做出改变，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哪有变啊？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顾晨曦被沈霞的话弄得有些哑然。其实顾晨曦说的也没错，他一直就是这样的，高冷只是他的保护色，社恐才是真的他。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因为太尴尬而板着一张臭脸，不会拒绝来要联系方式的男生，所以他才冷漠地注视着对方。高冷，那都是对别人的，对孔刘才不高冷呢。如果孔刘喜欢可爱类型的话，那也不是不能尝试。想到这，顾晨曦脸色突然一红，他嘴硬地说：“只是突然想尝试一下这种风格，我才没有为了谁而改变。”沈霞一脸狐疑地看着顾晨曦：“真的？真的？才怪！”顾晨曦脸红了，
他撒谎了，他就是想让孔刘更喜欢他，才这样的。顾晨曦，宝宝喜欢就好了。嘿嘿，孔刘并不知道，他在为顾晨曦做出改变的同时，顾晨曦也在悄悄地为他而改变。第53章，豆浆很甜。因为前一天晚上和杜宏远打游戏打得有点晚，今天的早八孔刘顶着一双熊猫眼，精神萎靡地走进了教室。和他一样精神萎靡的还有杜宏远，这小子牙没刷脸没洗，穿上裤子就往教室里跑，样子比孔刘还狼狈。四人挤在教室的后排，杜宏远刚坐下就趴在了桌子上呼呼大睡了起来。王琦则是拿着手机傻乐呵，看样子应该是在和杨雪儿聊天了。寝室四人里只有孔刘和陈志瑞在认真听课，但陈志瑞也没听多久就放弃了，掏出手机开始看小说。这小子最近在看一本叫做《疯了吧！高冷校花》，是个粘人精的小说，看的那叫一个如痴如醉，不舍昼夜，每天都是嘴角咧到耳后根，明明是个单身狗，也不知道傻笑什么。对于他不听课看小说这件事，孔刘见怪不怪，也懒得骂他了。这小子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度，吃饭除外。放眼望去，整个教室里也没几个人在听课。大学生的早八等于去教室睡觉，下午最后一节课等于思考今晚吃啥，主打的就是一个啥也不学，一天下来四肢酸酸的，脑袋空空的，肚子饱饱的，浑身上下使不完的牛劲，但是却又很容易死。孔刘哈欠连天的上完了第1节课，熬到课间时间，他立马趴在桌子上睡起了觉。说起课间补觉，孔刘就想起自己读高3的那段日子，那宝贵的课间10分钟，简直就是为了拯救睡眠不足的苦逼高3党们量身设计的。喂，醒醒！孔刘刚眯上眼睛，还没睡2分钟呢，就被人吵醒了。同时被吵醒的还有睡了一整节课的杜宏远。两人同时抬起头，看向了前方。沈霞嘴角挂着一抹笑意，手里拎着一杯热豆浆，站在孔刘的面前。给我的。孔刘指着自己的脸，有些诧异地问道。先说好，我只是来送东西的。沈霞指了指坐在左前方的顾晨曦，说道，他偷偷给你买的，还飞嘴硬说是买多了。沈霞直接在孔刘面前曝光了闺蜜的真实意图，她的嘴角挂着姨母笑，冲孔刘眨了眨眼，然后将豆浆放在了桌子上，就潇洒地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哈！孔刘坐直了身子，拿起那杯热豆浆，温度刚刚好喝。他的目光从豆浆转移到了顾晨曦的身上，顾晨曦也正在看他，他的嘴角还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容，心说这笨蛋来得这么晚，肯定没时间买早餐吃，幸好我不小心多买了一杯。不小心，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干什么了，黑眼圈这么重。孔刘心想，是不是对我好的有点过头了？孔刘终于意识到了，两人的关系好像有些不太对劲。他一边想着，手里一边将吸管插上，吸了一口杯子里的豆浆。豆浆就是30堂早餐窗口里普通的豆浆，没啥特别之处，甚至因为没放糖，味道有点寡淡。不过这是顾晨曦送的，所以特别甜。奇怪，我在想什么？孔刘被自己的想法给逗笑了，他抿着嘴又喝了一口豆浆，真的很甜。杜宏远坐在孔刘身边，气得浑身颤抖，看着他嘴角比 AK 不对，比 TM 加特林都难压的笑容，杜宏远恨不得一把掐死这个混蛋。他一觉睡醒，本来就又冷又饿，抬头看到沈霞的时候，心里还一暖，结果对方却是来给顾晨曦送东西的，甚至都没看他一眼，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又看到孔刘这么开心的喝着顾晨曦送来的爱心豆浆，杜宏远现在的怨念比鬼重。杜宏远，单身狗的怒火，秀恩爱的都从这个世界消失。你这什么表情啊？孔刘一边喝着顾晨曦送的甜豆浆，一边眯着眼睛打量着杜宏远。杜宏远瞪着他问道，豆浆好喝吗？还行，甜甜的。孔刘嘴角扬起一抹戏谑的笑容，看着杜宏远挑衅地说道，你羡慕啊？呵，羡慕？开玩笑！杜宏远直接急了，他大声说道，我才不羡慕，你可别胡说。孔刘继续刺激他，说道，你要是羡慕了，去谈一个呗，谈个大一的粘人小妹妹，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喊学长，还送吃送喝，那小日子岂不美滋滋？不信你看老王。孔刘他之所以说这些话刺激杜宏远，就是想让这傻小子打消了追沈霞的念想，让他把目光投向大一这片广阔的市场。毕竟学妹们也期待着一场甜甜的恋爱，还都比沈霞好骗。他说着还指了指一旁的王琦。啊！正傻笑的王琦听到孔刘喊他，一脸懵逼的抬起头看了孔刘一眼，呆头呆脑的问道，喊我做啥子？杜宏远白了他一眼，说道，没你事儿，一边玩去。王琦憨熊的挠了挠头，像极了某部动画片里土黄色的大狗熊。这傻小子本来就没什么心眼子，自从谈恋爱之后，更是直接变成了这副缺心眼的傻样，智商直线下降。果然，恋爱使人变傻。不过这也不怪他，毕竟这也是他的初恋，他
谈得认真点怎么了？小陈，我们把这两人弄死吧。被王琦和孔刘左右夹击的杜宏远有些绝望地看向了孔刘身边的陈之瑞，试图能从另一个单身狗身上找到些许安慰。结果陈之瑞队友的麦突然响了起来，是一个甜甜的女孩子的声音：小哥哥好棒，下把组队吗？没怎么接触过女孩子的陈之瑞，光是隔着屏幕听到这好听的声音，白净的小胖脸就直接红了。他用单身18年的手速飞快地在键盘上敲了个好字。看到这一幕的杜宏远彻底崩溃。好，宿舍4个人里就我没有女孩子聊天是吧？绝望的杜宏远决定下楼买包烟，不走电梯，也不走楼梯，走窗户。咱们教室是1楼，摔不死的。一旁的孔刘似乎看出了杜宏远的想法，十分腹黑地说道：我的建议是回宿舍再跳楼，咱们宿舍虽然是2楼，但也蛮高的，楼下就是水泥地，摔下去不死也残。而且我们3个还能保研，死了你一个，造福全宿舍。你小子其心可诛啊！杜宏远听完孔刘的话，气得捂着胸口，指着他说道：死了也拉你做垫背，大家都别活。孔刘大笑了起来。坐在前排的顾晨曦用手撑着脑袋，回头看着孔刘，心中在想：我家宝宝笑起来真好看，嘿嘿。别笑了，大小姐。沈霞捏着顾晨曦光洁的小脸蛋，用力掐了一下，说道：再笑你哈喇子就流下来了。顾晨曦轻轻拍了拍沈霞的手，说道：哎呀，小霞，你捏疼我了。第54章金牌辅助沈霞。因为昨天答应顾晨曦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所以上午的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孔刘没和杜宏远、陈之瑞他俩一起走，而是在教室里等着顾晨曦。对于孔刘这种行为，两人直接骂了一句叛徒。同样被骂叛徒的还有王琦，不过他已经听不到了，因为他一下课就冲出教室跑去找女朋友吃饭了。顾晨曦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塞进包里之后，穿上外套，跟着沈霞一起走出了教室。看着站在门口乖乖等着自己的孔刘，顾晨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滋滋的感觉，很开心。孔刘见两人出来了，便说道：走吧，去30堂。顾晨曦点了点头，好。嗨。沈霞却在一旁轻咳了一声，然后对孔刘使了个眼神，小声说道：包。孔刘看着沈霞的表情，先是一愣，随即立马反应了过来，沈霞是叫自己帮顾晨曦拎包呢。如果一个女孩子和你出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东西的话，主动伸手帮她拿，这肯定是加分项。得到沈霞示意的孔刘也立马反应了过来，主动走到顾晨曦面前，帮她拿包，我帮你拿吧。好呀。顾晨曦欣然答应着，心情愉快的她看孔刘的目光也愈发温柔。沈霞看着自己闺蜜这不值钱的样子，恨不得现在就在她后脑勺上来一巴掌，然后骂她：你富家千金的架子呢？就算真喜欢她，也不用这么直白吧，起码也装一下。最后沈霞还是忍住了，她打算回宿舍再好好批斗这个不争气的死恋爱脑。3人一起来到了30堂，孔刘想要请客，但顾晨曦却抢着买了单。孔刘挠了挠头，问道：昨天不是说好我请你的吗？你那点钱还是留着自己花吧。顾晨曦无所谓的摆了摆手，说道：不用你请，你陪本小姐吃饭就行了。孔刘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索性闭上了嘴。沈霞避开顾晨曦，对孔刘说道：你小子到底是有什么魅力，短短几天就把我闺蜜迷成了智障啊！我啥也没做啊。孔刘苦笑了一下，其实他也很想知道顾晨曦对他的态度为什么不到1个月的时间转变如此巨大。难道是因为自己在秦子卓面前护住了他？是因为自己帮他赶走了陈俊杰？还是因为那天夜里帮在学校超市帮他解了围？亦或者是因为自己唱歌好听？总不可能是因为自己送了他一个廉价的小帽子吧？等等，难不成他发现我是他的网恋对象了？孔刘摇了摇头，把这个不切实际的可能抛之脑后。他安慰自己，以顾晨曦的性格，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件事的话，早就跑来直接质问自己了，根本不可能和自己拉扯这么久。比起被发现身份这么抓马的可能性，孔刘更愿意相信是自己最近和顾晨曦频繁的接触，才让他对自己改变了先前的看法。他肯定已经不那么讨厌自己了，但他肯定还不知道自己就是他的男朋友。一定是这样的。想到这，孔刘在心里点了点头，这是孔刘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算了，我也懒得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追到他的。沈霞摆了摆手，继续说：你应该还没和他表白吧？啊，表白？孔刘无辜地晃了晃脑袋，没。你小子！沈霞一巴掌拍在孔刘的后脑勺，说道：他都给你送早餐了，还带你去买衣服，还请你吃饭，这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难道你还等着他主动和你表白啊？啊！孔刘摸着被稀里糊涂打了一巴掌的后脑勺，有些傻傻地问道：那我要和他表白，你说呢？沈霞白了他一眼，看到顾晨曦回来了，就不再和孔刘继续说话了。
表白。孔刘看着顾晨曦，相比于表白这个词，孔刘觉得坦白这个词用在他和顾晨曦身上才比较合理。被沈霞这么一提醒，孔刘也认真的思考了起来。他现在和顾晨曦的关系肯定是破冰了的，他应该不讨厌自己了。既然沈霞说要自己表白，那就证明顾晨曦肯定多少还是对自己有点好感的。要不找个机会坦白吧？孔刘心中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走呀，你还傻站着干什么？顾晨曦转头看着还呆愣在原地的孔刘，喊了他一声。哦。孔刘这才回过神来，端着餐盘跟在两个女生身后，找了个安静的位置坐下吃起了饭。吃饭的时候他心不在焉的，心里想的是应该找个什么样的机会和顾晨曦坦白。其实他还是有些忐忑的，万一顾晨曦生气，两人估计朋友都没得做了。不知怎么的，他竟然有些害怕坦白之后会失去顾晨曦。和顾晨曦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下来，他好像有些喜欢对方了。但是说喜欢吧，他也不清楚自己对顾晨曦的那种好感算不算喜欢。孔刘母胎单身到现在，从没谈过恋爱，没吃过爱情的苦，自然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长这么大，唯一让他记忆深刻的女生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小时候和自己同桌的苏雅，另外一个就是顾晨曦了。他对顾晨曦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或许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心中有两层身份，所以自己对他的情感才会如此的模糊。孔刘看着餐盘里的饭菜，目光呆滞，心想这算是喜欢他吗？是不是这饭菜不合口味？顾晨曦看着盯着饭菜半天也没再吃一口的孔刘，关心地问道，你要是不喜欢吃，我让沈霞重新给你买一份别的。沈霞啊？沈霞正开心地炫饭呢，听到顾晨曦的话，塞了一嘴的饭，还没来得及咀嚼，就抬起头，像只呆头仓鼠一样，一脸震惊地看着顾晨曦，那幽怨的小眼神仿佛在质问他，你为了一个男人使唤我？好好好，当你顾晨曦的闺蜜，我是真该死。没，很好吃。孔刘立马回过神来，摆了摆手，低头猛猛炫了两口饭，然后冲顾晨曦笑了笑。好。看着孔刘猛猛炫着自己给他买的饭的模样，顾晨曦脸上没什么表情变化，可心里却是乐开了花，宝宝吃饭的样子怎么样都看不腻捏。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香香的手帕纸递给孔刘，说道，嘴角上全是油，脏死了，快擦擦。语气是嫌弃的，脸上的笑容是难以掩饰的。一旁的沈霞满脸怨气，她瞬间觉得碗里的饭都不香了。沈霞 MD 活埋，不对，不能活埋，活埋太便宜他们两个了，一个烧成灰塞烟花里当烟花放了，一个剁碎了石沉大海喂鱼。第55章平民校花。吃完午饭后，孔刘在30堂门口和顾晨曦二人分别，独自回了男生宿舍。在宿舍门口，孔刘撞见了正好从1食堂吃完饭回来的杜宏远和陈志瑞二人。二人正着手机笑嘻嘻地聊着天，根本没注意到走在他们前面的孔刘。看着他俩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看，孔刘心里生出了一个坏坏的想法。他躲在了宿舍楼道的拐角处，等着两人过来。在两人走到拐角的时候，孔刘突然跳出来大吼一声，吼呀 WC 啊！看着被吓得呲哇乱叫的两人，孔刘捂着肚子大笑了起来。陈志瑞拍了拍胸口说道，孔哥你真坏，吓死人了。杜宏远捏着拳头刚想骂人呢，一看竟是孔刘，捏紧的拳头又松开了，换做别人估计就要挨打了。你要死啊！杜宏远捂着被吓得还在狂跳的心脏，对孔刘说道，把我吓死了，你可就成孤儿了，怎么跟你父王说话呢？孔刘笑嘻嘻地揽住了杜宏远的脖子，问道，再说了，你们要是不聊得那么投入，我不也没机会吓到你们吗？杜宏远看向孔刘，翻了个白眼，说道，滚蛋。三人一起往2楼走去，孔刘便问道，你俩刚刚在聊什么呢？陈志瑞接话道，我们在聊大一的新校花呢。新校花？对啊，孔哥不知道吗？最近交大的校园论坛里正在评选大一的校花呢。这群人还真是闲的。孔刘不怎么关注学校的那些校园墙和论坛，更不关注什么校花、校草的，甚至如果不是因为顾晨曦和自己一个班，并且大一的时候自己还的罪过他的话，可能现在的孔刘还不知道顾晨曦这号人物。他觉得这种无聊的评选很幼稚，而且有些被选为校花、校草的人，可能他们本人都不知道这事。比如孔刘，当时大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上课的照片发到了校草的投票栏里。如果不是室友跟他讲的话，他甚至也不知道这件事。唉，杜宏远叹了口气，说道，我们这种下水道的叔叔啊，也就只能在网上做这种无聊的事情，才能稍微找到一点快乐吧。如果有个女孩子愿意和我们来一场甜甜的恋爱，谁又愿意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到那些所谓的男神女神身上呢？数数我呀！神经病！面对杜宏远突如其来的数数文学，
孔刘直接给他来了个白眼。他发现这小子自从昨天没敢主动要沈霞联系方式开始，整个人就变得有些郁郁寡欢的。他很担心这小子现在的精神状况。陈之睿看着突然 emo 的杜宏远，也是和孔刘一样翻了个白眼。他掠过杜宏远，拉着孔刘说道：“不过孔哥，你还真别说，这届大一新生里漂亮妹妹还挺多的。”陈之睿举起手机，指着其中得票最高的一张照片说道：“这个女生甩第2名几千张票，遥遥领先。”好好好，遥遥领先是吧？孔刘抿嘴笑着，目光落在了陈之睿的手机上。照片里的女生穿着一件金拱门带 M logo 的工作服。当看到那女生的长相时，他突然笑不出来了。苏雅，哎，孔哥你怎么知道这个女生的名字？陈之睿有些惊讶地说道。苏雅虽然还没当选校花，但是已经被誉为平民女神了，还有人已经用平民校花称呼她了。聊起美女，一旁的杜宏远也不 emo 了，他插话道：“听说她的家境不太好，原本不准备读大学了，是因为商院给她免学费，她才来的。她每周末都会去金拱门勤工俭学呢。”听到杜宏远的话，孔刘又想起了上小学时同桌的那个女孩。记忆中的她瘦瘦小小，脸上脏兮兮的，头发也总是乱糟糟的。每当孔刘拿出从家带来的精致便当，大快朵颐的时候，女孩总是用那种流浪猫一样可怜的目光看着自己，那眼巴巴的样子，这种目光让孔刘在她面前吃东西的时候都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于是孔刘把食物分给她一半。为了感谢孔刘的食物，他把父亲的烟偷来送给孔刘。懵懂无知的他见过父亲给其他男人递烟，便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感谢孔刘。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他毒打了一顿。孔刘看他可怜，就让他给自己打工，帮自己写作业。或许那是小女孩第一次知道打工可以赚钱吧。孔刘看着照片里的女孩，现在的她还是那么瘦。这张照片还是别人偷拍的，偷拍的都这么漂亮，也不知道本人长什么样子呢。陈之睿说到这里的时候，目光也有些憧憬了。顾校花被你孔哥追走了之后，终于有新的精神寄托了。杜宏远撞了一下陈之睿的肩膀，挑眉说道：“我知道他在哪家金拱门，要不要这周末去见见？”真的假的？陈之睿有些不可置信的看了杜宏远一眼。杜宏远点了点头，当然是真的。你杜哥什么时候骗过你？陈之睿转头看向孔刘问道：“那孔哥去吗？”在陈之睿的呼唤声中，孔刘回过神来，他有些不自然的笑了笑，说道：“不了，我周末要陪顾晨曦的妹妹去游乐园。”这里他故意说的是顾晨曦的妹妹，省得这两个小子又多想。你小子！杜宏远贱兮兮的看着孔刘，说道：“我就知道，你去当家教的目的不纯，姐妹通吃啊，死开啊！”孔刘对杜宏远竖起中指，说道：“连小女孩的玩笑都开，你麻溜去死！”嘿嘿。杜宏远嘿嘿一笑，没再多言。回到宿舍之后，陈之睿继续翻看着学校的论坛，看了一会，他突然对已经躺在床上的杜宏远说道：“杜哥，好像有人追苏雅。” MD 谁？谁？原本还在躺尸的杜宏远突然惊坐而起，扶着床榻的栏杆，伸着脑袋看向陈之睿问道：“这校花都还没评选完呢，有人已经开始下手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点精神寄托呢。这小子是大一的，好像还是个富二代。”陈之睿说着，举起手机给杜宏远看：“你看，长得还挺帅。”照片里，一个穿着背带裤、梳着中分头的男生，双手撑在奔驰大 G 的车头上，戴着黑色墨镜，摆着一个很帅的 pose。杜宏远看完，给出了一个评价：“确实小帅，但没哥帅。”哥哥喽！就在两人讨论之时，宿舍门被人敲响。谁啊？陈之睿走到门口，开门一看，背带裤、中分头，眼前这人竟是他刚刚在讨论的那个富二代。他不等陈之睿反应，便大步走进了宿舍，对着三人问道：“你们谁是孔刘？”第56章，这辈子运气不好。正在睡觉的孔刘听到有人喊，便用手撑着身子坐了起来，看着床下这个陌生的男人，孔刘一脸错愕地问道：“找我有事？”男生细细打量了孔刘两眼，然后甩了甩头发，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还以为多帅呢，不过如此。”啊！孔刘满头问号，看着这莫名其妙的小子，再次问道：“你有事没？”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徐，叫徐坤。徐坤说完，再次甩了甩头发，继续说道：“老实告诉你吧，我喜欢苏雅，你不要不识好歹，主动离她远点。你喜欢她跟我有鸡毛关系？我又不认识她。”孔刘听着徐坤的话，有些不爽的骂了一声，再次睡了下来，嘴里还继续骂骂咧咧的说着：“神经病，莫名其妙打扰我睡觉。”装，接着装。徐坤双手插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说道：“你这种人我见多了，想要多少钱报价吧。”不是，哥们，你到底有事没？这次孔刘没说话，对面的杜宏远先开口了：“你喜欢苏雅，你就去找苏雅呀，你来找我室友做什么？
他对象又不是苏雅。哼！徐坤冷哼一声，一手指着孔刘，对杜宏远说道：“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小子脚踏两条船。”啊！刚躺下的孔刘听到徐坤的话，又坐了起来。他一脸懵逼，心想：啥玩意我就脚踏两条船了？难不成自己和顾晨曦网恋，现实里又和顾晨曦搞好关系，这也算脚踏两条船？杜宏远和陈志瑞也一脸震惊地看着孔刘，问道：“怎么回事？”徐坤冷笑着说道：“你和顾学姐的事情，整个交大人尽皆知。明明你都有这么漂亮的学姐了，为什么还要抢走我的苏雅？死渣男！我要曝光你！”啊！我抢走了你的苏雅？孔刘听到徐坤的话，彻底睡不着了。他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质问道：“你给我说清楚点，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站在自己面前比自己高了一个头的孔刘，徐坤的气势突然就弱了下来，说话声音都变小了。他说：“苏雅跟我说，她喜欢的人叫孔刘，他还特意强调了，就是商院迎新晚会唱歌的那个，所以我不会找错的，就是你。”孔刘听完徐坤的解释，脸都黑了。他说：“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喜欢我，你给我滚蛋！”你……徐坤刚想开口叫嚣，但感觉到了孔刘身上那股强大的杀气，他又立马就怂了。那你答应我，别和我抢苏雅。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他。孔刘咬了咬后槽牙，说道：“你帮我转告他，让他不要再说喜欢我这种话了。如果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后果他自负。”看着孔刘身上突然迸发出的嚣张霸道的气焰，徐坤忍不住在心中感叹道：“这世界上居然有比我还拽的男人！可恶！”好的，大哥，我这就去转告。徐坤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灰溜溜的跑了出去。陈志瑞还呆呆的站在门口，一脸茫然。他记得徐坤来的时候可是很嚣张的，怎么突然就变了个人似的？孔刘歪嘴一笑，这就是传说中都市龙王的王霸之气。嗨嗨，开玩笑。孔刘，徐坤一走，杜宏远立马咬牙切齿的说道：“不是，你凭什么呀？凭什么连人家平民校花的面都没见过，就因为唱了一首歌就被他喜欢上啊？”杜宏远现在都有些后悔帮了这小子，他在想，早知道我也上去和沈霞唱一个了。陈志瑞也一脸羡慕的说道：“对啊，现在两个校花都喜欢上孔哥了，孔哥你简直就是校园文男主的配置啊！如果再有个神豪系统，直接无敌了。你俩能不能现实点？”孔刘有些无语的说道：“那个什么叫苏雅的女生，明显就是为了应付这富二代的骚扰，才拿我当挡箭牌的。你们还真信了他会突然喜欢我这个陌生人的鬼话？”陈志瑞最好忽悠，他听完立马点头道：“好像有点道理。”杜宏远开口道：“可是……没有可是。”孔刘直接打断施法，说道：“闭嘴，睡你的觉。”自己和苏雅的事情太复杂，孔刘不想解释，所以才想出了这种借口。虽然这借口有些错劣，因为徐坤告诉自己的这些事，让孔刘现在睡意全无，甚至还有些生气。他决定洗个澡，给自己降降火气。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和女朋友一起去吃饭的王琦也已经回来了。他正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孔刘。“你这什么表情啊？”孔刘刚洗完澡，全身上下就穿着一条裤衩子，被王琦用这种古怪的眼神看着，他菊花一紧，捂住了身子。“你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你滚啊！”王琦将手摊开，说道：“这是什么？”孔刘看了一眼王琦手里的彩票，说道：“撕碎的彩票啊，怎么了？”刚刚孔刘去洗澡的时候，衣服挂在扶梯上，衣服口袋里那张中了500的刮刮乐，不经意间掉落到了地上，正好被回宿舍的王琦给捡到了。王琦作为一个资深刮刮乐迷，立马捡起了刮刮乐，展开看了一眼，仅仅是一眼，他就惊到了，居然中了500！你小子，居然背着我去刮彩票了！王琦指着彩票，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说道：“还中了500！我长这么大，可是连再来一瓶都没中过的人啊！凭什么你运气这么好啊？”啊！孔刘被他说的有些哑然，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王琦继续说道：“而且这么珍贵的彩票，你居然把它折得稀巴烂，你要吗？”孔刘无所谓的说道：“你要就送你了，这500块钱我还没兑呢。”“你没兑？”王琦瞪大双眼，瞳孔地震的看着孔刘：“没兑，你把保安区撕掉干什么？那保安区就剩下一半了，再想兑奖也兑不出来了。”孔刘苦笑了一下：“我说不小心的，你信吗？我信你个大头鬼！”王琦把彩票扔进了垃圾桶，可过了几秒，他又把彩票捡了起来，放到了自己桌上。孔刘看着他的举动，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这么想中大奖？”“因为……”王琦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就是感觉我这人好像从小就运气不好。算了，没事。”见王琦不愿意说，孔刘也没再多问，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会的，一定会中大奖的，我相信你。”王琦默默注视着那张彩票，一言不发。第57章，操场的歌。一天课下，
孔刘在一食堂随便应付了几口，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有一天人类可以不用进食，通过其他方法补充能量，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干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吃完饭后，孔刘回到了宿舍里，他准备把上课的课本放回宿舍，就直接去图书馆里待着。杜宏远这小子却把他给拦在了宿舍门口，说道：“你一天天的，怎么就知道去图书馆看书，就不能有点更高雅的爱好吗？”孔刘想了想，说道：“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这些爱好够高雅吗？”你……杜宏远指着孔刘，一时之间有些语塞。逗你的，我差点以为你来真的，吓我一跳。杜宏远拍着孔刘的肩膀说道：“咱们作为大学生，就应该干点这个年纪该干的事情，而不是把生命浪费在学习这种事情上。你又开始妖言惑众了。”孔刘翻了个白眼，说道：“那你跟我说说，我们这个年纪该干什么？”杜宏远笑呵呵地说道：“今日无事，那必然是勾栏听曲。”滚蛋！孔刘无情地骂了他一句。杜哥，我不敢苟同。陈志瑞从床上探出个头，说道：“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应该是去码头整点薯条。”孔刘看向陈志瑞，说道：“你也好不到哪去。”孔刘拎着书包推开杜宏远，说道：“没活动的话，我就去图书馆了。”等等，有活动！刚刚一直没说话的王琦突然大声说道：“刚刚雪儿跟我说，操场上有社团在唱歌，他和室友已经去操场了，还问我们去不去。”杜宏远一听有美色，立马答应道：“去呀！”陈志瑞刚结束了游戏，也没什么事做，便点了点头。三人的目光全部锁定在了门口的孔刘身上。我如果不去，就又成宿舍公敌了是吧？孔刘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将书包随手丢在了自己的桌子上。走吧，这才像话嘛。杜宏远满意的点了点头。几人换了衣服，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宿舍。孔刘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三个活宝，觉得他们很有意思。其实，在读大学之前，孔刘的生活都过得蛮无趣的。打小他就没什么朋友，也受够了阿谀奉承。慢慢的，他也厌倦了与人交流。至于中海那群二世祖的圈子，他看不上，也玩不到一块。其实有钱也不是什么好事才怪。正因为他衣食无忧，普通人的梦想和愿望对他而言都是唾手可得的东西。物质上的充裕使他的精神世界变得无比匮乏。他喜欢看书，可这并代表他喜欢独处，喜欢安静。他只是努力的想在字里行间寻找那仅剩的不多的归属感，来填补一下他那颗空空的心。读大学后遇到了三五好友，每天嬉戏打闹，童年时缺少伙伴的精神空缺似乎在一点点的被填补，所以他努力的想维护好这难得的友谊。其实孔刘并没有发现，他的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空的，那块地方可不是友谊能填补的。如王琦说的那样，大操场今晚很热闹，操场中央有一个用彩灯围成的圆圈，圈内有各种各样的乐器正在被人演奏着，圈外又被看热闹的学生们围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圈。大家坐在草地上安静地听着音乐，现在正在唱小情歌，唱到高潮部分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组织活动的是音乐社，这是所属于商院隔壁的人文艺术学院的一个社团。正在唱歌的几个俊男靓女也都是专业的音乐生，歌声自然差不到哪去。他们今天之所以在操场上搞这么个节目，一是为了打响社团的名气，这样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学生来参加音乐社。学校每年给各种社团的活动经费和社团的规模有很大的关系，比的就是人头数。第二点则是为了大家而考虑的，音乐社希望让这些新生能在军训结束后也有机会聚在操场上，认识更多的人，从而邂逅属于自己的爱情。这一点是有学生主动找音乐社的社长提议的。毕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谁不愿意在大学里开启一场甜甜的恋爱呢？交大最近充斥着一股子浓郁的恋爱气氛，始作俑者正是孔刘和顾晨曦。商院迎新晚会的那首小甜歌在学校里疯传，最近学校里的恋爱率在直线飙升，以至于现在互联网上都在传想脱单去交大。孔刘看着操场上这热闹的景象，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想到了顾晨曦。他在想，以顾晨曦的性格，他应该不会来这种地方吧？啊，我为什么又突然想到他了？真奇怪。孔刘摇了摇头，想把这莫名其妙出现在脑海里的想法给抛开。滴滴，孔刘好不容易把顾晨曦给忘掉，手机就响起了消息提示，是顾晨曦用嘻嘻的号发来的。宝宝，你现在在干呀？孔刘回道，在操场看别人唱歌。顾晨曦几乎是秒回，那多没意思，你看吧，我打游戏了。孔刘看着他的消息，突然有些失落，心说，果然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来，奇怪，为什么心里空落落的呢？或许孔刘自己都没发现，除了友谊之外，他心里那多出来的空缺的那块地方，其实早就住了一个人。是谁我不说，你就猜吧，一猜一个准。犹豫片刻，孔刘回道，好，你先玩，等会我回宿舍了陪你一起打。
这次顾晨曦没有秒回。女生宿舍内，顾晨曦突然从床上惊坐而起。我靠，你吓死人了！沈霞看着迅速爬下床的顾晨曦，问道：你起个床要不要这么一惊一乍的？小霞，快换衣服，出门，我带你去玩。顾晨曦说着，从衣柜里挑了2件衣服，跑进了卫生间。啊！看着顾晨曦这莫名其妙的举动，沈霞有些傻眼，心说这妮子又抽什么风？顾晨曦心里想的是，我要突然出现，给她一个惊喜。然而操场上的孔刘已经被杨雪儿的3个室友给围住了。上次在 KTV 里，孔刘天降救场，让他们仨同时对孔刘有了好感。看他们那个热情似火的架势，恨不得3个一起嫁给孔刘了。杜宏远和陈志睿羡慕又嫉妒，狠狠地咬着后槽牙。后槽牙，糟了，冲我来的！被3个小学妹围住的孔刘显得弱小且无助，心中还有一丝丝庆幸，幸好顾晨曦没来。第58章，心里的人。音乐社几位大佬表演结束后，便开始了互动环节。他们邀请现场的听众们上去唱歌，他们负责伴奏，当然也可以用自己手机里的歌曲原声伴奏。现场这么多男男女女，谁不想表现一下自己呢？唱得好，那优先择偶权不就来了吗？但真正自告奋勇的却没有几个，毕竟唱得好才有优先择偶权，唱得不好只会成为笑话。学长，你也去唱一首吧。对啊，学长唱歌这么好听，不去展示一下才艺可惜了。上次新生晚会我都没听够呢，学长，求你了，你去唱一下嘛。3个学妹把孔刘围在中间，一声声学长的喊着，想让他也上去表演。如果换做杜宏远的话，他估计已经在一声声学长中迷失了自我，然后上去出丑了。可孔刘才不吃这套，今天喉咙上火了，嗓子疼，下次吧。孔刘冷静外表下，内心的真实想法，学妹又怎样？谁都不能使唤老子。他被3个学妹吵得有些烦了，起身想要离开，可刚站起来，就看到不远处有2个人朝着这边走来。下一秒，孔刘直接瞳孔地震。顾晨曦，他不是说他不来的吗？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孔刘的心脏猛地一跳，光速坐了下来，悄悄观察着顾晨曦。怕被发现的他，还拉上了身边的陈志睿做掩体。陈志睿，顾晨曦低着头，目光在人群中游走，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孔刘想起刚刚他在手机上果断地拒绝自己，结果现在又跑到操场来找他，心里突然有些慌了。等等，不对劲！孔刘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顾晨曦好像还不知道我是他网恋男友吧？孔刘想明白这事后，孔刘突然发现顾晨曦并不是来找自己的，而是来找网恋男友的。孔刘心想，怪不得他那么果断地说不来呢，原来是怕网恋男友跑掉啊。孔刘有些庆幸自己没给他发过任何照片，他顶多也就凭着感觉找，不然的话自己今晚就真的要被他抓到了。另一边，顾晨曦正着急地在人群里寻找着孔刘的身影，他心想，奇怪，怎么找不到他？他该不会提前回去了吧？沈霞看着顾晨曦这奇怪的举动，已经猜到他在干什么了。他在想，也就我这个冤种会大晚上换衣服陪他出门找孔刘了。陈志睿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的孔刘，小声说道：孔哥，这么多人看着呢，咱们这样不太好吧？嘘，别说话。孔刘压低声音，看着不远处的顾晨曦，看着他那么着急的寻找，找的却不是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孔刘心里泛起了嘀咕，网恋男友对他真的这么重要吗？没错，他吃醋了，而且他吃的还是自己的醋。还有小伙伴想来试一试吗？听着彩灯内主持今晚节目的主唱询问还有没有想上台的话，孔刘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孔刘说道：我想试试。看着自告奋勇的孔刘，主持人笑着说道：大家欢迎。现场响起了掌声，只不过掌声并不是很热烈，因为前几个自告奋勇的表演者都很一般，已经消磨了他们的热情。主持人用刚刚的台词询问孔刘：小哥为什么想上台表演？是因为台下。闻言，孔刘的目光望向了顾晨曦的方向，此时的顾晨曦也早已注意到了他。2人四目相对，那一刻他们彼此的心脏都狂跳了一下。没等主持人把后半段说出来，孔刘便答道：我只是想展示一下才艺。孔刘在心里对自己说，展示才艺，仅此而已，绝对不是为了让顾晨曦注意到我。对，仅此而已。主持人点了点头，又问道：那小哥你想唱什么呢？鸽子。哦，我知道有2首，鸽子是徐某某的那首鸽子，还是宋某某的鸽子呢？徐，那太巧了，我记得这首歌的曲子，我来帮你伴奏吧。谢谢，不用了。孔刘摆了摆手，继续说道：可以借我一把吉他吗？哇！主持人闻言眼前一亮，问道：这位小哥居然想要弹唱，难道小哥也是我们音乐专业的新生吗？不是，只是会一点点而已。孔刘微笑着接过了其他人递来的吉他，调整了一下话筒高度，说道：我可能唱得不太好，见谅。
话音刚落，前奏便响了起来。轻快的前奏响起后，孔刘缓缓开口：“我喜欢一个女孩。”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原本还有些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就像上次在商院的迎新晚会那样，所有人都安静地聆听着这美妙的旋律。相比于原唱那温柔的嗓音，孔刘磁性的声音略微低沉，却又极具穿透力，仿佛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正在讲述着一场爱而不得的单相思的故事，字里行间都是苦涩的。唱道：“可爱的鸽子，鸽子不要在意，这首歌你就随便听听。”这两句的时候，孔刘突然抬头看向了顾晨曦，他发现顾晨曦也在看着自己，他居然在对自己笑。这一刻，他觉得顾晨曦的目光变得好温柔，他的笑容很好看，真的。孔刘心中浓浓的醋意突然消失了，就连原本低沉的、充满了遗憾的歌声都变得欢快了起来。于是，孔刘唱后半段时，原本有些酸涩的气氛，十分突然的变甜了起来。这突然的变化，让现场的观众都有些猝不及防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场原本充满遗憾的单恋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作者突然的把它变成了一场双向奔赴的甜甜的恋爱故事，很突然，也很甜。可爱的鸽子，鸽子别太在意，长大后我一定来找你。最后，孔刘用一个轻快的旋律结束了这场表演。听完歌的顾晨曦激动地抓着沈霞的手臂，心里感动的都快哭出来了。如果可以的话，他现在就想衝上去，抱着孔刘，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用力地吻在他的唇上。沈霞看着又要恋爱脑发作的顾晨曦，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你冷静点，别这么激动。”顾晨曦脸色微红，看着沈霞说道：“小霞，你知道鸽子的英文吗？”Dolph。怎么了？他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顾晨曦目光看向孔刘，他正在一片掌声之中缓缓地走下了台。在顾晨曦的眼中，孔刘正在闪闪发光，像是一颗绚烂夺目的小星星。顾晨曦的眼里也全是小星星。他说道 ：“Dolph 也可以解释为 Do you love me？” 第59章，我与春风接过客。杜宏远大声地呼喊着：“这是我室友，想加他微信的都先来加我。”此话一出，还真有不少女孩子举着手机过去扫杜宏远的微信号，当然还有胆子大点的，直接跑去找孔刘要。陈志瑞直接化身成了孔刘的小迷弟，大声地呼喊着，晃动着双手为他欢呼。王琦有些羡慕孔刘才华横溢，羡慕他无论何时都那么耀眼夺目。杨雪儿看出了王琦眼中的慕艳之意，她拉着王琦的手，温柔地说道：“不必羡慕他人，你已经很好了。”雪儿，谢谢你。王琦看着杨雪儿，心里很是感动。王琦一直觉得自己的运气很差，可直到遇见杨雪儿，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运气或许也没那么差劲，至少上天让他遇见了一个眼里都是他的女孩。唱完歌的孔刘想要去找顾晨曦，他很想现在就告诉顾晨曦，别找了，我就是你的网恋男友。然后在他或愕然或愤怒亦或者是惊喜的目光中，用尽全力将他揽进怀里，努力拥抱他。可刚走没两步，他就被音乐社的社长和几个要微信的女生给留了下来。音乐社的人热情地想要邀请孔刘参加音乐社，但孔刘却拒绝了。至于要微信的女生，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摆手说道：“有女朋友了。”等他应付完一切，再想去寻找顾晨曦的时候，人群中却没了他的身影。孔刘环顾四周，掌声、欢呼声，这些对他的夸赞声，此刻是如此的刺耳聒噪，不知怎么的，心里还有些空荡荡的，似乎没了值得留恋的东西。他不想继续在这操场上待下去了，于是，在无数的欢呼声中，在众人注目下，他一个人孤独地离开了操场。孔刘学长，操场外站着一个俏生生的少女，少女穿的还是那样朴素，白色的内衬，外面是一件薄薄的灰蓝色外套，黑色的裤子也有些薄，浅色的运动鞋上沾着些许污渍。许是刚兼职结束才回学校，正好路过了学校的操场。少女的脸上越显倦意，就连那马尾辫也有些松松垮垮的。孔刘转头看她的那一瞬间，少女眼神中的倦意忽然消失了，一双含情的桃花眼含着笑意看着他。孔刘看着苏雅，脸色有些难看的冷声问道：“为什么要跟你的追求者说你喜欢我？”“对不起，我就是想把他打发走。”苏雅有些慌乱的把手双背到了身后，她小心翼翼的说道：“事后我也反省了自己，对不起，我以后……算了，就这样吧。”孔刘现在没心思和他扯这些，他摆了摆手说道：“我不想听这些，走了。”等一下。见孔刘要走，苏雅下意识的伸手拽了一下孔刘的衣服，下一秒又像触电似的迅速收回了手。孔刘耐着性子问道：“你还有什么事？”“这个还你。”苏雅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折叠的十分整齐但依然毛毛皱皱的钞票，说道：“这里有50几块钱零钱，我的手机里还有几百，我全部转给你。”孔刘看着将钞票双手奉上的苏雅，皱了皱眉，问道：“你给我这些做什么？”苏雅看着他，一字一句的说道：“
你小时候帮过我，现在我能赚到钱了，所以还你。孔刘一时语塞，沉默了几秒，他将苏雅捧着钱的双手推了回去，说道：那是你给我干活应得的钱，你从来就不欠我什么。咻！苏雅轻轻吸了吸鼻子，这11月的夜，寒风吹得路边的树都弯下了腰，更何况这衣衫单薄的少女小巧的鼻子被冻得微微发红。她这孔刘目光中泛着泪花，那楚楚可怜的模样真的让人心疼。试问哪个男人会狠心拒绝这样一个令人怜惜的女孩子呢？就连孔刘都有些不敢直视她的目光了。唉，孔刘叹了口气，语气也没有一开始那么冲了。买2件厚点的衣服穿，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不见。孔刘说完没敢回头，朝着男生宿舍走去。少女就这样站在原地，看着少年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视线里。就像小时候，她也总在校门口默默地注视着少年，那时的他就是如此的遥不可及，宛若天上星辰。他坐上豪华的小轿车，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也消失在他的全部生命里。他原以为自己和少年不会有任何的交集，可少年却像一道刺眼的阳光，让深陷冰冷黑暗的泥沼中的他感受到了一丝丝温存。后来那道刺眼的阳光真的变成了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头，永远也拔不出来了，永远永远。苏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他一脚踏空，差点摔倒在地。突然有人从身后拽了他一把。谢谢。苏雅感谢了一声，回头一看，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雪儿，你也刚回来啊？刚刚在操场上听学长们唱歌。杨雪儿看着有些强颜欢笑的苏雅，不解地问道：你怎么失魂落魄的？该不会又遇到你那个白月光了吧？苏雅和杨雪儿都是大一新生，两人虽然不是一个宿舍的，但却是同一个班的。刚开学的时候，苏雅帮过杨雪儿搬东西，所以两人的关系也很要好。啊，没有。苏雅连连摆手，说道：我只是刚上完班，有些累了。你呀，要不要这么拼命？杨雪儿在苏雅的额头上轻轻戳了一下，说道：长得这么漂亮，学习还这么努力，还勤工俭学，你快把我们卷死了。哈哈。苏雅淡淡的笑了2声，说道：我问过店长了，店里还需要人，你去吗？去啊。杨雪儿用力的点了点头，我想打工赚点钱给我男朋友买件棉袄。苏雅说道：你对你男朋友还真好啊。杨雪儿摇头说道：他这傻子，每次出门都是他抢着付钱，给他还死活不收，我总得回礼吧。苏雅抿了抿嘴，说道：有时候还挺羡慕你的。第60章，你携秋水揽星河。你也别那么拼命了。杨雪儿牵着苏雅的手，说道：总是紧绷着自己，人会撑不住的，有时候也应该享受生活啊，谈个恋爱什么的。你温柔体贴又善良，长得还这么漂亮，有那么多男生追，干嘛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那个白月光不喜欢你，是他眼下不懂你的好。不是的。苏雅连忙摆了摆手否认。都这种时候了，你还在维护他？杨雪儿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瞪着苏雅说道：你呀，就是眼界小了，没见过好男人。我跟你讲哦，我男朋友宿舍里就有一个学长，他长得帅又温柔，还和你一样努力又上进，平时还去兼职当家教赚生活费。我觉得你俩就是绝配。苏雅低着头说道：不，我可配不上人家。瞧你那不争气的样。杨雪儿捏了一下苏雅的脸，说道：今晚我是真该把你也拉去看学长唱歌的，让你见识见识情歌小王子。情歌小王子，这外号也太 low 了吧，谁取得？孔刘看着刚刚回到宿舍里的3人，说道：这也太掉价了。杜宏元耸了耸肩，一脸无辜地说道：现场那么多人，我哪能知道谁最先喊的？今晚他起码加了30几个女生的微信，此刻的他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笑得那叫一个灿烂。陈志瑞拿出一个笔记本，走到孔刘面前，说道：孔哥，我觉得你未来有可能成为大明星，所以你现在先给我签个名吧。你有毛病啊！孔刘笑着骂了他一句，但还是给他签了个名。他走到王琦身边，问道：老王，问你个事。正在给女朋友发信息的王琦看了孔刘一眼，问道：什么事？你说。孔刘有些难以启齿似的，犹豫片刻才说道：你表过白吗？你说呢？王琦看了孔刘一眼，说道：不表白，我哪来的女朋友？孔刘又问道：那你能不能讲讲，你是怎么和杨雪儿表白的？我和雪儿啊。一说起女朋友，王琦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那天他保护了杨雪儿之后，两人之间的好感度飙升，后来杨雪儿又来医院看望他，出院当天，王琦就约着杨雪儿单独出门玩、散步、吃饭，然后看电影。电影结束的时候，王琦在电影院送了准备好的花，正式表白。两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确认关系的。孔刘听完之后，大概算是了解了表白的全过程，他把王琦说的那些暗暗记在了心里。王琦上下打量着孔刘，
问道：“你小子突然问这个干嘛？这好用问？”一旁的杜宏远坏笑着说道：“他这是准备和顾校花表白呢。”陈之睿也凑着脑袋过来问道：“真的？孔哥准备表白了？”“算是吧。”孔刘有些腼腆的挠了挠头，这是他第一次在室友面前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哟，你还娇羞上了？”杜宏远贱兮兮的说着。“可恶，宿舍里马上就有2对情侣了。话说回来，你们觉得在游乐园表白怎么样？”孔刘抬头看向3人。“好啊。”王琦竖起大拇指说道：“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这么浪漫。”陈之睿想了想说道：“游乐园人好多的，感觉有些社死。”杜宏远一巴掌拍在了他圆圆的脑袋上说道：“怕什么？就要人多才有氛围。你想想，那么多人见证你们的爱情，多浪漫。”陈之睿摸着脑袋点了点头，好像也是。孔刘想了想，觉得不太行。顾晨轩跟他说过，他姐是社恐，当着那么多人面和他坦白的话，太不照顾他的个人感受了。而且他也不知道顾晨曦现在对他什么感觉，万一自己说出了网恋男友这事，他当场翻脸生气了，那么多人看着，场面也太抓马了吧。孔刘觉得还是得再思考一下，表白这种事情不能太草率了。不过游乐园坦白确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游乐园告白？对啊，你不是这周末要和他一起去逛迪士尼吗？沈霞信誓旦旦地说道：“你真想和他告白，就在迪士尼告白啊，总比今天晚上2手空空跑过去喊一句我爱你强吧。”好像也对。顾晨曦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今天晚上顾晨曦差点就要冲过去和孔刘表白了，他的内心告诉他，自己再也没办法在孔刘面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了，哪怕门不当户不对也好，孔刘拒绝也罢，他都要讲出来，讲出那句我爱你。但还没冲过去就被沈霞给扛回了宿舍。面对脑子被僵尸吃掉了的顾晨曦，沈霞可不希望失去理智的他在操场那么多人看着的情况下做出丢人的事情，也免得他恢复理智之后怪自己为什么没拦着。于是乎，顾晨曦和孔刘就这样错失了互相坦白的机会，没收沈霞金牌辅助的称号。回到宿舍后的顾晨曦冷静好一会，也觉得自己今天的想法太冒失了。他对沈霞感谢了一番后，和她探讨起了女孩子该如何表白这件事。虽然沈霞也是条单身狗，但她有数十年看恋爱小说的经验，所以这个狗头军师开始为顾晨曦出谋划策。沈霞继续信誓旦旦地说道：“你长得这么漂亮，只要一开口，那小子必然被你拿下。要是这个时候你再突然送上一束花，那他不得对你爱得死去活来的。”顾晨曦呆呆地问道：“可是，一般不都是男生给女生送花吗？男生也喜欢花吗？”沈霞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讲真，她又不是男生，也没谈过男朋友，哪里知道男生收到花会不会开心啊？反正恋爱小说里表白都是送花的，现实里应该也差不多吧。想到这，她拍着胸脯保证道：“肯定喜欢的，这招男女通用，你放心吧。”好耶！顾晨曦抱着沈霞感激地说道：“小霞霞，你真好，我这事要是成了，你必有大赏。”沈霞黑着脸说道：“你先把手从我的胸上拿下来，你别躲嘛，我再捏捏。”第61章，今晚月色真美。孔先生您好，您的快递到了，请来拿一下。好的。孔刘挂断了电话，来到了男生宿舍楼下。明天是周末，是孔刘要陪着顾晨曦和顾晨轩一起去迪士尼的日子，为此他特意买了几件新衣服，担心快递太慢的他，还特意加了很多钱换了私人特快。这不，都晚上8点半了，快递员还为他的快递来了一趟学校，还是直接送到男生宿舍楼下的。谢谢。孔刘。拿完快递的孔刘准备上楼，刚转身就听到有人在喊他，转头看去，居然是顾晨曦在喊他，他身边还跟着个沈霞，两人似乎刚从学校的超市回来，一人手里拎着一袋子的东西。晚上好。孔刘一只手抱着快递，腾出手和他们两人打了个招呼。孔刘对顾晨曦问道：“你很急着回宿舍吗？”啊？顾晨曦听到孔刘的话，先是一愣，随即摇头说道：“怎么了？要不……”孔刘低头看着手里的快递，声音小了许多：“一起去逛逛。”好啊。顾晨曦几乎没有犹豫，便脱口而出：“嗨。”沈霞轻轻咳嗽了2声，在顾晨曦耳边说了几句，大概是说让他不要恋爱脑发作吧。说完，他就拎起顾晨曦手里的袋子，对两人说道：“那我先回去了，你们聊吧。”沈霞拎着2袋东西跑得飞快，好像生怕会影响到两人约会似的。“你先等我一下。”孔刘对顾晨曦说完，转身跑回了宿舍，将几个快递放在了门口的宿管阿姨那里临时寄存，然后拍了拍身上的灰，再次走了出去。男生宿舍楼下，顾晨曦正站在路灯下，踮着脚尖，无聊地看着自己的影子。清冷的路灯照在他的身上，仿佛给他附加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芒，
披在肩上自然垂落的青丝，在这夜里的冷风中似有规律般轻轻飘扬起，又缓缓落下。那张本就白璧无瑕的脸，也在月光和灯光的双重映衬下，更显清冷圣洁，好似出自艺术家手里的高雅的艺术品一般完美。孔刘快步走了过去，两人面对面的，顾晨曦抬起了头，他抿着嘴，嘴角含着一丝笑意，一双凤眼灵动含情，眼眸里全是孔刘的影子。刚刚等待的1分钟里，顾晨曦思考了很多，他不知道孔刘喊他一起散步是为了什么，或许只是单纯的一起走走，或许他是想和自己正式表白，亦或许是其他别的什么。顾晨曦不得而知，但他并不希望孔刘现在跟他表白，因为如果孔刘现在表白的话，他为明天所准备的一切都白费了。其实孔刘把顾晨曦叫住，是想试探出他喜欢什么类型的花，喜欢什么类型的礼物，他好提前为明天的事情做准备。孔刘看着顾晨曦，有些结巴的说道：去操场走走。顾晨曦摇了摇头，说道：操场好无聊的，我们逛校园吧。其实是操场上人太多了，他社恐，所以想和孔刘在学校里找个安静无人的地方散散步，真的只是散散步哦。孔刘点了点头，行。其实孔刘来交大1年多，除了商学院楼、图书馆、食堂和宿舍这几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也没怎么去过。唯一一次逛学校，还是大一开学的第1个清晨，和另外3个室友一起在学校里闲逛。那是几人第一次在8点之前没用闹钟同时起床。那一次，他们4个人还差点在学校里迷路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些搞笑。孔刘和顾晨曦慢悠悠地走着，一路从生活区走到了学校的教学区。教学区此刻的路灯已经全部关闭了，只剩下月光还散发着微弱的白色光芒。两人肩并肩地走着，两人的距离微妙地保持在能过一个人的空隙，可月光下，两人的影子已经无限靠近，在道路的尽头似乎已经粘在了一起。已经走了这么远，孔刘还没说话，顾晨曦有些急了。他在想，这个笨蛋为什么还不说话？难道要我先开口找话题吗？孔刘想的是，该怎么问他喜欢什么颜色的花？直接问是不是目的太明显了？两人各想各的，气氛似乎有些尴尬。突然，孔刘抓住了顾晨曦的手，这可把顾晨曦吓了一跳。他惊讶地看着孔刘，刚想开口，就见孔刘用食指抵在嘴边，做了个嘘的手势。顾晨曦立马又将即将说出口的话给硬憋了回去。孔刘用非常轻的声音在顾晨曦耳边说道：仔细听。顾晨曦闻言皱了皱眉，竖起耳朵，也不知道要听什么，反正就认真的听着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啊，你轻点摸。嘘，你小点声。没事，这个点谁来教学楼啊？孔刘拉着顾晨曦悄悄地走到教学楼后面的走廊，走廊尽头的小亭子里，有一对小情侣正在互相啃嘴子，啃到忘我时，女生直接坐在了男生的身上，男生还把手伸进了女生的衣服里。两人躲在走廊的石柱后面，偷偷地看着戏。顾晨曦看到那女生居然如此大胆主动，捂着嘴，心里好奇地想着，亲嘴到底是什么感觉的。顾晨曦突然红着脸看了一眼身旁的孔刘，孔刘还紧紧地牵着顾晨曦的手，脸上露出了一个十分腹黑的笑容。他没注意到顾晨曦泛红的脸颊，小声地在他耳边说：等会我拉着你跑，你可不要拖后腿。顾晨曦不明白孔刘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小亭子里的小情侣都开始脱衣服了，只见孔刘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然后对着亭子里闪了2下，然后压低声音吼了一声：谁大半夜跑来教学楼偷东西？这操作直接把亭子里的2人吓得抓起衣服撒丫子就跑，几秒钟就没了人影。看到这滑稽的一幕，两人互相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噗，你好花呀！笑了一会，孔刘正色说道：差不多了，等会他们反应过来该找我们麻烦了，我们也跑。孔刘看着跑远的两人，也牵起顾晨曦跑了起来。顾晨曦终于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落在孔刘身后了，这一次两人步调一致。看着自己身旁的孔刘，他在想，这一次我终于没拖你后腿了，对吧？第62章风也温柔。两人一路跑到了商院和信息学院交界处的小桥上，才终于停下了脚步。孔刘喘着气，看着脸不红心不跳的顾晨曦，问道：你体力这么好的吗？顾晨曦面色平静地说道：我有夜跑的习惯，从小养成的。虽然他的表情很平静，但那骄傲的小眼神还是被孔刘给看穿了。孔刘竖起大拇指说道：厉害。顾晨曦微微凑近孔刘，抿嘴笑着说道：没想到你看着这么正经的人，居然也能干出这么坏的事情啊！谁告诉你我是正经人了？孔刘挑了挑眉，嘴角也挂着一丝笑容，说道：再说了，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学校降低生育率，好吧？生育率。顾晨曦没绷住，又咧着嘴大笑了起来。哈哈，你怎么这么好玩？调整好呼吸的孔刘站定身子，
歪头看着正在哈哈大笑的顾晨曦，说道：“你还说我，你不也一样吗？顾校花。”哼。顾晨曦收起笑容，看着孔刘，问道：“我怎么了？”孔刘双手抱在胸前，说道：“平时总看你冷着个脸，结果却跟着我一起干坏事，还笑得这么放肆。反正都上了你的贼船，我能有什么办法呀？”顾晨曦说着，假装无奈地耸了耸肩，样子有些可爱。顾晨曦问道：“你今天喊我出来散步，应该不只是为了散步吧？”还真让你说对了。孔刘抿嘴点了点头，说道：“其实是想和你咨询一个问题的。”顾晨曦闻言，眼前一亮，正好我也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你。孔刘反问道：“那你先说。”顾晨曦摇了摇头：“不行，你先说。”孔刘也摇了摇头：“还是你先吧。”两人谦让了半天，孔刘觉得再这样下去，他俩到明天早上都不一定能问出个所以然。于是乎，他先问出了他的问题：“女孩子喜欢收到什么颜色的花啊？”顾晨曦心中下意识地想到：“我哪知道，反正别人送给我的花，我都不喜欢。”顾晨曦似乎还没意识到孔刘要送花给他，于是说道：“五颜六色，颜色越多越好。”啊！孔刘皱了皱眉，愕然地看着他，问道：“真的吗？”顾晨曦傻傻地点了点头：“真的。”孔刘心想，顾晨曦看着挺有品味的一个人，没想到喜欢五颜六色的花，这品味还挺独特呀。五颜六色的花上哪弄啊？这不是为难我吗？顾晨曦回答完孔刘的问题后，便也开口问道：“你，不是，男生一般收到花会开心吗？”顾晨曦在心中暗道好险，差点就说漏嘴了。孔刘听到这个问题也是一愣，心想：我哪里知道，我又没收到过花，好像也不对，我收到过一次，就是出院那天他给我送的。他似乎也没有意识到顾晨曦想要送花给他。思索片刻后，孔刘回答道：“男生不需要花，因为他们死翘翘后，花会从坟头上自己长出来。”噗，你还挺幽默。顾晨曦脸上虽然挂着笑容，但听到孔刘的话，却在心里烦了起来。小霞果然在骗我，男孩子根本就不喜欢花，我明天该送什么给他？烦死了。之后，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一边往回走，孔刘又问顾晨曦喜欢什么礼物。顾晨曦说喜欢的人送给他的礼物都喜欢。孔刘又在心里叫苦了起来：我靠，我哪里知道你喜不喜欢我？顾晨曦也问孔刘：男生收到什么礼物会开心？孔刘的回答是：男生收女生的礼物犯法，建议直接送银手铐。顾晨曦居然天真的在想，买一副银手铐需要多少钱呢？两人的互相试探就这么荒唐的结束了。要不说两个人都是傻子呢，但凡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带点脑子，都不用等到明天，今晚就知道对方是想要和自己表白了。孔刘把顾晨曦送到了女生宿舍的楼下，顾晨曦虽然心里很不舍，可表面上却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和他摆了摆手，说道：拜拜，明天见。拜拜。孔刘和他挥了挥手，却没走，只是站在女生宿舍楼下，默默注视着他往里走。此刻的两人像极了刚在学校里约会完的小情侣，两人的关系现在十分的微妙，两人之间像是还有一张似有若无的糯米纸，仅仅只需要一滴水，两人就能捅破这层障壁，关系更进一步。等一下！孔刘突然叫住了顾晨曦，顾晨曦立马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了他，眼中充满了期待。怎么了？他似乎已经不在乎明天的事情了，他希望孔刘现在就表白，然后他就飞奔出去，扑到他的身上，像今晚那个女生一样，和他亲嘴嘴。嘿嘿。顾晨曦这般想着，孔刘指着天上的月亮说道：今晚月色真美。啊！顾晨曦愣了一下，心里有些失落，脸上却没表现出来。他说道：对，很美。啊！孔刘抿着嘴，又说道：今晚月色真美，风也温柔。对，很美，但是有点冷。顾晨曦说着，还顺手裹紧了自己的衣服。你早点回去休息哦。好。孔刘抿着嘴笑了笑，转身后又无奈地叹了口气，在心里说道：这个笨蛋的脑子果然不太好啊。什么？你说什么？沈霞尖叫了两声，住着顾晨曦的肩膀，问道：孔刘对你说今晚月色真美了？对啊。顾晨曦一脸茫然地看着沈霞，问道：怎么了？沈霞一脸严肃地问道：你怎么回答的？顾晨曦傻乎乎地说道：我说对，很美，但是有点冷，怎么了吗？沈霞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问道：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顾晨曦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沈霞又问：他有没有补充别的？他后来又说了一遍：今晚月色真美，然后说风也温柔。你这个大傻瓜！沈霞捏着顾晨曦的脸，大声说道：他这是在和你表白啊！你居然没听出来？啊！懒得和你解释了，自己百度去吧，我要被你气死了。沈霞说完，转身爬上了床。顾晨曦立马掏出手机，在搜索栏里打下了
今晚月色真美，风也温柔是什么意思？几秒钟后，顾晨曦绝望的声音响彻了女生宿舍。啊！我居然错过了这么浪漫的告白！我该死啊！第63章，情侣装，新买的衣服，花了不少钱吧？也没多少。顾晨曦认真地打量着孔刘今天的行头，白色的高领毛衣很修身，勾勒出了孔刘本就不错的身形。顾晨曦还仔细地盯着孔刘的胸口看了2眼，绝对不是为了看胸肌。外套搭的是一件米驼色的毛呢大衣，这清新的颜色搭配看着很舒服。学校里大多数男生穿的衣服不是黑就是灰，以至于沈霞天天在顾晨曦耳边抱怨，快要色彩疲劳了。下身的垂感阔腿西裤增添了几分慵懒感，还正好遮住了大头德比鞋的鞋舌部分。皮鞋的鞋跟挺厚的，这让本就高挑的他显得更加高大。为了让孔刘能顺利拿下顾晨曦，出门前3个室友还给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杜宏元给孔刘抓了一个非常骚包的37分，王琦把女朋友给自己买的面霜抹在了他的脸上，陈志瑞把自己新买的格子围巾借给他戴，并且嘱咐他，如果晚上女方说冷，就把围巾围到他脖子上，然后把他揽进怀里，用大衣裹着他。这是这小子最近看那本恋爱小说学的操作。顾晨曦看着孔刘这身行头，也确实很满意，嘴角的笑容都快压不住了，但还要假装淡定的抿着嘴，点头说道：“不错，很帅。”孔刘被他夸的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他为了今天做了很多准备。那天晚上，他挑了一晚上的衣服，最终选定了这一身衣服。上车吧。孔刘坐着顾晨曦的车去到了他的家里。顾晨轩已经换上漂亮的小裙子，等着姐姐来接他了。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顾晨轩等的都有些急了，他给姐姐发信息问道：“你怎么还没来啊？你该不会把我忘了吧？”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姐姐才回信息：“你一个人在家待着吧，我带你孔哥去玩去喽，不要你了。”顾晨轩感觉到了深深的恶意，正准备打电话和妈妈告状的时候，家里的大门却开了。是姐姐回来了，她还带回来一个很帅的哥哥。等等，那个帅哥哥居然是孔刘哥！顾晨轩瞪大了眼睛，看着换完衣服就变帅的孔哥哥，有些不可置信。你这什么表情？顾晨曦捏着妹妹的脸说道：“你等我一会，我上楼换件衣服，你先陪孔哥哥玩一会。”好的。顾晨轩点了点头，拉着孔刘问道：“孔哥哥，你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帅？”孔刘有些哭笑不得的问道：“我平时很丑吗？”没有，怎么会呢？你平时也很帅啊。顾晨轩牵着孔刘的手晃了晃，说道：“只是今天格外帅。”顾晨曦回到房间，看着衣帽间里那一柜子的衣服，陷入了沉思。或许衣服多也不是一件好事吧。顾晨曦最后挑选了一件和孔刘外套一个色的驼色大衣，内里搭配的是一件黑色的毛衣。换完衣服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自己穿这一身衣服和孔刘站在一起，简直像是穿情侣装。顾晨曦摇了摇头，将这个想法抛开，然后对自己说：“我只是正好今天想这么穿，绝对不是为了出门让别人觉得我们2个人是情侣。”对。换好衣服化完妆的顾晨曦刚一走下楼，顾晨轩就直接来了一句：“姐，你和孔哥哥是情侣装啊？”“不是。”顾晨曦红着脸狡辩了一声，然后在妹妹的脑袋上敲了一下。顾晨轩立马捂着脑袋跑去找孔刘要安慰。孔刘摸了摸顾晨轩的脑袋，有些熟练地哄了起来。顾晨曦就在一旁看着，心中醋意有些浓，这些词可都是他平时在网上哄我才用的。哼！顾晨曦走上前，把妹妹给拽到了自己身边，捏着她的小脸说道：“装的还挺像小绿茶。”“我才不是绿茶呢，我可是孔哥哥的好妹妹。”顾晨轩吐了吐舌头说道：“哪像你这么暴力，你这么暴力要找不到男朋友的。”我。顾晨曦闻言抬头看了看孔刘，孔刘正站在他们对面，看着他们2姐妹嬉笑打闹，嘴角也挂着一丝温柔的笑。顾晨曦脸红了，她瞪着妹妹说道：“你找打是不是？”只见顾晨轩突然转头，委屈巴巴地对孔刘说道：“孔哥哥，你看啊，他又凶我。”哈哈哈！孔刘尴尬地打着哈哈，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帮谁说话才好。顾晨轩从姐姐的魔爪中挣脱了出来，他跑到孔刘面前，拉着他说道：“孔哥哥，你以后可不能找个像我姐这样凶巴巴的女生做女朋友啊！”孔刘不敢接顾晨轩的话，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顾晨曦正在盯着他，还是用那种冷冰冰的目光，有点害怕。顾晨轩继续说道：“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同学的姐姐长得可漂亮了，最重要的是很温柔啊！”疼！顾晨轩的话还没说完，耳朵就被姐姐给揪住了。顾晨曦黑着脸说道：“你还当起媒婆了是吧？你哪个同学的姐姐比你姐还漂亮？说出来让我知道知道。”顾晨曦内心敢比我漂亮，今晚就去暗杀。错了，姐姐，我胡说的，你放过我吧！疼！被揪住耳朵的顾晨轩像是被猫抓到的老鼠，直接就是血脉压制，不敢造次，
只敢求饶。好啦，咱们也该走了。最后还是孔刘出手，才救下顾晨轩的小命。因为顾晨曦的车坐3个人会有点挤，所以今天他没有开车，家里的司机开着车把他们3个送到了游乐园。呀！刚下车，顾晨轩就突然的尖叫了一声：“你要死啊！”一惊一乍的。顾晨曦瞪着妹妹问道：“怎么了？”顾晨轩指着远处乌泱泱的排队的人群，苦着脸说道：“这得排到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啊？”顾晨曦反问道：“那不排队，你还想插队不成？这一个个排，我们一天下来都不一定能玩到2个项目。哎。”顾晨轩叹了口气说道：“早知道这么多人，我就该让妈给我们买张 VIP 卡了。” VIP 卡。孔刘听到这话，突然眼前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他说完便跑没了踪影。第64章糖不甜。没过多久，孔刘便再次跑了回来，他的手里还拿着几张金色的卡片。孔刘把卡递给顾晨曦和顾晨轩，说道：“我爸爸的朋友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我刚刚找他弄到了3张快速通道票，可以免排队。”哇！顾晨轩抓着那张精美的卡片，一脸崇拜地看着孔刘，说道：“孔哥哥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能弄到，你是超人吗？”哈哈哈！孔刘笑了笑，没有多言。顾晨曦看了看手里的票，又看了看孔刘，心中有些狐疑。他可没有妹妹那么好忽悠，他是成年人，基本的判断能力还是有。孔刘见顾晨曦表情不太对，便问道：“怎么了？”其实孔刘心里也慌的一批，他担心顾晨曦会继续追问这票的事情。顾晨曦看着孔刘的脸，脑子立马就变得一片空白。成年人的判断能力早就没了，脑子都快给他丢掉了。他摇了摇头说道：“没事。”心里却美滋滋的想着，宝宝心疼我，不想让我排队，还给我弄来了 VIP 卡，宝宝对我真好，嘻嘻。3人在其他人羡慕嫉妒的目光中，从 VIP 快速通道进了游乐园，全程加起来没超过1分钟。进到游乐园之后，顾晨轩就吵着要去坐过山车，孔刘当然是依他的意，带着他来到了坐过山车的地方。顾晨曦表示不想玩过山车，让孔刘带着他妹妹玩就行了。实际上顾晨曦就是害怕了，别看他平时好像处变不惊的样子，其实他也有胆小的一面。以前和妹妹一起去游乐园玩的时候，他就很害怕这些看着就很危险的娱乐设施，所以他总是不愿意带妹妹玩。今天还有孔刘跟他们俩一起玩，一想到自己因为坐过山车时害怕而出糗的样子可能会被孔刘看到，顾晨曦就更抗拒了。孔刘牵着顾晨轩，看着站在检票通道外一脸犹豫的顾晨曦，再次问道：“你真的不一起玩吗？”我不玩。顾晨曦确实犹豫了几秒，但还是十分坚决地说自己不玩。见他这么抗拒，孔刘也就没再多问。可顾晨轩却开口说道：“我姐姐就是害怕不敢玩，她是胆小鬼。”顾晨曦红着脸争辩道：“谁是胆小鬼了？”略。顾晨轩吐了吐舌头，然后抱着孔刘的胳膊，撒着娇说道：“待会孔哥哥，你可要保护哦。如果我害怕的话，就靠在你怀里好不好？”啊，不行！还没等孔刘说话，顾晨曦就先不乐意了。在妹妹的言语怂恿下，他直接忽略了自己心中的恐惧，跑到了2人面前，说道：“我才不怕，我要和你们一起玩。”“真的吗？”顾晨轩看着姐姐那认真的表情，挑了挑眉，说道：“你可别嘴硬哦，等会过山车启动了，可是没办法停下来的。”“谁嘴硬了？”顾晨曦用手指在妹妹的脑袋上戳了戳，说道：“倒是你，可别吓得尿裤子才是。”顾晨轩双手叉腰，说道：“切，才不会呢。”于是在他的忽悠下，姐姐成功的被套路上了过山车。在坐上车的时候，顾晨轩对孔刘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哥哥，我已经帮你把他骗上贼船了，剩下的就靠你了。”噗！孔刘看着挤眉弄眼的顾晨轩，实在有些忍俊不禁。“你在笑什么？”坐在他左手边的顾晨曦看着正在偷笑的孔刘，眯着眼睛，一脸狐疑的打量着他。“你该不会是在嘲笑我吧？”顾晨曦小手一指，气鼓鼓的瞪着他，说道：“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害怕才不敢玩的？”“不，怎么会呢？”孔刘赶忙笑着摆手，他说：“我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所以才笑的。真不是在笑话我？”“当然不是。”“那就好。”顾晨曦点了点头，再次强调道：“我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坐过山车。”“好，你最棒了。”孔刘觉得顾晨曦倔强的小模样有点可爱，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看到他的安全带系得有点乱，他还俯身过来帮他捋顺安全带的带子。顾晨曦被孔刘这个举动弄得小脸绯红，他在心里想，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什么都不会的小朋友了？我才不用他哄我呢！哼！顾晨曦倔强地想着，可脸上的笑容却难以掩饰。看着哥哥姐姐的亲密互动，顾晨轩的嘴角疯狂上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叮铃铃！随着一声欢快的铃声响起，过山车也开始咔咔咔的缓慢运转了起来。
随着过山车一点点的往前挪动，顾晨曦脸上的笑容却是越来越凝固了。过山车从出口出去后，上了一个小缓坡，然后就是一个直直的下坡，那坡度基本上达到了90度垂直的角度。三人虽然不是坐在第一排，视觉冲击没那么恐怖，但下坠的失重感还是十分吓人的。一个又一个的上坡下坡，让孔刘都有些心惊胆战的。可顾晨轩却好像并不知道什么是害怕，越是高耸的下坡，他就越开心，尖叫声也越大。与之相反的是他的姐姐顾晨曦已经吓得快哭出来了，同样是尖叫声，妹妹的尖叫声是欢快的释放压力的尖叫，而姐姐的则是惊恐害怕的尖叫。孔刘坐在中间，有一种双耳失聪的感觉，与之相比，这恐怖的失重感好像也不那么恐怖了。他的手被顾晨曦死死地抓着，如果不是因为有安全压杠挡着，他估计已经跑到孔刘的身上了。有一说一，这里的过山车是真的长，还刺激，螺旋升天，然后又旋转下落，还有360度的大圆圈，这一趟过山车下来，票价都值了，如果不用排队就更好了。而且这里好像还不止一个过山车类型的娱乐项目。一趟过山车下来，顾晨曦直接被打回了原形。下了过山车，他第一件事就是跳到了孔刘的身上，像只树袋熊一样死死地抱着他，哭哭啼啼地说道：呜呜，再也不玩了，呜呜。看着死死地抱着自己的顾晨曦，孔刘心里有些哭笑不得，他轻轻地拍着顾晨曦的背，在他耳边轻轻说道：好好好，不玩了不玩了，都结束了。顾晨轩看到这一幕，露出了一个腹黑的笑，只见他偷偷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他的心里在狂笑，哈哈，我姐的黑历史，以后就拿这个威胁他。孔刘抱着顾晨曦，一边哄着他，一边带他来到 VIP 专属的休息区，还给他买了个糖。看着顾晨曦一边哭一边吃糖的样子，孔刘突然有一种在养女儿的错觉。吃完了糖，顾晨曦泪眼婆娑地说了一句：呜呜，这个糖不甜。第65章，那不是我。孔刘看着哭哭啼啼的顾晨曦，又看了一眼正在坏笑的顾晨轩，直接把他拽了过来，推到了顾晨曦面前，说道：谁惹哭的谁哄啊。顾晨轩本来还呲个大牙嘎嘎乐呢，被拽过来之后直接懵逼了，呆呆地看着孔刘，说道：这也不能怪我吧。孔刘耸了耸肩，说道：你就不该用激将法骗他坐过山车，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吗？顾晨轩拽着孔刘的手，在他耳边轻轻说道：你看，你和我姐现在的关系是不是更进一步了？她现在处于一个脆弱的状态，你趁虚而入，好好哄她，争取1天时间直接拿下我姐。顾晨轩说完，一把将孔刘推到了顾晨曦的面前，还给孔刘使了个眼神，举着小拳头，仿佛在说：加油孔哥，必须拿下。孔刘看着顾晨轩那小表情，有些哭笑不得，见过姐妹关系不和的，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帮着外人追姐姐的，这妹妹胳膊肘往外拐啊。之后孔刘又带着顾晨曦买了好多糖，哄了好半天才把他给哄好。反观顾晨轩已经独自去玩海盗船了，此刻的他开心的还在海盗船上朝着两人招手。顾晨曦用手机镜头检查着自己的脸，今天的妆造做得很完美，没有哭花脸，他满意的收起了手机，然后看向一旁的孔刘。孔刘正笑着朝顾晨轩挥手，此刻的他就像带着女儿来游乐园的老父亲一般，一脸欣慰地看着独自坐在海盗船上的顾晨轩。顾晨曦感觉脸有点发烫，想想刚刚坐过山车，自己居然哭了，这么丢人的画面全被他看到了，简直太尴尬了。更重要的是，下车之后自己还抱着他哭了起来。顾晨曦不敢继续回想刚刚那些丢人的画面，发生了这么尴尬的事情，他都有点害怕今晚自己的表白能不能成功了。他的手心里还攥着一把糖果，那是孔刘刚刚哄他的时候给他买的，糖果的包装袋上还印着可爱的卡通形象，其中有一颗就是玲娜贝儿的图案，他很喜欢，就没舍得吃。顾晨曦红着脸拍了拍孔刘的肩膀。怎么了？孔刘转头看向顾晨曦问道。顾晨曦脸色羞红，却还强装镇定地说道：刚刚的事情全都忘掉。那不是我，那是啊，我懂了。孔刘抿着嘴笑着说道：其实你有多重人格，刚刚哭的那个顾晨曦是你的胆小人格，现在的顾晨曦才是你本人，对吧？对。顾晨曦心虚的点了点头。好吧。孔刘认真的点了点头。我刚刚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了。顾晨曦面红耳赤，他感觉自己心跳的有些快，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两人在海盗船旁边的休息椅坐下，等着坐海盗船的顾晨轩结束游戏。不知过了多久，顾晨曦又开口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幼稚，故意把我当小孩子哄呢？没有，怎么会呢？孔刘摇了摇头，指着远处的小女孩手里握着的贴着贴纸的棉花糖，问道：吃不吃棉花糖？好呀。顾晨曦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一声，又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马收起笑容，严肃地说道：你还说你不是把我当小孩哄？孔刘被他的表情逗笑了，他没有回答顾晨曦的话，跑去给他买了个棉花糖。
这里的棉花糖50块钱一个，很大很厚实。称棉花糖的棒子是那种可以发光的荧光棒，棉花糖上面还能贴卡通贴纸。孔刘要了一个琳娜瓣的贴纸，谢谢。虽然嘴上说自己不是小孩，但拿到棉花糖的那一刻，顾晨曦的笑容格外的灿烂。棉花糖很大，也很好吃，甜滋滋的。为了保持形象，顾晨曦是用手撕的，每次掰下一小点，然后塞进嘴里，不嚼，等着口水把棉花糖浸湿，然后甜味就会一点点出来，这是他特有的吃法。看着坐在一旁低头玩手机的孔刘，顾晨曦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太多了，我一个人吃不完，你帮我吃一点。行。孔刘用手机迅速编辑好一条消息发出去之后，就陪着顾晨曦一起吃棉花糖。不过他的吃相可没顾晨曦那么斯文，直接撕下一大坨，一口塞进了嘴里，然后嚼吧嚼吧就咽下去了。顾晨曦上一秒还在幻想两个人一起同吃一个棉花糖的甜甜的画面呢，看到孔刘这操作也是瞪大了眼睛，一脸的错愕。顾晨曦内心不对吧，这剧本上也不是这么写的啊。孔刘舔了舔粘在嘴角的糖丝，在顾晨曦一脸错愕的目光下问道：怎么了？没事。顾晨曦摇了摇头，呆呆地看着手里少了一半的棉花糖，心想他一口有那么大，直接给我吃完了。呜呜。吃完棉花糖，顾晨曦把上面那张琳娜瓣的贴纸放进了包包里。这个贴纸是喷水粘在棉花糖上的，所以有胶的部分还没揭开，能2次使用。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吃完就把贴纸扔掉了。孔刘看着他的举动，问道：你很喜欢琳娜瓣吗？以前也没什么感觉吧，但是……顾晨曦说到这的时候，目光看向了孔刘，意思也是不言而喻了。自己生日那天，孔刘送的琳娜瓣的娃娃，他可是天天抱着睡觉呢。孔刘看了一眼手机，说道：既然你这么喜欢琳娜瓣，快到花车巡游的时间了，想不想去摸摸琳娜瓣的肚皮？顾晨曦瞪大了眼睛，像个天真的小女孩一样，问道：可以吗？孔刘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听说还有隐藏奖励呢。两人直接遗忘了还在海盗船上坐着的顾晨轩，跑向了花车巡游的起点位置。顾晨轩，红黑色格子门后面，漂亮的花车正停在那里，等待着各种迪士尼角色上车。等一到点，大门就会开，花车巡游就正式开始了。孔刘和顾晨曦来的时候，这里已经聚了不少人，还有一只琳娜瓣人偶站在中间，朝着大家挥手。孔刘朝那个人偶招了招手，他立马走了过来。顾晨曦眼中充满期待地说道：可以摸一下你的肚子吗？玩偶点了点头，谢谢。顾晨曦开心极了，伸手摸了摸琳娜瓣毛茸茸的小肚子。被摸完肚子的琳娜瓣拿出了一张邀请函，递给了他。哇！顾晨曦惊喜地接过邀请函，问道：这是什么？站在他旁边的孔刘一脸惊讶地说：这好像是巡游领航嘉宾的邀请，他在邀请我们2个人当巡游嘉宾。哎，那是做什么的？顾晨曦歪着头看着孔刘，又惊又喜的他根本没发现孔刘惊讶的表情有点浮夸。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工作制服的小姐姐走了过来，对2人解释道：恭喜2位幸运的小哥哥小姐姐，别挑中来当我们花车巡游的嘉宾，待会有一辆领头的车，你们就坐在上面，跟着我们的花车队伍一起游完全程哦。啊！顾晨曦闻言大叫了一声，他问道：你是说我们要走在花车巡游的队伍最前面，被所有人围观？制服小姐姐摆了摆手说道：不用走，全程都是坐在车里哦。那也不行。顾晨曦果断地摆了摆手，我社恐，被那么多人盯着看，想想就恐怖，我才不要。顾晨曦说着向孔刘身边靠了靠。小姐姐闻言苦笑了一下，看向了孔刘。孔刘轻轻拍了拍顾晨曦的肩膀，说道：没事的，我陪你一起啊。第66章花车巡游。不一会，花车巡游的时间就到了。大门后面最先出来的是一辆雪佛兰的科迈罗，就是电影里大黄蜂的原型，只不过这辆科迈罗不是黄色的，而是迪士尼的专属蓝紫色。车子的引擎盖上还印着迪士尼城堡的 logo， 车子后排被改成了一个像儿童摇摇车一样的座椅，座椅可以坐下3个人。这辆领航车走在最前面，每天都会抽取当日入园的幸运家庭坐上花车，一起感受欢乐的巡游氛围。而今天坐在这辆车上的人是孔刘和顾晨曦。虽然顾晨曦内心是抗拒的，但是在孔刘的鼓励下，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坐上领航车。现场观众十分热情地在向2人招手，顾晨曦内心有些紧张，下意识地伸手去抓孔刘的胳膊。他一紧张就会板着脸，冷冰冰的样子看着又高冷又霸气，像个拽姐一样。如果是以前的孔刘，估计会想他这个模样是不是生气了？他又在生什么气？可现在的孔刘却不会这么觉得了，看着他紧张兮兮的小模样，孔刘甚至有点想笑。他牵起顾晨曦的手，2人十指相扣。孔刘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没事，别紧张，你看大家都在朝你招手呢。顾晨曦被孔刘的话说得心头一暖，他转头看着孔刘，小声说道：
还是有点紧张。那我给你讲个笑话吧。什么笑话？护士拍了拍病人的肩膀，让他醒醒别睡了。病人问，怎么了？你知道护士是怎么回答的吗？起床走走。不，护士说起床吃安眠药了。噗，哈哈哈。顾晨曦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周围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下露出了笑容。路两旁的游客们看到这一幕也是纷纷赞叹，好美。有人在问，坐这个车需要多少钱啊？不知道啊，感觉应该不便宜吧。长得这么好看，应该是请来的演员吧。都在说女生好看，难道没人觉得小哥哥也很帅吗？好想坐车。周围是嘈杂的声音，伴随着身后花车上传来的音乐，领航车的左右两边跟着两只可爱的人偶，左边是小熊维尼，右边是跳跳虎，车后面还跟着一只小呆驴。顾晨曦和孔刘十指相扣，坐在车里听着他给自己讲笑话。这一刻，顾晨曦的心中一点也不恐惧了，他笑得很灿烂。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坐在领航车上的两人的身上时，两人都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也不知道从哪一秒起，整个世界从流动体开始凝固，一切动作都转变成了电影里放慢的长镜头，化作琉璃色滤镜下的蒙太奇。画面仿佛静止在了这一刻，只有两人眼眸中的波光还在流转，四目相对的那一刻，胜过这世间一切情话。孔刘内心，要现在表白吗？可是晚上还有一场烟花表演呢。顾晨曦内心，好想现在和他表白，可是人好多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亲，我会害羞度。直到花车驶向了终点，结束的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凝固的世界再次开始流动，一切被按下暂停键的东西又在这一刻重新恢复了活力。可两人却始终没有把内心里那句我爱你讲出口。两人站在花车巡游终点的大街上，面对面的站着，看着对方，都没有说开口讲话。直到顾晨轩气冲冲地跑了过来，哭哭啼啼地责怪两人，你们去花车巡游，为什么不带我玩？完成新的成就，只有顾晨轩一人受伤的事件达成了。之后的一整个下午，两人所有的时间全用来哄顾晨轩了。哄完姐姐哄妹妹，孔刘真的有些头大了。更重要的是，顾晨轩可没他姐姐那么好哄，两人使尽浑身解数，陪他玩了各种项目，吃了各种小吃，最后还答应了他好几个要求。顾晨轩这才勉强答应原谅这两个不负责的哥哥姐姐。这么一折腾下来，也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三人一起来到了餐厅吃饭，主题餐厅里的食物都非常有特色，名字也和迪士尼的动画片相关，但那个味道嘛，只能说平平无奇了，没什么特别惊艳的地方，而且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吃完饭后，顾晨轩还买了个的巧克力风味冰淇淋蛋筒，看到孔刘给妹妹买冰淇淋，顾晨曦吃醋了，也吵着要，孔刘只好给他也拿了一个。买完了冰淇淋，孔刘总算是能带着这两个小孩离开餐厅了。顾晨轩站在两人中间，三人两大一小的走在街上，看背影像极了带着小孩来玩的一家三口。只有孔刘心里清楚，这三个人里就他一个是真大人。看着正在吃冰淇淋的两姐妹，孔刘心想，一开始明明说好了是顾晨曦带着我俩玩的吧，怎么现在我成他俩的监护人了？三人一起慢悠悠地走着，来到了迪士尼城堡下面，等待着今晚的烟花表演。还有半个小时，烟花就开始了。现场已经挤满了人，为了抢占一个好的看烟花地点，很多人从天还没黑的时候就开始在这里等了起来。孔刘带着两人拿着 VIP 卡，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周围等烟花的人羡慕嫉妒的目光下，穿过了嘈杂的人群，走向了礼宾烟花观赏位。VIP 观赏区和普通观赏区之间用彩色的灯带隔开了，里面的位置很宽敞，工作人员还给了他们几个小马扎。孔刘和顾晨曦悠闲地坐在了小马扎上，两人各怀心思，但目的都差不多，在烟花盛开的时刻向对方告白。顾晨轩可坐不住，他在偌大的观赏区里蹦蹦跳跳的，像只活力无限的小兔子。他说，孔哥哥，你这个 VIP 卡真的好厉害啊，你爸爸的朋友真的只是这里面的普通工作人员吗？对。孔刘有些心虚的点了点头，偷偷看了一眼身旁的顾晨曦。从刚刚开始，顾晨曦就没再笑了，他的表情有些严肃，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准备告白的孔刘也因为他的表情开始紧张了起来。孔刘，我挑明身份之后，他该不会生气吧？万一他拒绝我的表白怎么办？后面可全是人看着呢。顾晨曦，我主动把事情挑明了和他表白，他该不会生气吧？他万一拒绝我，我该怎么办？好紧张。第67章，月亮照回湖心，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湖中央城堡在绚丽多彩的灯光的映衬下，如童话般的仙境从梦中跳了出来，毫不吝啬地向在场众人展示着它的美。现场的所有人都仿佛置身在童话的世界，儿时看迪士尼动画片里的那些美好场景，好像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似乎是心有灵犀。两人对视了一眼，少年的眼眸很干净，那平静如水的目光如一潭泉水，清澈宁静却又充满了底蕴，
他总感觉看不透，像是在面对一个十分有智慧的长者。少女的情感是热烈的，如春天的暖阳，夏天的凉风。在悄无声息中，少女用她含蓄又热情的举动，一次又一次地撩动着少年的心，让他时常会失去理性的思考。那份情感如一颗掉入湖中的石子，在少年的心头泛起阵阵涟漪。孔刘抿嘴轻笑了一下。顾晨曦好奇地问他：“你在笑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诗。孔刘问他：“你想听吗？”少女点了点头，睁着大大的眼睛，充满期待地看着他。孔刘看着顾晨曦，眼中的爱意渐浓，说道：“月亮照回湖心，野鹤奔向闲云。”他小心地询问道：“这句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孔刘似笑非笑地吐出2个字：“你猜。”“猜你个大头鬼！”顾晨曦被他的话给气到了，腮帮子鼓鼓地瞪着他，像只生气的小仓鼠。有了昨天晚上的那个教训，学聪明的顾晨曦直接掏出手机，准备问一下度娘这句诗有什么含义。不许作弊！还没等他打开浏览器呢，孔刘就一把将他的手机给夺走了。顾晨曦看着孔刘，苦恼地说道：“我读的书少，哪有你聪明？我真猜不到这句诗是什么意思，你就告诉我吧。”孔刘双手抱着胸前，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今天的月亮很圆，很大，也很亮，比昨天更美了。孔刘说道：“其实这首诗的结尾还有一段，你想知道是什么吗？”“顾晨曦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一脸期待地看着孔刘：“你快说，快说啊！保持神秘。”孔刘看着急不可耐的顾晨曦，坏笑着说道：“等烟花秀开始了，我再告诉你。”“你……”顾晨曦指着孔刘，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怎么骂他才好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小说看得正爽的时候，作者在最精彩的位置给你打上了一个，然后你又要抓心挠肝的等上一天。顾晨曦心想，孔刘太可恶了，他比断章的作者还要可恶。哼！想到这，顾晨曦决定也要吊一下他的胃口，于是他说道：“原本还有一个小惊喜要给你呢。”“什么惊喜？”果然，孔刘成功上套了。顾晨曦也学着他的样子，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说道：“你猜。”“嗨嗨！”孔刘有些没绷住，顾晨曦居然用自己的话把自己给将了一军。孔刘笑说道：“你学的还挺快，那还不是你教的好。”顾晨曦调皮的挑了挑眉，说了一句：“孔家教。”“孔家教。”孔刘重复了一遍顾晨曦给自己的称呼。说起来，如果不是当了他妹妹的家教，孔刘或许现在都还不知道顾晨曦是自己的网恋女友呢。有时候不得不承认，缘分总是这么魔幻又现实。孔刘站了起来，目光看向坐在椅子上的顾晨曦，他说：“其实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顾晨曦仰头看着突然站起来的孔刘，问道：“什么事？”孔刘犹豫了几秒，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开口道：“你是不是有个网？”“是你，我知道。”孔刘的话还没说完，顾晨曦却抢先说出了答案。这一刻，孔刘直接愣在了原地，他是错愕的、震惊的、惊喜的，也是不知所措的。这短短5个字，让他有一种如遭雷击的感觉。此刻的他大脑一片空白，那自诩聪明的脑袋在这一刻像是宕机的计算机，彻底停止了运转。啊！过了半晌，孔刘才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惊叹。顾晨曦也站了起来，这一刻可爱消失殆尽，他轻挑眉毛，像只狡猾的狐狸一样看着孔刘，说道：“你猜猜我是怎么知道的？”孔刘傻傻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猜不到，也没心思去猜，因为他的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浆糊。顾晨曦双手叉腰，傲娇地说道：“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子，带我妹妹打游戏的时候不换号，被我抓到了吧？”啊！听完顾晨曦的话，孔刘又惊呼了一声。他实在没想到自己掉马甲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带顾晨轩打了几把游戏。孔刘转头，目光落在了正蹲在栏杆边上看着湖里的小鱼的顾晨轩身上，似乎感受到了一丝不怀好意的目光。顾晨轩处于原始本能的回头看去，他发现哥哥姐姐都在盯着他看。这一刻，他内心生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有危险。虽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许是因为下午故意假哭博取同情，骗他俩给自己清空购物车，这是被发现了，或许是其他的事情，但顾晨轩此刻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隔着老远对两人说了一句：“我肚子疼，去上个厕所。”然后就一溜烟跑没了影子。顾晨轩跑出来之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好险，差点就要被哥哥姐姐当成烟花送上天了。”顾晨曦继续问道：“那你猜猜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从……孔刘沉思了许久，顾晨曦都等得有些心急了，怕孔刘猜不到，他直接就公布答案了：从图书馆。从图书馆里帮我赶走了要联系方式的女生那天。二人几乎是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语毕，二人相视一笑，或许是被对方心有灵犀的默契给逗笑了。孔刘问道：“那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没有揭穿这件事，并且继续陪你演戏是吧？”
顾晨曦似乎猜到了孔刘想问什么，他抢先一步说完了孔刘的话，然后反问道：“你先回答我，为什么知道我的身份了，却等到今天才挑明？”啊！孔刘挠了挠头，说道：“怕你会不喜欢我，这个理由够吗？”够。顾晨曦点了点头，答道：“因为我的理由和你一样。”听到顾晨曦的话，孔刘眼中闪过了一丝异彩。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也害怕挑明了身份之后，我会不喜欢他，所以他也喜欢我，对吧？孔刘心中又惊又喜。顾晨曦却已经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东西，准备向孔刘表白。既然孔刘都表明身份了，那他也没有任何顾虑了，他要表白。顾晨曦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个小盒子，在心中鼓励了自己一句：“顾晨曦，加油！”他没注意到的是，孔刘也在摸索着口袋。孔刘也在心中为自己打气：“孔刘，烟花表演还有几秒钟就开始了，就趁着现在赶紧表白。”第68章野鹤奔向闲云。两人同时掏出了口袋里捂了很久的礼物，也在同一时间弯腰鞠躬，将礼物送给了对方，甚至是同一时间开口告白的。可正因如此，两人都没有看到对方表白的动作，就连那句“我喜欢你”都因为烟花绽放的巨响而被盖住了。砰砰砰，耳边是烟花在空中绽放的巨大爆炸声，礼物还停留在手中，对方似乎没有要接礼物的意思。孔刘有些奇怪的想，他该不会是不接受我的表白吧？顾晨曦也在想，他是不喜欢我的礼物吗？于是几乎又是同时的，两人直起身子，抬起了头，看着对方手里的礼盒，两人先是错愕，然后是释怀的笑。他们各自收起了还没送出去的礼物，转头看向空中绚烂的烟花。烟花声音太大了，以至于交流的时候，两人需要很大声才能听见对方说什么。孔刘俯身在顾晨曦耳边说道：“你不是说女孩子都喜欢五颜六色的花吗？五颜六色的烟花也算花吧？”“算，当然算。”顾晨曦看着漫天的烟花，眼中是璀璨的倒影，他嘴角情不自禁的上扬，说道：“所以，你昨天问我这个问题，是想在今天送我花歌？还有这个。”孔刘将刚刚没送出去的礼物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只精致的手表。这块手表，顾晨曦好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但又觉得有哪里不太一样。没错，这就是孔刘第二次拿快递的那块女款星空手表。孔刘看了顾晨曦一眼，在他默许的目光下，将那块布满星河璀璨的手表戴在了他白皙纤细的手腕上。戴好之后，孔刘在他耳边说道：“戴上这块手表，你就是我的人喽。”顾晨曦红着脸低下了头，再次抬头时，他神态镇定地将手中的礼盒打开，里面是一条很漂亮的银白色手链，手链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兰花图案。顾晨曦也给孔刘戴上了他的礼物，他把手链戴在了孔刘的左手手腕上，孔刘戴着很好看，更重要的是，兰花图案正好遮住了孔刘手腕上的那道疤痕。顾晨曦想对孔刘说话，但他发现孔刘有些高，自己够不着，于是勾了勾手指。孔刘会意，立马附身。顾晨曦在他耳边骄傲地说道：“收了本小姐的礼物，你就归我所有了。”孔刘脸红了，就像刚刚的顾晨曦一样。两人四目相对，都没有说话，可这暧昧的气氛却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与此同时，今晚的第一波烟花结束了，现场一片漆黑，什么光都没有。沉寂了大概10几秒，第二波烟花绽放了，这一次更加绚丽，更加梦幻。烟花把漆黑的天空给点亮，而观赏烟花的众人也惊讶地发现，一对情侣正在观赏区的正中间热烈地拥吻着。他们以城堡和烟花做背景，在这一刻相拥热吻。一切的一切在这一刻都变成了舞台剧的背景板。舞台的中央，聚光灯落在了两人的身上，台下所有的人都是这场童话故事的观众，他们大声地喝彩着，有人在拍照，试图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两束烟花从城堡的左右两边射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最后汇聚在了一起，无数雨点般的星光落下。紧接着迎来了今晚最后一波烟花表演，火红的烟花在黑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绚烂，一切如此美丽。孔刘看着面色潮红的顾晨曦，再次将他拥入怀中，他用只有两人才能听得清楚的声音说道：“我喜欢你。”顾晨曦靠在他的怀里，沉默了良久，回道：“是我先喜欢你的。”烟花表演结束的那一刻，两人都像是刚从童话世界回到现实一般，眼神十分的迷离。孔刘感觉自己脑子晕晕乎乎的，他快分不清楚这是现实还是梦境了。顾晨曦心说，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就一辈子不醒来吧。在其他地方看完烟花表演跑回来的顾晨轩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无比重要的画面没看到。他发现孔刘嘴巴红红的，脱口出道：“孔刘哥，你嘴巴怎么回事？怎么肿了？”噗！孔刘听到他的话，着实也是没忍住，直接笑了出来。看了看一旁面色通红的顾晨曦，孔刘回答道：“刚刚吃了个辣椒，被辣的。”
顾晨轩两眼放光的问道：“什么辣椒这么厉害，一颗就能辣红了嘴巴？我也要吃。我看你是想吃板栗了。”顾晨曦羞红着脸，在妹妹的额头上来了个暴力，说道：“吃什么吃？就知道吃。你打我干嘛？”顾晨轩抱着脑袋，一脸委屈的质问着姐姐。他突然发现姐姐的嘴巴好像也有些红，这绝对不是涂口红的那种红。顾晨曦见妹妹一直用奇怪的目光盯着自己，便问道：“你盯着我干嘛？”顾晨轩天真的问道：“姐，你是不是也偷吃辣椒了？为什么嘴也肿了？”噗，哈哈哈！站在顾晨曦身边的孔刘听到这小丫头的话，彻底绷不住了，笑得那叫一个大声。顾晨曦红着脸在孔刘的腰上掐了一下，说道：“再笑咬你。”孔刘感觉到腰子有些疼，但还是犯了贱，轻声在他耳边问道：“咬哪里？”啊！孔刘哥你怎么了？伴随着孔刘的一声惨叫，顾晨轩呆呆地看着两人这怪异的行为举止，说道：“姐，你的脸怎么变得更红了？”顾晨曦强装镇定，说道：“闭嘴，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你又凶我！”呜呜！孔刘和顾晨曦两人赶在了11点前回到了学校。他们像昨天一样漫步在回宿舍的那条熟悉的路上，今天的气氛似乎比昨天更加暧昧，两人的影子已经粘在了一起。顾晨曦看着迟迟没有动作的孔刘，突然开口道：“你再不牵我手的话，我就要到宿舍喽。”听到这话，孔刘直接放弃了思考，勇敢地握住了顾晨曦的手，两人十指紧扣，像白天在花车巡游时那样。两人都在痴痴地笑着，第一次恋爱的他们都显得有些青涩，就连走路都走不稳了。顾晨曦摇摇晃晃的像只呆呆的企鹅，为了和他的步调保持一致，一向来没有等人的习惯的孔刘也放慢了步子，还学着他的模样摇摇晃晃的往前走。好了，现在变成两只呆企鹅了。孔刘把他送到女生宿舍楼下，顾晨曦却舍不得松手。孔刘歪着头看着他，笑着说道：“再不进去的话，宿舍门就要关喽，好吗？等一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顾晨曦依依不舍地松开了孔刘的手，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说道：“你今晚那首诗的后半段还没告诉我呢。”“不，我其实早就告诉你了。”孔刘摇了摇头，再次念起那句诗：“月亮照回湖心，野鹤奔向闲云，我不如你。”啧，这年头的小情侣在宿舍楼下就开亲了，真是世风日下啊。刚从1楼洗衣房拿完衣服的沈霞看着宿舍外拥吻的小情侣，则嘴感叹着世风日下，却又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这两个人怎么越看越眼熟？第69章约会后的复盘。你还知道回来？女生宿舍内，沈霞和另外2个室友搬着椅子坐在过道的正中间，一副准备审判顾晨曦的架势。你们这是干什么？顾晨曦哼着小曲，心情美滋滋地打开宿舍门，看着他们这架势，笑着问道：“我不回来，我住哪？”沈霞举起手里的手机，指着手机里的那张照片，说道：“这是不是你？”“嗯哼。”顾晨曦拿起他的手机看了一眼，照片应该是刚刚拍的，是他和孔刘在宿舍楼下亲嘴的画面。顾晨曦捂着有些发烫的小脸，笑嘻嘻地说道：“你拍的呀？拍的还挺好。”笑嘻。沈霞走了过来，掐着顾晨曦的脸，说道：“你俩搁女生宿舍楼下就开垦了，这像话吗？”另外2个女生也附和道：“就是就是。”以前的顾晨曦就经常和宿舍里另外3人一起吐槽，有些小情侣在宿舍楼下就抱着脸互啃，有伤风化。可现在顾晨曦自己谈上了，居然也干出这种事情，看着宿舍里的颜值担当居然干出这种事情，3人都是唏嘘的神色。可是这种事情忍不住的吗？顾晨曦满脸通红，双手捂着脸，身体摇摇晃晃，仿佛站不稳似的。他的羞怯仿佛化作了缕缕白烟，从头顶袅袅升起。忍不住？沈霞双手叉腰，责问道：“怎么就忍不住了？亲嘴也能上瘾吗？”“就是。”宿舍里另外2个女生再次附和道：“你们不懂，亲嘴真能上瘾。”顾晨曦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说道：“我以前也认为2个人嘴对嘴啃在一起怪那啥的，可是今天晚上……”刷！当顾晨曦讲起自己今晚的约会过程时，原本准备审批他的3个室友直接变成了最忠实的听众，搬着凳子齐刷刷地围在了他的面前。正所谓一寡全寡，在顾晨曦和孔刘谈恋爱之前，他们宿舍4个人全部都是寡王，还是4个美女寡王。顾晨曦就不用说了，被誉为交大高冷校花的存在。沈霞也是商院院花级别的美女。另外2个女生，一个名叫灵芝，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着一副好学生的样子，实际上是个宅女，爱看腐，还喜欢出 cos 逛漫展，平时不怎么喜欢打扮自己，总是穿着宽大的衣服，打扮之后是个美女，颜值不输沈霞的存在。另外一个女生叫周小楠，是个1.5米的娇小可爱小萝莉，合法，号称考研小土豆，学霸一样的存在。一到学期末，她就是宿舍里的大爹。这个南方女生说话声音非常好听，
但小小一个的他脾气却不小，经常因为打游戏输了而怒砸手机，游戏打的菜是他的硬伤。此时此刻，3个女孩就像3只乖巧的小兔子一样，神情专注地听着顾晨曦讲述今晚的约会全过程。每当讲到引人入胜之处，她们都会露出痴痴的傻笑，仿佛身临其境，自己就是故事中的主角。实际上，3个人都是牡丹可怜虫。另一边的男生宿舍里，孔刘也在遭受着来自室友的审判。你居然回来了！和女生宿舍相反，大晚上回到宿舍里的孔刘遭到了他们3人的鄙视。杜宏远竖着中指说道：“你小子都和他逛一天了，居然不拖延一下时间，等宿舍关门了，去找个宾馆将就一晚再回来。你居然在门禁前赶回来了！”喂！孔刘扶额苦笑说道：“谁好人第一次出门约会就去开房的呀？”杜宏远昂了昂头说道：“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了。你可拉倒吧。”孔刘反手送了他一个中指说道：“等你什么时候要到沈霞微信之后，你再幻想吧。”你闭嘴！被戳中痛处的杜宏远捂着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道：“你小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王琦从上铺探出头来说道：“话说老刘你今天进展如何？”陈志睿游戏都不打了，摘下耳机问道：“表白了吗？”孔刘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半天也不说话，就明摆着故意吊他们胃口。杜宏远看着他的表情急了，直接抱着他的肩膀晃了起来：“说话！你小子说话啊！”孔刘点了点头，表白了。杜宏远追问道：“然后呢？然后？”孔刘又露出了那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王琦和陈志睿急的在床上翻来覆去滚了2圈，最后直接跳下了床，3个人一起把孔刘摁在了位置上，逼着他快点讲约会细节。由此可见，八卦是人类的天性，无论男女都难以幸免。听完孔刘的约会过程，有女朋友的王琦倒是没什么，杜宏远和陈志睿笑得跟傻子似的，他们还追问孔刘亲嘴是什么感觉。孔刘闻言陷入了沉思，亲嘴的感觉可奇妙了，嘿嘿。女生宿舍里，顾晨曦的室友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顾晨曦像个憨憨一样，笑着回味着自己和孔刘亲嘴的过程。说实在的，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他什么都没记住，只记得耳边是烟花绽放的声音，喧闹的议论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而他的心跳声在这喧嚣中清晰可闻，而且跳动的频率很快。第一次亲嘴的2人都有些生涩，硬是嘴对嘴啃了半天。刚刚在女生宿舍楼下的时候，孔刘又抱着她亲了起来，不过这次伸舌头了。男生宿舍里，孔刘一边回忆一边想着形容词，酥酥麻麻的，像是触电的感觉。他的嘴唇很香很软，舌头也很软。噗哈！想着想着，孔刘竟然笑了出来。215宿舍里回荡着羡慕且嫉妒的尖叫声。杜宏远和陈志睿被这该死的狗粮给虐杀，直接跑回床上，抱着被子痛哭了起来。王琦听着孔刘的话，也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和女朋友接吻的那种奇妙感觉，确实很上头。男生宿舍已经如此，女生宿舍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沈霞快羡慕哭了，她抱着顾晨曦的细腰说道：“姐姐，人家也想吃嘴子了，你帮我也找个男朋友吧。”嗨，你冷静点。顾晨曦摸着沈霞的脸说道：“以你的资质，你想找对象还不容易吗？”顾晨曦说着，还顺便占了一下沈霞的便宜。顾晨曦内心：可恶，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大？第70章，只要是你就行。这群肤浅的男人都是被姐的身材和颜值吸引的，根本没人懂我。沈霞甩了甩大波浪说道：“姐可是纯爱，我长这么大小，男生手都没碰过呢。”顾晨曦问道：“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男朋友？”沈霞想了想说道：“怎么也得身高腿长，8块腹肌，身材好，温柔体贴，人帅多金。”等等，顾晨曦打断了沈霞的话说道：“合着你把我当那个许愿池的王八了是吧？哥，我这许愿呢？”灵芝在一旁说道：“小霞霞，你的这些要求乙女游戏里都有，和我一起入宅吧。”我才不要和纸片人谈恋爱。沈霞双手抱头，痛苦地说：“我要帅哥，腹肌帅哥。”喂！周小南拍着沈霞的肩膀说道：“你一边说那些男人肤浅，只喜欢你的脸和身材，结果你也想找个腹肌帅哥，你和那些只注重你外表的男生有什么区别？”小南说的对。顾晨曦捏了捏沈霞的脸说道：“你能不能学他，聪明冷静又理智？”顾晨曦话音刚落，就听到周小南又说道：“曦姐，我要求不高，打游戏能带飞我的就行了。”顾晨曦闻言满头黑线：“我收回刚刚的话，你俩半斤八两。”女生宿舍里，一个有男朋友的恋爱脑女生正在教育另外3个没有男朋友的女生不要恋爱脑。男生宿舍里，王琦继续躺在床上和女朋友煲电话粥。孔刘在卫生间里洗澡，一边哼着小曲，
他觉得洗澡时唱歌的自己堪比华语乐坛的歌神。陈志瑞继续带妹打游戏，这小子最近在网上认识个小女生，两人天天约着打游戏，而且已经加上好友了，聊的那叫一个火热，时不时的还会让孔刘和杜宏远给自己出谋划策。什么？你问为什么不找王琦出谋划策？王琦自己的恋爱都没谈明白呢，有时候还得咨询孔刘和杜宏远，他的意见没什么可取价值。只有杜宏远，身为宿舍最强智囊的他，到现在还没谈过恋爱，正所谓军师不上战场，上场必败。那天晚上在操场上加了那么多女生的他，那是一个都没聊成功啊，全是3句就崩了。此刻的他还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孔刘洗完澡，看着还在哭的杜宏远，笑着说道：“别哭了，发张照片给你，看着照片倒两发，洗洗睡吧。”孔刘说着，打开聊天窗口，找顾晨曦要了2张沈霞的自拍照，发给了杜宏远。杜宏远看着手机上的照片，眼泪立马就消失了。义父，请受陈一拜。去你丫的！孔刘笑骂了一声，关上了宿舍的灯，上了床。现在他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新任务，和顾晨曦一边语音通话，一边打游戏。女生宿舍里，沈霞不解地问道：“小曦，你要我照片干什么？”顾晨曦挑了挑眉说道：“帮你物色对象。”尊嘟假嘟。哦，沈霞睁大眼睛看着顾晨曦说道：“你不早说，我现在换高 P 照片还来得及吗？”“不用，你这2张照片就已经很好看了。”顾晨曦哄小孩似的摸了摸沈霞的头，说道：“行了，一边玩去吧。”被摸头的沈霞：“你礼貌吗？”应顾晨曦的要求，打电话的时候，孔刘戴上了耳机。往常打游戏，顾晨曦都是打字喊自己宝宝，今天第一次听到他亲口喊宝宝，孔刘整个人都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打起游戏来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猛地一批。孔刘心说，女朋友有2副面孔，太可爱了，谁懂啊？对面的玩家，这小子开挂了吧，直接杀疯了，没得玩。游戏结束后，两人开始聊天。顾晨曦撒娇的说道：“宝宝，你给我讲故事好不好？”孔刘有些为难的说道：“讲故事有点肉麻。”“哪里肉麻了？明明你白天的时候都在花车上给我讲笑话了。”“可是现在我在宿舍啊。”孔刘说着，伸长脖子看了一眼自己的床底下。他的床底下，陈志瑞和杜宏远像是2个丧尸一样，眼巴巴地盯着他看，试图从他这里学点撩妹小技巧。孔刘按下静音键，对着俩家伙说道：“你俩能不能死远点？”杜宏远贱兮兮地夹着嗓子说道：“不嘛不嘛，好哥哥，人家也要听你讲故事。”“我尼玛！”孔刘满头黑线，不知道该从何骂起。耳机里传来了顾晨曦的催促声：“宝宝，你就讲嘛。”面对顾晨曦的撒娇，孔刘是真的招架不住，他苦笑了一下，硬着头皮在宿舍里给他讲了个睡前故事。床底下的陈志瑞和杜宏远全程憋笑听完了孔刘讲的故事。孔刘觉得，既然他们要犯贱，那自己也不能心慈手软了。他摘下耳机，对着手机另一头的顾晨曦说道：“宝，刚刚说什么？我没听见。”“宝宝晚安呀，啾咪啾咪。”“啊啊！”两人面面相觑，有一种受到了10000点暴击的感觉。“晚安。”孔刘在两人愕然的目光下，笑着挂断了电话。今夜的男生宿舍里，注定有2只单身狗要睡不着了。女生宿舍里，顾晨曦拉开床帘，就看到3个室友正站在自己床底下，一脸坏笑的看着他。沈霞夹着嗓子学他说话：“宝宝晚安，啾咪啾咪。”林芝也痴痴的笑着说道：“原以为小溪你挺高冷的，没想到噗哈哈，西姐拿捏男人果然有一手。”周小楠竖起大拇指说道：“反正我学不来，哈哈。”面对嘲笑，顾晨曦从容不迫的挑了挑眉，镇定自若的看着他们3人，嘴角扬起一抹狡黠的弧度，不紧不慢的说道：“你们笑什么？3只单身狗，有人会跟你们说晚安吗？”“啊啊啊！”顾晨曦一句话，3个嘴角的笑容直接凝固了。沈、林、周3人，家人们，破大防了！今夜的女生宿舍里，注定也有3只单身狗睡不着了。其实顾晨曦也睡不着，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天，然后又拿出手机给孔刘发了个消息：“宝宝，明天周日我们出去玩吧。”被杜宏远和陈志瑞2个怨鬼从床上拉起来打电脑游戏的孔刘看了一眼顾晨曦发来的消息，秒回道：“好，你想去哪玩？你选吧，和你出门去哪都行。”看着顾晨曦发来的消息，孔刘心头一暖，回道：“那我可得好好选了，不能让你失望。”顾晨曦很快又回道：“我的意思是，只要是和你出门就行了，去哪里都无所谓。你小子打游戏老看手机干嘛？”杜宏远一把夺走孔刘的手机，看了一眼：“啊呀，杀狗了！”第71章，坚强的小草。入冬了，天气总是变幻无常。前一天还是阳光明媚，暖意融融，今天一早起来，却发现气温已经断崖式下降，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抬头望去，天空阴沉沉的，厚重的乌云像一床巨大的被子，严严实实的笼罩着整个城市，让人感到一丝压抑。看样子是要下雨了。阴天加下雨加周末等于优质睡眠，这种时候就应该窝在床上睡大觉才对。室友们都在睡觉，苏雅早早的起了床，轻手轻脚的洗漱完，苏雅背上包走出了宿舍，尽量小声的关上了门。隔壁宿舍的宿舍门恰巧也在这个时候开了，杨雪儿穿着浅色的轻羽绒从宿舍里走了出来。与杨雪儿相比，苏雅的穿着略显笨重，她的枣红色棉服款式有些老旧，看着很厚实，其实并不保暖，穿在身上也不美观，甚至有些臃肿。杨雪儿关上宿舍门，走过来挽着苏雅的手，说道：“你打工赚那些钱，也不知道给自己买件好点的衣服。这个衣服其实也很暖和的。”苏雅说着，还用手抓起袖摆，让杨雪儿看看自己衣服的厚度。我读高中的时候，一直都是穿这件袄子过冬。宝啊，现在是大学，大学和高中可不一样。杨雪儿摸着苏雅白皙清瘦的脸颊，有些心疼的说道：“再说了，你已经成年了，应该要学会如何爱自己。网上买衣服又不贵，100来块就能买到很好的棉袄，都很漂亮的。”苏雅听了杨雪儿的话，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发工资就买。”两人牵着手走出了女生宿舍。或许是因为周末的原因，再加上天气不好，学校里行人很少，稀稀落落，脚步匆匆。如果不是有事情的话，谁又会在这么适合睡觉的日子里选择出门呢？两人走出学校后，坐上了公交，不是地铁坐不起，而是公交更便宜。虽然公交比地铁慢了快个1小时，但只需要2块钱就能坐到两人打工的那家麦当劳，因此两人才会早早的就出门，只为了省点通勤费。杨雪儿是彭城的，父亲在肉联厂上班，收入可观，但就是有些累。母亲在家带小孩，干农活，卖点农产品啥的也有些收入。家里还有一个妹妹上高中，一个小弟读小学。即使有弟弟妹妹，父母还是很宠她这个大女儿的，平时从不省她的吃喝，给她的生活费1个月也有2、3千这个样子。杨雪儿不是那种花钱大手大脚的女孩，但是2、3千的生活费，在中海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汇率的城市里，除了正常花销，其实也剩不下多少。所以她才想和苏雅一起出门打工，赚点钱送男朋友一件棉服。杨雪儿打工只是为了赚外快，但苏雅不一样，苏雅是真的为了生存才出门打工的。苏雅的父亲入狱后，她被奶奶接去抚养。奶奶年事已高，没有什么工作能力，这些年基本上都是省吃俭用，甚至舍了年轻时的嫁妆钱才将她抚养成人。为了让苏雅有钱上大学，奶奶甚至准备把自己的棺材本也拿出来给她。苏雅和奶奶的关系就像高中时的那篇语文课文的一句话：臣无祖母，吾以至今日；祖母无臣，吾以终于年。苏雅不想再继续拖累年迈的奶奶，拿到交大录取通知书的她直接扔进灶台子里，一把火烧了，跑去姑苏城的电子厂打工。还是学校了解情况后，将她学费和住宿费给免了，她才来读书的。不然的话，她现在还在3班岛的流水线上干着机械的体力劳动。军训结束没多久，她就在学校附近的麦当劳找了个兼职的工作。卖2家快餐店对兼职大学生有补贴政策，主要看所在城市的具体规则，上班的时间也可以按意愿编排。赚到的钱，苏雅大部分都寄回家给了奶奶，剩下的钱也只够她在学校里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遇见孔刘之后，她甚至想存钱，把小时候孔刘给过她的钱全部还给人家，因此她的可支配工资真的少得可怜，平时都是掐着钱吃饭的。其实苏雅作为中海土著，家里的条件本不会差到如此地步，都怪她那个烂人爹，认识一群垃圾朋友，带她染上毒瘾，家底被她败个精光，还有了后来孔刘被绑架这件事。如果苏雅的父亲没有绑架孔刘的话，或许苏雅和孔刘之间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以孔家的财力，他父亲输钱的速度可能没有孔家赚钱的速度快。不过现实中哪有那么多如果呢？只能说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有时候我们越是努力追求的东西，越是无法得到；有时候我们不想失去的东西，越是无法挽留。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加胃疼，更加抓马。好在小苏雅并没有被这蛋疼的生活而打败，经历过风雨洗礼的她比一般人更成熟且强大，还有一股如小草般倔强的韧性。我靠，老王，你起这么早干嘛？男生宿舍内，杜宏远看着已经穿戴整齐的王琦，不解地问道：你不是昨天才和杨雪儿约过会吗？今天还出去啊？钱包瘦的了吗？就是因为钱包受不了才出门的。王琦苦笑了一下，说道：雪儿说今天太冷了，她要在宿舍宅1天，我趁着今天闲着，准备出门找点现结的临时工的活干干，不然月底就要啃馒头喝凉水过日子了。陈志瑞坐了起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说道：真的假的？王哥你这么快就没钱了？王琦没什么花钱的爱好，打游戏也是零充战神，而且他还有攒钱的习惯，
以前215宿舍月底大家都没钱了，可都是靠找他借钱才能过活的，隐瞒身份的孔刘除外。现在谈了女朋友的他，居然月中旬就活不下去了。不然你以为？王琦苦笑了一下，说道：雪儿还是那种比较为我着想的女孩，要是谈的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朋友，我那几个钢镚的生活费可能还不够在中海市吃顿饭。他的话无疑是给幻想拥有一场甜甜的恋爱的杜宏远和陈志睿两人泼了一头冷水。杜宏远坐在床上落寞地感叹道：哎，果然爱情是有钱人的游戏，我还是回下水道好了。其实你也不用想得那么糟糕。孔刘看着杜宏远那不相信爱情的样子，刚想安慰一下，结果陈志睿却先说道：杜哥，最近很火的那个，糟糕，我被校花包围了，你玩不玩？我昨天晚上刚买。玩？这家伙！孔刘看着瞬间满血复活的杜宏远，捂着脸，心说：果然是我自作多情了，这小子心态比谁都好。孔刘看着准备出门的王琦，说道：你先等等。他从床上爬了下来，在有些乱的抽屉里翻找了一会，找出了和平官邸的那张 VIP 卡，说道：这是和平官邸饭店的会员卡，你要是找不到工作，就拿着这个去店里找店经理，跟他说是我介绍你来当临时工的。顾晨曦是他们店里的年费会员，我想店经理应该不会拒绝吧。MD， 太爱你了老刘。王琦激动的一把抱住了孔刘的，在他的背上用力的拍了2下。嗨嗨！王琦的手劲是真的大，2巴掌下来，孔刘有一种被大黑熊拍了一掌的感觉。孔刘推开了王琦，说道：行了，去吧。好嘞，晚上请你吃鸡腿。王琦接过孔刘手里的卡，快快乐乐的离开了宿舍。啧。已经下床打开游戏的杜宏远看着孔刘，啧嘴说道：我什么时候也能和你小子一样傍个富婆啊？去你丫的！孔刘一脚踹在了杜宏远的屁股上，说道：收拾收拾，带你去找富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第72章突然的亲亲。孔刘说完，看了一眼还躺在床上准备继续睡觉的陈志睿，拍了拍他的床板子，说道：你也起来，一起出门。这大冷天的，等会还要下雨，我还是不出去了吧。陈志睿双手撑着坐了起来，看着孔刘说道：而且我昨晚和人约好了，今天一起打游戏呢。后半句才是重点吧。孔刘有些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说道：你确定不出门？不去，除非外面有仙女。还真有。孔刘似笑非笑的说道：有好几个仙女。陈志睿凝视着孔刘，目光瞬间就认真了起来。孔哥，你别骗我。不骗你，骗你干嘛？孔刘摆了摆手说道：是顾晨曦了，他的3个舍友要陪着他一起出门，我就想着也把你俩拉上，说不定你的爱情就在今天开始了呢。今天早上顾晨曦一大早爬起来化妆，宿舍另外3人看他这架势，就知道他又要出去约会了，就吵着也要去玩。顾晨曦把这事告诉孔刘，孔刘一想，这不正好两边宿舍都有单着的，正好拉过来一起玩，能凑一对是一对啊。两人一拍即合，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正在换衣服的杜宏远一听要和顾晨曦的室友去玩，立马就说不去了。你早说沈霞也在啊，她在我就不去了。干嘛不去了？孔刘不解地问道。你小子不是喜欢人家吗？喜欢就冲啊，哥们都帮你制造机会了。不是我不想去，杜宏远一脸惆怅地说道。就我这样的，人家也看不上我，喜欢归喜欢，现实咱还是认得清楚的。数数我，数你 M 个头。孔刘直接在杜宏远的后脑勺上来了一下，说道：刷好感度的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你喊爹都没有第2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杜宏远沉吟许久，似乎在内心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他仿佛下定了决心，咬紧牙关答应道：去，小爷我 TM 豁出去了。这才像话吗？孔刘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向了陈志睿，他似乎还在犹豫。孔刘问道：你小子又在犹豫什么？还舍不得你那个游戏搭子呢？陈志睿挠了挠头，憨憨的说道：他们宿舍全是美女，我看到美女就紧张。不用孔刘开口，充满斗志的杜宏远满嘴骚话说道：你这个症状就是美女看少了，多看点就不紧张了。走哥带你去撩妹。在他的忽悠下，陈志睿也成功加入了队伍。孔刘看着杜宏远现在这自信的样子，有些想笑，心说希望他在沈霞面前也能这么自信。3人争抢着卫生间里的热水，把头发给洗了洗，然后换上了一身自认为最拿得出手的衣服，然后潇洒地走出了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里也没好到哪去。顾晨曦觉得这是他和孔刘第1次正式的约会，所以他和昨天一样化了全妆。一个女生和你见面的时候化全妆，就足以证明她对你的重视程度非常之高。看着顾晨曦化全妆，3个室友也觉得不能掉链子，拉低宿舍里的颜值水平，所以也使尽浑身解数开始化妆。4人里化妆技术最好的其实是灵芝，作为一个 cos 人，化妆技术还是很过硬的。顾晨曦今天和昨天的妆容就有灵芝的1半功劳。
灵芝看着明明是个小萝莉，却在看纯欲妆教学视频的周小楠，说道：“你这身高不适合化这种妆，你敢嘲笑我的身高？”周小楠气鼓鼓地瞪着灵芝说道：“道歉，快点道歉！个子小的人生气的时候都给人一种在撒娇的错觉。”灵芝笑嘻嘻地捏着他的小圆脸，说道：“可不只是身高哦，你身材也不行。”他指了指一旁的沈霞，说道：“你看小霞霞，你要有她那个身材，化纯欲妆才是锦上添花。”沈霞似乎听到了他的话，还故意挺了挺胸。周小楠内心可恶，炫耀，赤裸裸的炫耀。周小楠掐着灵芝的腰说道：“我还在长身体，我以后也会是1.8米长腿御姐好吧？”长身体？灵芝一把将他抱了起来，说道：“你都多大了，还长身体？你俩别闹了。”顾晨曦看着正在打闹的二人，说道：“人家都在楼下等好久了，这天气怪冷的，我们快点收拾完，该下楼了。”哟，沈霞啧嘴说道：“男朋友在楼下等了几分钟，你就开始心疼了？怎么不行啊？”顾晨曦双手叉腰，昂着脑袋，有些傲娇的说道：“月老好不容易才给我牵了条红线，我肯定要疼他。”沈霞闻言直接闭上了嘴，因为她发现嘲讽有对象的顾晨曦受伤的只能是自己。女生宿舍如火如荼的在展开化妆比赛，男生们则是在楼下的寒风中瑟瑟发抖。陈志瑞有些打退堂鼓的说道：“孔哥，要不我还是回去打游戏算了。”杜宏远也没了刚刚的热情，这天气我觉得出去玩就是个错误的决定，我赞同小陈的 WC 美女。杜宏远的话说到一半，就看到女生宿舍门口走出来4个大美女，眼睛都直了。孔刘看到顾晨曦他们出来了，立马招了招手，说道：“这里。”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刚热恋的小情侣总是你侬我侬的，恨不得一天到晚都黏在一起。看到孔刘的顾晨曦迈着轻快的小步子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刚想开口喊宝宝，结果看到孔刘身后还蹲着2个男生，立马就犯了社恐，话到嘴边硬是憋了回去，笑脸都有些凝固了。蹲在地上的杜宏远和陈志瑞看到这么多美女，立马嗖一下的站了起来，站得那叫一个笔直，去年军训站军姿都没这么标准过。2人看着板着脸的顾晨曦，心想不愧是高冷校花，果然很高冷，都不爱笑。2人和顾晨曦打了个招呼，杜宏远还很会拍马屁的说道：“孔刘，你小子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简直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必须好好珍惜啊。”这话看似是对孔刘说的，但实际上是在拍顾晨曦的马屁，马屁还恰到好处的让顾晨曦开心了，要不怎么说杜宏远是人精呢？说笑了。顾晨曦表面上非常淡定，心里已经开始暗爽了，被夸漂亮她早已见怪不怪了，但在男朋友面前被她的朋友夸漂亮，那可就不一样了。她的目光看向孔刘，仿佛在说：“有我这么个超级无敌美少女当你的女朋友，是不是超有面子？”聪明的孔刘当然明白了她的意思，偷偷竖起了大拇指，以示夸赞。看到孔刘竖起大拇指，顾晨曦也竖起了食指。孔刘歪了歪头，这次他没明白顾晨曦的意思。顾晨曦拿出手机给他发了个消息：“速速奖励我1个吻。”孔刘看完消息有些错愕，直接说道：“现在啊？等没人的时。”顾晨曦话还没说完呢，孔刘直接抱着他的脸，在他莹润的唇上留下了一个温柔的亲吻。这个吻速度之快，仅仅用了不到5秒，可在场的2个男生和朝着这边走来的3个女生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暴击。5人异口同声尖叫道：“啊，这还没出去玩呢，狗粮已经喂到嘴里了。”孔刘内心当着熟人的面亲嘴，怪害羞的。顾晨曦内心，这个笨蛋，他都不等我把话说完吗？而且你都亲了，就多亲一会啊。第73章腹黑 X 社恐。杜宏远看着孔刘，手指头在空中划拉了2下，看着顾晨曦那张冰冷的脸，硬是没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杜宏远想说的是，你俩亲嘴都这么直接的吗？好歹也来个技能前摇，给我这个单身狗一点心理准备啊。陈志瑞心里的想法也和杜宏远的差不多，他在想，孔哥居然在大街上和顾校花亲嘴，好魔幻的场面，但是他们已经是情侣了，好像也没什么不合理吧，就是亲的有点突然，甚至让人没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呜呜被虐了。沈霞有些羡慕嫉妒恨的想，等我有男朋友了，一定要在他俩面前狠狠的炫耀，以报今天的狗粮之仇。林芝表示，突然觉得只骗人老公不香了。周小楠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他妈直接高呼西姐牛逼。被孔刘亲了一口的顾晨曦，此刻正低着头掩饰着心中的害羞和尴尬，手指还在飞快地敲击着屏幕。他在给孔刘发消息，我想说的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亲啊。害羞小猫。孔刘看着他发的消息，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话。3个女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朝着这边快步走来。沈霞看着孔刘，开口说道：“没看出来，你小子胆挺肥啊，这就亲上了。”嗨嗨。
孔刘挠了挠头，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顾晨曦就拽着沈霞的胳膊说道：“小霞，你少说两句。”顾晨曦心想，他要是被你吓到了，以后不敢在街上亲我了，换你来亲我吗？你又袒护他。沈霞捂着胸口，一脸伤心地看着顾晨曦，摇头说道：“好，你跟他过去吧。”沈霞说完，抱着一旁的灵芝，委屈地说道：“芝芝，你看她这个重色轻友的女人。”有外人在，灵芝也是非常收敛的。要是在宿舍里，沈霞靠到自己身上来，她估计已经开始摸沈霞的胸了。她抱着沈霞说道：“小霞霞别难过，今晚我 cos 夏燕抱着你睡。”看着两个搞怪的室友，顾晨曦冷冰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红色。他冲着孔刘三人抿嘴笑了一下，解释道：“他俩就爱发疯，你们别理他们。”孔刘和陈志睿觉得沈霞和灵芝挺真实的，是个没什么架子的美女，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可一旁的杜宏远直接被迷得神魂颠倒了，他看着沈霞哭唧唧的样子，心想：好可爱，好可爱，省略10000遍。或许是受到了视觉和精神的双重冲击，杜宏远这小子居然不争气的流出了鼻血。陈志睿贴心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说道：“哥，擦擦鼻血。”啊呀！被提醒的杜宏远赶忙接过纸巾，在鼻子上用力的擦拭了几下。为了掩饰尴尬的他说道：“最近天干物燥，容易上火。”哈哈，真的假的？灵芝挑了挑眉，似笑非笑的说道：“我刚刚可是注意到你在偷看我们家小霞霞哦。”啊哈哈啊！被揭穿了的杜宏远面色通红，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赶忙用眼神求助一旁的孔刘。孔刘看着怂成这样的杜宏远，想起他刚刚在宿舍里的豪言壮志，有些想笑，心想：你刚刚在宿舍不是很自信的吗？就让大爹来帮你一把吧。孔刘决定帮他一把，直接说道：“其实我室友一直对我……”孔刘话说一半，杜宏远就意识到有些不对劲，立马堵住了他的嘴。这小子又想损我呢！哈哈！杜宏远尴尬的打着哈哈，然后迅速将这个话题给扯开了，指着一直没说话的周小楠说道：“这小孩是你们谁的妹妹？你才小孩，你全家都小孩！臭小子，信不信我揍你？”周小楠被杜宏远一句话直接干破防了，他指着杜宏远，气羞羞的骂着，一副准备跳起来打他膝盖的架势。也不怪杜宏远误会，顾晨曦、沈霞和灵芝三人和他们一样，同是工商管理一班的学生，平时虽然不怎么熟，但多少也见过面。只有周小楠是隔壁国贸3班的学生，和顾晨曦他们住一起，属于是同院混宿舍。灵芝摸着周小楠的头，笑嘻嘻的说道：“这是国贸专业的周小楠同学，我们的室友兼团宠。”对不起，对不起。发现是自己误会的杜宏远连忙和周小楠道歉，说道：“不好意思，团宠小姐姐，真对不起。”你闭嘴！周小楠凶巴巴的瞪了杜宏远一眼，然后伸手拍开灵芝放在自己脑袋上的手掌，小兽尖叫的说道：“你也闭嘴，臭女人，还团宠呢？看我矮就把我当吉祥物是吧？信不信晚上我去抠你床板子？”噗！听到周小楠的威胁，现场众人都有些绷不住了，纷纷笑了起来。一直有些紧张的陈志睿也在这一刻笑了。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和女孩子接触过的他，第一次觉得漂亮女生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相处，至少除了总是冷着脸的顾晨曦外，他的3个室友都还挺好说话的样子。孔刘用手机给顾晨曦发消息说道：“你这几个室友都挺好玩啊。”顾晨曦回道：“3个活宝罢了。”孔刘，话说回来，我们都见面了，为什么还要用手机聊天？顾晨曦：“哎呀，有外人在，人家害羞吗？”孔刘：“害羞？”孔刘抬起头看着面无表情的顾晨曦，他也正好抬起头看向了孔刘。他看到孔刘正用一种腹黑的笑容盯着他看，只见孔刘挽起顾晨曦的手，把脸凑了过去。看到孔刘把脸凑过来的一瞬间，顾晨曦第一个想法就是又亲，这场合不太合适吧？但他也不躲，还老老实实的闭上了眼睛。然而这一次，孔刘似乎并没有要亲吻他的意思。孔刘俯身到顾晨曦的耳边，温热的气息轻拂着他的耳垂，用只有他们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轻声呢喃道：“你昨天在女生宿舍楼下强吻我的时候，怎么一点也不害羞呢？”嗯哼。第74章聪明 X 笨蛋。顾晨曦听到孔刘的话，眼睛闭得更紧了，小脸也变得通红，脑袋上还冒出了一缕缕的白烟。你要死啊！顾晨曦用娇小的拳头轻轻地捶了一下孔刘的胸口，娇声责怪道：“现在提这是干嘛了？”2人的说话声音，在场5个吃瓜群众虽然没听清楚，但他俩亲密的互动却是被几人看得一清二楚。杜宏远和陈志睿看到这一幕都傻眼了，他俩心想：这不合理啊！刚刚那是撒娇吧？不是说好的高冷校花呢？3个女生则是一脸姨母笑，认真的学习了起来。不愧是宿舍第一个脱单的女人，小小举动直接拿捏臭男人，学到了。小西，嘻嘻嘻姐牛逼，破音。今天天气不好，
室外的活动基本上可以直接 pass 掉了。孔刘原本想带顾晨曦看电影的，但是他们这里总共有7个人，一群人去看电影也没什么意思，而且大家的喜好各不相同，如果硬要凑一起看同一场电影也很没意思。于是，在几人的商议下，最终决定一起去逛商场。虽然这也不是什么非常有趣的出行选择，但没办法，人一多了，能玩到一块的项目本来就少，而且马上就要下雨了，先找个商场逛着再说。说不定在商场里能遇见什么有趣的店铺，诸如密室逃脱、狼人杀、猫咖这类地方。反正先出门再说。顾晨曦今天没有开车，一是因为他的车子昨天开回了家，还没来得及开回学校；二是这么多人，就算他的车在，也带不下。众人决定坐地铁去学校附近最近的商场。中海这种遍地是商圈的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商场了。这会不是上下班高峰期，地铁里人不是很多，基本上是坐1-2站就能空出一个位置。很快，他们5个人就找到了空位置坐，就剩下孔刘和顾晨曦还站在地铁的过道里手扶着栏杆。倒也不是没有空位置，他们的面前刚空了个位置，孔刘让顾晨曦去坐，可他非要坚持和孔刘一起站着。孔刘小声地问道：“为什么不坐？”在陌生的环境里，顾晨曦依旧保持着他那生人勿近的冷漠脸。他低声说道：“我比较喜欢站着。”才怪，为了搭衣服，顾晨曦今天可是穿了长筒靴，鞋跟硬邦邦的，站着可累人了。他之所以不坐，是想等着一会空出2个并排的位置，然后和孔刘坐在一起。孔刘当然也不信，他又追问道：“真的？”顾晨曦眨了眨眼，问道：“你想听真话吗？”孔刘歪了歪头，看着他：“难道你刚刚说的是假话？”“当然是真话。”顾晨曦神秘一笑，说道：“不过这个真话只讲了一半。”孔刘被他的话吸引了，反问道：“那另一半是什么？你猜？”也许是想到昨天孔刘在烟花表演前故意吊自己胃口，顾晨曦今天也想捉弄他一下。“那我不猜了，我去坐着了。”孔刘说着，一屁股坐在了那个空位上。坐下来的他双手向上摊开，露出了一个贱兮兮的表情，像是故意在气他一般。顾晨曦看着坐下的孔刘，直接傻眼了，眼中透露出了一丝丝清澈的愚蠢，像个憨憨一样的问道：“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孔刘撇了撇嘴，说道：“我又不傻，哈哈哈。”顾晨曦瞪着他，淡淡的说道：“那你是在说我傻了？”在其他乘客看来，顾晨曦冷着脸，语气淡漠的和孔刘说话的样子，像极了在生气，一股无形的威压从他的身上释放了出来，这让坐在孔刘附近的人都忍不住向两边挪了挪屁股。孔刘看着坐在自己左右两边的2位大哥，露出那种同情的眼神看着自己，有些想笑。要不是他知道这小妮子有2副面孔，他估计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又惹顾晨曦生气了。没，我哪敢啊！孔刘摆手说道：“我是真的猜不到你另外半句话是什么，我能咋办？总不能当着你的面承认我很笨吧？”顾晨曦接话道：“那你承认你笨，我就告诉你后半句真话。”孔刘连忙摆手说道：“那不行，我比你聪明。”你……顾晨曦见孔刘又不按套路出牌，真的有些生气了，他咬了咬嘴唇。孔刘看着这个呆瓜被自己3言2语就给逗弄生气了，也不再继续开玩笑了，连忙说道：“好，我承认，我是笨蛋。”顾晨曦闻言，刚皱起的眉头又舒展开了。还有呢？还有。孔刘想了想，说道：“顾晨曦是个大聪明。”你才大聪明！在地铁里被孔刘喊出全名的顾晨曦小脸一红，他伸手掐了一下孔刘的大腿，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大聪明是反话。”哟，这你都知道？孔刘露出惊讶的表情，说道：“看来你是真聪明。”当然，我本来就聪明。顾晨曦单手叉腰，另一只手扶着把手杆，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小骄傲。但看到孔刘那坏笑的表情，他又突然意识到，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好啊，孔刘，你一直在逗我玩是吧？错了。孔刘双手合十，这次终于认真了。他说：“顾晨曦很聪明，他比孔刘聪明。”这还差不多。顾晨曦被孔刘突然变得真诚的眼神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冷冰冰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泛起了2坨绯红。他勾了勾手指，说道：“你站起来，我就告诉你，我后半句想说什么。”行。孔刘站了起来，可顾晨曦却在他站起来的那一刻，立马抢走了他的位置。这回轮到孔刘懵逼了，他错愕地看着顾晨曦，说道：“你怎么也不按套路出牌？”抢到位置后的顾晨曦也学着孔刘刚刚的样子，双手向上摊开，撅着小嘴，俏皮地说道：“你教的喽，阿 Sir。”噗！孔刘看着顾晨曦的模样，有些忍俊不禁。他问：“这你都学？”嘿嘿。顾晨曦狡黠一笑，勾了勾手指，说道：“这次不逗你了，你过来，我告诉你后半句真话。”嗯哼。孔刘弯腰凑近，顾晨曦也凑到他耳边，用悦耳的声音轻声说道：“我比较喜欢站着，是因为有个笨蛋陪在我身旁。”
第75章，谈恋爱圣体。这突如其来的情话对孔刘的杀伤力可是太大了，猝不及防的他脸色瞬间就红了。顾晨曦看着孔刘那肉眼可见的变红的脸，心中暗自窃喜，这次终于轮到你害羞了，嘿嘿。即使内心已经欢呼雀跃，顾晨曦脸上还要一副不在意的样子，淡淡的孔刘耳边继续说道：“某个笨蛋好像脸红了哦。”嗨嗨。孔刘掩饰尴尬的轻轻咳嗽了2声，说道：“其实我也有句真话，你想不想听？”被孔刘套路多了的顾晨曦立马摇头说道：“我可不猜。”孔刘摇了摇头：“不用猜，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就告诉你。”顾晨曦将信将疑的把耳朵凑了上去。孔刘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想等2个空位和我一起坐，所以我才故意逗你，让你主动和我抢座位的。”顾晨曦听到孔刘的话，瞪大了眼睛，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情又乱了。孔刘摸了摸他的头，说道：“我知道穿靴子站着很累，所以你就乖乖给我坐着吧。”顾晨曦听着孔刘的话，脸已经红到了脖子上。两边坐着的大哥刚刚还在同情孔刘呢，现在直接竖起了大拇指，仿佛在说：“小老弟怪厉害啊，这么能聊，怪不得对象这么漂亮。”谁又能想到这么会聊的孔刘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呢？孔刘歪嘴一笑，露出都市龙王的表情。没办法，虽然是母胎单身，但天生谈恋爱圣体都给我学起来。开个玩笑。车厢里分散坐着的5个单身狗看到这场面，再次傻眼。虽然他们听不到2人的对话内容，但是看着他们的举动和表情变化，依然很惊讶。陈志睿心想：孔哥原来这么会撩妹，一定要找他学一下。杜宏远吐槽道：“不是，这俩人扮演红绿灯呢？怎么一个脸红完，另外一个接着脸红？”沈霞咬牙切齿的想：好好好，坐地铁也是你俩情趣的一环是吧？好好好。林芝双手托着脸，姨母笑的看着2人亲昵的举动。家人们，老铁们，谁懂啊？谁懂啊？以后照进现实，太好磕了。周小南晃着2条小短腿，因为太短，坐着脚尖够不着地。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心想被喜欢的人摸头，好像也不是很反感的样子。终于又过了一站，顾晨曦的边上空出了一个位置，他如愿以偿的和孔刘坐到了一起。只不过这美好的时刻仅仅存在了3分钟，因为他们到站了。顾晨曦有些不爽的想着：可恶，下次直接从起点坐到终点。想什么呢？走啦！孔刘看着已经打开的车厢门和坐在位置上迟迟未动的顾晨曦，立马提醒道：等会坐过站了，我们可不等你。顾晨曦拉着孔刘的手臂站了起来，在他耳边说道：真要是来不及了，我就把你拽回位置上，让你陪着我一起坐过站。孔刘带着顾晨曦走出了车厢，一边笑说道：哇，你好恶毒。哼哼。顾晨曦傲娇的轻哼了2声，像是在说：爱我你怕了吗？地铁的4号出口连通着商场的负1楼，几人刚从地铁里出来，一股浓郁的夹杂着各种美食的香气就扑面而来。孔刘3人早上起床到现在还没吃早餐，闻到这味，馋虫直接就被勾出来了。顾晨曦他们4个人女生虽然都吃了早餐，但现在都快到中午饭点了，眼前又是各种美食店排成排摆在眼前，真的很难让人不心动。于是几人一拍即合，先把午饭解决了，再去找玩的地方。原本顾晨曦计划带大家一起去吃火锅的，但众口难调，于是最终决定大家分头解决午饭，然后再集合一起去玩。这样也有个好处，顾晨曦可以开开心心的和孔刘独处了。顾晨曦内心：好耶，这群跟屁虫终于甩开了。顾晨曦今天中午想吃火锅，但商场的负1楼都是一些小吃，唯一被称之为火锅的是40块钱一个人的旋转自助小火锅，那里面的菜品一言难尽。好在商场5楼还有其他的火锅店，于是2人乘着观光电梯一起往5楼去。饥肠辘辘的陈志睿就近在负1楼找了家麻辣烫店，好巧不巧的是，周小南居然也准备吃麻辣烫，而且他的动作比陈志睿快上许多，他已经拿上盆在夹菜了。周小南看到拿盆走过来的陈志睿，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你也来吃麻辣烫呀？之前几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陈志睿就和他没什么交流，现在2人单独出现在麻辣烫店里，他更是内向的说不出话了。陈志睿紧张的点了点头，然后嗯了一声，默默的开始往盆里夹菜。周小南也自顾自的开始夹菜，没几下他的小盆里就已经夹满了各种肉食，别看他小小一个，炫起饭来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还狂吃不胖，这让沈霞很是羡慕。如果要问为什么他的盆里只有肉食呢？因为蔬菜类被摆在了保鲜柜的最上层，他的身高有些够不太到。周小南原本打算不加素菜了，反正米饭配着肉也能吃饱，但他还是想加一把最喜欢吃的香菜，可香菜也在他够不到的位置。周小南内心咆哮道：哪个天杀的设计的冰柜？你做那么高是准备用来冰大象吗？周小南心里有了放弃的念头，反正一顿不吃香菜也不会死才怪。似乎是和保鲜柜较上劲了，周小南踮着脚，
伸长手努力去夹摆在最上层的香菜，那架势仿佛今天这顿麻辣烫吃不到香菜，他就真的会死似的。他其实完全可以喊旁边的陈之瑞帮忙夹的。陈之瑞胖归胖，但身高还是过关的，虽然没有孔刘和王琦那么高大，但也有1.7米几，而且他小脸白白净净的，倒是也不丑，反而还有些可爱。但周小楠就是死倔，他就是想自己夹，这种叛逆且反骨的性格，是不是和你家那只喜欢调皮捣蛋，把你桌上的东西打翻的小猫有几分相似？你越是把东西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他就越要去碰。陈之瑞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经过一早上的接触，他知道这个小萝莉脾气暴躁，所以也不敢主动上去帮忙。终于，周小楠还是得偿所愿的夹到了一把香菜。就在他满心欢喜，准备收手将香菜放回盆中时，夹子却意外地勾住了装香菜的盆，导致整个盆倾斜着朝他的脸砸了下来。第76章，公主请吃饭。周小楠看着掉下来的盆，吓得手一松，夹子掉进了其他装菜盆里，他也直接闭上了眼睛。一直在旁边看着的陈之瑞早就感觉那个盆要掉下来了，所以盆倾斜的那一刻，他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伸手一把抓住了香菜盆，给放回了原位。等周小楠睁开眼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只有他好不容易夹到的香菜似乎又掉回盆里了。周小楠看向一旁帮了他的陈之瑞，感激地说道：“谢谢你，谢谢你。”陈之瑞摆了摆手，腼腆地问道：“需要帮你吗？”“不用了。”发生了刚刚那种糗事，周小楠觉得今天中午这个香菜也不是非吃不可了，比起香菜面子更重要。周小楠把刚刚脱手的夹子给拿了起来，上面还沾着几根香菜，这几根零星的香菜就像是他挑战失败给予的安慰奖一样。不过聊胜于无，他端着盆去收银台前结了账，陈之瑞紧随其后也结了账，拿到了号码牌。虽然还没到正中午的饭点，但店里的人很多，座位似乎都被坐满了。周小楠眼疾手快，抢到了一个刚空出来的双人小位置，看着还徘徊在店内没找到位置的陈之瑞，他招了招手。看到周小楠招手，陈之瑞的内心其实是拒绝的，他不敢和女孩子坐在一起吃饭，而且周小楠站的位置很小，他这么大的块头，一人就能占了半张桌子。见陈之瑞迟迟不动，周小楠直接站了起来，喊了一声：“快过来啊，看什么呢？”“哦。”陈之瑞没敢拒绝他的好意，应了2声，走了过去。如他所想，桌子很小，2个人坐着显得有些挤了，但挤挤也就坐下了。2人面对面坐着，陈之瑞不敢看他，抓着手机闷头玩着，他也不知道玩什么，心不在焉的打开各种 app， 胡乱划拉2下。和他相比，周小楠可自然了许多。趁着等餐的时间，他开了一把铲快速模式，但他技术太菜了，麻辣烫都没煮好呢，他就以倒数第1的名次迅速结束了比赛，气得他直接退出了游戏。陈之瑞看着他玩，也没忍住诱惑，拿手机开了一局。他刚开麻辣烫就好了，但周小楠的餐还没好，或许是因为他的那份肉比较多，更耐煮。陈之瑞放下手机去取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周小楠在点他的手机屏幕。看到他回来了，周小楠笑着解释道：“我看游戏开了，就帮你选了，你不介意吧？”“嘿嘿，没事没事。”陈之瑞将番茄汤的麻辣烫放在了桌子上，赶忙摆手说道：“你要玩就给你玩吧。”周小楠把手机推回了他的面前，也摆手说道：“不，还是你来吧，我太菜了。”看着他红红的汤碗，周小楠又问道：“你也喜欢吃辣？”“啊，不是。”陈之瑞一边点着屏幕，一边说道：“我不吃辣的，这是番茄汤。”“好吧。”周小楠摇头说道：“我最讨厌番茄汤了，辣汤才是 YYDS。” 啊，哈哈。陈之瑞笑了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不一会，周小楠的麻辣烫也做好了，他点的特辣，而且他还在调料台上加了一堆红红的调料，一碗麻辣烫全是红彤彤的，里面的菜也全染成了火辣辣的红色，还冒着呛鼻子的辣气。陈之瑞看着那一碗辣椒，瞪大了眼睛，问道：“这么能吃辣？中海这些饭店里的辣椒也就看着辣，一点味都没有。”周小楠耸了耸肩，说道：“还是我们蜀城的辣椒有味道。”陈之瑞问道：“你是蜀城人啊？”周小楠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浸满汤汁的火红的肥牛卷塞进了嘴里，一边说道：“对呀，你哪里人？”陈之瑞回答道：“我是阳城的。”“哦，我去过，你们那边的早茶好吃，可惜没有油辣子。”“哈哈，我们那边人不怎么吃辣。你这局游戏怎么还在打？你怎么第1了？运气好。”5楼的火锅店内，孔刘和顾晨曦的菜也已经上桌了，锅里滚烫的红油在翻腾着，顾晨曦去调蘸料，孔刘开始往锅里下菜。服务员正在给隔壁桌的小朋友送免费的小玩具，孔刘也厚着脸要了一个粉色魔法棒，藏在了口袋里。没一会，顾晨曦就端着2碗蘸料走了回来，他说：“这有一个辣的和一个不辣的，你要吃哪个？”孔刘笑着回道：“我吃火锅不喜欢蘸料。”“啊！”
顾晨曦懊恼地说道：“那我都打了2碗怎么办？”看着他为难的样子，孔刘又立马说道：“但是今天不一样，我突然想要蘸料了。”孔刘在心里对自己说：“单纯想吃蘸料的菜而已，绝对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好哎。顾晨曦闻言抿嘴一笑，问道：“不辣的你吃吗？”孔刘点了点头：“我都行。”那这个给你吧。顾晨曦放下辣的蘸酱，把不辣的那份给了孔刘，但弄完这一切，他并没有坐下的意思。孔刘看他还站着，脸上挂着一抹笑意，奇怪地问：“怎么了？”“我想和你并排坐。”“行。”孔刘挪了挪身子，空出一半让给顾晨曦。顾晨曦端着蘸料，做满心欢喜地坐到了孔刘身边。孔刘刚刚下的菜有些已经烫熟了，他夹起了一块肥羊卷，问顾晨曦：“你要吃吗？”顾晨曦点了点头，孔刘便把肥羊卷放在了他的碗里。顾晨曦把肥羊卷裹满了料，没有第一时间吃掉，而是说道：“你说公主请吃饭。”孔刘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道：“幼稚。”顾晨曦用胳膊撞了一下孔刘的肩膀，催促道：“哎呀，你快说了，太幼稚了，我才不说，你不说我就不和你玩了，你小学生啊，揍你哦。”“好好好。”孔刘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公主请吃饭。”“不行不行。”顾晨曦摇了摇头，说道：“你认真点。”没办法，孔刘收起笑脸，又说了一遍：“公主请吃饭。”顾晨曦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口吃掉了肥羊卷。吃完他神秘一笑，说道：“公主很满意，决定授予你骑士法杖。”说着他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紫色的小魔法棒，送给了孔刘。这是他刚刚在打调料的时候找服务员小姐姐要的。顾晨曦傲娇的挑了挑眉，说道：“怎么样，本小姐的惊喜没想到吧？”“噗哈哈。”看着那个魔法棒，孔刘笑着说道：“那你说一声，王子你好帅，我也有一个礼物。”顾晨曦歪了歪头，呆呆的看着他：“什么礼物？该不会也是魔法棒吧？”“别问，你说就是了。”这回轮到孔刘催促顾晨曦了：“王子你好帅！”顾晨曦话音刚落，孔刘也从口袋里拿出了事先藏好的那个粉色魔法棒。“哇哦！”顾晨曦握着那个粉色魔法棒，眼里闪着小星星，看着孔刘说道：“你怎么也有？”孔刘也学着顾晨曦刚刚的样子，傲娇的挑了挑眉，说道：“又不是只有你能准备惊喜。”顾晨曦宝贝似的握着孔刘送的魔法棒，嘴上却淡淡的说道：“勉强算是个惊喜吧。”孔刘看着他说：“你的笑容出卖了你的真实想法。”两人对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第77章，亲个小嘴。快点，我们来拍张照片。顾晨曦掏出他的水果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说道：“把你的魔法棒举起来。”“太幼稚了，不要。”孔刘不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人，或者说大部分男生平时都没有自拍的习惯。孔刘有4个社交账号，2个 QQ， 2个微信，用了也有10多年，但他从来不发空间动态和朋友圈。之前和顾晨曦网恋的时候，他也问过孔刘为什么不发动态，孔刘的回答是：发动态有一种被人窥探生活的感觉，他不喜欢。他甚至连别人的朋友圈都不看，除了偶尔被老妈喊着去给他朋友圈点赞之外，平时没消息，基本上不打开这些社交软件，以至于顾晨曦总在网上吐槽他闷闷的，像是个小老头一样。但其实顾晨曦也没资格吐槽孔刘，因为他也不怎么爱发朋友圈，他觉得每天的生活已经很充实了，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和自己亲近的人分享就行了，没必要挂在网上让大家都知道，换句话说，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不过他昨天晚上回宿舍之后，用微信大号发了个朋友圈，不是去迪士尼玩的照片，而是学校路灯下他偷偷拍下的他和孔刘两人并肩同行的影子。没有文案，就是一张图片，但意思却是很直白了。下面全是点赞，还有宿舍里3个女生的整活评论。我又不发给别人看，怕什么？顾晨曦说着，态度强硬地拽着孔刘的胳膊，说道：“过来点。”这小妮子力气还蛮大的，竟然硬生生地把孔刘给拽了起来。行行行，孔刘依着他的意坐到了他的身边，两人现在的距离非常近，孔刘甚至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清新的香气。他没有继续靠近，而是保持着这个距离。他举着手里的魔法棒说道：“这样可以吗？”“不错，保持这个姿势，别动。”顾晨曦说着，按下了拍照按钮。水果手机原相机不带美颜功能，大多数情况下拍出来的照片都很丑，但是也很真实，因为没了滤镜加持，大家其实都是普通人，这很正常。可偏偏原相机里的顾晨曦却一点不丑，甚至还有一种很真实的美感。顾晨曦放大照片，先看了一眼照片里的孔刘，孔刘的目光在注视着他，举着魔法棒的样子有点呆，但是顾晨曦却觉得很可爱。孔刘瞥了一眼，说道：“把我拍得好丑，快删掉。”“哪里丑了？明明很可爱啊。”顾晨曦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又放大了照片里的自己。呀！
顾晨曦捂嘴尖叫一声，说道：“怎么把我拍得这么丑？”孔刘又好奇地伸着脖子看了一眼，照片里的顾晨曦用魔法棒挡住了半边脸，做着俏皮的动作，明明很可爱。多新鲜啊！两个人都认为照片里的对方很可爱，照片里的自己很丑。孔刘说道：“你在凡尔赛什么？哪里凡尔赛了？本来就不好看。”顾晨曦向后歪了歪头，看着身旁的孔刘，说道：“你难道没觉得这照片和我本人差别很大吗？”差别确实蛮大的。孔刘摸着下巴，打量着顾晨曦，沉吟几秒后说道：“本人比照片更丑。”顾晨曦听孔刘前半段的时候，心里还蛮开心的，可他讲后半句的时候，那心情直接跌到了谷底。被男朋友说长得丑，不可饶恕，直接埋。他眯着眼睛瞪着孔刘，冷声道：“你再说一遍。”孔刘瞬间感觉到一阵杀意席卷而来，他赶忙合十双手，一脸诚恳地说道：“我开玩笑呢，瞧你激动的，哈哈。”顾晨曦收起凶巴巴的表情，说道：“算你识相哈。”他又看了看那张照片，总感觉好像差点什么，具体差点什么，他也说不上来。服务员小哥看到两人在拍照，很热情地走了过来，问道：“二位需要帮忙拍照吗？”顾晨曦看了一眼孔刘，似乎想把决定权交给他。孔刘没有犹豫，点了点头，反正顾晨曦想拍，自己就陪着他拍呗。服务员小哥接过顾晨曦递来的水果手机，弯着腰，摆出专业的架势，给两人拍了起来。帅哥，姿势再自然点，不要举得那么直，你们两个再靠近一点，小情侣隔得那么远干嘛？又不是第一天谈恋爱，来多笑一笑，甜蜜点。小哥一边指导着两人如何摆出好看的拍照姿势，一边调侃着两人，虽是无意之举，但还真让他说对了。两人就是除网恋外第一天谈恋爱，理论上来讲，今天算是他俩第一次约会。两个恋爱经验为零的人，虽然会几句书上、电视上学来的撩人的情话，但却是一点真实的恋爱经验都没有。在小哥的指导下，两人的动作自然了许多，但小哥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他看着两人，思考了片刻，说道：“要不你俩亲个嘴吧？”啊！两人同时一惊，面面相觑，都是一脸错愕。小哥连忙解释说：“刚刚有一对小情侣就是这么拍的，感觉效果还不错，你们要不试一试？”这孔刘看了顾晨曦一眼，他有些害羞地垂下了头，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拒绝，再次把选择权交给了孔刘。行，孔刘倒是也不墨迹，直接答应了。孔刘心说：“反正是我女朋友，亲一口怎么了？”他似乎忘记了，之前他还在感慨王琦和杨雪儿进展迅速这件事，现在轮到他和顾晨曦进展迅速了，不，准确来说是进展神速。他抱着顾晨曦，不由分说地亲了一口，但小哥似乎还不太满意，又说道：“要不你们再多亲一会，我重新找两个角度。”孔刘有些懵懵的，嘴角还沾着一点顾晨曦的口红，聪明的他总感觉有些不对劲，这小哥怎么像是故意来打助攻的？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他也没多想。亲了4、5下，照片总算是拍好了。小哥拍照技术还是有的，拍得也很不错。照片里，顾晨曦害羞的像一只小兔子，明明斯文的孔刘却像只大灰狼，好像很用力的在啃他的小嘴。拍完照的服务员小哥笑着说道：“祝你们今天用餐愉快，也祝你们的爱情长长久久。”孔刘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手机上，却没发现顾晨曦正偷偷的给那个服务员小哥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小哥抿嘴一笑，拍了拍胸脯，做了个记得给好评的动作。这一次，一直捉弄顾晨曦的孔刘真的被他给反套路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没发现。孔刘看着照片，心想：这张照片拍的我的侧脸还挺帅，他的侧脸拍的有点像蜡笔小新，还怪可爱。顾晨曦捂着嘴偷偷笑着，这一刻，他终于露出了大灰狼的真实面目，看着孔刘，心说：让你在地铁里套路我，本小姐只需略施小计就能拿捏你，哼哼。第78章，牵个小手。孔刘把手机还给了顾晨曦，说道：你把照片发我吧。顾晨曦接过手机，打开了和孔刘网恋的账号，说道：好，我这就发你。孔刘见状，立马说道：等一下。两人之前一直都是用各自的小号在聊天，一直也没加过大号。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孔刘正好加一下顾晨曦的大号。顾晨曦的大号是设置了不可被任何方式添加的，所以只能他主动加别人。孔刘打开自己大号的二维码，说道：你加我这个号吧。哦，也对。顾晨曦被孔刘这么一说，才突然想起这件事。他笑了笑说道：一直用这个账号和你聊天，差点都快忘了。他扫了一下孔刘的二维码，却发现加不上。我也差点忘了。孔刘拍了拍脑袋，苦笑着说道：前段时间总有人莫名其妙加我，我也把账号全部设置成不可添加了。顾晨曦眯着眼睛盯着孔刘，质问道：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小妹妹，你真的一个都没加？滴滴滴，醋王上线，一个都没加。孔刘解开了加好友限制，一边笑着说道：因为我比较喜欢啰里吧嗦的老巫婆。顾晨曦捏着小拳头说道：好啊，
你居然嫌我啰嗦，还敢骂我是老巫婆，你完蛋了！孔刘耸了耸肩，说道：污蔑我，我可没说，你自己承认的。那你不喜欢我吗？喜欢啊，那你这不就是变相骂我吗？和孔刘聊天让顾晨曦总有一种心情在坐过山车的感觉，上一秒还开心着呢，下一秒就被他的话给气到了。他在网上可不是这样的，网上的他可高冷了，发消息一次从来不超过10个字，每次都是他巴拉巴拉一堆，他才精炼简短的回上几个字。没想到他现实里居然这么腹黑，还贱兮兮的。不过他没有加别的女生好友，还主动关闭了自己的加好友功能，这点还是让顾晨曦很开心的，起码不吃醋了。两人加了好友，顾晨曦第一件事就是点开了孔刘的朋友圈，看了一眼。你的大号怎么也一条动态都没有？我不喜欢发动态。孔刘嘴上说着，也点开了顾晨曦的朋友圈，里面就一条昨天发的置顶的动态，是学校路灯下两人手牵手的影子，看着有些模糊，可能是偷偷拍的。孔刘点了个赞，点完赞，孔刘对顾晨曦说道：手伸出来。顾晨曦有些不解，但还是乖乖的把手伸了出来。孔刘把两人的魔法棒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十指相扣牵住了他的小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很简单，就是大手牵小手，还把桌子上的2个魔法棒拍进去了。拍完照后，孔刘发了个朋友圈，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条朋友圈，同样没有文案，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顾晨曦秒赞了他的第一条朋友圈，并且在1分钟之后用他的照片也发了一个朋友圈，配文：让我看看是哪个倒霉蛋，大冬天了还没有男朋友牵小手呀。这条朋友圈孔刘没抢到第一个点赞，因为第一个点赞是沈霞点的。他还在下面评论：好好好，我好不容易从你俩的魔爪里逃出来，打开朋友圈还是你俩，没完了是吧？我要自杀了。顾晨曦给他的备注是霞，38岁冷艳小妈，前凸后翘版。孔刘看着沈霞这昵称，笑着说道：你给他的备注还挺别致啊。说起这个我就无语。顾晨曦翻了个白眼，说道：这是他自己抢我手机改的备注。没一会，林芝也在下面评论了，他的 ID 叫做18岁纯情男高，他和沈霞的 ID 属于是绝配了。18岁清纯男高，姐姐你怎么能抛弃人家啊？昨天你在宿舍的床上可不是这么对我的，你还说我才是你。孔刘还没来得及看完，顾晨曦就把手机熄屏了，他红着脸说道：别看，看了影响身心健康。其实孔刘的朋友圈也好不到哪去，这不才发了几分钟，评论区就被亲戚朋友攻占了。他第一次发朋友圈忘了一件事，忘了屏蔽亲戚。最上面的评论是3个室友发的：杜宏远2年不发朋友圈，直接憋大招是吧？好好好，你 TM 真带死啊。陈志瑞点赞小黄人表情。王琦逆子，为父在外辛苦赚钱，供你读书，你居然在学校里谈情说爱，不好好学习。除了几个同学的评论之外，还有2个人的 ID。 孔刘看着这2人的评论苦笑了起来。风花雪月备注：老爸，这手表，老婆快看，儿子出息了，谈到女朋友了。刘大大大大漂亮，刘大大大大漂亮。备注：老妈，旅游取消，现在立刻马上包机回国看儿媳。孔刘还没来得及回复这2条评论，隔着半个地球的老妈的视频通话已经打进来了。顾晨曦一眼就看出了手机里那个可爱头像是个女生，狐疑的看着孔刘问道：这是谁？孔刘举着手机指着上面的备注说道：我妈啊，原来是阿姨啊，哈哈。差点准备吃醋的顾晨曦闻言尴尬的笑了2声，说道：她还挺时髦啊，用卡通头像。孔刘笑着说道：我妈被我爸宠的，可能比较童真吧。顾晨曦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解释道：我刚刚发朋友圈忘记屏蔽家里人了，他们打视频估计是想看看你呢。啊，这么快就见家长？不行不行。顾晨曦连忙摆手，还下意识的把那电话挂了。挂完电话之后，他又有些后悔了。他想，顾晨曦，你这个笨蛋，都说婆媳关系最难搞了，你居然敢挂未来婆婆的视频电话，完蛋了。被挂电话后，孔刘的妈妈立马发来一条语音：你小子行啊，翅膀硬了，谈恋爱不告诉你妈也就算了，居然还敢挂我电话。顾晨曦攥着孔刘的衣袖，眼巴巴的说道：别说是我挂的。孔刘看着他的模样，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给妈妈回了条语音：我这才谈呢，人家小姑娘不好意思，你太热情，等下给人家吓跑了，你儿子就没老婆了。你俩好好旅游吧，我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听到孔刘的话，顾晨曦脸色瞬间就红了，被男朋友在父母面前承认关系的感觉，让她心里美滋滋的，有一种形容不出来的踏实感。虽然内心乱成一团，可表面上还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傲娇的说道：谁说我要当你老婆的？怎么？昨天可是你先强吻了我这个懵懂的无知少年。孔刘说着，一把搂住了顾晨曦，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你还想赖账不成？
第79章，生个小孩吧。哦，还无知少年。顾晨曦假装呕吐的样子，说道：“你要是无知少年，我还是纯情少女呢。”哈哈。孔刘闻言笑了起来。手机上再次收到了母亲发来的消息，或许是距离太远，收到消息都有些延迟了。母亲问：“有照片没？发给你妈我瞧瞧。”这怎么回？孔刘消息摆到顾晨曦的面前，问道：“发不发？”顾晨曦想了想，说道：“你等一下，我找一张漂亮点的照片发给你。”顾晨曦说着，翻开相册找了起来，然后他挑了一张之前在迎新晚会唱歌时的照片，发给了孔刘。就这张吧。那天晚上穿着晚礼服的顾晨曦真的很漂亮，而且照片还被处理过，更是完美无瑕。他很少留自拍，这是他少有的自拍照，也是他比较满意的一张照片，可见他对未来婆婆的重视程度之高。顾晨曦看着发出去的照片，心中暗暗祈祷，希望能有一个不错的第一印象。没一会，孔刘的母亲就回了消息：“呀，小姑娘好漂亮呀，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怎么能看上你的？你救过她命啊！”噗！孔刘看着老妈发来的消息，在心里吐了一口老血，亲妈的吐槽最为致命。顾晨曦看着这消息，心里暖洋洋的，他在想，没想到阿姨也知道孔刘救过我这件事啊。其实是他想多了，孔刘压根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顾晨曦就是当年那个差点害自己没跑掉的笨蛋拖油瓶。而顾晨曦却天真的以为孔刘什么都知道了，两人似乎还有些误会没解开。很快，孔刘的老妈又发来一条消息：“那就不打扰你们小年轻谈情说爱了，等老妈哦，不对，等少奶奶，我回去了，你带人家小姑娘来家里，我要见见。”孔刘简单的回了一个行。浪漫之城，刘梦雅举着手机，气呼呼的对孔成说：“老孔，你看看，你儿子回消息居然只回一个字，他和你年轻时简直一个德行，装高冷呢。哎，有了老婆就忘了我这个娘。”孔成有些哭笑不得的把他手机给拿掉了，搂着他说道：“没事，你这不还有我吗？走，我带你去买好吃的。我要吃姜饼。好好好，我要那种头戴圣诞帽的姜饼。没问题，我的宝。”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国外的大街上全是节日的气氛，两人走在积满白雪的浪漫之城的街头，活像一对刚刚热恋的小情侣，格外的甜蜜。孔刘听着母亲发来的消息，苦笑了一下，心想得找个机会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和顾晨曦讲讲了。昨天送手表的时候，孔刘就准备讲的，但是当时烟花声音太大了，而且情绪激动的两人抱着对方就开始互啃了，也忘记了这茬子事。顾晨曦捂着发红的小脸，心想看来阿姨对我很满意啊，这么快就要见家长了吗？还有点小紧张。孔刘转头看了顾晨曦一眼，说道：“你怎么脸红了？”顾晨曦用手捂着脸，狡辩道：“火锅辣的。”想了想，他又说道：“你妈妈姓刘啊？”“对啊，你妈妈姓刘，你爸爸姓孔，所以你叫孔刘，代表着你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对不对？”顾晨曦说完，昂着脑袋，一副等着孔刘夸奖的模样。可孔刘却露出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摇了摇头，说道：“不是。”“不是。”顾晨曦显然愣了一下，他觉得孔刘的名字就是父母姓氏的组合，寓意这么明显，怎么可能不是爱情的结晶呢？“我父母原本不想太早要小孩的。”孔刘捂着脸解释道，“所以他们是真爱，我只是个意外，名字也是当时我父母草率决定的。当时我爸还准备给我取名刘孔，后来我也知道了，差点没给我爸揍死，最后我就叫孔刘了。”哈哈。顾晨曦听完孔刘名字的由来后，实在没忍住，捂嘴笑了起来。“你父母怎么这么有意思？”“他们啊，说起父母，他俩应该算是天底下最不靠谱的父母了。父亲孔成是个天才，从小就展现出了极高的学习天赋，这点孔刘继承了他爹，而且孔成对商业也有独到的见解，算是个商业奇才，所以孔老爷子也是打小就将他作为家族下一任继承人培养的。可现在原本已经成了家，立了业，在家族也做出巨大贡献，深得家族长辈们喜欢的孔成，正是登上家主之位的年纪，但他却拒绝了。别的大家族都是儿子嫌老子活得太久了，没机会拿到权力，到孔成这却反过来了。孔成丢下一句：“我儿子都长大了，我也该享受享受了。”然后一把年纪开始玩叛逆，带着老婆环球旅行去了，家里的生意全丢给孔老爷子继续打理着。好不容易退休的孔老爷子摊上这么个不靠谱的儿子，只能被迫继续回来掌管家族。再说说孔刘的母亲刘梦雅，刘梦雅是隔壁京城的大小姐，留学欧罗巴的时候，偶然间和来扩展海外市场的孔成有过一面之缘。刘梦雅对这个年轻帅气又富有才华帅哥一见倾心。数年后，两人在回国的同一班飞机上再次相遇，刘梦雅鼓起勇气主动搭讪了他。再后来，孔刘两家都对对方的家世背景十分的满意，两个强大的家族联姻属于是强强联手了。
两人也就十分顺利的结了婚，婚后生活更是浓情甜蜜。从小就被父母宠上天的刘家大小姐，在孔城这里依旧是百般呵护，以至于到现在她的精神状态都还像一个10几20岁的小姑娘那样。恰恰如此，两人都把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了，儿子自然是没人管了的。所以孔刘这孩子打小就是个无父无母的状态，聪明的他从小就会自己照顾自己。孔刘回想着自己这10几年的人生，忍不住笑了一下。顾晨曦见孔刘笑得这么开心，拽着他的手晃了晃，说道：“你在想什么开心的事情呢？跟我讲讲。”孔刘低头看着顾晨曦，笑着说道：“我在想我们婚后的生活。”顾晨曦红着脸推开了孔刘，虽然已经被他的话弄得心猿意马，但语气依然傲娇：“贝克蛋，才第一天谈恋爱就想让本小姐给你生小孩了？插出去，不生小孩也行。”孔刘揽住了顾晨曦盈盈一握的腰肢，目光真诚地说道：“毕竟我已经有你这个小朋友了。”第80章偷看被抓了。两人讲着肉麻的情话，让周围吃火锅的无辜食客们莫名其妙被塞了一嘴的狗粮，也是狠狠羡慕到了。沈霞他们没和这两人一起吃火锅，确实是个明智的选择。如果他们在这里的话，估计会有一种想把他俩丢进锅里给涮了的冲动，而且还必须得是拿鸳鸯锅涮，一半涮清汤里，一半涮红油里。1楼的麦当劳内，沈霞和林芝两人一起点了一份4人餐。他俩本来想点双人餐，但双人餐的分量少得可怜，3人餐又感觉会分赃不均，索性就点了个有活动折扣的4人餐。等了几分钟，他俩的餐就做好了。两人手挽着手去取餐，刚走到取餐口，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沈会长。”沈霞在校外听到这个称呼，也是有些错愕。她抬起头，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穿着麦当劳粉色的品牌大使服装的苏雅正在不远处和她打着招呼。都说漂亮的人到哪都有优势，这不，由于苏雅太漂亮，被人拍照发到了社交平台上，因此有不少食客慕名前来这家麦当劳，因此这家店业绩都提升了不少。于是乎，经理直接把苏雅从收银岗调到了接待组，成为了品牌大使。苏雅的颜值再加上粉色衬衫和灰黑色短裙，配上黑丝小皮鞋，往门口一站就是个活招牌。这个工作比其他岗位都轻松，还没什么硬性指标。周边越来越多的学校知道这里有个美女麦当劳小姐姐，也是纷纷跑来凑热闹。这波属于是男大学生又补气了。当然，也有不少女孩子也爱看美女，还主动来找苏雅合拍。隔壁肯德基，好恶毒的商战！哎，你是文娱部的那个苏雅？沈霞看着这个漂亮的姑娘，也是很快就想了起来。或许这就是好看的人的优势吧，总是能被人最先记住样子，并在人群中迅速认出。当然，沈霞记住苏雅，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学生会招新那晚，顾晨曦急着要带孔刘走。顾晨曦面试的最后一个新生就是这小姑娘。后来他听说这小姑娘是为了孔刘才加入学生会的。沈霞原以为顾晨曦不会让这小丫头通过了，没想到她居然给过了，还和自己强调必须把她留在文娱部。沈霞知道顾晨曦的性格，也大抵是猜到了他是准备把情敌留在自己看得到并且能控制的地方。会长好。苏雅微笑着对沈霞点了点头，礼貌地和她打了声招呼，即使现在是在校外。沈霞冷着脸点了点头，淡淡的吐出2个字：你好。身为顾晨曦的好闺蜜，苏雅是闺蜜的情敌，沈霞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脸色。苏雅似乎也感受到了沈霞的态度有些淡漠，她抿嘴笑了一下，没有再多言，继续干着自己手里的活。看着苏雅温柔的笑，以及她转身时的落寞，沈霞又突然有些后悔了，心想：她作为学生会的新人，在校外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却带着私人情绪回应她，我是不是太坏了？一旁的灵芝也有些好奇地说道：人家是你的部下，你这会长的态度是不是有些过于高冷了？而且那个小妹妹那么可爱，你不喜欢可以送我啊。什么虎狼之词？沈霞心里烦烦地摆了摆手，说道：不管了，吃饭，饿死了。两人来到取餐台，看着3大盘的东西，有些傻眼了。这套餐怎么量这么大？苏雅成为形象大使后，前台的收银员换成了新来的杨雪儿。杨雪儿面带微笑解释道：因为你们点的是4人套餐呀。这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对方，同时说道：谁点的谁吃。两人这是还没开吃，就已经开始害怕了。4人餐有4个汉堡、4份可乐以及1盒炸物。沈霞决定送1份可乐和汉堡给苏雅，以表刚刚自己态度过于冷漠的歉意。苏雅看到沈霞送来的汉堡和可乐，有些受宠若惊，但她没有收下这份食物，反而送了沈霞2个免费的甜筒。这把沈霞弄得更不好意思了。她和苏雅聊起了天，得知她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所以才来兼职后，沈霞更是在心里暗道：我真该死。于是沈霞跟他讲起了学校的一些奖助政策，学校对贫困生的补助力度还是很大的，而且你现在是学生会的人，以后学生会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可以积极参与，多拿点奖状，到时候我可和老师商量一下，
明年给你争取个优秀成员，也能拿到学生会的奖学金。啊哈！苏雅被沈霞前后的态度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但她还是连忙道谢：“谢谢沈会长，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努力的。”沈霞点了点头，又说道：“不用喊我会长，我还不是会长呢，你喊我沈学姐吧。”好的，沈学姐。和苏雅交谈完的沈霞回到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心里对顾晨曦道歉：“对不起，小曦，我不是故意叛敌的，可是人家小姑娘真的好可怜。”咻！灵芝皱着鼻子闻了闻，说道：“哪里来的炸串味？”杜宏远买了一份炸串之后，就打算去找陈志睿和他一起吃麻辣烫的，但刚走到麻辣烫的店门口，隔着老远就看到这小子和那个早上被自己得罪过的暴躁小孩坐在一起交流着游戏经验。杜宏远也很识趣的没有去打扰两人。杜宏远内心：可恶，我该不会成为宿舍最后的单身狗吧？从负一楼上到一楼的杜宏远，隔着老远就看到站在麦当劳门口介绍新品汉堡的苏雅，他的面前还站着一堆人。杜宏远身为 LSP， 立马也跑过去凑热闹。走近之后，杜宏远的目光却从苏雅身上突然的转移到了店内，看着屋内正在吃汉堡的沈霞，杜宏远微微一愣。不知不觉，他走进了店里，有些不知所措的他准备去前台点个餐，然后找个没人的角落坐着，暗中观察沈霞。可一个回头的功夫，他就和沈霞四目相对了。灵芝的目光则是落到了他手中的炸串上，他好像是孔刘的室友吧？灵芝对沈霞说道：“正好咱们的汉堡吃不完了，和他换炸串吧。”沈霞听到灵芝的提议，觉得很不错，便对准备逃跑的杜宏远招了招手：“哎，那谁，你过来。”杜宏远内心：完蛋，偷看被抓了，现在还逃不掉了。第81章，纯情大男孩。灵芝挑了挑眉，看着走来的杜宏远，说道：“你刚刚是不是准备逃跑？”没啊。杜宏远双手紧紧地握着炸串筒，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就是突然不想吃汉堡了，准备去看看有没有别的好吃的。”哦，是吗？灵芝似笑非笑地看着杜宏远，又看了一眼身旁的沈霞，说道：“我还以为你是看到我们家小霞霞害羞了才跑的呢。”唰！杜宏远被灵芝当场揭穿了内心的真实想法，那老脸瞬间红成了猴屁股，他连忙摆手结结巴巴地说道：“没，我不是我。”沈霞看着杜宏远反应这么大，有些错愕，心想：奇了怪了，喜欢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吗？为什么要这么大反应啊？别激动了。沈霞摆了摆手，对杜宏远说：“他逗你玩的。”啊，哦。杜宏远低下了头，没再继续说话。往日里骚话不断的男人，此刻在喜欢的人面前已经怂成了一个智障。如果孔刘在这里的话，肯定会偷偷录下视频，当做以后嘲笑他的证据。灵芝抓起沈霞餐盘里那个还未拆开的汉堡，说道：“本来小霞还想用汉堡和你换点炸串呢。”灵芝说到这，突然顿了顿，然后露出了遗憾之色，继续道：“但是你说你不想吃汉堡，看来有些遗憾呢。”嗯哼。沈霞瞪了灵芝一眼，凑到他耳边小声的说道：“想吃炸串这事不是你提的吗？怎么现在全赖我头上来了？”灵芝朝沈霞眨了下眼睛，小声回道：“你先别管。”如灵芝预料的那般，听完他的话，杜宏远立马激动的说道：“吃！我突然又想吃了，我拿着一桶炸串换那个汉堡就行了。”沈霞看着突然激动的杜宏远，说道：“你这想法变化的还挺快。”嘿嘿。杜宏远挠了挠头，憨憨的笑了笑，这傻笑的模样简直和陈志睿一模一样。来，快坐。灵芝拍了拍沈霞边上的位置，说道：“坐那里。”杜宏远看了沈霞一眼，又看了看灵芝旁边的空位，果断坐到了灵芝旁边。他终究还是没有和沈霞并排坐的勇气。灵芝看着坐到自己旁边的杜宏远，嘴角露出了一抹坏笑。他在想，真没想到平时脸皮那么厚的杜宏远，在喜欢的人面前能这么腼腆，看来这小子是真喜欢小霞啊。沈霞似也意识到杜宏远好像有些不太对劲，联想起刚刚灵芝说他喜欢自己时，他那么极力的否认，甚至还想和自己撇清关系，再加上现在他主动坐到灵芝身边，沈霞在心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杜宏远这小子喜欢芝芝，怪不得今天突然腼腆起来了。想到这，沈霞不由得开始帮自己的好姐妹开始审视杜宏远。杜宏远长相中等偏上，不算特别帅，但也不丑，发型不太好看，如果换一换应该会好很多，衣品也一般，浑身上下不是黑就是灰，典型的直男穿搭。就从穿搭来看，他肯定是那种恋爱经验为零的男生。如果他和灵芝谈恋爱的话，灵芝给他好好改造一下，颜值应该还是过关的。人品和性格这方面，沈霞不太好评价，因为他和杜宏远接触的不多。但从平时在教室里的表现来看，杜宏远应该是那种比较偏搞笑男的类型，很会逗女孩子开心，还满嘴跑火车，不太靠谱。这种男生有可能会沾花惹草，这个待考究。沈霞一番审视过后，
对杜宏远的评价不是很高，勉强及格。沈霞看了看灵芝，心想以芝芝的性格，应该不会喜欢这种男生。沈霞都已经开始想象灵芝是怎么拒绝杜宏远的了，殊不知杜宏远的心里全是他。杜宏远被沈霞那古怪的目光盯着，总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而且现场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尴尬气氛。于是乎，他将手里的炸串筒放在了沈霞面前，主动说道：“我点的中辣，可能比较辣，不知道能不能合你们的口味。”哼。沈霞见杜宏远把炸串放在自己的面前，心里在想，他难道不应该先给芝芝尝尝吗？怎么先给我吃了？他难不成是知道芝芝不好搞定，所以想先收买我？灵芝在一旁接话道：“没事，我们小霞爱吃辣，她不怕辣。”灵芝说着，从里面拿出一片炸里脊，塞到了沈霞手里，说道：“来，小霞，快尝尝，好不好吃？”沈霞咬了一口里脊肉，心里想的却是，这个傻芝芝，这不是帮着杜宏远一起收买我吗？被人家卖了，还给人家数钱，真笨。真正被出卖且不自知的人，沈霞。炸里脊很大一片，上面刷满了辣油，还有烤得焦香的芝麻做点缀，味道非常好，深得沈霞的喜欢。灵芝脸上始终挂着一丝笑容，眯着眼睛问道：“小霞霞，好吃不？”沈霞点了点头，不错，你也尝尝。不急，你先吃。灵芝这句话只说了半句，剩下半句她在心里说了：吃了这串，你马上就要坠入爱河喽，嘿嘿。灵芝给了杜宏远一个汉堡，说道：“谢谢你的炸串，请你吃汉堡，桌上的薯条和炸鸡块你也吃了吧，别浪费。”灵芝说完，指了指沈霞餐盘里没吃完的小食，意味深长地眨巴了一下眼睛，仿佛在对杜宏远说：“这可都是你喜欢的人吃剩下的，你可不能嫌弃哦。”沈霞立马解释道：“这些都还热着，不是吃剩下的，我们点多了，所以没吃完。”好，谢谢。杜宏远点了点头，闷着头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汉堡。本来就很饿的他，买了炸串之后也没来得及吃，早就饿了，再加上这尴尬的场面让他实在有些不知所措，所以他才低着头猛干饭，以此缓解尴尬。嗨，因为吃得太急，刚吃了没几口，杜宏远就噎住了。小伙子别激动啊。灵芝说着，在桌上端了一杯可乐给他。谢谢。喝了口可乐，杜宏远这才缓过劲来。刚说完谢谢，灵芝就在他耳边低语道：“不用谢，你手里这杯是小霞喝过的。”噗！杜宏远听到灵芝的话，吓一跳，可乐也吓得一口喷了出来。哈哈！看着杜宏远那滑稽的样子，灵芝眯着眼睛，哈哈大笑了起来。他逗你玩的，你还真信了？沈霞说着，端起自己真正喝过的那杯可乐，来了一口，炸串确实有些辣。看着被灵芝逗得满脸通红，像个腼腆小男孩似的杜宏远，沈霞心想，刚刚判断有误啊，这小子的道行比芝芝低，他应该没有沾花惹草的实力，可能平时只是骚话比较多。杜宏远内心，天杀的，在喜欢的人面前把脸丢光了，来个人救救我吧。第82章天大的误会。有了杜宏远这个男生在，沈霞和灵芝点多了的食物都被他一个人给炫掉了，而他点的炸串同样也被两个女生解决掉了。吃炸串的时候，沈霞喝完了一整杯大杯的可乐，尿意袭来，于是起身去了趟卫生间。他原本想喊着灵芝一起去的，但是想了想，还是给两人一点独处的空间吧，这样可以增进一下两人的感情。于是他就没喊灵芝一起。或许是刚刚杜宏远在沈霞面前那腼腆的真实反应，原本不看好杜宏远追灵芝的沈霞，还是决定帮他一把。沈霞一走，灵芝也不掩饰了，直接问杜宏远：“你喜欢我们家小霞对吧？”啊！杜宏远大惊失色，看着灵芝：“你怎么知道？”灵芝有些无语，这小子都直接把心里的想法写在脸上了，他就算不想知道也很难。灵芝觉得小霞应该知道杜宏远喜欢他这事了，看他刚刚的反应，应该是不排斥这小子，看来我得好好帮帮这两人了。灵芝没有回答杜宏远的话，直接问道：“小老弟，想不想追小霞？”想。杜宏远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灵芝眯着眼睛，笑着说道：“我帮你。”杜宏远两眼放光，惊呼道：“果真吗，义母？”当然。灵芝打开手机，说道：“加个好友，我帮你出谋划策。”芝姐，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杜宏远激动的双手都有些颤抖，掏出手机扫了一下灵芝的二维码，18岁，清纯男高。杜宏远看着灵芝的网名，心想她该不会是个女 Tom 吧？灵芝可不知道杜宏远在想什么，他说：“你应该还没有小霞的微信吧？”没呢。杜宏远腼腆的挠了挠头，说道：“要不芝姐你推给我吧。”别。灵芝摇了摇头，不要默默的加女生，不然她会觉得你这个人唯唯诺诺的，还会有一种贼眉鼠眼的感觉，默默加好友等通过的必成小丑。啊！杜宏远听到灵芝的话，在心中暗自庆幸，
庆幸自己没有在班群里加沈霞。林芝继续说道：“喜欢就要主动，等会你当面要小霞的微信，大大方方要才能显得你真诚，懂了吗？”杜宏远犹犹豫豫地说道：“可是我不敢怎么办？都不敢当面加好友，你还想谈恋爱？”林芝撇了撇嘴说道：“你能不能向你室友学习学习？他就是脸皮厚才把校花追到手的。”阿 T， 5楼火锅店内的孔刘揉了揉鼻子，说道：“奇怪，是谁在背后说我坏话？”顾晨曦贴心地抽了一张纸巾给孔刘，说道：“别是着凉了，最近降温很快，容易感冒。”是啊，孔刘点了点头，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说道：“最近降温好快，看天气预报，过几天就要下雪了。”真的吗？真的会下雪吗？顾晨曦也看向了窗外，眼中有些期待地说道：“去年中海就没下雪呢。”他真的很希望中海今年能下雪，然后他和孔刘手牵手漫步在大雪纷飞的世界里，想想都觉得很浪漫。到时候再发个朋友圈，文案就写今朝同淋雪，此生共白头。想着想着，顾晨曦脸上的期望之色也是愈来愈浓。他的表情被孔刘看在眼里，孔刘笑着说道：“会的，今年一定会下雪，而且会下很大很大的雪。”孔刘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朋友圈，那条官宣的朋友圈点赞还在持续增长，看了一眼评论区里全是祝福，他刷新了一下朋友圈。杜宏远发了一条新的朋友圈，没有图片，只有一段文字：“我一直想从你的窗子里看月亮。”孔刘知道这句话是出自张爱玲《倾城之恋》，算是一句含蓄的告白，也间接地表达了暗恋的情愫。但杜宏远用这句话发朋友圈，孔刘很难不怀疑他是在网上随便找的文案，也不知道这小子想干嘛。孔刘抿嘴坏笑了一下，在他的这条朋友圈下评论道：“哟，窗子哥还没到晚上呢，就开始 emo 了。”很快，下面立马有新的评论：“王琦，月亮哥，今晚又偷偷去他的宿舍看月亮吗？”陈之睿，暗恋哥，要到微信没？好，从今天起，杜宏远又多了3个新的称呼。杜宏远看着3个损友的评论，恨不得现在就把他们仨抓起来掐死。问：为什么男生不爱发朋友圈？杜宏远就是答案。杜宏远本想删掉这条朋友圈，但看底下有沈霞的点赞，最终他还是没舍得删。没错，他要到沈霞的微信了。就在刚刚，在林芝的怂恿下，我们杜哥终于是硬气了一把，主动找沈霞要了微信。沈霞什么都没说，掏出手机就给他扫了码。沈霞当时想的是，我刚刚看到他加了芝芝，看来这小子是想通过我追芝芝，实锤了。加到沈霞的杜宏远内心狂喜，立马就在网上找了个暗恋的文案，往朋友圈一发，还真被孔刘说对了。他其实都不知道那句话是出自哪里，只知道代表着暗恋就发了。看到杜宏远发的朋友圈之后，沈霞更加肯定，发这种文案是生怕芝芝不知道他喜欢他吗？要不说沈霞和顾晨曦能成为好闺蜜呢，两人这脑回路是真的如出一辙的清奇。林芝看着这条朋友圈也点了个赞，心想这就已经开始立深情人设了，不得把我们家小霞霞迷成傻子。好，这下真就是3个人各想各的，误会越来越大了。吃完火锅的孔刘带着顾晨曦来到了4楼的游乐场里玩，顺便在这里等其他5个人一起集合。顾晨曦正在玩打地鼠的游戏，随着关卡的难度不断提升，顾晨曦的反应速度有些跟不上了，然后游戏机里就传来了老鼠的嘲笑声。孔刘站在旁边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感觉有些可爱，正准备上去帮忙呢，手机突然狂响起来，是杜宏远发来的消息。他发了一堆消息，责怪孔刘带头嘲讽他。孔刘笑着发了一个来打我的贱兮兮的表情。杜宏远看到这贱兮兮的表情，又是一堆消息轰炸。孔刘正准备按下静音的，结果杜宏远又发了一张照片，下面还加了一句话：快看，咱们学校的平民校花，本人比照片好看。孔刘没点开杜宏远发来的照片，但依然能看出苏雅穿着粉色麦当劳制服的模糊身影。他有些无语的回道：关我屁事，撤回。杜宏远，靠，给你分享美女，你什么态度？孔刘继续回道：我有女朋友的人，你还给我发其他女生，你是嫌我命长是吗？孔刘刚把消息编辑完，还没来得及发呢，顾晨曦已经走了过来，撅着小嘴，气鼓鼓的说道：你在干嘛？怎么都不来帮我打老鼠？顾晨曦说着，还顺势看了一眼孔刘的手机。孔刘，喂，第83章，祝福。孔刘立马想把手机熄屏，可还是晚了一步。顾晨曦看到了杜宏远发的消息，抬头看着孔刘，问道：平民校花？谁？啊？孔刘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啊，不知道。顾晨曦一脸狐疑的看着孔刘，说道：你手机给我看一眼。杜宏远这小子和我胡扯呢，没什么好看的，还是算。孔刘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顾晨曦凶巴巴的瞪着自己，眼中还散发着一股子浓郁的醋意。他冷声说道：老子数到3，1、2，看吧看吧。终于，孔刘还是没有抵挡住数到3的压迫，
将手机解锁递给了顾晨曦。顾晨曦看着乖乖服软的孔刘，脸色倒是也温和了许多。这招还是周小南教他的，听他说每个怕老婆的属城男人都害怕这句话，现在看来还真是。看了一眼杜宏远发的消息，顾晨曦还想点开他发来的那张照片，可杜宏远那边却把照片给撤回了。可能他也觉得给孔刘这个有对象的人发其他美女这件事不妥吧。顾晨曦倒也没有很生气，才怪。虽然看到孔刘那条没发出去的消息很让顾晨曦有些小小的安心，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吃醋。顾晨曦眯着眼睛看着孔刘，眼神中的醋意都快从溢出来了。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醋。顾晨曦冷冷地问道：走。孔刘反问道：去哪？顾晨曦拽着孔刘的胳膊说道：去看看那个平民校花有多漂亮。没什么好看的啦。孔刘把顾晨曦拉回了自己身边，抱着他说道：哪有什么校花不校花，都是学校里的人胡扯的啦，在我眼里还是你最好看了。你肯定是看我生气了，所以才这么说的。顾晨曦昂着头看着孔刘：我才不是小孩呢，你骗不了我。真没骗你。孔刘摸了摸顾晨曦的脑袋，解释道：他发的照片我根本都没点开，就叫他撤回了。真的？千真万确。顾晨曦听着孔刘的解释，心情再次变得好了起来。他强压着上扬的嘴角，冷着脸说道：好吧，勉强原谅你一次，可不许背着我偷偷看美女。孔刘看着怀里傲娇的顾晨曦，抿着嘴笑了一下，心想有这么百变的可爱小女朋友，那还有心思去看其他女生啊。小溪，终于找到你了。沈霞在4楼的电梯口朝着顾晨曦招了招手，说道：你猜我在1楼看到了谁？不是你俩隔着大门口就抱起了啊。吃完快餐的沈霞3人最先来和孔刘、顾晨曦集合，刚想分享有意思的事情呢，就看到两人在游乐场门口搂搂抱抱，美好心情直接大打折扣。嗨。孔刘闻言尴尬的咳嗽2声，松开了怀里的顾晨曦。顾晨曦也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为了缓解尴尬，顾晨曦立马问沈霞：你在1楼看到谁了？你肯定猜不到。说起这个，沈霞立马又变回了刚刚那副分享八卦的表情，说道：我在1楼看到那个和你关系不太好的部员了。谁？苏雅呀。等等。沈霞说完苏雅的名字之后，突然意识到孔刘还在这，现场的环境似乎不太适合讲这个八卦，但为时已晚。哦，原来她就是平民校花啊，怪不得你刚刚不想让我下去。看着好不容易被自己哄好的顾晨曦再次冷下来的眸子，孔刘抿着嘴看了沈霞一眼，然后捂住了脸。沈霞看着突然冷脸的顾晨曦，又看了一眼他身旁有些无奈的孔刘，立马捂住了嘴巴。他似乎知道自己好像闯祸了。沈霞觉得孔刘现在肯定已经在心里把他骂死好多次了。顾晨曦二话不说走向了电梯。沈霞赶忙问道：小溪，你要去干嘛？顾晨曦冷冷地笑了笑，说道：我去看看这平民校花到底有多漂亮。他话音落下的同时，电梯门也缓缓关上了。孔刘看了一眼沈霞，又看了看杜宏远，欲哭无泪地摇了摇头，说道：有你俩这卧龙凤雏，我是真的服气啊。说完，他坐上了另外一个电梯追了下去。孔刘来到1楼的时候，顾晨曦已经站在了麦当劳的门口，目光注视着屋内的苏雅。苏雅站在屋里，同样也站定住了脚步，看着站在屋外的顾晨曦。两个同样喜欢孔刘的女孩再一次碰面，一股子火药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扩散。顾晨曦走进了店内，苏雅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像是见到沈霞那样，对顾晨曦说道：顾部长，下午好啊。就像是在学校时那样，顾晨曦面无表情，目光清冷地对苏雅点了点头，礼貌地回应了一句：你好。苏雅像是服务其他客人一样，给顾晨曦介绍道：需要吃点什么呢？我们今天有3个正在做活动的套，吃过了，和孔刘吃的。顾晨曦摆了摆手，打断了苏雅的介绍，特意强调了一下和孔刘一起吃午饭这件事，然后接着说道：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听着顾晨曦前半句话，苏雅心里有些不舒服。看我？苏雅那双桃花眼中带着几分疑惑之色，看着顾晨曦问道：我有什么好看的？顾晨曦回道：你很漂亮。苏雅礼貌地微笑了一下，但笑得没什么感情。她说：谢谢夸奖，如果您不需要点餐的话，我可能得去服务其他顾客了。等等。顾晨曦叫住了准备离开的苏雅。苏雅停住脚步问道：还有什么事吗？顾晨曦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道：孔刘现在是我男朋友。听到顾晨曦的话，少女的身子微微一怔，沉默了半晌，少女露出了一个有些许苦涩的笑容，说道：挺好的，祝你们长长久久。顾晨曦似乎没有预料到苏雅会祝福自己，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对方的祝福是发自内心的还是说的违心话。他主动找到苏雅，除了宣示主权，其实是想确认一件事，他想知道苏雅是不是孔刘的前女友。这件事早在招新晚会那天开始，他就一直想问。
但他一直憋在了心里，他没敢问，也害怕知道。毕竟在这世界上，没人愿意成为谁的下一任，谁都希望自己能是心爱之人的唯一，是初恋，是白月光。第84章，唯一。顾晨曦很清楚，自己对孔刘的爱是任何男人都无法代替的，他深爱着这个男人。正因为深爱着他，所以顾晨曦更加的难以接受苏雅可能是孔刘的前任，更或者她是孔刘的白月光这件事。换做其他女生，顾晨曦可能会不在乎，因为她对自己的颜值有绝对的自信。但这个女生绝对不能是苏雅，因为苏雅真的很漂亮，而且这种漂亮是和她截然相反的美，是一种同样无法被一般美女所代替的美。尽管顾晨曦不想承认这件事，两人都是个性鲜明的女孩，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就像两朵不同的花，一朵是清冷高雅的兰花，一朵是含情动人的桃花。所以一开始的顾晨曦并不想知道孔刘和苏雅的过去，因为他觉得现在的孔刘是属于自己的，这就已经足够了。但真的和孔刘在一起后，顾晨曦还是忍不住去想这件事，他还是太好奇了，好奇两人的关系。可他又怕知道真实情况的自己接受不了孔刘有过这样一个白月光的事实，所以他把这件事藏在心中，努力封印起这份好奇。但杜宏远和沈霞的误打误撞又将这个封印解除了。于是他终于没忍住，主动找到了苏雅。他不仅仅是想宣示主权，更想让苏雅当面向自己亲口说出他和自己男朋友之间的过往。顾晨曦思索片刻，再次开口道：“你是孔刘的前女友吗？”啊！听到顾晨曦的话，苏雅直接忘记了控制情绪，惊叫了一声。她错愕地看着顾晨曦，问道：“为什么会这么觉得？”苏雅的话着实是把顾晨曦给问住了。顾晨曦心想：对啊，我为什么会觉得苏雅是孔刘的前女友呢？因为两人之前认识，因为孔刘那天晚上和苏雅见面后情绪低落，还是因为女人的第六感？顾晨曦正在想着呢，苏雅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是孔刘学长的女朋友，学姐放心吧，我不会和你抢学长的。而且……”苏雅声音突然变得有些落寞，就算我真的喜欢孔刘学长，那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得到他的爱的，哪怕千万分之一的爱都不可能。苏雅的声音有些哽咽，断断续续地讲完这些话，像是要把全身的力气都抽干了一样。是啊，她多么希望孔刘能爱她，哪怕一点点也行，只要一点点，她就心甘情愿为孔刘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可这却是个无法实现的梦。两人这么久以来只有过两面之缘，从始至终孔刘对她的态度都是如此的冷漠，甚至都不愿意用正眼去看她。从顾晨曦口中得知孔刘恋爱的消息，她的情绪很复杂，说开心那是不可能的，说失落自己好像也没有资格难过。苏雅也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心情去面对这件事，所以只好说祝福了。其实如果和顾晨曦在一起的孔刘能过得开心的话，苏雅觉得也挺好的，她什么也不奢望，看到孔刘过得好，她已经很满足了。顾晨曦听完苏雅的话，心中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更加好奇两人的关系了。他犹豫了一下，说道：“你和他之间……”苏雅知道顾晨曦想问什么，没等他把话问完，苏雅就先说道：“这个你还是自己去问孔刘学长吧。”顾晨曦一言不发地看着苏雅，不知怎么的，明明得到了他满意的答案，可他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制服的少女，不知怎么的，他心中竟没来由地生出了一丝丝同情。虽然他努力地告诉自己，对方依然可能成为自己的情敌。顾学姐，对学长好点。苏雅说到这，顿了顿，犹豫了很久，然后假装轻松地说道：“如果你对他不好的话，我真的有可能会来抢走他哦。”顾晨曦的目光似乎温和了许多，他很难得的在外人面前露出笑容，说道：“放心吧，你永远没那个机会。”虽然语气平和，却依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霸气隐藏在话语中。孔刘站在门外，默默地看着两个女生的交谈。如果两人吵起来，他会第一时间冲进去。可他担心的事情似乎没有发生。两人的交谈从一开始的火药味十足，渐渐变得缓和。虽然他什么都听不到，但从两人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们没有针锋相对的意思。不一会，顾晨曦从店内走了出来，他的脚步有些轻快，心情似乎不错。孔刘看着顾晨曦的反应，有些错愕地问道：“你们？”猜到孔刘想问什么，顾晨曦没等他说完，就抢先回答道：“我就宣示了一下你的主权，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孔刘问道：“什么问题？”顾晨曦说道：“我问他是不是你前女友。”啊！孔刘的表情和苏雅如出一辙，他惊愕地问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顾晨曦看着孔刘的反应，语气中有一丝丝的醋意。“你这反应和他还真是如出一辙啊！”孔刘赶忙追问道：“他怎么回答你的？”顾晨曦用手指戳了戳孔刘的肩膀，说道：“你刚刚的话就是他的答案喽。”嗯哼。孔刘有些糊涂，
没听懂顾晨曦这句话的意思。见孔刘没懂，顾晨曦直接说道：“他跟我解释了，一开始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孔刘歪了歪头，看着顾晨曦说道：“你不会一直以为苏雅是我前女友吧？”顾晨曦自知理亏，所以也不敢看孔刘，结结巴巴的小声说道：“你那天在学生会见到她之后就情绪不对，而且她看你的眼神都快拉丝了，我就误会了吗？”孔刘再次问道：“所以你不待见苏雅的原因是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呀？”顾晨曦用只有孔刘能听到的声音小声说道：“对不起吗，宝宝，我误会你了，你别生气吗？你是呆瓜吧？你是我唯一谈过的女朋友啊。”孔刘没有生气，只是有些哭笑不得。他伸手摸了摸顾晨曦的小脑袋瓜子，说道：“网恋是你，现实也是你，从始至终你都是我的初恋啊。”“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其实你也是我的初恋，嘻嘻嘻。”“你个笨蛋！”看着傻笑的顾晨曦，孔刘轻轻用手刮了一下他的鼻子。他原本想找个机会和顾晨曦坦白自己隐藏身份这事的，不过此刻他决定快刀斩乱麻，现在就告诉顾晨曦自己的家世以及自己和苏雅的过往，以免日后又发生什么误会。其实我之所以会和苏雅有……你们怎么又抱在一起了？孔刘的话才刚说出口，就被跟着赶来的沈霞三人打断了。第85章爱情魔咒。原本三人还担心着小两口吵架呢，急急忙忙跑下来一看，两人居然又腻在了一起。三人表示很干。看着三人朝着自己这边走来，孔刘还是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反正他和顾晨曦天天见面，迟早是要告诉他的，也不急于这一时，等晚上或者明天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独和他谈吧。孔刘心中这样想着，松开了怀中的顾晨曦。店内的苏雅依然在卖力的工作，她向新进店的顾客介绍今天的套餐活动，可目光却总是有意无意的看向外面。她的目光聚焦在了孔刘的身上，看着他和顾晨曦有说有笑的走远，最后消失在了商场的电梯口。苏雅笑了笑，笑容有些苦涩，还带着几分欣慰，没人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五人回到了商场4楼的游乐场里，没过多久，陈志睿和周小楠也同行来到了4楼，两人还有说有笑的。周小楠正乐此不疲地询问着陈志睿一些游戏经验，他有点话痨，但不管他问什么，陈志睿都会耐心地一一解答他的问题。当然，也只有聊起游戏的时候，这个内向的小胖子才能稍微话多一点。要是问他别的，那估计得冷场，不是肯定会冷场。打断一下你们的聊天啊！杜宏远走了过来，对周小楠说了一声，然后拽着陈志睿走到了一旁。他小声问道：“你小子这么快就勾搭上人家了？”“没啊。”陈志睿摇了摇头，有些腼腆地说道：“一直都是他找我聊天呢。”“啊？”杜宏远张了张嘴，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说道：“你还能被倒追？杜哥，你瞎说什么呢？”陈志睿红着脸反驳道：“你误会了，他是找我聊游戏呢。”杜宏远追问道：“他很爱打游戏啊？”“应该是。”陈志睿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又说道：“不过好像有点菜。”“谁菜了？你骂谁菜？你给我说清楚点。”前面的话周小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但不知怎么回事，菜字却像长了腿一般，悄无声息地钻进了他的耳朵。周小楠小小一个，气势一点不弱，他拽着陈志睿的衣服，把他从杜宏远手里抢了回来，质问着他为什么要在朋友面前说自己打游戏菜这件事。陈志睿双手合十，诚恳地向周小楠道着歉，还用求救的目光看了一眼杜宏远。杜宏远耸了耸肩，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仿佛在说：“加油小陈，用你的魅力征服这个女人。”给完眼神，杜宏远直接跑向了沈霞那边。刚刚和陈志睿的交谈让他也想到了可以从沈霞的兴趣爱好入手，慢慢和他聊起来。沈霞正在和灵芝一起玩捕鱼达人，杜宏远也加入了其中。玩着玩着，杜宏远好似无意地问道：“你们平时在学校里都喜欢干什么呀？打游戏吗？”沈霞看了一眼灵芝，心想芝芝平时确实挺爱打游戏的，看来这小子是想从游戏当作切入点追求芝芝啊，还挺聪明。灵芝专心地点击着屏幕上的大金鱼，一边说道：“小霞平时喜欢追剧哦，她还看恋综。”灵芝这后半句话的意思明显是想告诉杜宏远，沈霞也想拥有一场甜甜的恋爱。沈霞在一旁说道：“哎呀，芝芝，你说这个干嘛？”沈霞心想，人家想追的是你，你把我的兴趣爱好说出来干嘛？恋综啊，挺好的，我也爱看。从来不看综艺的杜宏远硬着头皮说自己也爱看恋综，事实上他连恋综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将灵芝说的话记在了心里，并且暗暗对自己说，今晚回宿舍恶补恋综。游乐场角落的迷你 K 歌房内，孔刘和顾晨曦悄悄掀开了遮挡的酒红色窗帘，透过玻璃往外看。看着正聊得火热的陈志睿和周小楠，孔刘对顾晨曦说道：“咱好像是来撮合老杜和沈霞的吧？”“对啊。”顾晨曦的目光在沈霞身上看着，闺蜜一心扑在捕鱼游戏上，
他有些汗颜地对孔刘说道：“小霞好像对你室友真的不敢冒爱。”“对啊。”孔刘隔着玻璃指着陈之睿的方向说道，“而且他俩咋突然玩一起去了？”顾晨曦想了想，说道：“可能小南比较喜欢打游戏吧。小陈也喜欢打游戏，难不成？我觉得有戏。”两人对视一眼，同时露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这边几人正玩得开心，另外一边找了一上午工作的王琦，一点零工都没找到，来来回回坐地铁的通勤费还花了不少。实在没活干了的王琦决定拿着孔刘的 VIP 卡去那家饭店试一试。孔刘早就提前给店经理王思婷打过招呼了，所以到店的王琦进展得出奇顺利。因为和平官邸是饭店，没有健康证的王琦是没办法干服务岗的。王思婷早就想到了这点，所以给了王琦一套保安服，让他在监控室里坐着看看监控就行了，还给他管饭，按小时算钱，1小时给他50。当王琦得知自己只需要坐在监控室看看监控，就能1个小时混50块的时候，他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工作简直不要太爽。担心王琦会多想，王思婷还特意补充道：“工资的事情可不能和其他同事乱说，我是看咱们都姓王，也算是本家的，才特意给你往上提了提。如果其他人问你，你就说你临时工1个小时18块钱，懂了吗？”王琦这个愣头青哪里会想到这活其实是孔刘给他安排好的。听到王思婷的话，他还真信了，立马点了点头，一口一个王姐的感谢着，那语气喊得比亲姐姐还亲。换好保安服后，王琦在员工餐区3两口就解决了午饭，然后去了监控室。因为1个小时50的缘故，王琦很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也格外的认真。这么好摸鱼的一个岗位，一整个下午他硬是没有碰一下手机，全程盯着屏幕。结束了麦当劳工作的杨雪儿换下衣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掏出了静音的手机，看到手机上并没有王琦发来的消息，他先是松了口气，随后心中又生出了一丝疑惑。按理来讲，自己这个嘴笨的男朋友，即使自己不主动给他发消息，他也不会一整天不理自己。他该不会睡一天了吧？看着还停留在早上的消息记录，杨雪儿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一旁的苏雅也已经穿上了她那件枣红色的棉服，走出了更衣室。走吧，雪儿。好。第86章最大的奖。杨雪儿收起手机，跟着苏雅一起走出了商场，结果迎面撞上了孔刘一行人。杨雪儿立马又拉着苏雅跑回了店内。怎么了？苏雅看着杨雪儿的举动，好奇地问道：“你也认识孔刘学长吗？”“对啊，他就是我男朋友的室友。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来麦当劳打工，他们肯定会告诉我男朋友的。等等。”杨雪儿解释到一半，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她看着苏雅反问道：“你也认识孔刘？”苏雅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唱歌很好听的学长。看着点头的苏雅，杨雪儿反问道：“原来你也认识他？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们。”苏雅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杨雪儿的话了。看着苏雅支支吾吾的模样，杨雪儿狐疑地问了一句：“他该不会就是你那个白月光吧？”“啊！”被杨雪儿误打误撞给说中了的苏雅惊叫了一声，连忙摆手否认道：“不是，我只是在校园墙刷到过他的唱歌视频，他不是我的白月光。”杨雪儿感觉苏雅结结巴巴的话里充满了漏洞，但现在也容不得她多想。杨雪儿继续说道：“我之前还想和我男朋友撮合你和孔学长在一起呢，结果你一心想着白月光，现在好了吧？人家有女朋友了，也没办法撮合你俩了。他女朋友就他身边的那位，听说这个学姐可是交大的校花呢。”杨雪儿说着指了指孔刘身旁的顾晨曦。苏雅花了一下午时间，好不容易缓过劲来，结果杨雪儿又给她讲了一遍，简直有一种撕开伤口还往上撒了点盐的感觉。她勉强的笑了笑，说道：“挺好的，俊男靓女吗？”杨雪儿并没有注意到苏雅的情绪不太对，她努力的用眼睛在这群人身上扫视，试图从这群人里找到男朋友的身影，但她并没有找到王琦的身影。如果王琦在其中的话，她和杨雪儿的感情估计得掰。杨雪儿在打工给她买棉袄，她却和其他女生一起出去玩，还被抓个正着，那可就……当然，以王琦的性格，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孔刘也不可能会明知王琦有对象，还喊他来有女生的聚会。在这群人里没发现男朋友的身影，杨雪儿稍微安心了一些，但很快她心中的疑惑就更深了。她一天没给我发消息，也没出去玩，所以说他人呢？女人是一种敏感的生物，她们永远比男人更加喜欢深究细节，换个说法就是她们很喜欢胡思乱想。杨雪儿躲在店里思考了片刻后，拿出手机点开男朋友的头像，在聊天框输入了一大堆内容。看着编辑好的消息，杨雪儿的手指悬在发送按钮上，半天也没点下去，犹豫了很久，她把那一大段话全部删除了，然后重新编辑了3个字：在干嘛？在干嘛这3个字的后面带的是又是一个小细节，这表示她有些生气，好好学。过了好几分钟，对面并没有回消息。
苏雅看着已经走进地铁站的几人，拍了拍杨雪儿的手背，说道：“他们已经走了。”杜宏远走进地铁站前，最后还看了一眼麦当劳这个方向，不知怎么的，从刚刚起，他就有一种被人偷窥的错觉。或许中午杜宏远去收银台前点餐的话，早就发现来兼职的杨雪儿了。几人走了有好一阵子，杨雪儿和苏雅才走出麦当劳。两人坐上了公交，回到了学校。杨雪儿看着依然没有动静的聊天软件，思绪越来越复杂了。正胡思乱想呢，手机突然传来一连串的消息提示音，是王琦发来的。他刚刚下班，上班的时候手机开的勿扰模式，一直到现在才拿出手机，看到女朋友发来的消息，忙不迭的回了好几条消息。对不起，雪儿，我不是故意一整天不理你的。雪儿，你别生气，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回来。王琦的消息简单且直白，没有一点拐弯抹角。看着他的认错态度这么好，杨雪儿心情也稍微好了一些。他打字问：“你白天去哪里了？为什么一天没给我发消息？”王琦立马回道：“我去找了份兼职。”杨雪儿看着他的消息，立马秒回道：“找兼职？你生活费不够了吗？”过了一会，王琦回道：“雪儿，我去结一下工资，等会回学校我当面和你讲。”好。得知王琦一天没给自己发消息，是出去兼职之后，杨雪儿瞬间就不生气了，反而有些心疼他。杨雪儿在想，平时和他 AA 死活不愿意收我的钱，结果才月中旬就没钱了，还瞒着我偷偷去打工，这个笨蛋。1小时后，王琦一手拎着一个精致的小蛋糕，一手拎着几盒从和平官邸带回来的员工餐，来到了女生宿舍楼下。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但手里的蛋糕和员工餐却是一滴雨没沾到。他献宝似的将蛋糕递给杨雪儿，说道：“雪儿，这是我回来的路上买的蛋糕，是之前你很喜欢的那家店的草莓蛋糕。你是猪吗？”杨雪儿骂了他一句，骂完，他伸手擦了擦他脸上的水渍。杨雪儿有些生气的说道：“为什么不打伞？感冒了怎么办？”嘿嘿，被女朋友关心的王琦傻傻的乐呵了2声，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话了。杨雪儿接过王琦手中的蛋糕，看了一眼，蹙眉问道：“这蛋糕我记得得80块钱一个吧？你不会兼职一天的钱全给我买蛋糕了吧？”没，我今天兼职赚了400块钱。王琦说着，举起手机向女朋友炫耀自己打工赚到的钱。杨雪儿却根本不关心这个，一把夺过了他的手机，说道：“你没钱就告诉我呀，干嘛偷偷摸摸去打工，多辛苦。”在杨雪儿看来，王琦能一天赚400块钱，那工作肯定很辛苦，毕竟自己麦当劳收银一天8、9个小时也才100多块，而且他这憨憨，除了卖力气的活，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杨雪儿打开王琦的收款码，然后拿出自己的手机扫了一笔钱过去，整整5000，是之前秦家赔偿给他的钱。因为女生没有受伤，只是受到了些许惊吓，所以秦家的律师把女生的私了费压到了5000，男生的也不多，才1万出头，除去住院的钱也没剩几千。王琦的钱早都让他约会和送礼物花完了，杨雪儿的钱倒是一分没用。她原本可以用这个钱给王琦买棉袄的，但她却选择自己去打工赚钱送男朋友礼物。这种女孩现在也是很少见了。你给我转这些钱做什么？王琦瞪大了眼睛，看着杨雪儿转来的5000块钱，心中有些慌了。他拉着杨雪儿说道：“对不起，雪儿，我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的，你别生气，你别和我分手。”你神经啊！杨雪儿用手戳了戳王琦的脑袋，说道：“这不是分手费，你乱想什么呢？啊，那你给我发这么多？”嘘！杨雪儿用手抵住了王琦的嘴唇，说道：“平时约会都是你花钱，所以我的钱也放你这里，我们一起花。”听着杨雪儿的话，王琦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他用空出的那只手抱着了杨雪儿，声音有些哽咽的说道：“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这个人运气挺差的，但是遇见你之后，我感觉我好像也不完全是个倒霉蛋。能遇见你，就是我这辈子中过最大的奖。我嘴笨，不会讲话，我也不知道这么形容对不对，反正就是谢谢你，雪儿，遇见你真好。”第87章，我姐看上你了。王琦从饭店里带回来了3份员工餐，还自己掏钱给孔刘的那份饭里加了3个鸡腿，还塞了一瓶饮料，为的就是感谢他给自己介绍了个这么棒的工作。可回宿舍后，他却发现孔刘不在宿舍里，只有杜宏远和陈之睿在宿舍。老刘和顾校花约会还没回来啊？王琦将孔刘的那份饭放在了他的桌子上，然后拎着另外2份饭，一份递给了陈之睿，一份放在了杜宏远桌子上。陈之睿摘下耳机对王琦说道：“孔哥家教时间到了，去给校花的妹妹上课了。”陈之睿话音刚落，杜宏远抓起桌上的那份饭，问道：“你出去找工作，还给我们带饭了呀？”杜宏远一边说，一边打开塑料餐盒，里面就是一份有肉有菜的快餐，菜盖在饭上，看色泽还挺不错，肯定是比一食堂的快餐好吃的。正好没吃晚饭，多少钱我转你？杜宏远说着，掰开一次性筷子，
扒拉了一口饭到嘴里，还别说，这味道比看上去的更好吃。王琦大手一挥，爽快地说道：“员工餐不要钱的。”正在打游戏的陈志瑞虽然没时间吃饭，但还是说了一声谢谢王哥。陈志瑞今天加了周小楠的好友，他现在也算是个大忙人了，平时除了带网上的妹妹上分之外，偶尔还要带周小楠打打游戏。两个女孩子围着他转，小陈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王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说道：“不客气，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杜宏远眯着眼睛打量着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说不出来精神气十足的王琦，说道：“咋，中大奖了呀？”“不。”王琦摇了摇头，说道：“比中大奖更有意义。”“哟，稀罕事。”平时的王琦除了买彩票之外，也不见他在其他方面多花钱，甚至连彩票都是偶尔买。除了中大奖，杜宏远还真想不到这小子能遇到什么好事，高兴成这样。杜宏远继续问道：“总不能是你出去找工作捡到钱了吧？”王琦再次摇头，说道：“开口闭口就是钱，俗气。”“啊！”杜宏远摸了摸鼻子，有些傻眼的说道：“你个财奴，居然嫌钱俗气了！”王琦和两人讲起来今晚的事情。我跟你们说，雪儿简直就是上天派下来拯救我的天使。听完王琦的话后，杜宏远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吃了一天孔刘的狗粮也就算了，晚上还要吃王琦的狗粮，他真的要抑郁了。杜宏远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指着王琦，说道：“不是，你凭什么呀？你为什么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啊？你 TM 真该死啊！”陈之瑞也赞同的点了点头，我就知道，《三体》写的还是太保守了，王哥的恋爱史才是真科幻啊！不，杜宏远反驳道，论科幻，还得是老刘排第一，老王这只能排第二。阿 T。正在给顾晨轩辅导功课的孔刘揉了揉鼻子，心说是谁在骂我？顾晨轩眨巴着可爱的大眼睛，歪头看着孔刘，问道：“孔刘哥感冒了吗？”“我哪有这么脆弱？”孔刘笑着摇了摇头，继续讲起了题目。“哎，我们看下一题。”孔刘正准备讲下一题呢，顾晨曦就从门外走了进来，手里还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累了吧？来喝杯茶。”“姐，你今天怎么老往我房间跑？”顾晨轩一脸狐疑地打量着姐姐，总感觉姐姐今天有些奇怪。孔刘2个小时的家教时间，顾晨曦进来了不下5次，不是送吃的就是送喝的，还都是送给孔刘吃的。顾晨轩心里生出了一个疑问，姐姐怎么突然对孔刘哥这么好了？送了杯茶，顾晨曦过了好一会才走了出去，出门前还对孔刘 wink 了一下。顾晨轩看着孔刘，皱眉问道：“孔刘哥，该不会……”孔刘看着顾晨轩的反应，还以为他猜到了呢，刚想点头承认自己和他姐姐谈恋爱了的事，结果顾晨轩下一句却说道：“我姐该不会是看上你了吧？”噗！孔刘听到顾晨轩的话没绷住，直接笑出了声。“你笑啥？”顾晨轩一脸认真的说道：“我跟你讲哦，就我姐这个脾气，没几个男人受得了的。我姐要是真喜欢上你了的话，她肯定会疯狂的只求你。你要是不同意，她肯定不会放过你。你要是同意了，日后可就没好果子吃了。”顾晨轩说着说着，突然感觉到后背一凉，一股子来自血脉深处的压制气息从他身后散发出来。猛地回头一看，只见凶神恶煞的姐姐正黑着脸看着自己。咕咚！顾晨轩咽了咽唾沫，弱弱的说道：“姐姐，你还没走啊？”顾晨曦捏紧拳头，瞪着妹妹说道：“你刚刚说什么呢？”顾晨轩连忙摇头说道：“没，我什么都没说。”不可幸免的，顾晨轩被姐姐暴打了一顿，最后还是孔刘从姐姐手里救下了他。“孔哥哥，你看看，我姐她这种暴力狂，以后哪个倒霉蛋要是娶了她，肯定要倒霉一辈子的。”顾晨曦离开之后，顾晨轩死性不改，继续和孔刘讲着姐姐的坏话。“好啦，还没被揍够是吧？”孔刘摸了摸他的小脑瓜子，说道：“还有10几分钟，我们把课上完。我告诉你个秘密。”“真的吗？”听到秘密2个字，顾晨轩也是来了兴趣，立马追问道：“什么秘密？你现在就告诉我吧。”看着顾晨轩那激动的样子，孔刘顾吊着他的胃口，说道：“先上课。你先讲秘密嘛，你不讲的话，我都没心思上课了。你不好好听讲的话，这个秘密你一辈子都别想知道，好吗？”在孔刘的循循善诱下，顾晨轩收起了性子，继续听着孔刘讲课。教训完妹妹的顾晨曦气呼呼地走下了楼。想到自己妹妹老在男朋友面前说自己坏话，顾晨曦就很生气。她在考虑要不要给妹妹换个家教，免得男朋友被妹妹的话给吓跑了。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她给打消了。第88章，当个倒霉蛋吧。如果孔刘真的不当家教的话，顾晨曦都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把他带回自己家了。而且他觉得孔刘现在还需要靠着家教的工作赚生活费，如果他把孔刘给换了，孔刘的生活岂不是会变得更拮据了？虽然他有钱，完全可以养着孔刘，
但他知道以孔刘的性格，对方肯定不会要自己的钱，所以换家教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他给打消了。既然换家教不行，那顾晨曦觉得有必要把孔刘是她男朋友的事情讲给妹妹听了，免得她哪天又说自己坏话，真把孔刘吓跑了。只是有人好像抢先把这事给说出来了。上完课的孔刘终于把秘密告诉了顾晨轩，他一脸平静地说道：“我和你姐已经在一起了。”啊！顾晨轩原本还一脸期待的等着听秘密呢，可孔刘的话却是让他大吃一惊，他的表情也从期待转变成了吃惊，最后变成了懵逼状态。真的？当然是真的。孔刘认真的点了点头，又想起刚刚顾晨轩说的那句话，自嘲了一下，惊讶吧？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倒霉蛋。嗨嗨！听到孔刘的话，顾晨轩有些尴尬的咳嗽了2声，红着脸说道：“哎呀呀，我其实没有那个意思的了。”得知孔刘是自己姐姐男朋友这件事后，顾晨轩恨不得现在就穿越回到半小时前，收回自己刚刚说过的那些坏话。虽然老在孔刘面前损自己的姐姐，但他还是很希望孔刘能成为他姐夫的，有一个游戏上了国榜的姐夫，在同学面前吹出去，还不得被羡慕死啊！而且他一直都想要个哥哥，孔刘长得帅，说话又温柔，还有耐心，愿意陪自己玩，比自己亲姐好多了。小孩子喜欢一个人的想法，往往就是这么简单又质朴，敲黑板，划重点。所以追一个女生，也可以先从她的弟弟妹妹开始下手。顾晨轩抱着孔刘的手臂晃了晃，说道：“孔哥哥，虽然我姐姐凶是凶了点，但有时候还是很好的啦，她也有柔软的一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捏住我姐的，所以你千万要和我姐好好谈恋爱，可不许分手了。”明明刚刚还诅咒自己姐姐找不到对象的顾晨轩，现在却一改态度，开始劝孔刘好好谈恋爱，看样子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姐夫了。他的话同样也被躲在门外，准备偷听他讲坏话的顾晨曦听得一清二楚。知道孔刘已经把2人谈恋爱的事情告诉妹妹的顾晨曦，此刻小脸通红，害羞的不行。听到妹妹在孔刘面前为自己讲好话，他心想：算了，这个妹妹还是有点良心的。但什么叫拿捏我呀？你姐岂能被一个男生给拿捏？要拿捏也是我拿捏她好吧？顾晨曦正想着呢，妹妹的房间门突然被打开了，躲在门口偷听的顾晨曦没站稳，身子往前倾，一下子就扑进了孔刘的怀里。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怀里的顾晨曦，孔刘的眼里冒着2个大大的。躺在孔刘怀里的顾晨曦像个呆头鹅一样，傻傻地盯着孔刘看，一时之间竟忘了站起来。咔嚓！一旁的顾晨轩原本想默默地拍下这一幕，但却忘记了关闭闪光灯。孔刘看着忘关闪光灯的顾晨轩，心想：这操作我熟啊。被闪了一下的顾晨曦立马也回过神来，他站定身子，为掩饰尴尬地说道：“我是上来喊你回学校的，不知道是傻了还是怎么回事。”说完这句话后，顾晨曦又补充了一句：“我可没有偷听你们俩讲话哦。”噗！顾晨轩看着姐姐这此地无银300两的操作，直接没憋住，笑出了声。顾晨曦也意识到了自己刚刚那句话有点多余，他尴尬地凑到妹妹耳边说道：“再笑揍你。”这个威胁很奏效，顾晨轩立马闭上了嘴。我们该回学校了，楼下等你，快点下来。顾晨曦留下这句话后，就逃跑似的匆匆跑下了楼。他走后，孔刘立马对顾晨轩说道：“刚刚拍的照片发我一份。”没问题。顾晨轩做了个 OK 的手势，拿起手机就把照片发给了孔刘。几乎是同一时间，姐姐也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命令你迅速把刚刚那张照片删掉，删之前发我一份。顾晨轩看着姐姐发来的消息，直接回了个删照片500，要照片1000。看着妹妹发来的消息，顾晨曦反手赚了2000给她，要原图。下一秒钱就被领了，妹妹也很信守承诺的发了一张照片过来。顾晨曦看着那照片，心说表情没控制好，不过拍的也还算不错。那当然，我的抓拍技术杠杠的。面对孔刘的夸奖，顾晨轩骄傲的鼻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骄傲的时候和他姐姐神似。孔刘宠溺地摸了摸顾晨轩的头，说道：“行了，我回学校了。”顾晨轩依依不舍地说道：“孔刘哥，明天见。”顾晨曦要是看到妹妹的表情，估计要气死，自己1个星期不回家都不见得他会想自己一下，和孔刘告别道还舍不得起来了。老实交代，我妹妹都和你讲什么了？孔刘刚坐上车，顾晨曦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孔刘，妹妹说了自己什么坏话？孔刘抿着嘴，嘴角挂着一丝笑容，说道：“她说你天真可爱，让我好好照顾你，保护你。”你骗我！顾晨曦明显是不相信妹妹会这么夸自己的，但是孔刘又这么讲了，所以他心里还是有几分开心。为了不表现出来，他就只能撅着嘴，强压着心里的笑意，说道：“他肯定说我坏话了。”确实，他说我什么了？孔刘摸着下巴，一副努力思考的样子，说道：“他说你很凶，说我娶了你会倒霉一辈子。”顾晨曦闻言瞬间拉下了脸，冷冰冰地问道：“他真这么说了？”
对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说的很对？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顾晨曦催促道，快说。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孔刘勾了勾手指，你凑过来点，我就告诉你。顾晨曦把身子凑了过去，再次催促道，快说。我觉得能和你在一起，当个倒霉蛋也不错。孔刘说完，抱着顾晨曦那张可爱的小脸，十分突然的亲了一口。不，第89章拿捏。被孔刘亲了一口后，回学校的路上，顾晨曦直接老实了，也不再问孔刘乱七八糟的问题，乖乖的开着车。孔刘看着他小脸通红的样子，心想这招还挺管用，小样，直接拿捏。顾晨曦想着妹妹晚上和孔刘说的那句拿捏我姐，心说我这算是被孔刘拿捏了？那可不行。半小时后，车子驶入了学校，顾晨曦把车子停在了男生宿舍楼下。顾晨曦看着准备下车的孔刘，说道，晚上记得上线陪我打游戏。孔刘用手比了个 OK， 然后走下了车。笨蛋。坐在驾驶位的顾晨曦看着准备进宿舍的孔刘，说道，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忘了什么？孔刘刚踏进宿舍门，又折返了回来，看着坐在车里的顾晨曦，有些不解的反问道，我好像没落下什么东西在车上吧？顾晨曦昂着脑袋，指了指脸颊，语气中带着些许责怪的意思，你都不亲我一口再走。哈哈哈，好好好。孔刘抿嘴一笑，闭着眼睛弯腰吻向了顾晨曦。下一秒，孔刘感觉自己的嘴好像亲到了什么冰冰凉凉的东西上，睁眼一看，顾晨曦居然把车窗摇上去了，自己刚刚亲的是车窗玻璃，他还在和自己扮着鬼脸。隔着车窗，顾晨曦对孔刘说道，让你天天套路我，略略略。顾晨曦说完，开着车扬长而去。孔刘摸了摸嘴唇，看着车子的尾灯，摇着头笑了笑，转身回到了宿舍。把孔刘套路了的顾晨曦心情也很不错，看着主驾驶车窗外孔刘的那个唇印，顾晨曦心说，本小姐只要略施小计，你就得被我狠狠拿捏，嘿嘿。你傻笑什么呢？沈霞看着面含笑意走进宿舍的顾晨曦，说道，感觉你自打谈恋爱起，整个人都变傻了很多。顾晨曦双手叉腰，反驳道，你胡说，我可聪明着嘞。沈霞心想，哪有笨蛋会承认自己是笨蛋的？她也懒得和顾晨曦争辩，继续看着平板。她正在看一档恋爱综艺，看得那叫一个沉醉，嘴角的笑容都压不住了。顾晨曦伸手在沈霞的腰上轻轻捏了一把，说道，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自己都笑成傻子了。男生宿舍内，杜宏远在聊天框内打下了一堆字，然后又全部删除，几次反复，硬是一条消息都没发出去。孔刘走进宿舍，瞥了眼杜宏远，说道，这不窗子哥吗？今晚有看月亮吗？哦，差点忘了，今晚乌云太厚，看不到月亮。滚蛋，没心情和你胡扯。杜宏远盯着聊天框，看了又看，硬是没把编辑好的消息发出去。孔刘看了一眼，他和沈霞加好友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聊过。最新的消息是，我通过了你的好友验证请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看着这聊天界面，孔刘忍不住笑出了声，合着你俩加了一下午，就一句话没说过呗？你以为我不想和他聊天啊？杜宏远愁眉苦脸的说道，我都不知道该和他聊什么。这还不简单？孔刘指着他的屏幕说道，你先发个在吗？杜宏远摇了摇头，说道，在马骑手，必是小丑。那就发，你好。你好骑手，必是舔狗。你特么从哪学来的这么多歪理邪说？孔刘在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网络聊天都变成了一件谨慎的事情，对方发来的消息往往只是稀松平常的聊天内容，却总有人用阅读理解的方式去分析这句话。只是聊个天而已，没必要那么紧张。孔刘说着，一把夺过了杜宏远的手机，飞速的打了几个字，晚上好，在干嘛呢？或许是真的无法自己迈出这一步吧，杜宏远也不争不抢，就看着孔刘替自己聊天。消息发出去后，没过多久，沈霞就回信息了。看综艺。杜宏远看着沈霞发来的消息，自言自语道，他好高冷啊。高冷个屁，人家就是正常回你消息而已，是你自己想太多了。孔刘说着，继续打字问道，看什么综艺？没过多久，沈霞回复道，恋爱综艺，单身 X 地狱。孔刘指着他回的消息，说道，你看，你今晚恶补一下这个综艺，明天不就和他有话题了吗？厉害啊，老刘。杜宏远竖起了大拇指。有了孔刘替自己开口，杜宏远也不再畏畏缩缩了，他开始询问沈霞其他的一些问题。孔刘提醒了他一声，人家在看综艺，你就尽量少找他聊天，不然容易被嫌弃。好的，大哥。孔刘挠了挠头，心说，坏了，我成军师了。正在看综艺的沈霞看着杜宏远发来的消息，心里有些纳闷，奇怪，他不是要追芝芝吗？怎么老问我喜欢什么？沈霞没有多想，继续看着综艺，看到无聊的地方就偶尔给他回个信息，
被孔刘提醒的杜宏远也开始注意自己回消息的速度，免得打扰到对方。看着一脸傻笑的杜宏远，孔刘摇了摇头，感叹道：降低智商，这难道就是爱情的魔咒吗？王琦从床上坐了起来，对孔刘说道：老刘，给你带了一份饭，这么久可能有点凉了，里面有鸡腿，你把鸡腿吃了吧。好嘞，谢了。孔刘对王琦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向了陈志睿的座位。因为晚点要陪顾晨曦打游戏，所以孔刘走到陈志睿的面前，说道：小陈，晚上一起开黑呀。孔哥。陈志睿露出了一个难为情的表情，说道：我晚上说好了要带别人上分呢，恐怕没办法和你一起了。谁？周小楠。想到陈志睿白天和周小楠聊得那么火热，孔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周小楠，但陈志睿却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是我之前在网上认识的另外一个女生。好小子，你还挺忙。孔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那行吧。吃了份盒饭，孔刘去卫生间简单的洗漱了一下，爬上了床，刷着短视频，等着顾晨曦给他发消息。游戏结束后都快凌晨1点半了，但明天没早八，所以孔刘也不是很慌。而且宿舍另外3人也还没睡，就更不担心了。两人打着语音电话，孔刘讲故事哄顾晨曦睡觉，结果自己也没撑住，睡着了，忘记挂电话，两人的手机就这样打了一夜语音电话。第90章，韭菜味的亲亲。连着下了2天的雨，中海市的天气变得更加寒冷。哪怕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宿舍的门窗全部关严实，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是会被突然的冷醒。这不，一大早孔刘就被一阵寒风给吹醒了。虽然宿舍里有空调，但是学校有规定，时间不到不给开，这就非常蛋疼了。孔刘想起了高中的时候，教室里的空调也是如此，不管天气多热或者多冷，只要没到学校规定的日期，都是不允许开的，哪怕你愿意多交空调费，没不允许。或许是昨天夜里窗户没关紧，半夜窗户居然被风吹开了，宿舍里现在非常冷。孔刘在床上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下床把窗户给关上了。被冷气侵袭过后，再次躺回床上的孔刘却是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看了一眼手机，现在才6点半，这个点宿舍的大门已经开了。在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的孔刘，肚子还不争气的叫了起来，于是他决定起床去食堂买个早餐吃。迅速穿好衣服后，孔刘洗漱一番出了门。冬天的6点半，天空还是黑压压的一片，又逢下雨天，更是见不到一点太阳光。孔刘缩了缩脖子，走向了一食堂。这一大早上，学校里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人，食堂更是好多窗口都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卖早餐的窗口亮着灯，偶尔有1-2个人来买早餐。孔刘买了一份早餐，边吃着边往回走。路过大操场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看到一个人，顾晨曦。孔刘记得顾晨曦和自己讲过他有夜跑的习惯，但真不知道他平时还会晨跑。孔刘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于是迈着步子朝着大操场里走去。走近一看，孔刘发现还真是顾晨曦在跑步。操场上零零散散有人在跑步，但不多。顾晨曦穿着一身黑色的晨跑服，头戴一顶鸭舌帽，独自跑在最前头。孔刘朝他招了招手，但顾晨曦好像没有看到，可能是因为运动中的他注意力集中在了跑道上的原因。见顾晨曦没看到自己，孔刘坐到了台子下，一边悠闲地吃着早餐，一边欣赏着女朋友飒爽的跑步姿态。孔刘来的时候，他已经跑了2圈，400米的跑道，顾晨曦大概匀速跑了8圈的样子，然后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加上最后2圈慢跑，他总共跑了有10圈。等他跑完了之后，孔刘的早餐也吃完了。孔刘站起身，将垃圾丢进了垃圾桶里，朝着正在做拉伸的顾晨曦走去。孔刘压着嗓子开玩笑道：美女，能约你吃早餐吗？顾晨曦甚至都没抬眼看他，只是冷冷地吐出一个字：滚。真的吗？顾晨曦有些不悦地抬起头，刚想开口骂人呢，可看到眼前站着的人是孔刘之后，他那张冷若冰霜的脸立马就变得温和了起来。顾晨曦又惊又喜地说道：你怎么来了？顾晨曦说着还用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刚恋爱的女生总是更愿意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展示给男朋友看，所以顾晨曦并没有告诉孔刘自己晨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不想他看到自己气喘吁吁的狼狈模样。孔刘回答道：去一食堂买早餐，回来的路上正好看到你在跑步。好吧。顾晨曦脸上的期待少了几分，他说：我还以为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呢。换做其他人听到这句话，估计要回答：我都不知道你还有晨跑的习惯，怎么会特意来找你呢？如果这么说的话，女朋友肯定会生气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再继续纠结是不是特意来找他的问题。孔刘思考片刻后说道：我刚刚有认真在等你哦。果然，听到孔刘的话后，顾晨曦那张冷峻的俏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羞红色。等我做什么？虽然已经害羞了，但顾晨曦却还是嘴硬的说道：看我跑步时的样子吗？丑死了。不丑不丑，我们家西西最好看了。晨跑服非常合身，完美的勾勒出了顾晨曦的身体曲线。
孔刘轻轻地搂住了他的腰，那纤细的腰肢让他感觉自己只要稍微用力就能把他掐断。顾晨曦昂着头看着孔刘说道：“我晨跑还不都怪你啊？”天气有点冷，他挺翘的鼻尖微微泛红，两颊也泛着两坨红晕。因为是刚起床的缘故，他没有化妆，但孔刘却觉得没有化妆的顾晨曦反而有一种更为真实的美感。孔刘用手摸了摸他红红的鼻尖，说道：“怎么就怪我了？”顾晨曦看着孔刘说道：“我现在每天晚上都要给你当私人司机，送你去我家教我妹妹，害得我晚上都没时间跑步了。你说我是不是该怪你？”孔刘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怪我。”顾晨曦又问道：“那你应该怎么补偿我？”孔刘开玩笑说道：“给你这个司机1个月开2000块钱工资怎么样？”滚蛋！顾晨曦白了他一眼，说道：“2000块钱你就想使唤本小姐给你当司机？你想的太美了。那再加1000？不够。那怎么样才行？再加一个亲亲。行。”孔刘捧着顾晨曦的脸，在他嘴上亲了一口。清晨，偌大的操场上根本没几个，两人的举动格外的显眼，为数不多的几个正在跑步的人全都看到这一幕。塑胶跑道上的众人真该死啊！夜跑被小情侣挡住跑道也就算了，晨跑还要吃狗粮。当然，现实也没有那么浪漫。顾晨曦推开孔刘，说道：“呸呸呸，你嘴里怎么一股子韭菜盒子味？”孔刘腹黑一笑，说道：“刚吃完，嘿嘿。”顾晨曦捏着拳头在孔刘的肩膀上捶了一下：“你是故意的。”孔刘拉着顾晨曦的手，说道：“哈哈，不逗你了，走，带你去吃早餐。你刚刚不是吃过了吗？有你这个大美女陪着，突然就食欲大开了，应该还能再吃一份。油嘴滑舌，哪有？我说的实话。”两个人手拉手朝着30堂走去，担心刚晨跑完的顾晨曦会着凉，孔刘还特意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了他的身上。顾晨曦内心细节满分，孔刘想的却是，要不抽空去考个驾照吧，也不能一直让他开车带着我。第91章，不用谢我。和顾晨曦一起在30堂吃了一份小馄饨，孔刘把他送回了女生宿舍，自己也回了宿舍。寝室里3人都还在呼呼大睡，孔刘看了眼时间，才8点不到。孔刘也爬上床睡了个回笼觉。今天上午就2节概论课，还是最后2节，10点才上课，不睡回笼觉简直就是对不起这2个小时。可就是这一睡，他直接迟到了。宿舍4个人里，就他定了今早9点半的闹钟，结果吃早餐的时候他顺手给关掉了，然后宿舍4个人全睡着了。如果不是顾晨曦给他打电话，他估计还没醒呢。看了一眼时间，距离上课已经过去了5分钟，再环顾一下宿舍内，另外3人还像死猪一样呼呼大睡，陈志瑞更是呼噜声震天响。孔刘立马爬下床，挨个拍他们的床铺，说道：“起床，别睡了，咱迟到了。”一听到迟到2个字，正在熟睡的3人瞬间清醒，眼睛都还没睁开呢，就已经手忙脚乱的开始穿衣服了。杜宏远最先穿好衣服，跑到洗手池前用清水漱了漱口，戴上帽子就准备走。陈志瑞胡乱套着衣服，边问道：“今天早上啥课呀？”王琦看了一眼手机，说道：“好像是概论。”概论？杜宏远一听，刚踏出门的那只脚又收了回来，然后脱了帽子和鞋，又爬上了床，安逸的躺下了。概论老师不点名，这节课旷了。看到杜宏远的反应，3人连连啧嘴，然后陈志瑞和王琦也重新躺回了床上，看样子这俩也是准备把课旷了。只有孔刘默默的拿起书，朝着门外走去。杜宏远看着准备去上课的孔刘，说道：“咱仨都旷了，就你小子不合群是吧？”“我也不想去啊。”孔刘耸了耸肩，有些无奈的说道：“但是女朋友给我占了座位，我不去的话，她该生气了。”3人被孔刘这一句话直接给干沉默了。王琦学着杜宏远平时说话的方式说道：“我宣布，你现在已经被逐出215了，以后你自己一个人一个宿舍。”王琦话音刚落，就看到杜宏远再次从床上爬了起来。他不仅爬了起来，还去洗手池前重新洗漱了一遍，还顺带用发泥抓了抓头发。王琦看着他的奇怪举动，不解地问道：“你干嘛？”杜宏远从桌子上找到概论的书，抬头对躺在床上的王琦说道：“上课去，我爱学习。”孔刘看着杜宏远的举动，心想：你那是奔着学习去的吗？我都不好意思戳穿你。杜宏远看向孔刘，一脸乞求的说道：“让你女朋友也帮我占个位置呗。”孔刘看着他那表情，抿了抿嘴，说道：“沈霞钱，没问题。”还没等孔刘把话说完，杜宏远就直接答应了一声：“没问题。”孔刘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看着杜宏远说道：“你确定？前排就前排吧，坐前面也挺好的。”就这样，杜宏远跟着孔刘一起去上课了，留下王琦和陈志瑞在宿舍里继续躺着。陈志瑞看着天花板说道：“王哥，我感觉我们好像被抛弃了。”王琦闭上眼睛说道：“去了教室，你也是换个地方睡觉，
别想了，睡吧，反正都旷了。好像也对。宿舍内的两人很快又进入了梦乡。当你在大学旷了一节课，你就会发现旷课真的很爽。教室内，坐在第一排的杜宏远正在用手机消息轰炸着孔刘。你说的前排是教室第一排，你故意坑我呢吧？你该死啊！一堆昆图。孔刘看着杜宏远发来的消息，抬头看了一眼独自坐在最前排的杜宏远，回消息道：你也没给我机会把话说完啊。杜宏远，那你原本想说什么？孔刘，我本来想告诉你，沈霞前排还有空位。杜宏远，你小子是故意坑我的对吧？孔刘，这都让你知道了，坏笑。看着孔刘的消息，杜宏远有些无语，转头看了一眼坐在靠后排的孔刘，竖起了一个中指，孔刘直接给无视了。这下子杜宏远更气了。坐在孔刘身边的顾晨曦将一个手提袋递给了孔刘，说道：你的衣服给你，这是早上孔刘怕顾晨曦冷给他披上的，他给穿回宿舍了。谢谢。孔刘想伸手去接，可顾晨曦却不松手。看着顾晨曦的反应，孔刘不解地问道：怎么了？顾晨曦说道：我特意给你叠好了，装进袋子里送过来，你就只有谢谢2个字。哈。孔刘听完顾晨曦的话，立马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说道：谢谢宝宝，你真好。这还差不多。顾晨曦满意的点了点头，松开了手。坐在这两人身边的沈霞看着这一幕，恨不得现在就起身坐到第一排去。沈霞问道：我也是你俩爱情 play 中的一环吗？看着沈霞的表情，顾晨曦笑着说道：不是，但也可以是。孔刘想了想，补充道：如果你介意的话，可以去第一排坐，那还空着几个位置呢。听着这两夫妻一唱一和，沈霞觉得自己起身坐第一排之前，她还得先给这两人一人来一刀子，都杀了。为了不吃狗粮，第2节课上课前，沈霞拉着灵芝坐到了第一排。原本还趴在桌子上补觉的杜宏远看着突然坐到自己身边的沈霞，直接就睡不着了，嗖一下的坐直了身子。灵芝看着杜宏远的反应，又看了一眼沈霞，抿嘴笑着说道：这么紧张干嘛？一旁的沈霞在心里嘀咕道：人家紧张还不都因为你啊，真笨，现在都还没发现这小子喜欢你。杜宏远结结巴巴的问道：你们怎么坐过来了？灵芝对杜宏远说道：小霞被欺负了，所以才拉着我坐前面来的。谁敢欺负你？杜宏远闻言立马来劲了，说道：我帮你教训那个人。噗！看着杜宏远那架势，沈霞抿嘴笑了一下，指着后排的孔刘说道：你的好兄弟孔刘还有他女朋友，你快去揍死他们。杜宏远闻言看向了孔刘，只见孔刘拍了拍胸口，向他投来不用谢我的表情。杜宏远见状，在心中暗道一声义父。第92章圣诞愿望。看着杜宏远那面露难色的模样，灵芝抿嘴笑着说道：小霞，你快别逗他了，哪有，明明是他自己答应的。沈霞转头看着杜宏远问道：你说是不是你答应要帮我揍他们的？对。杜宏远立马点头说道：等回宿舍我帮你狠狠揍孔刘。不错。沈霞点了点头，很显然她非常满意杜宏远的回答。沈霞心想，这小子为了追芝芝居然这么卖力的讨好我，突然有些羡慕芝芝了。灵芝看着杜宏远的反应，心想：啧，这小子对小霞的话可真是言听计从啊。两人各想各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只有杜宏远全程盯着沈霞在看。这小子用了2天时间恶补了沈霞爱看的综艺，他甚至还在看综艺的时候做了学习笔记，就为了和沈霞见面能有话题。结果当沈霞真的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却又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灵芝看着杜宏远这欲言又止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他决定帮这个小男生。掠过坐在两人中间的沈霞，灵芝对杜宏远说道：你最近看了那个恋爱综艺没？看了。见灵芝为自己开了个头，一直不敢说话的杜宏远立马接话道：1、2季全看完了。杜宏远在心中记下了灵芝这份人情。真的？聊起综艺，沈霞也来了兴趣，她问道：那你喜欢里面的哪一对？我觉得。杜宏远很快就和沈霞聊到了一起，一旁的灵芝看着聊到火热的两人，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当然，露出笑容的可不止灵芝，还有坐在后排的孔刘和顾晨曦。孔刘问道：你说他俩真能成吗？难说。顾晨曦摸了摸下巴说道：反正以我对小霞的了解，杜宏远肯定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倒也不用这么肯定了。孔刘转头看向顾晨曦说道：爱情这个东西谁又说得准呢？也对，嘿嘿。顾晨曦和孔刘目光对上的那一刻，他抿着嘴笑了起来。如果不是真的让孔刘谈到了，他又怎么能想到高冷校花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呢？上课铃响起，
刚在走廊上玩烟的概论老师开门走了进来，门打开的那一刻，一阵冷风吹进了教室，寒意瞬间席卷了教室内的所有人。顾晨曦缩了缩脖子，身子情不自禁地朝着孔刘靠了靠，几乎是同一时间，孔刘也向顾晨曦靠近了一点。顾晨曦的左腿贴上了孔刘的右腿，两人肩膀挨着肩膀，感觉像两块蒸熟的年糕，都快粘到一起去了。孔刘小声问道：“冷不冷？”顾晨曦也小声地回应他：“有一点点冷，就一点。”孔刘握住了顾晨曦冰冰凉凉的小手，塞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又问道：“现在呢？暖和了？”不只是手暖和了，顾晨曦感觉自己的脸都有些发烫。在教室里和一个男生如此亲密的举止，换做以前，顾晨曦想都不敢想，甚至还会和沈霞一起痛批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受益人。孔刘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说道：“这些天降温有些快，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你也是。”顾晨曦若有所思地说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雪。”孔刘回道：“看天气预报，后天有雪。”后天，顾晨曦闻言沉思了几秒，说道：“好像是圣诞节吧。”孔刘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日历，点了点头说道：“还真是。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顾晨曦解释道：“圣诞节第二天晚上，商院学生会要举办商院的元旦晚会，我身为文娱部部长要上台唱歌。”孔刘反问道：“商院今年的元旦晚会为什么举办的这么早？”“因为交大今年要举办全校性的元旦晚会啊，所以各个学院内部的元旦晚会都提前了。”顾晨曦昂着脑袋反问道：“难道你不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孔刘抿嘴一笑：“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关心这些，平时有空都泡图书馆里了。”“你呀。”顾晨曦从孔刘衣服口袋里抽出一只手，轻轻地戳了戳他的额头，说道：“一天天就知道看书，快成书呆子了。”顾晨曦嘴上虽然嫌弃着孔刘，可内心却是很满意的。谁会不喜欢一个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唯一的爱好就是去图书馆看书的听话男朋友呢？别闹，等会让老师看到了。孔刘笑着握住了顾晨曦的手，重新给他塞进了衣服口袋里。两人又聊回了刚刚的那个话题。顾晨曦问孔刘：“你说圣诞节那天真的会下雪吗？”“会的。”孔刘回答得非常坚定。看着他那坚定的模样，顾晨曦都快怀疑他是不是能操控天气了，要不就是他故意哄自己玩呢。顾晨曦觉得第二种可能更现实一点，他在想，孔刘肯定是把我当小孩子，故意哄着我玩呢。哼，不过当个小孩子也挺好的。孔刘继续说道：“圣诞那天不仅会下雪，圣诞老人还会实现你的愿望。”顾晨曦眯着眼睛问道：“你该不会是想说让我把圣诞愿望藏在袜子里，圣诞老人就会来实现愿望，这种老套的哄小孩故事吧？”“当然不是。”孔刘笑着摇了摇头：“你把圣诞愿望告诉我，我替你转告给圣诞老人。”顾晨曦闻言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说道：“想送我礼物就直说嘛，说的这么浪漫，怪不好意思的。”孔刘立马接话道：“那你圣诞想要什么礼物呢？”“什么都不要。”顾晨曦摇了摇头，他揣在孔刘衣服口袋里的小手轻轻掐了一下孔刘的手掌，说道：“我今年收到的最大的礼物已经在我的面前了。”“哇！”孔刘学着顾晨曦的样子低下头说道：“说的这么肉麻，怪不好意思的。”顾晨曦羞红了脸，又掐了一下孔刘的手掌，说道：“不许学我说话。”孔刘狡辩道：“明明是你学我说话。”“你胡说。”第93章3句不离男朋友。上午的课虽然不多，但下午的课却是满满当当的，而且都是专业课，还有2节是马教授的。睡了一上午的王琦和陈志瑞，下午老老实实的来上课了。下午的课，孔刘被室友拉着坐到了中间的4人座位，顾晨曦、沈霞、林芝3人坐在了和他们一条过道之隔的靠窗的3人座位。2个终于没了腻歪的机会吗？才怪！宝宝，下节课我们换位置吧，我想和你坐一起。小猫哭哭。孔刘看着顾晨曦发来的消息，抬头看了他一眼。顾晨曦也正好在看孔刘，他学着表情包里的小猫哭，手掌捏成小拳头，在眼角晃了晃，样子有些可爱。孔刘被他给逗笑了，环顾了一下四周，教室里已经坐得满满当当，根本没有空余的座位了，就连台阶上都坐了人。马教授作为商学院的名誉讲师，他讲课从来不用 PPT， 却能将各种商业案例讲得引人入胜，因此只要有他的课，几乎场场座无虚席，其中有不少其他班级和学院的学生前来旁听。所以孔刘他们那天早八起晚了一点点，就没座位了。孔刘给顾晨曦回消息道：“马教授的课根本就没空位啊。”顾晨曦迅速回道：“那我们去后面台阶上坐着吧。”期待小猫。孔刘，别闹，下午就剩这2节课了，老老实实上完。好吧。失落小猫。孔刘刚放下手机，就听到马教授喊道：“孔刘同学，你来回答一下我刚刚的问题。”
因为之前迟到被点名上台写思维导图的缘故，马教授已经记住了孔刘的名字，看到他上自己的课赶玩手机，便喊他起来回答问题。看到孔刘被喊起来回答问题，另外3个室友立马幸灾乐祸了起来。杜宏远冲他眨了眨眼，说道：“嘿，你小子又被点了吧？”王琦也跟着说道：“马教授的课也敢玩手机，你小子蛋挺肥啊。”陈志瑞摇了摇头，说道：“孔哥，你被马教授给记恨上了，你好惨啊。”孔刘无所谓的笑了笑，然后看向马教授，说道：“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帮助企业做科学的决策。当一个企业无论是进入什么样的行业，生产什么产品，而决策的时候是与经济环境有关的，所以我们应该先了解我们。”孔刘很轻松地回答了马教授的问题，而马教授也抿着嘴，点了点头赞许道：“不错，坐下吧，上课不许开小差。”“好的，老师。”孔刘点了点头，坐回了位置上。上课被点名对于孔刘而言，虽然没什么太大的压迫感，但这种点名的记忆基本上都停留在高中了。上大学之后，基本上没再被点名回答问题过。马教授偶尔这么来一下子，让孔刘有一种梦回高中的感觉。看到孔刘完美的解答了问题，3个室友立马收起了幸灾乐祸的笑容，纷纷朝他竖起了中指。可恶，这个13又让他装到了。顾晨曦发来消息：“宝宝真棒。”木啊！孔刘回道：“你再不好好听讲，下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你。”顾晨曦自信地回道：“这种简单的题目难不倒本小姐。”双手叉腰。话虽这么说，但他也减少了和孔刘发消息的频率，以免真的被马教授给盯上了。一天课下，顾晨曦拉上孔刘去3食堂一起吃晚饭，顾晨曦还抢着给他付了饭钱。孔刘内心谁懂，谈了富婆小女朋友之后，胃越来越脆弱了，吃不了一点硬饭。吃饭的时候，孔刘问顾晨曦：“你是不是觉得我没钱，所以才每次都抢着给我付钱？”顾晨曦被孔刘这突然抛来的问题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在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回答都会伤到男朋友的自尊心吧。沉默片刻后，顾晨曦结结巴巴地说道：“啊，哪有，才不是，我其实也没你想的那么穷，我家啊。”孔刘想告诉顾晨曦他家蛮有钱的，但一时之间不知道先从何说起，总不能直接跟他说我不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这话听着太像扯淡了，顾晨曦估计不会相信，况且之前自己装的那么好，顾晨曦都对自己家境贫寒这件事深信不疑了，想一句话坦白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当孔刘在思考该怎么和顾晨曦坦白的时候，顾晨曦却握住了孔刘的手，说道：“你家条件不好又不是你的问题，和我在一起不要有负担了，我父母也不是那种古板的人，他们不会在意你的家庭出身的。”啊！孔刘听着顾晨曦的话，表情一愣一愣的，很显然他误会了。孔刘赶忙说道：“不是的，其实我是想说……”好啦，顾晨曦没给孔刘解释的机会，继续说道：“有什么事情晚点再说吧，我要去学生会彩排演出的节目了，就不陪你了。”顾晨曦说完，摸了摸孔刘的脸，然后抓着衣服离开了食堂，留下孔刘一人独自在座位上发呆。顾晨曦原本是打算拉着孔刘一起去学生会陪他彩排的，但是一想到今晚苏雅也在，顾晨曦想了想，还是算了。女孩子的内心总是比男生更细腻且敏感。顾晨曦来到了商院的小礼堂，舞台上是正在表演小品节目的学生，台下是以白学周和团委老师为首的评委。顾晨曦的位置也在评委席，是沈霞的旁边。看到顾晨曦来了之后，沈霞招了招手。顾晨曦坐下后，沈霞小声地问道：“你咋来这么晚？”顾晨曦凑到沈霞耳边说道：“陪男朋友吃饭去了。”“你死！”沈霞听着顾晨曦的话，内心受到1万点暴击。她教训道：“亏你还是文娱部的部长，你们部门负责的项目一点也不上心，陪男朋友吃饭倒是很上心。”“哎呀哎呀！”顾晨曦牵着沈霞的手说道：“别骂了，我男朋友都丢在食堂，就急匆匆地赶过来了，你还说我……”“哼！”沈霞傲娇地哼了一声，没再继续教训顾晨曦。顾晨曦问道：“还有几个节目到我？”沈霞回答道：“你压轴还早着呢。”“好吧，那我先给孔刘发个消息，让他晚上自己坐地铁去给我妹上课。”顾晨曦说着掏出了手机。沈霞忍不住吐槽道：“你3句不离孔刘会死啊！”第94章冬至吃饺子。孔哥哥，明天就冬至喽。嗯哼。孔刘看着坐在自己身旁的顾晨轩，问道：“冬至怎么了？你和我姐不是在谈恋爱吗？”顾晨轩眨巴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孔刘，古灵精怪的说道：“难道你冬至不带他去外面吃饭吗？”啊哈！被顾晨轩这么一说，孔刘瞬间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点了点头说道：“对，爱冬至要吃饺子是吧？”顾晨轩说道：“其实我比较喜欢吃汤圆，我姐更爱吃饺子。关于冬至这天吃什么，南北方好像一直都有争议。王琦就和孔刘说过，北方冬至都有吃饺子，
冬天不会冻掉耳朵的说法。但陈之瑞这个阳城人却表示，冬至他们不吃饺子，大多数时候是吃汤圆，也没有冻掉耳朵这种说法。毕竟像阳城那地方，冬天的气温再低也低不到哪去，冬天也不可能冻掉耳朵。历史上有记录的下雪次数也才9次，真就是2只手都数得过来的程度。这9次下雪的时间，孔刘之前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还看到过。一次是宋淳佑6年，贵由继位，蒙古铁骑南下，把南宋给灭了。第二次是明永乐13年，明成祖北伐途中病逝。第三次是明隆庆3年，倭寇入侵江南。后面6次，4次是清朝，还有1次是民国，最近的1次都要追溯到10几年了。由于每次阳城下雪都会发生大事，以至于有传闻说阳城下雪是不祥之兆。当然，这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可靠点来讲，是因为明清小冰河时期才导致阳城这种南方城市下雪的。嗨，扯远了。孔刘问道：“你姐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饺子？”让我想想。顾晨轩咬着嘴唇思考了一会，说道：“应该是白菜猪肉的。孔哥哥，你会包饺子吗？”孔刘自信的点头说道：“包饺子，简简单单了。”哇，真的吗？顾晨轩惊讶地看着孔刘，他开始和孔刘接起了姐姐的短。我姐她就不会做饭，连煮面条都不会，唯一拿手的就是泡方便面了。提起顾晨曦的厨艺，孔刘就想起了当初在医院顾晨曦给他炖的鸡汤，简直比孟婆汤还可怕。不对，孟婆都得来找他进货。顾晨轩继续问道：“那孔刘哥哥准备亲手给我姐姐做饺子吗？”孔刘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课表，说道：“明天上午有课，没时间，下午有空。”顾晨轩笑嘻嘻地说道：“你要是在冬至的时候亲手给我姐姐做饺子吃，她肯定得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还得谢谢你提醒我呢。”孔刘摸了摸顾晨轩的脑袋，说道：“下次哥哥做汤圆给你吃。”顾晨轩更惊讶了：“孔哥哥还会做汤圆啊？不要怀疑你孔哥哥的厨艺。”孔刘拍了拍胸脯，十分自信地说道：“我可是练过的。”顾晨轩有些羡慕地说道：“真好，孔哥哥比我那个笨蛋姐姐厉害多了。”阿嚏！刚彩排完的顾晨曦一走下台就打了个喷嚏。顾晨曦喃喃自语道：“谁在背后说我坏话了？”后场负责舞台道具工作的苏雅立马抱着顾晨曦的棉袄走了过来：“学姐，别着凉了。”“谢谢。”顾晨曦点了点头，拿起棉袄披在了身上。两人自从那次在麦当劳把话说清楚后，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缓和，至少孔刘不在，两人还是能好好相处的。顾晨曦看着苏雅那有些单薄的旧棉服，问道：“你穿这么点，不冷吗？”苏雅立马摇头说道：“不冷。”顾晨曦沉默片刻后，又开口问道：“你为什么不报节目？”苏雅摆手说道：“我也不会唱歌跳舞，就不上台丢人了。不会就学。”顾晨曦语气淡漠地说道：“学院里组织活动，多露脸才能和老师混脸熟。你想评奖评优，就不要心甘情愿的当一个幕后工作者。”苏雅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好的，学姐。”在外人面前，顾晨曦还是那个高冷的顾晨曦，他一点也没变。看着回到了评委席的顾晨曦，苏雅轻轻的舒了一口气。沈霞凑到他耳边，小声问道：“刚刚你和苏雅说什么了？”“没什么。”顾晨曦想了想，问道：“苏雅的家庭条件很差吗？”“我之前收材料的时候留意了一下。”沈霞顿了顿，皱眉说道：“挺差的。”“好吧。”顾晨曦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彩排结束后，他跟着沈霞一起去食堂吃宵夜。路上，顾晨曦拿着手机看了一下购物软件。沈霞看着顾晨曦的搜索界面，问道：“你怎么开始在网上买棉袄了？”顾晨曦一边翻看着，一边说道：“不是我穿，那是给谁穿？”沈霞皱着眉头，一脸古怪地问道：“总不能你买女装给男朋友穿吧？”“我才没有这种恶趣味。”顾晨曦翻了个白眼，说道：“我打算送苏雅一件棉服。”啊！听到顾晨曦的话，沈霞突然尖叫了一声，她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顾晨曦，说道：“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她了？”“别管。”顾晨曦直接捂住了沈霞的嘴，说道：“到时候你就以学生会的名义帮我送给她就行了。”沈霞摇了摇头，说道：“变了，彻底变了，你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顾晨曦了。”顾晨曦看着沈霞这反应，翻了个白眼，懒得和她废话，打开孔刘的聊天界面问道：“宝宝，你家教结束没？”“刚结束，现在准备回学校了。”孔刘看着顾晨曦发来的消息，立马回了过去。啧。一旁的顾晨轩看着姐姐发来的消息，啧嘴说道：“没想到啊，我姐还有这副面孔。大人聊天，小孩子不要乱看。”孔刘有些不好意思的把手机熄了屏。顾晨轩立马反驳道：“我才不是小孩子。”孔刘没和他争辩这个问题，收拾好书包，站起身说道：“行了，我要回学校了，今天晚上的事情可不许和你姐姐讲哦。”顾晨轩乖乖的点了点头：“好的。”
孔哥哥拜拜。哦，对了，孔刘刚走出门又折返了回来。如果你姐姐明天要给我包饺子的话，千万要拦住她，不然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孔哥哥了。好，虽然不太理解孔刘这话的意思，但顾晨轩还是点了点头。学校这边看到孔刘的回信后，顾晨曦抿嘴笑了笑。他在想，明天冬至要不要给他个惊喜呢？包饺子吧。第95章，饺子大作战。冬至当天，学校食堂的饺子窗口排满了人，王琦也拉着孔刘他们一起来排队吃饺子。记得去年冬至的时候，就是王琦请他们一宿舍吃的饺子。身为一个北方人，来到中海这样一个南方城市上大学，对家乡的思念相当一部分寄托在了食物上。就像陈志瑞时常念叨着家乡的爆炒牛河、手打牛丸一样，这种背井离乡的感觉，孔刘和杜宏远是感受不到的。许是在河滨官邸赚了不少工资，王琦今天又阔绰的买了100块钱饺子，请一宿舍的人吃。4个人聚在一食堂角落里的4人桌，开开心心的吃着饺子，聊着天。自从王琦和孔刘有对象后，宿舍4人一起聚餐的次数都变少了。上一次聚餐还是孔刘第一天去顾晨曦家里当家教那个晚上，一晃眼都过去快2个月了，时间还过得真是快啊！食堂这饺子速冻的，整的一点也不好吃。王琦一口2个饺子的吃着，一边说道：“还得是我妈弄的酸菜猪肉馅饺子好吃。”陈志瑞好奇地问道：“酸菜猪肉饺子是个啥味道？酸菜包饺子里真的会好吃吗？”“艾玛，那必须好吃啊！”王琦拍着胸脯说道：“有机会你来我家做客，尝尝我妈的手艺，皮薄馅大，那饺子直接给你香迷糊喽，老好吃了。”杜宏远反问道：“老好吃了是多好吃？”王琦回道：“就是非常好吃。”孔刘更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问道：“皮薄馅大饺子不会破吗？”“不。”王琦摆摆手说道：“你饺子皮做的劲道点，韧性点，煮的时候就不会破了，而且口感也比食堂卖的这破玩意好吃。”孔刘听到王琦的话，立马追问道：“你会做饺子皮不？教教我。”孔刘虽然和顾晨轩吹牛自己包饺子，但也仅仅是会往半成品的饺子皮里包肉馅，并且煮熟，可他并不会做饺子皮。他本想下午去超市里买点饺子皮和肉馅回学校包的，现在王琦突然提到包饺子这事，他也是很感兴趣，想学学怎么做饺子皮。会的，小时候我妈教过我。王琦看着孔刘问道：“你问这个干嘛？你该不会是想在宿舍包饺子吧？”孔刘抿嘴一笑：“你小子还怪聪明。”杜宏远歪头看向孔刘说道：“你该不会是想亲手做饺子给顾晨曦吃吧？”被杜宏远讲出心中计划的孔刘啧嘴说道：“你小子更聪明。好，这么完事吧。”杜宏远咬着后槽牙说道：“你想在宿舍包饺子，我第一个不允许。”反对无效。孔刘期待地看向王琦问道：“需要什么材料？你发给我，我下午去超市买。”“行，你买食材的时候多买一份，嘿嘿。”王琦嘿嘿笑着说道：“我也想做一份给雪儿尝尝，就是不知道在中海能不能买到我老家那种大缸酸菜。”孔刘十分自信地对王琦说道：“需要什么尽管说，我想办法给你弄来，饺子肯定能包。”王琦说道：“那挺好啊，咱今晚都不走了，就在这过年，一起下划线。”陈志瑞小声地说道：“哥，串台了，那是春晚的台词。”杜宏远想了很久，还是拿出了手机给沈霞发了个消息：“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饺子？”正在陪顾晨曦逛超市的沈霞看着杜宏远发来的消息，愣了一下。顾晨曦手里拎着一袋饺子皮，看着站在原地看手机的沈霞，问道：“怎么了？”沈霞抬头看向顾晨曦，说道：“杜宏远突然问我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饺子。”顾晨曦抿着嘴，憋着笑意，问道：“那你怎么回的？”沈霞关掉手机，放进了口袋里。“我说我不爱吃饺子。”啊！顾晨曦被沈霞一句话直接干沉默了，他翻了个白眼，转身走向了猪肉摊。他在想，小霞这个蠢蛋，月老给她千钢筋都能被她掰断，不像我这个温柔体贴的无敌美少女，冬至亲手给对象包饺子。买好食材的顾晨曦火速地赶回了学校，继在家炖鸡汤之后，这是他第2次下厨，在学校包饺子。这一次他学聪明了，提前看了大量的包饺子视频，而且还喊着另外3个室友当帮手，虽然他们仨也是从没包过饺子的人。顾晨曦在内心下定决心，这次必须让宝宝对我刮目相看。为了顾晨曦的爱情，沈霞、林芝、周小楠3人也是十分卖力的帮忙，女寝忙得如火如荼，男生宿舍这边也开始了包饺子大业。孔刘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把王琦要的东西全部买回来了，2人也在宿舍里包起了饺子。陈志瑞帮他们打下手洗菜。此刻只有杜宏远一个人躺在床上，黯然神伤，感叹着世界的无情和爱情的残酷。没人知道这小子又在抽什么风，只知道他吃完饭回来就成这萎靡的样子了。
王琦教孔刘揉着面团，然后告诉他醒面团的技巧。咱们先做成这样的简单面团，然后先拿湿布搁着醒发15分钟，之后还要再揉。孔刘认真的听着，把王琦说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在了心里。醒面的时间，两人开始准备饺子馅。顾晨轩跟孔刘说的是，顾晨曦喜欢吃白菜猪肉的饺子，所以他买了白菜。王琦想吃老家的酸菜猪肉，孔刘又想办法弄来了北方的那种黄白色的大缸酸菜。除此之外，孔刘还买了一些香菇、虾仁和荠菜。忙碌了一下午的时间，孔刘他们的宿舍也算是大功告成。由于包的有点多，4个人的桌子都放不下了，到后来直接把干净的塑料袋垫在了床上，把饺子放在了床上。孔刘和王琦把周围宿舍里的小电锅全部接了过来，7、8个小电锅，硬是煮了2轮才把饺子煮完，留给对象的饺子除外。因为从来没在宿舍内一次性使用过这么多违规电器，几人煮饺子的时候心都是悬着的，生怕把电线给烧了，宿管找过来。好在小电锅的功率全部都在宿舍限电的功率之下，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第96章，我可是御姐。睡了一觉醒来的杜宏远闻着这香喷喷的气味，也是一扫阴霾，下床和3人一起炫了起来。王琦骄傲地说道：“怎么样，这自己擀的皮、掐的馅、包的饺子，味道就是比学校那破玩意好吃吧？”陈志瑞点头夸赞道：“好吃爱，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酸菜，味道还挺特别。”孔刘催促3人：“你们快尝尝我做的白菜猪肉口味，看看好不好吃。”王琦尝了一个，竖起大拇指，说道：“老刘这厨艺天赋挺高啊。”陈志瑞也连连点头说道：“好吃，爱吃。”杜宏远连吃了几个后说道：“我承认确实不错，但和我的手艺相比，还是稍微差了一点。”你拉倒吧。王琦拍着杜宏远的肩膀打趣说道：“你小子说的手艺，该不会是在床上包馄饨吧？”杜宏远红着脸说道：“滚蛋！吃饭呢，你聊黄段子。”孔刘和王琦一下午的成果，4个人风卷残云半个小时就解决了。吃饱了之后，孔刘把给顾晨曦留的那份白菜猪肉的水饺给煮了，王琦也煮起了他为对象留的酸菜猪肉水饺。煮好之后，两人还互换了几颗不同口味的。孔刘把饺子用饭盒装好后，刚想给顾晨曦发消息呢，对方就先弹出来一个语音通话。电话那头的顾晨曦直接问道：“你现在在哪呢？”孔刘说：“我在宿舍呢，正准备去找你，你就给我打电话了。这说明我们心有灵犀。”顾晨曦有些骄傲地说道：“你快来操场。”“行，我马上就来。”孔刘挂断电话后，就拎着饺子迅速离开了宿舍。等他到操场的时候，就看到顾晨曦独自坐在操场的看台上和他招手。孔刘抱着那盒饺子跑上了看台，两人几乎是同时开口说道：“猜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嗯哼，啊哈。”听到对方的话，两人都不由得将目光落在了对方手里举着的袋子里。顾晨曦惊讶地问道：“你该不会是给我做了饺子吧？”看着他的表情，孔刘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反问道：“该不会你也给我做了饺子吧？”两人交换了手提袋，从对方的袋子里拿出了饭盒，互相对视一眼，同时打了开来。虽然两人已经猜到了对方送的东西是什么，但真的看到盒子里的饺子时，还是同时笑了起来。孔刘捂着脸，在心里想着，早知道刚刚就不在宿舍里吃那么多饺子了。顾晨曦也在心里叹了口气，下午是吃了一下午，才做出来一份稍微好吃点的，我现在哪里还吃得下？顾晨曦做的是带汤的水饺，在室友的帮助以及一下午的尝试下，这次终于不是失败料理了。饺子的卖相虽然很一般，还破了不少，但比起之前的鸡汤简直不要太好，起码没毒。孔刘做的饺子就不用说了，有王琦的帮忙，这饺子做得非常好。不好吃，他们4个男人也不会在宿舍里炫了那么多。顾晨曦看着孔刘迟迟没有动筷子，还以为他不敢吃，便说道：“你别看这水饺煮的跟疙瘩汤一样，但其实只有几个破了皮，汤里面有不少完整的，味道很好，真的。”行。孔刘现在还饱饱的，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他对顾晨曦说：“你先尝尝我做的吧。”孔刘吃不下，顾晨曦何尝不是呢？他犹豫了一下，盖上了饭盒的盖子，说道：“我吃饭前有个习惯，先跑个步。巧了，我也有这种习惯。”孔刘也搁上了饭盒，说道：“走，一起。”手里拎着饭盒，两人倒也没有真的在操场上跑起来，毕竟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食。为了不影响夜跑的人，两人在操场的最外圈散起了步。散步的时候，孔刘问顾晨曦：“这饺子是你下午在宿舍里做的？”“嗯呐。”顾晨曦点了点头，说道：“想着今天冬至，就想给你个惊喜嘛，谁知道？”孔刘笑着抢答道：“谁知道我也包了饺子？”“对啊。”顾晨曦点了点头，问孔刘：“你做的什么馅的饺子？”“白菜猪肉。”孔刘不好意思去看顾晨曦，所以抬头看着远处的灯柱，说道：“小轩说你喜欢吃白菜猪肉，所以我就做了，里面还放了几个酸菜猪肉的，还有几个3鲜的。”顾晨曦低着头
看着脚下的塑胶跑道，声音略显羞涩的说道：“为了给我包饺子，你还特意跑去问我妹妹啊？”啊，嘿嘿。孔刘嘿笑了2声，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顾晨曦继续说道：“那你猜猜我做的饺子是什么口味的？”孔刘思考片刻后说道：“白菜猪肉。”顾晨曦瞪大了眼睛看着孔刘，惊呼道：“哎，你怎么知道？”孔刘说道：“因为我们心有灵犀。”才怪，因为孔刘刚刚开盖的时候看到水饺汤里飘着的白菜和肉末了，所以早知道了正确答案。当然，其实就算孔刘没开盖，真想猜也不难猜到。顾晨曦从不下厨，第一次包饺子的他肯定会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口味下手，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起码更清楚它好不好吃。再说了，难点的他也不会做，有了鸡汤的事件之后，他也不敢再轻易尝试了。他可不想年纪轻轻就手活寡。两人散了一会步，都感觉自己胃里消化了不少，这才重新坐回了操场的看台上。在顾晨曦的催促下，孔刘先打开了他的那盒带汤的饺子，用勺子在里面挑了个完整的，放进了嘴里。也许是有上次鸡汤的心理阴影，这次他是闭着眼睛吃的，吃的时候非常小心。肉馅味道有点咸，而且和他们自己做的饺子皮相比，顾晨曦这个买的半成品饺子皮口感非常一般，整体口味中规中矩，不是很好吃，但也不难吃。不过这是顾晨曦第2次下厨，能做成这样也算是进步神速。顾晨曦急急忙忙地问道：“怎么样？好吃吗？”虽然这次他已经尝过了，但还是害怕孔刘会不喜欢。孔刘没有回答他的话，又从汤里挖了2个饺子塞进了嘴里，然后笑着竖起了大拇指。实际行动往往比语言更有说服力。顾晨曦看孔刘吃得那么开心，也是松了一口气，嘴角也洋溢起了幸福的笑容。孔刘对顾晨曦说：“你也快尝尝我做的。”受到王琦的影响，孔刘手擀的饺子皮比半成品的要大很多，肉也塞得满满当当，一个饺子顶普通饺子2个的量，又香又好吃。怎么样？看着顾晨曦接连吃了好几个，孔刘有些骄傲地说道：“我还是有点实力的吧？”顾晨曦傲娇地说道：“也就一般般吧。”孔刘皱了皱眉说道：“这还一般？”顾晨曦咽下嘴里的饺子，用擦了擦嘴角的油渍，然后凑到孔刘耳边小声地说道：“你的饺子做得这么好，会显得我很呆爱。”孔刘捏了捏他2颊上的肉，说道：“呆呆的，多可爱。”顾晨曦撅着嘴说道：“才不，我可是御姐。”顾晨曦的话音还未落下，就被孔刘突然的吻给堵住了嘴巴。孔刘事后表示没办法，就太可爱了，当时没忍住，下次还敢。第97章，独一份的饺子。吃完饺子后，顾晨曦要去学生会继续组织元旦晚会的排练活动，今晚依旧是孔刘独自一人去顾家。到顾家的时候，顾晨轩正在吃汤圆，顾母还准备让家里的煮饭阿姨给孔刘下一份饺子，但被孔刘给婉拒了。今天吃了一天饺子的孔刘，此刻的胃里都还有没消化完的饺子呢，现在听到饺子这2个字，胃里都有点发腻作呕的感觉。顾母和孔刘闲聊着说道：“本来今天做了西西爱吃的白菜猪肉饺子，但是这妮子今天却不回来，真是的。”孔刘解释说道：“他最近比较忙，学院的元旦晚会可是他负责呢。”“嗨，他就闲的，爱瞎掺和。”顾母叹了口气说道：“有什么事能比回家吃饭更重要？”一旁吃汤圆的顾晨轩插话道：“妈，你换个思路想想，说不定我姐不回家吃饭的原因是学校里已经有人给她做了饺子呢。”说完这话，顾晨轩意识到不太对，还看了孔刘一眼。孔刘朝他挤了挤眉，示意他不要乱说话。谁能这么好心，非亲非故的给你姐做饺子吃？顾母看着小女儿唠叨道：“总不能是谈了对象吧？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顾晨轩不敢多说话，默默地吃着碗里的汤圆。顾母又转头看向孔刘，说道：“小刘啊，我们家西西是不是在学校里谈恋爱了？”孔刘心中一惊，表面上却装作淡定的模样，开口道：“阿姨你放心，顾晨曦同学在学校里没谈恋爱。”孔刘说完这话，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顾母点了点头，又说道：“你帮我看着他点，你要是看到他和哪个男生走得特别近，关系不一般，你就告诉我。”“啊，哎，行。”孔刘此刻心里慌的一批，根本不敢和顾母直视。想起今晚来之前，他还亲了顾晨曦一下，他就心虚的用手擦了擦嘴角，生怕嘴上沾了没擦干净的口红，被顾晨曦的妈妈给发现了。噗！知道内幕的顾晨轩听着2人的对话，实在难绷，直接笑出了声。顾母看着小女儿的反应，不解地问道：“你笑什么？”“没什么，妈妈，我就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顾晨轩说完，继续埋头把碗里最后2个汤圆囫囵地塞进了嘴里，2颊塞得鼓鼓囊囊，像只仓鼠一样。然后他放下勺子，起身拽着孔刘，带他逃离了这里，
回到了房间。你个小混蛋！回房间的孔刘用手指轻轻敲了敲顾晨轩的额头，说道：“你差点害死我，你知不知道？”顾晨轩双手合十，诚恳说道：“对不起，孔哥哥，我刚刚真的不是故意的，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你呀！孔刘戳了戳顾晨轩的额头，又嘱咐了他几句，就开始了今夜的教学任务。家教结束，孔刘收拾书包回学校的时候，顾母还拿来了2盒热腾腾的饺子，让孔刘把饺子带回学校，一盒给顾晨曦，一盒他当宵夜吃。虽然很不想要，但盛情难却。孔刘向顾母道谢后，将饺子放进了包里，一起带回了学校。顾晨曦刚好结束彩排，从商院小礼堂出来，就看到孔刘端着2盒饺子在商学院楼下等自己。原本还不紧不慢、不太端庄的高冷校花，看到男朋友之后，立马变成了一个小女孩，步伐轻快，蹦蹦跳跳的跑了过去。你怎么来了？顾晨曦的语气中难以掩饰的有些开心。等你啊！孔刘举着手里的饭盒说道：“这是你妈妈让我带回学校给你吃的饺子。”啊！顾晨曦闻言尖叫了一声，她面露难色的说道：“这饺子该不会是白菜猪肉馅的吧？晚上吃下肚的饺子，顾晨曦都还没消化完呢，现在让她再吃一份饺子，她是真的一个都吃不下了，特别是白菜猪肉的。”孔刘捂着脸说道：“还真是。”顾晨曦问孔刘：“你还吃得下吗？要不你吃了吧？”孔刘连连摇头说道：“我也吃不下了，我今天吃了快1天都饺子，嘴里打嗝都是一股子饺子味。”我也是。顾晨曦看着孔刘手里的餐盒，有些恐惧的说道：“你就不应该把这饺子带回来。”我也不想啊。孔刘摊了摊手说道：“但是阿姨以为你今天没吃饺子呢，我总不可能告诉她我亲手给你做了饺子吧？”噗！顾晨曦闻言笑了一下说道：“你还害怕我们谈恋爱的事情被我妈发现啊？那肯定多少还是有点害怕的呀。”孔刘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岔开了话题：“先不聊这个，这些饺子咋办？”顾晨曦想了想说道：“要不你带回去给你室友吃？”孔刘摇了摇头：“他们今晚也吃了不少，现在估计也腻了，你带回去给你室友吃吧。”啊！顾晨曦听到孔刘的话，尴尬的笑了笑。他为了给孔刘包饺子，今天下午拉着几个室友一起尝味道，室友3人都被他给摧残了一遍，都有心理阴影了，肯定是不会再吃了。就在这时，顾晨曦想起了一个人：“你在这里等我一下。”顾晨曦从孔刘手里接过那2盒饺子，再次跑进了商院。商院的小礼堂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只剩下道具组的成员们在整理道具、收拾舞台，苏雅也在其中。顾晨曦端着饺子走进小礼堂，说道：“大家先把手里的工作停一下，今天冬至，大家辛苦了，我请大家吃饺子。”听到顾晨曦的话，现场为数不多的几人围了上来，他们纷纷感谢起了顾晨曦。顾晨曦点头回应着他们的感谢，在这群人里扫视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了苏雅的身上。顾晨曦指着苏雅说道：“你跟我出来，其他人可以开始吃饺子了，吃完早点回宿舍，垃圾不要乱扔。”学姐，有什么事吗？苏雅跟在顾晨曦身后走出了小礼堂。虽然不想恶意去揣测顾晨曦，但所有人都有饺子吃，唯独自己被叫出来，苏雅难免会觉得顾晨曦是不想给自己吃他带来的饺子。只见顾晨曦拿出另外1盒饺子，对苏雅说道：“拿着，这都是你的。”啊！苏雅看着顾晨曦递来的那盒饺子，直接愣住了。她有些受宠若惊的看着顾晨曦，心头也是一暖，刚刚的想法瞬间烟消云散。谢谢学姐。用不着。第98章平安夜的苹果。你把饺子送给苏雅了？对啊。顾晨曦点了点头。孔刘有些疑惑的问道：“你为什么？”不为什么。没等孔刘把问题讲出口，顾晨曦就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小霞说她家庭条件不太好，她又是我的部员，我身为部长关心一下，也需要理由吗？”不用不用。孔刘挽住了顾晨曦的手，说道：“我家宝宝人美心善，最好了。”2人就这样手挽着手朝着宿舍区走去。苏雅打开餐盒，看着里面还散发着热气的饺子，她直接用手抓起一个塞进了嘴里。饺子很好吃，和她奶奶包的一个味。她想回家了。苏雅又用手抓起一个饺子塞进嘴里，然后是第3个、第4个。她越吃越快，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啪嗒啪嗒，几滴水珠落在了餐盘里，味道竟是甜的。苏雅哭了，是开心的哭了。这温热的饺子让她在寒冷的冬夜里感觉到了一丝家温暖。冬至过后就是周6，今天孔刘早早的出了门，他打算去学校合作的驾校报个名，考个驾驶证，等驾驶证拿到手，也能换他来开车带着顾晨曦出门了。孔刘来到了驾校，因为是和学校合作的驾校，所以来这边考试的也大多是附近学校的大学生，人还是蛮多的。排队交了钱，拍了照，做了健康检测，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在现场下完专用的考试软件后，孔刘就回了学校。之后的一下午时间里，
孔刘都在刷科目1的模拟试题，几千道题目着实是有些多了。但好在这些题目都挺简单的，大多是些常识题，唯一难点的就是新规类的题目和扣分题，但死记硬背也是能记住的。孔刘学习能力很强，记忆力也不差，做错一遍的题目就不会再错了，再加上他专注度非常高，刷题的速度也是快得吓人。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孔刘就把题目全部过完了，就算现在让他去考科目1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还得刷考试时长，时长刷满了才能预约考试，而且那个系统还规定了每天只能固定刷多久。孔刘看了一下，想预约科目1最快也得7、8天之后了，而且其他科目也是如此，每次预约都得间隔10天左右，就算所有科目都是一把过，最快也得1个半月了。不过孔刘也不着急，慢慢来吧。报考驾照的第2天，王琦看着早早爬起来刷时长的孔刘，问道：老刘，这周末你怎么2天都窝在宿舍里，没和你女朋友出去玩啊？他这2天忙着元旦晚会节目排练呢。孔刘歪头看着王琦，他这个点起床是准备出门去干兼职的。孔刘说道：你不也是吗？一放假就去上班，女朋友也不管了。说来也怪，雪儿这几周假期似乎都有什么事在忙，我俩一到周末就十分默契的不找对方聊天。哈？孔刘闻言半开玩笑的说道：总不能他也周末干兼职了吧？不可能。王琦十分坚定的摆了摆手，说道：雪儿家里平时给生活费给的不少，而且平时花钱也挺有分寸的，没理由去打工。我上班要来不及了，不和你聊了。王琦说着急急忙忙拎着书包离开了宿舍。今天是冬至过后的第2天，也就是平安夜，平安夜要吃平安果。不知何时起，平安夜就和苹果开始挂钩了。孔刘想起高中的时候，每到平安夜、圣诞节这种节日，同学之间就会互赠苹果和糖。虽然学校明令禁止不允许过洋节，但还是抵不住同学们对这些新鲜事物的热情。没办法，每天3点1线的生活，以及那一上就是1天的文化课，枯燥的就像深井中的水一样，太平淡了。偶尔有一天不一样，确实能让枯燥无味的校园生活增添一抹不一样的色彩和回忆。上了大学之后，过圣诞的气氛虽然还在，但却再也没有高中那么浓厚了。毕竟已经过了那个互赠糖和苹果也能开心一整天的年纪了。商院小礼堂外，因为冬至的那份饺子，苏雅今天特意买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红苹果，装在礼盒里送给了顾晨曦。送我的。彩排结束，正准备去找孔刘的顾晨曦看着站在门口等着自己的苏雅以及他手中的那个用礼盒装着的苹果，有些惊讶。苏雅点了点头，认真的说道：学姐，平安夜要吃平安果。今天是平安夜？对啊，你不说我都还不知道呢。顾晨曦欣然接受了苏雅的好意，说道：谢谢你。不用谢我。苏雅摆了摆手，说道：你前天还请我吃了饺子呢，算是礼尚往来吧。礼尚往来？顾晨曦冷漠的脸色稍微温和了一些，他点了点头，行。如果苏雅不和他抢男朋友的话，理论上来讲，顾晨曦还是很愿意和这么一个小姑娘做朋友的。收了苏雅的苹果，顾晨曦在想，今天是平安夜的话，自己是不是也该给孔刘个苹果呢？但是送苹果会不会太没特色了？在宿舍待了1天的孔刘，关掉了已经刷完了今天的学习时长的驾考软件，换了一身衣服，准备出门去找顾晨曦。他估摸着再有一会，顾晨曦的彩排应该结束了。可孔刘不知道的是，顾晨曦早在1个小时前就结束了今天的彩排，并且还抽空去了一趟校外。这不，孔刘刚换好衣服，顾晨曦的电话就打来了。宝宝，快下楼，我在宿舍楼下等你。我现在下来。挂断电话，孔刘朝着楼下走去。顾晨曦的粉色小跑车拉风的停在男宿舍的楼下，他倚靠在车门边上，手里拎着一个小礼盒。孔刘走到顾晨曦跟前，说道：我刚准备出门找你呢，没想到你先来找我了。没办法，心有灵犀嘛。顾晨曦笑着说道：宝宝，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平安夜。孔刘看着他手里的手提袋，说道：这里面该不会是苹果吧？是也不是。顾晨曦俏皮的眨了眨眼，把东西递给了孔刘，说道：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我都没给你准备平安果呢，你先。孔刘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礼盒，下一秒他就说不出话了。里面还真是苹果，不过是一台苹果，还是今年最新款的苹果。孔刘内心谁懂啊，富婆的饭这次直接喂到了嘴里。第99章，年年岁岁。你这苹果送的也太突然了吧。孔刘说着合上了礼盒。看着孔刘的动作，顾晨曦反问道：怎么了？不喜欢吗？不是。孔刘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摇了摇头，说道：你送的东西我当然喜欢了，只是我自己的手机也还能用呢，你干嘛这么破费，给我买新手机？谁规定的手机必须坏了才换？
顾晨曦从包里拿出自己的手机，拆掉手机壳，露出原本的白色手机后盖，说道：“我还买的是同款配色呢，这样咱们就能用情侣手机了。”顾晨曦说完，见孔刘还有些犹豫，便补充道：“我已经把手机激活了，不能退了哦。”那孔刘想了想，说道：“多少钱？我转你吧。”“你跟我谈钱？”顾晨曦露出了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孔刘，仿佛见了鬼似的。他一巴掌拍在了孔刘的肩膀上，说道：“我是你女朋友哎，我送你东西，你居然跟我谈钱，想挨揍是不是？”“错了错了，宝宝别生气。”孔刘摸着被顾晨曦打得有些吃痛的肩膀，一边道歉说道：“那我请你吃饭吧。”“行啊。”顾晨曦欣然答应了，两人一起坐进了车里，离开了学校。去市区的路上，顾晨曦问孔刘：“你今天一整天都在干什么呢？怎么也不找我聊天？你不是在忙元旦晚会的事情吗？我就想着不能发消息打扰你。”孔刘一边弄着顾晨曦给买的新手机，一边说着：“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宿舍里看了看书，做了做题目，也没出门。”孔刘没有告诉顾晨曦他正在考驾照的事情，为的就是等拿到驾照的时候给顾晨曦一个惊喜。“真乖。”顾晨曦抽空伸手摸了一下孔刘的脑袋，像是摸儿子一样，还嘱咐道：“外面坏女人太多了，你一个男孩子就应该乖乖待在宿舍里，等着我一起出门。”“什么乱七八糟的！”孔刘抬手拍掉了顾晨曦的手掌，说道：“你开车的时候不要三心二意啊，手老老实实的放在方向盘上。”孔刘这2天刷驾考的视频看了不少因为不规范行车导致的车祸，所以他现在也对这方面比较在意。“不许凶我！”哼！顾晨曦娇哼一声，老老实实的把双手放在了方向盘上。孔刘继续嘱咐顾晨曦：“你以后开车不要开那么快了，市区车多人密，开慢点稳妥。”“好啦。”顾晨曦责怪道：“你今天是被我老妈附体了吧？怎么和她一样喜欢唠叨我了？”“我这……”孔刘本想说：“我这可都是为你好。”但这种话只适合长辈对晚辈讲，不太适合和对象讲。如果自己这么讲了，很有可能会和顾晨曦闹矛盾。因此，聪明的他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我可不希望咱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妈。”顾晨曦听到孔刘的话，害羞的脸色发红，却嘴硬的说道：“谁要和你生孩子了？滚滚滚！”话语是嫌弃的，语调却是开心的。被孔刘这么一说，顾晨曦果然降下了车速。两人一起来到市区，找了一家烤肉店吃晚饭。今天是周末，又赶上了平安夜，烤肉店的生意非常火爆。好在孔刘提前打电话预定了位置，到店之后只等了10分钟，两人就被服务员领到了一个双人桌前。双人桌在烤肉店的角落里，边上还摆了一棵圣诞树，很温馨，也很安静。孔刘非常满意这个位置，顾晨曦也很满意，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不能和孔刘挨着坐。孔刘拿手机扫了桌角的点餐码，便问道：“你想吃什么？”顾晨曦的手肘撑在桌子上，手掌托着脑袋，看着孔刘，一脸宠溺的说道：“我都行了，你挑吧，你喜欢吃的，我肯定也喜欢吃。”“你这么说，我反而有压力了。”孔刘抿嘴笑了一下，说道：“等会可别说我挑的东西不好吃哦。”顾晨曦摇头道：“才不会呢。”孔刘好久没用水果系统的手机了，新手机用起来还有些生疏，而且这手机都最新款了，信号差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孔刘很讨厌这一点。孔刘其实也不怎么会点菜，索性把看得顺眼的全部点了一遍。有钱人从来没有选择焦虑症。“你看一下，这些够吗？要不要再加点？”孔刘说着，把手机递给了顾晨曦。顾晨曦看着孔刘点了40几样菜，着实是被惊到了。他看了一眼购物车里的价格，都2000多了。在一个人均100多的烤肉店里，点2000多块的菜品是什么概念？这些菜都够7、8个人吃了，这也太多了吧？你这是都点了一遍？顾晨曦看了看孔刘，心想，这笨蛋肯定是因为收了本小姐的礼物，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才点这么多菜的。孔刘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说道：“我也不怎么会点菜。”“不会点菜，所以你就把菜单全部点了一遍？”顾晨曦对孔刘翻了个白眼，说道：“傻了吧唧的。”顾晨曦把购物车里的菜品逐一剔除，最后捡到200块后，才把手机还给孔刘：“就这些吧。”孔刘看着购物车就剩下8个菜，说道：“这么少，会不会不够吃啊？”顾晨曦摇头说道：“不够再点嘛，又不是不能加菜了，总比吃不完浪费好吧？”“好吧。”孔刘下好单后，最先上来的是一盆炭火。这家烤肉店之所以比别家的生意更火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家是炭烤炉，炭烤炉比电烤炉烤出来的食物更好吃，而且大冬天围着暖乎乎的炭火炉坐着，多暖和惬意啊！当然，炭烤好吃这事也不是绝对的，如果你做饭经验为零的话，不管用什么烤炉，烤出来的食物都很难吃。顾晨曦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堆食材，顾晨曦内心的烹饪之魂熊熊燃起，他撸起袖子准备大显身手，可结果吗？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
孔刘亲眼看着他把头子牛肉烤成了焦炭小煤块，他还给自己烤了一块半生不熟的鸡胸肉。孔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拿起烤肉夹，对顾晨曦说道：“你别忙活了，还是我来吧。”孔刘说着，调整了一下火后，开始烤牛排。顾晨曦自知自己做饭没有天赋，也就乖乖放下了手里的夹子和剪刀，坐等开饭。看着顾晨曦的模样，孔刘想起一张表情包，乖巧懂事，傻乎乎。第100章平平安安。顾晨曦乖乖的等着吃的，又像只好奇小猫一样，一个劲的在问孔刘各种问题，比如怎么确认生熟，如何才能不烤焦。孔刘一边烤着肉，一边耐心的回答着他的问题，并且用实践告诉他如何才能烤出好吃的烤肉。两人聊着聊着，一块牛排很快就烤好了。孔刘把牛排用剪刀剪成一条一条的小长条，夹到了顾晨曦的盘子里。尝尝好不好吃？顾晨曦夹起一块肉，吹了吹上面的热气，然后沾了点辣椒粉，斯文的咬了一小口。孔刘烤得刚刚好，牛肉的外表焦香焦香的，里面还有丰盈的汁水，味道自然是没话说。咕叽咕叽，顾晨曦嘴里咀嚼着牛肉，还发出着愉快的轻哼声。孔刘看着他吃东西的模样，着实有些被萌到了。自从和顾晨曦谈恋爱起，孔刘每天都要掉血槽。孔刘内心谁懂，女朋友太可爱，每天都被萌出鼻血。这哪里是什么高冷校花嘛，明明是粘人的小可爱好吧？孔刘问道：“味道怎么样？”顾晨曦竖起大拇指，咽下嘴里的牛肉，说道：“好吃的。”哈哈，被顾晨曦夸了的孔刘打心底的笑了起来，烤肉也更卖力了。顾晨曦就开开心心的等吃的就行了。和孔刘出门，顾晨曦的心情总能变得非常好。不知道为什么，顾晨曦对孔刘有一种莫名的依赖感。他不在的时候，顾晨曦就是高冷独立的事业女性人设，只要一靠近孔刘，他就没了任何的心计和伪装，变成了一个笨笨的小孩子，反正就是怎么开心就怎么来。除了父母之外，或许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孔刘一人，能让他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吧。孔刘则是有一种在养女儿的错觉，他总是问自己各种天真的问题。虽然孔刘很聪明，懂得也多，但他并不会觉得他的问题很蠢，还会很耐心地和他解释。如果你遇到一个总是问你问题，或者跟你讲述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女孩子，千万不要觉得她笨或者嫌烦，因为那是她爱你的表现。很多时候，男生谈了一个比自己年纪小的不成熟的女孩子，在恋爱的新鲜感过后，会觉得对方很烦很幼稚，时间长了就开始敷衍，最后两人的缘分就尽了。这种情况同样会出现在女生谈了个比自己小的男生身上，时间长了女生也会觉得麻烦，因为青涩的男孩没有恋爱经验，什么都要教，会很累，最后也容易分手。你怎么把肉都夹给我了？顾晨曦看着自己盘子里快堆成圣诞树的一摞肉，孔刘的盘子则跟刚拿出来的一样，都没什么油渍。他立马拿起对方的盘子，夹起一大半肉放到了他的盘里，说道：“别烤了，先吃点吧。”顾晨曦心说：“可不能给我家宝宝饿着了。”孔刘不紧不慢地说道：“烤完这一块肉。”不行！顾晨曦夺走了孔刘手里的夹子，霸道地说道：“快点吃，不吃就揍你。”好好，我吃。孔刘看着他故作凶相的样子，有些想笑，拿起筷子吃了2口肉，说道：“我有在吃哦。”这才对嘛。顾晨曦满意的点了点头，但转念一想，感觉有些不对。他心说，孔刘这语气怎么和哄小孩似的？烤肉下肚，身上的寒气瞬间被驱散，胃里都变得暖乎乎的。顾晨曦是对的，他们2个人点200块钱烤肉是正确的决定，再多了也吃不下了。肉这种东西，吃多了容易饱，而且烤肉店的肉还是腌制的，多了容易腻。后来又加了菜，孔刘加了一份主食和一个苹果形状的饭后甜品。一顿饭下来，总计消费288，孔刘付的钱。顾晨曦很识趣的没和孔刘抢着买单，因为他知道，按照孔刘的性格，自己送了他手机，还跟他抢着买单的话，他会自尊心受损的。其实完全是顾晨曦多虑了。吃完饭的2人手挽手漫步在中海的大街上，散步消食。虽然近几年都倡导不过洋节，但中海的圣诞气氛还是非常的浓厚，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的，一些大型的商场门口还摆着巨型的圣诞树，非常壮观。孔刘对此并不感冒，他不是一个喜欢过洋节的人，甚至不是一个喜欢过节的人。孔刘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顾晨曦，发现他正凝视着巨大的圣诞树树顶那颗闪闪发光的黄色星星，他的眼眸中也倒映着璀璨的光芒。看着他，孔刘突然笑了起来，他在想，今年好像不太一样了。商场门口有各式各样的流动小摊，卖着各种跟节日有关的东西，商场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店铺，都在搞着圣诞活动。孔刘趁着顾晨曦在发呆，去逛了一圈，在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礼盒装的苹果。我还以为你丢下我跑了呢。顾晨曦委屈地说着，抓着孔刘的手说道：“你一声不吭，就为了去买个苹果呀？平安夜要吃平安果吗？”
孔刘将礼袋递给了顾晨曦，说道：“吃了平安果，年年岁岁，平平安安。”噗呲，顾晨曦捂嘴轻笑了一声，说道：“好。”消食活动结束后，顾晨曦开车带着孔刘回到了学校。下车前，孔刘嘱咐道：“我在苹果里藏了一个惊喜。”什么惊喜？顾晨曦说着就要去拆礼盒，却被孔刘给拦住了。回宿舍再拆，保留点神秘感嘛。不让拆礼盒，顾晨曦不开心地说道：“那你干嘛要在下车前讲出来吗？故意勾起我的好奇心。”“对啊，我故意的。”孔刘渐渐地笑了笑，然后伸手在顾晨曦的脸上掐了一下，迅速地跑下了车。拜拜，大美女。看着走进宿舍的孔刘，顾晨曦迅速地把车开向了停车场，然后飞快跑回了宿舍。看着飞快冲回宿舍的顾晨曦，沈霞问道：“你又抽什么风？”顾晨曦哪有心思回他，扔下车钥匙就开始拆礼盒。盒子里是一个又大又红的贴纸印花的苹果。顾晨曦拿起那个苹果的瞬间，一串金闪闪的东西也一起被他扯了出来。那是一条金色的项链，吊坠的形状还是一个金色的苹果。沈霞走过来，瞬间就被那金闪闪的苹果吊坠给闪到了眼睛。她惊呼一声：“卧槽 ！TM 的纯金大苹果！”吊坠下面是一张字条，是孔刘亲笔写的：“祝我的宝宝吃了平安果，年年岁岁，平平安安。”